雄鹰国纽扣市曼哈顿一家高档餐厅，陆晨指尖夹着红酒，一脸无措地望着对面的美女。上一秒他还躺在床上看杨世子，看到跟自己同名同姓的无脑男二惨死，气得胸口一闷，小眼一闭，再睁眼就出现在这里。下一刻，庞杂的记忆涌入脑海，陆晨眼底多了几分了然，果然是穿越到了那个脑残小说里。好消息，他现在非常有钱，几千亿那么多。坏消息是成了炮灰男二，男主的兄弟，女主的舔狗，这是他目前的身份。对面的美女正是原著女主，佛哈大学校花，男主林天的女友江宁月。江宁月身材修长，将近1.75米的身高，俏脸精致，简单的短衫和牛仔短裤，没有高跟鞋，没有黑丝，只有一双秒杀无数腿模的美腿。突然，江宁月头顶跳出一串文字，映在眼前：姓名江宁月，年龄23岁，身高173厘米，身份佛哈商学院学生，忠诚度0，沉沦进度0%。同时，冰冷的机械音在耳边响起：完美总裁系统激活成功，正在绑定中，100%，绑定成功。金钱、地位、美女是衡量总裁成功与否的核心标准。宿主在这3个维度获得实质性进展，均可获得属性点、道具及特殊奖励。宿主属性面板已生成，淡蓝色光幕浮现，上面清晰地列着各项信息：姓名陆晨，年龄23岁，身高185厘米，身份华兴集团二公子。可展开属性体质、魅力。很好，爽文男主标配的系统可算是来了。陆晨扫了眼信息，目光重新落回江宁月那张精致绝美的脸庞上，眼底的灼灼情欲毫不掩饰。江宁月的父亲因公司破产欠债，差点被催债的黑帮打死，好在男二动用关系才把人救回来。男二身为1000亿资产继承人，却对江宁月一往情深，选择默默守护，甘心当舔狗，妥妥是被作者套了降智光环。可惜了，陆晨心想，既然我来了，你舍不得骑的车，只能我站起来蹬了。你的事我办完了。他放下酒杯，语气平淡：我现在要得到我应得的东西。江宁月细白柔嫩的食指交叠在一起，神色怪异。陆晨，你什么意思？我说的什么你心里清楚，而且为了你爸，你必须答应。江宁月手只摩挲着杯子，选择沉默。他当然知道陆晨的意思，可心底的挣扎让他无法立刻回应。你爸的公司能做起来，全靠我暗中注资支持，破产欠债后被黑帮报复，也是我托关系压下的风波。陆晨身体微微前倾，压低声音，带着一丝压迫，说直白点，你爸现在还能活着躺在医院里，全是因为我。清风袭来，拂起对面家人的秀发，缕缕沁人心脾的幽香混合着酒香，填满鼻腔。我不是在道德绑架你。陆晨靠回椅背上，语气缓和了些，只是想让你明白，你别无选择，我是你兄弟林天的女朋友。江宁月终于开口，声音细弱，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陆晨和林天的兄弟情谊上。既然如此，你怎么不找林天帮忙？陆晨嗤笑出声，你该清楚，凭我的身份和实力，他在我眼里跟只臭虫没区别。这句话扎在江宁月心上，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你这是在威胁我？陆晨端起红酒杯，抿了一口，脸上纨绔少爷的笑容渐渐收起。对，就是威胁。他顿了顿，目光锐利地盯着江宁月。你爸明天手术，这里不是国内，只要我一句话，就算是成功率100%的手术，也能让他失败。江宁月垂着眼帘，过了许久才缓缓抬头，眉头舒展，轻笑道：你好歹也是华兴集团的二少爷，结果就这点出息。陆晨面色不变，期待着下文。看看你卑鄙无耻的样子，为了睡我竟用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陆少爷的平生所学恐怕都用在玩女人身上了吧。江宁月伸手拿过陆晨面前的红酒杯，仰头喝了一大口，辛辣的酒液刺激喉咙，让他的眼神多了几分迷离。为了报答你救我爸的恩情，我答应你，就这一次，从此咱俩之间的事情一笔勾销。他平静地说完，只是每个字都带着冰冷和疏离。餐厅里流淌着舒缓的华尔兹乐曲，暖黄色的灯光洒在两人身上，勾勒出温馨浪漫的氛围。如果不是女孩心有所属，如果不是男人居心叵测，二人好似羡煞旁人的神仙眷侣。江宁月拿起旁边的帆布包，迈着勾人的长腿，快速走向电梯。别磨叽了，楼下就是酒店，赶紧办事。陆晨拿起外套披在肩上，身体不由自主地跟着江宁月那双腿笔直修长的美腿走进电梯。都同意了，非得放两句狠话心里才痛快。这女人完全就是给自己找罪受。爸爸，爸爸！隔壁房间房门敞开，里面传出女人带着哭腔的激动呼喊。江宁月俏生生地站在门口，精致的脸庞上闪过一抹异色。今天是父亲节，陆晨问。江宁月没接，直接推门进屋。陆晨也不尴尬，抬脚跟了进去，同时看一眼手机，日期显示5月20号，哪是什么父亲节，原来是约跑节。进门没走2步，江宁月就顿住脚步，因为第一次和男人住酒店，显得不知所措。坐会儿吧，他指了指沙发，轻声说道。陆晨莫坐，而是直接走了过去，没必要浪费时间，直接开始就行。江宁月秀眉微蹙，偏头躲过了袭击，只是有男人靠近身边，呼吸就变得紊乱。你先放开，听我把话说完。陆晨点头答应，没再靠近。江宁月把鬓角的碎发理到耳后，想表现得强硬一些，尽量发出平淡的声音。我爸的手术不能出任何差错，还有
我只答应这一次，以后你不能纠缠我。行，听你的。陆晨爽快地答应。江宁月低着头，俏脸上写满了不甘和不愿。对于这场财色交易，终是心虚，还是强硬不起来，也说不出太狠的话，只是扭捏几下，指着浴室方向，先洗澡。见陆晨无动于衷，江宁月转过身，蹙眉道：怕我跑了？那我让你放心。说罢，面无表情地走进浴室，连门都没关，撤掉短衫，打开花洒。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措手不及，幸福美满的人生濒临崩溃。为了挽救触手可及的幸福，只能被迫沉沦。江宁月有心想要离开，但父亲垂危，他别无选择。陆晨将外套扔向沙发，直奔浴室。江宁月第一次被男人看身体，冰凉的水流冲不散狱警晕染的霞红，安抚不了狂颤的心跳。陆晨站在洗漱台前，望着镜中倒映的身姿，185的身高，挺拔修长，宽肩窄腰的身材充满力量感，五官深邃立体。身为男人，他不仅身材出众，更是天赋异禀。他摸了摸自己的脸，确定是直接穿进了小说世界，而非夺舍。江宁月裹上浴巾，逃离似的跑出浴室，美眸不经意间瞥向镜子，惊愕写满精致面容。吹干头发，撤掉浴巾，侧躺到床上，将整个娇躯连带着秦首都用柔软的棉被盖得严严实实。10分钟后，水流声停歇，陆晨连浴巾都没裹就走了出来。大床上的棉被隆起美妙的人形弧度，绝色佳人似乎做足了准备，等待着他的临幸。刚来就能吃上女主，陆晨此刻庆幸穿越前看不是恐怖小说。他快速走到床边，扯着棉被的一角往上掀开，一瞬间，那双绝世无双的美腿散发出白玉光泽，修长纤细，玉润匀称，完美到令人不可思议。细嫩的肌肤找不出半点的瑕疵，即使是短视频平台也找不出这样一双完美的美腿。江宁月无动于衷，心眸紧闭，纤嫩藕臂挡在身前，跟个死人一样僵硬地躺在床上。陆晨伸手在他精致的瓜子脸上拍了2下，不耐烦道：别装纯，好好配合。江宁月甩开陆晨的手，将脸深深埋进枕头里，发出委屈又无助的闷闷声：混账，我没经验，不会。想要配合的商 K 里一大堆。陆晨脸上浮现出满意的笑容，他倒忘了原著里女主们直到结局都是完璧之身，多亏作者君没让林天吃上，这样一来，自己倒成了第一个品尝到这朵清冷校花的人。即便陆晨做什么，江宁月似乎铁了心不搭理他，他也不在乎，待会儿有的是招让他开口。没过多久，江宁月无法再平静，心跳渐渐加速，美眸悄然睁开，仰头看向摆在床头的盒子。你等一下。怎么了？陆晨早就注意到了奈何东西，但并不想穿着雨衣洗澡，甚至都不想给江宁月开口的机会。带什么？面对江宁月这位清冷纯洁、淡雅高贵的校花，陆晨没有丝毫怜香惜玉的意思。江宁月懵了，大脑一阵空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思考，俏脸上的表情十分凌乱。这人怎么回事？这种事不是要循序渐进才对吗？你刚才说什么？说话啊！陆晨拨开他脸上的青丝，坏笑着继续催促。江宁月的意识可能还飘在天上，还没缓过来，哪还能回答他的问题？10分钟过去，才有了一丝力气，抬起瘫软的手臂，指向床头的盒子。你把那个……他拼命压制心中悸动，可眼眸中的惊悸和慌乱久久不散。啊！我没听清。陆晨笑得愈发无耻下流，反复耍弄着身边的清雅校花。那个呀！江宁月声音都变了调，但是还没放弃。你说那个呀？早说啊！说了我肯定听你的。这个畜生！江宁月心中骂着，执拗的他还想继续对抗，伸出去的白嫩小手奇迹般抓住了床头的盒子。只是他还不知道，这盒子注定不会打开。现在呢？陆晨又问。江宁月抿着唇，没再出声，先手也什么都没拿回来。沙发上，江宁月包里的手机屏幕亮起，即便铃声很大声，忘乎所以的男女依然没能察觉。与此同时，在江宁月的公寓楼门前，林天看着手中无人接听的电话，内心顿感不安。敲门没反应，电话也不接，难道出事了？林天给江宁月发了几条消息，然后继续拨号。他死也不会想到，自己心爱的角色女友正在酒店房间内被最好的兄弟陆晨用上 K 里的女人都不愿接受的方式残忍对待着。酒店房间内，卧室里空无一人，陆晨早就把战场转移到了浴室。突然，房门被人从外面敲响，突如其来的敲门声差点把江宁月吓得魂飞魄散。毕竟他做的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去开门！陆晨在他白皙的肌肤上给了一掌。不去！江宁月扭过头，毅然决然地拒绝。怎么？怕林天来捉奸？陆晨毫不在意地说道。江宁月恶狠狠瞪了一眼，无奈地说了声：“你滚！”行了，赶紧去，是我点的外卖。陆晨放开江宁月，又补了一掌。你好烦！江宁月嗔怪一声，裹上浴巾，踉跄几步走到门口，打开一条细缝，将手臂伸出去，拿到外卖。刚锁门，还没转身，后脑就攀上一只大手，将他的琴手摁在门上。江宁月心如死灰，一动不动。外卖从手中掉落，晶莹的泪珠也在这时从眼角悄然滑落，神色哀伤，凄美的如同一朵被玷污的娇弱雪莲。他不知道今夜过后如何面对这个摧毁了他所有尊严的男人。第二天清晨，陆晨穿戴整齐，精神焕发的俊秀面庞上
带着一丝满足后的空虚感。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你爸今天的手术会非常顺利，你可以放心。以后要是遇到什么困难，还可以来找我。此时的卧室不复昨晚的干净整洁，江宁月脸埋在枕头里，修长笔直的美腿微微并拢，柔顺的长发变得凌乱，遮住了她的表情。滚！过了许久，江宁月才发出一声虚弱沙哑的声音，带着浓浓的疲惫和抗拒，自始至终没有抬头看一眼陆晨。好，我滚了。陆晨一点不生气，走出酒店房间，心中只有意犹未尽的征服感。过不了几天，他还会找过来，到时候这位清冷孤傲的校花只会放低姿态，主动现身。正走在酒店走廊里，脑海中响起系统提示音：江宁月忠诚度+5，江宁月沉沦进度正10%，宿主通过亲密接触有效提升目标忠诚度。可见最原始的方式才是增进男女关系最直接有效的方法。紧接着，更密集的提示音接踵而至：宿主成功推倒佛哈大学校花江宁月，完成初级征服，获得15点可任意分配属性点。系统判定得到对方身体是征服的重要环节，强健的身体素质有利于持续吸引异性。宿主获得技能健身狂人，健身狂人开启后，身体各项机能临时强化，2个半小时内所有锻炼效果提升10倍。注：此技能每日限用1次。陆晨虽然硬件条件不错，但心肺功能和肌肉力量比普通人的水准还差。昨晚折腾半宿，现在走路都有些虚浮，看来健身确实得赶紧提上日程。走出酒店大门，一辆双拼色的迈巴赫停在门口，司机早已等候多时。陆晨坐进后座，迈巴赫缓缓提速，驶向海湾别墅区。酒店房间内，江宁月翻过身，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晶灯，指尖摩挲着床单上凌乱的褶皱。当时滚字说的有多决绝，此刻心里的慌乱就有多汹涌。他痛恨陆晨的逼迫，又不得不承认，昨晚的纠缠并非全是痛苦，那种被掌控的感觉竟让他生出一丝连自己都唾弃的异样悸动。他这时才想起包里的手机，想起男友林天，撑着酸软的身体下床，脚刚落地就踉跄了一下，走到茶几旁，从包里翻出手机，屏幕上密密麻麻的信息和未接来电跳了出来，全是林天的名字。点开聊天框，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半天，写了又删，删了又写，最后只打出分手2个字。看着那2个字，他又犹豫了，最终还是没发送，直接拉黑了林天的所有联系方式。做完这一切，江宁月抓起包就往门外冲。现在没时间想感情的事，也顾不得身上的撕裂感，父亲的手术才是最重要的。另一边，海湾别墅区，司机恭敬地打开迈巴赫车门，陆晨刚下车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上亿美元的别墅，奢华到离谱。陆晨连泳裤都没穿，就泡在露天泳池里。换出系统，点击展开，详细属性随之浮现：体质肾脏7，心肺8，肌肉9，感知器官8，好兄弟16，魅力五官12，皮肤9，脑细胞13，气质9。注：普通成年男性平均值为10。没有思考，就将之前获得的属性点分配出去，把低于平均值的属性都补到了10点，花费10点，剩下5点留着过日子。加完属性，陆晨犹如枯木逢春，久旱逢甘霖，焕发新生，差点爽到翻白眼。视力变化尤为明显，近视治好了，简直是医学奇迹。随着身体机能的提升，身上的气质也悄然变化，从之前的纨绔轻佻多了几分沉稳锐利。魅力面板里的气质从10涨到了12。这时，管家带着几名金发碧眼的外国女孩来到泳池边，个个都是尤物。陆晨莫吃送到嘴边的西餐，而是将心思放在事业上。华兴集团在雄鹰国的分公司，目前由陆晨的叔叔陆振邦担任总裁。要想立足，必须把华兴分部掌握在自己手中。陆晨从通讯录里找到他爹陆振宏的号码，直接拨了过去。在华兴，陆振宏就是天，分部换总裁就是他一句话的事情。陆振宏听到陆晨要接手分部，欣然答应，即便把分部亏完了，他也认了。儿子眼中除了女人还能有别的东西，那就是好事。挂断电话，陆晨从车库里随便选了一辆玛莎拉蒂，一脚油门下去，不到半小时就到了位于市中心的华兴分部大厦。顶楼总裁办公室外，陆晨刚敲门，门就从里面打开，一个穿着紧身包臀裙的妖艳美妇人走了出来，头发有点乱，领口扣子开着，膝盖处还有明显的红印，看来是在里面跪了很久。陆晨走进办公室，才发现这里大得离谱，几乎占了顶层的一半空间，里面不仅有办公区，还隔出了卧室、健身房、吧台，老东西倒是会享受。陆振邦坐在真皮沙发上，脸色难看地盯着陆晨：小陈，你不好好读书，掺和公司的事做什么？要是觉得无聊，叔叔再给你介绍几个帝都大学来的实习生，让你带他们几个出去玩玩。陆晨莫跟他废话，直接开门见山：叔，别扯那些有的没的，收拾好你的东西，今晚就回国。我在这待了5年，分部都是我一手带起来的，岂能说走就走？陆振邦拍着桌子，语气强硬：你在这5年贪了多少，收了多少回扣，我很清楚。臭小子，这是在威胁我，要是把你的那些事情告诉我爸，你觉得你会有多惨？陆振邦肥脸惨白，要是真被揭发，他不仅会被赶出陆家，搞不好还会坐牢。可他还想挣扎，再给我1周时间，我处理完手里的事就走。这是打算趁机处理赃款，陆晨哪能让他如愿？
直接揪住陆振邦的衣领。陆振邦，别跟老子玩花样，就今晚，赶紧滚回去！陆振邦看着眼前的侄子，觉得有些陌生，这哪里还是以前那个跟他一起玩女人的色批？他彻底慌了，只能点头答应。当天晚上就灰溜溜地登上了回国的飞机，什么好处都没捞到。第二天一早，陆晨正式接手华兴分部，坐在了总裁办公室。可看着桌上堆得像山一样的文件，却犯了难，全是密密麻麻的英文和财务数据，一个字都看不懂。继承的记忆全是泡吧，玩女人，关于商业知识压根没有。佛哈商学院算是白读了。就在陆晨头疼的时候，系统提示音响起，恭喜宿主成功接手华兴集团雄鹰国分部，正式成为集团总裁。一个合格的领导者需用知识武装头脑，宿主获得技能头脑风暴。头脑风暴使用后，2个半小时内，大脑思维速度、逻辑分析能力、学习效率均提升10倍。注：此技能每日限用1次，真是瞌睡的时候送枕头。这系统简直就是亲儿子，太懂他爹需要什么了。陆晨立刻激活头脑风暴，一瞬间，混沌的大脑变得清明无比，像是被注入了活水，思绪活跃的惊人，连桌上文件里密密麻麻的英文都变得清晰易懂。不过陆晨没急着处理堆砌的文件，这些琐事交给秘书就行，有事秘书干，秘书招进来了不干，那还招他干嘛？陆晨打开电脑，搜索佛哈商学院的网课和电子版教材，打算把课程补回来。想了想，又把剩余的5点属性点全加在了脑细胞上。面板更新，脑细胞18。现在的他太想进步了。2个半小时后，结束一场酣畅淋漓的学习，陆晨意犹未尽地关掉电脑。仅仅2个半小时就掌握了佛哈商学院半个月的课程内容。头脑风暴期间，甚至能做到过目不忘，连复杂的金融模型都能一眼看透。可技能一消失，强烈的学习欲瞬间褪去，脑子里想的只有晚上吃中餐还是吃西餐。桌上的手机震动起来，是林天发来的消息，只有4个字：出来喝酒。陆晨起身把手机揣进兜里，走进总裁专用电梯。半小时后，学校旁边的一家中餐馆里，陆晨坐在靠窗的位置，对面是女朋友被好兄弟睡了，还浑然不知的绿帽苦主林天。林天的身高与陆晨不相上下，足有1.85米，黑色连帽衫套在身上，显得清瘦，下颌和紧抿的薄唇线条利落，双眸漆黑，眼神锐利，确实是难得一见的帅哥。陆晨嘴角噙着笑，主动拿起啤酒瓶给林天的杯子满上。林天端起杯子，仰头一饮而尽，酒液顺着嘴角流到脖颈。他妈了把脸，语速急促地说起这几天的事，字里行间全是联系不上江宁月的交集。520那天你们没出去玩？陆晨明知故问，眼底藏着一丝戏谑。玩个屁！林天烦躁地抓了抓头发，电话打不通，消息不回，昨天甚至直接把我拉黑了。你说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嗨，女人如衣服，不穿衣服照样能活。陆晨拍了拍他的肩膀，又给杯子满上酒。再说了，不是还有我这个兄弟陪你？林天脸上的阴霾散去不少，像是想通了，拿起杯子跟陆晨碰了一下。说得对，我跟江宁月才在一起2年，你我都20年的哥们了，还是你靠得住。来，呵，今天不醉不归。林天猛灌了一口酒，苦着脸吐槽，这2年哥们儿都没喝上几回酒，那娘们管得太严了。2人连干3杯，林天的脸颊已经泛红，已经有些上头。林天哈出酒气，凑过来压低声音诉苦道：自从跟他在一起，我就再没碰过女人，他太传统了，连手都不让我牵，更别说别的了。没事，再过1个月就回国了，到时候我带你好好放松放松，保证让你满意。林天眼睛一亮，脸上立刻浮现出猥琐的笑容，凑得更近了些。对了，那天你没整点刺激的？那必须的。陆晨配合地露出同款笑容，细说，快给我说说细节。林天搓着手，一脸八卦。那女人刚开始高冷得要命，跟个死人似的，叫都不愿叫一声。陆晨故意放慢语速，看着林天的反应，结果不到10分钟，嘴就被我撬开了。呵呵，再高冷的女人被推倒了，还不是的乖乖喊老公。林天眼底闪过阴霾，似是在嘲笑。陆晨心中暗笑，被人绿很不爽，但绿别人是真的爽。就在2人聊得热火朝天时，口袋里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江宁月。陆晨起身示意林天稍等，走到卫生间接起电话。电话那头沉默几秒，才传来江宁月冰冷的没有一丝情感的声音：陆晨，再见一面。好，老地方见。陆晨挂了电话，回到桌边拿起外套。咋了这是？林天疑惑地问。还能咋？前天那个妹子打来的，说卫生间下水道堵了，让我去通一下。通鸡毛！林天调侃。你去了，怕不是给人家妹子添堵？陆晨默接话，刚要走，林天突然拉住他：陈哥，用你的关系帮我找找江宁月呗。行。陆晨敷衍地答应下来，转身走出了餐馆。司机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餐厅里，江宁月已经到了。她穿着一件性感的黑色中款吊带裙，裙摆刚过膝盖，身形修长，蛮腰纤细，将完美曲线展现得淋漓尽致。裸露的小腿细嫩白皙，纤纤雪足踩着一双精致的水晶绑带高跟鞋，俏脸上化着淡妆，或许是因为喝了点酒，一抹诱人的红晕攀附在脸颊。刻意为之的打扮，似乎是想将最美好的一面展现给某人。江大校花找我什么事？等餐厅服务员拉开椅子，陆晨入座到江宁月对面。先吃饭。江宁月冷冷说了句：
目光落在餐盘里的牛排上，拿着刀叉漫不经心地切割，垂着眼帘，不愿与陆晨对视，小口吃着牛排，几次张了张嘴，却又把话咽了回去。陆晨知道他心中所想，很乐意帮他把难以启齿的话都说出来。你爸后续的疗养费还有公司欠债都不是小数目，你想让我帮忙，对吧？江宁月像是松了口气，放下刀叉，抬起头，眼神认真地看着陆晨。我再陪你一晚，随你怎么玩，我会配合。面对主动现身的校花，陆晨却没给好脸色，反而嗤笑一声，香精了呀，一晚上几百万美元，我花这些钱什么样的女人玩不到？你这种姿色的，一天换一个都够我玩1年。江宁月一开始就做了最坏的打算，她脸色不变，只是声音有些颤抖。只要你帮我爸渡过难关，我做你情人，直到你玩腻为止。这位受万人追捧的清冷校花，终究在金钱的压力下低下高傲的头颅，做出妥协。江宁月无法描述此刻的心情，不知该庆幸还是绝望。庆幸这张脸能救父亲的命，绝望这张脸让他沦落为有钱人的玩物。江宁月忠诚度加5，当前忠诚度10，宿主成功让目标接受情人身份，获得5点可任意分配属性点。系统提示音响起，陆晨看着江宁月头顶的信息，展露笑容，语气温和：你的诚意我看到了，放心，你爸的后续疗养费我会安排，公司的债务也会帮你摆平。紧接着风一转，语气带着一丝警告：但你要是不听话，后果你应该清楚。我知道。江宁月咬着牙，一字一句地说：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私有物。这句话如针扎心，如此作践尊严，物化自身，让他心里很不好受。早就听说有钱人玩得变态，一想到未来可能遭遇的蹂躏，心里就忍不住发怵。很好，陆晨点点头，故意强调两人的身份差距，以后就住进我家，随时准备伺候你的金主大人，明白吗？要征服江宁月这种高冷女人，就得彻底摧毁她自诩清高的尊严。说完，陆晨起身伸出手，江宁月愣了一下，随即会意，僵硬地牵住他的手，挤出一丝苦笑。明白，听候差遣。离开餐桌时，陆晨不管周围人的目光，很自然地搂住江宁月的小蛮腰，带着她走进电梯。大厦1层，电梯门缓缓打开，江宁月脸带红晕，精心打理过的秀发稍显凌乱。陆晨擦掉嘴角的口红，拿出手机给管家打电话，让他准备好江宁月的房间。半小时后，海湾别墅区8号别墅，车子刚停稳，陆晨就率先下车，走进别墅，慵懒地靠在客厅松软的沙发上。江宁月跟在后面，看着眼前奢华的客厅，有些手足无措。水晶吊灯、羊毛地毯，价值不菲的艺术品，处处透着金钱的味道。江宁月僵硬地靠在陆晨身上，能清晰感受到陆晨的体温和淡淡的酒气。别以为往那一躺，事情就结束了，我不是带你来享受的，做我的情人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不养花瓶。你有什么要求？江宁月本就僵硬的身体更加绷紧。我会让管家给你安排金融课程和商业实践案例，你要做的就是好好学习，帮我管理华兴分部。小说设定里江宁月是学霸，所有科目的成绩碾压市领先第2名，佛哈商学院的教授们都称赞他为100年不遇的奇才。学习这种事对他来说再简单不过。另外，多健身，好好保养皮肤，这样我才能玩得开心。这些事就算陆晨不说，江宁月也会做。姣好的身段和白皙的肌肤虽然与生俱来，但也离不开后天的锻炼和保养。就这些。陆晨说完，听到只是这些正常要求，江宁月松了口气，庆幸没被要求做些过分的事情。交代完毕，陆晨就起身走向健身房。江宁月独自留在沙发上，心中疑惑，都已经做好了迎接暴风雨的准备，却被金主冷落了。健身房内，陆晨换上一身黑色紧身衣，在网上找了些健身教学视频。之前跟林天在饭馆，陆晨喝的并不多，加上酒量好，这会儿已经彻底清醒，不影响后续的锻炼。做好热身运动，陆晨激活健身狂人，瞬间感觉肌肉力量爆棚，身体也轻了很多。先是做了1组俯卧撑，原本拼尽全力只能做20个，现在有了健身狂人的加持，一口气做50个都不带喘的。健身房面积很大，设施齐全，场地中央还有拳击擂台。陆晨跟着视频教程，把所有器械挨个试了一遍，很快就掌握了基本要领。不过重点练的还是胸肌和腹肌，毕竟这2处肌肉最显眼，练好了更能吸引女人的目光。陆晨健身期间，管家已经给江宁月准备好了所有生活所需的物品。在收拾出来的卧室内，名贵化妆品摆满了化妆台，从口红、香水到护肤品，全是国际顶级品牌。衣帽间里挂满了衣服，从日常穿搭到礼服、睡衣，足足有几百件，每一件都价值不菲。管家做完这些，花了不到2个小时，效率惊人。接着又带着江宁月在别墅内外逛了一圈，带她熟悉环境。管家姓杨，是个貌美的成熟女性，比江宁月年长几岁，不到30，柔和的眉宇间带着英气，看着很靠谱，容易让人产生依赖的冲动。杨管家的热情让江宁月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些。熟悉完环境，她回到房间，走进浴室，洗完澡穿了一件白色蕾丝睡裙，走到客厅，打开投影仪，选了一部《怦然心动》，却无心观影。奢华气息扑面，目光总被别墅的装修吸引。江宁月的父亲之前经营一家小型餐饮公司，谈不上多有钱，但也不缺车子和房子。对他来说，几百万美元的救命钱，只不过是华兴2少爷的零用钱。
这种悬殊的身份差距让他心底生出一丝无法再摆脱掌控的无力感。好在江宁月适应能力强，很快放下那点不值钱的矜持，接受了目前的身份。走到落地窗前，透过玻璃能看见正在健身器械上挥汗如雨的陆晨。见陆晨举起远超自身实力水准的杠铃，江宁月不禁皱眉，这人脑子有问题，这么大重量很容易受伤。不过很快转变心态，受伤了更好，能少点折腾我。陆晨不知疲倦地举着器械，重复同一个动作，享受肌肉酸痛带来的精神满足。江宁月侧躺到沙发上，比直长腿交叠，纤手撑着脑袋，嘴中嘀咕：也好，练成这样，今晚估计是没力气折磨我了。陆晨的眼前浮现出属性面板，体质肌肉一栏赫然显示11，比之前增加了1点。心肺功能因做的有氧训练较少，依旧停留在10点。健身狂人技能时间结束，陆晨拿起毛巾擦掉额头上的汗珠。2个半小时全程没休息，练完却只觉得轻微疲惫，没有丝毫透支感。健身真的会上瘾，只是一次，陆晨就爱上了撸铁，这可比撸没用的棍子爽多了。他走到镜子前，看着镜中的自己，五官棱角因肌肉线条的衬托愈发分明，目光炯炯有神。之前被女色消耗的精气似乎全都补了回来，上身的肌肉轮廓清晰可见，尤其是腰腹处6块腹肌的线条隐隐浮现，虽不太明显，却已是肉眼可见的变化。这一晚的增肌效果堪比普通人高强度锻炼1个月，系统技能的加持非常恐怖。陆晨冲了个澡，只在腰上裹了条浴巾就走出浴室。客厅里，江宁月依旧侧躺在沙发上，目光下意识地盯着刚出浴的男人，不愿挪开视线。怎么，看到我就无法保持干燥了？你好像有病。江宁月转过头，白皙俏脸却红了，要不是生活所迫，就算缝上也不给你。下意识盯着看，只是惊讶陆晨身上的变化。上次2人在酒店度过的几个小时，江宁月并非全程被动，在本能的驱使下主动摸索过，因此记得很清楚。陆晨虽是宽肩窄腰，拥有标准的模特身材，但那时并没有如此显眼的腹肌。缝上了我也给你剪开。陆晨伸手捏住江宁月的下巴，指尖传来的柔软触感让他格外享受这种掌控感。眼前的美人从头到脚一丝一缕都属于自己，下巴被捏得有些疼。江宁月眸中水光流转，手臂护在身前，似乎还想做最后的抵抗。那一晚，未经人事的江宁月没能感受到充分的温柔，这让他面对即将发生的事情不由得抵触，却还是情不自禁脸红心跳。或许潜意识里在期待被再次征服。你练那么久不累？见江大校花试图转移话题，陆晨挑眉道：不累，而且不够，打算再练会儿俯卧撑。这摆明了是要让他当健身器材啊！江宁月面染红霞，眼珠子在屋内外快速扫过。有人？放心，杨管家早就回去了，现在这里只有你和我。陆晨并不心急，比起一口吃掉猎物，猎人更喜欢看猎物垂死挣扎的模样，这种征服感比任何事都让人满足。这里窗帘还开着，还是去卧室吧。江宁月可怜巴巴地祈求道。2人挨得这么近，就算有点灯光都会让他面红耳赤。不行，陆晨笑着一口回绝。那你至少把窗帘拉上，把灯给关了。我花这么多钱就是为了看你这张脸，把灯关了跟在商店随便找个女人有什么区别？江宁月被逼到沙发角落，后背抵着扶手，怎么都抓不到救命稻草，一时间无言以对，竟觉得陆晨说的有几分道理。2人拉扯许久，江宁月费了好一番口舌，才得到拉上窗帘的权利，但灯必须开着。2个小时内，陆晨带着江宁月从客厅到餐厅，再到浴室，最后停在卧室，几乎将整个别墅逛了个遍。对于游击战，江宁月打心里抵触，奈何金主态度强硬，容不得他拒绝。在这种事上，女人处于天然的劣势，即使一开始掌握主动权，到最后也只能任由男人。江宁月脚步踉跄走进浴室，简单冲洗后，坐进放满热水的浴缸，温热的水流包裹着身体，疲惫感才稍稍缓解。实在想不通，这男人哪来这么多精力，跟个无情的机器一样。他环抱住修长双腿，将下巴抵在膝盖，内心再次被无尽的羞耻填满，俏脸上潮韵愈发诱人，闭上美眸，咬牙自言自语：混蛋，舒服个鬼，再问把你嘴缝上。他不知道的是，系统面板上沉沦进度正悄悄跳到了20%，足足泡了半个小时才走出浴室。卧室里，陆晨已经沉沉睡去，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江宁月换上睡衣，满脸嫌弃地捡起地上的废纸扔进垃圾桶，关掉床头灯，背对着陆晨躺到床上。活了23年，第一次跟男人同床共枕，他也想过去客厅睡沙发，可转念一想，生米早已煮成熟饭，再维护那点可怜的尊严不过是自欺欺人。第2天清晨，陆晨被系统提示音给吵醒了。江宁月沉沦进度正10%，江宁月沉沦进度20%，目标身体已记住宿主，潜意识中会期待您的下一次光临。宿主获得10点可任意分配属性点，加上之前的5点，一共15点。陆晨毫不犹豫地将新获得的10点全加在肾脏上。对男人来说，拥有一个好肾比什么都重要。他睁开眼，便看到江宁月正面对着自己，眉如弯月，睫毛纤长如羽，琼鼻挺翘，水润的粉唇泛着莹莹光泽，五官轮廓犹如游戏内的女主建模，
完美到挑不出任何毛病。早上本就是男人精力旺盛的时间段，再加上身边躺着江宁月这样的大美女，陆晨能忍住不立刻吵她，已经算自制力极强了。江宁月的睫毛轻轻颤了几下，缓缓睁开双眼，男人近在咫尺的脸，还有对方呼出的热气，吓得差点从床上滚下去。陆晨保持一个姿势睡到了早晨，这就意味着是他主动靠近。看着陆晨嘴角掩饰不住的笑意，还有越发靠近的身体，江宁月哪能不知道这位脑子里只有女人的公子哥是什么意思？真是畜生，哪来这么多精力？他一边抱怨，一边认命地伸出手，虽不情愿，但也只能无奈履行身为情人的义务。直到中午，江宁月卧室的窗帘依旧拉得严严实实。混蛋，你疯了？中奖了怎么办？江宁月不满地推开陆晨，愠怒之色毫不掩饰。真中了，就让你做陆家少奶奶。陆晨后退几步，坐在窗边的躺椅上，这是他整个上午第一次离开江宁月身边，即便折腾半天，依旧精力充沛。强化后的肾不是闹着玩的，若不是顾忌江宁月，也不会就此作罢。做梦，不稀罕嫁给你，生孩子更不用想。江宁月抓起一旁的睡衣胡乱套上，顾不上梳理乱糟糟的头发，连拖鞋都没穿，光着脚就冲进浴室。陆晨留下的痕迹必须立马冲洗干净，多留1秒都是煎熬。浴室里，江宁月清理完身体，站在洗漱台前，镜中的女人脸颊泛着事后的余韵，原本清冷的眉宇间多了一丝成熟女人的妩媚，让本就精致的容颜更添几分风情。她看着平坦的小腹，仍心有余悸。当时陆晨并非擅作主张，也征求过她的意见，可在迷迷糊糊中就答应了。那时大脑早已失去思考能力，完全是身体本能做出的决定。江宁月正梳理头发，陆晨推开门走了进来。放过我吧，我真的好累。他的声音带着浓浓的疲惫。昨晚只睡了4个小时，早上醒来还得加班，现在连抬手的力气都没了。或许是想要求得一丝怜悯，他将琴手靠在陆晨的肩膀，声音软下来：求你了，好不好？那得看你的诚意，说句好听的。陆晨低下头，将耳朵凑到他唇边。江宁月犹豫几秒，还是轻声叫了句老公。不对。陆晨越逼越近，江宁月娇躯前倾，精致的脸蛋几乎撞到镜面。你别太过分。琴手在半空中胡乱摇晃，俏脸上露出一丝难以抑制的红潮，羞赧，红唇轻启，声若闻名地说出了令人羞耻的2个字。陆晨满意地摸了摸他刚打理好的头发，这次就放过你，下午有个项目要谈，你跟我一起去公司。知道了。江宁月发出慵懒的鼻音，转身走出浴室，倒在床上就沉沉睡了过去。陆晨留在浴室冲了个澡，换上一身干净的运动装，走进健身房，启动了跑步机。与此同时，华夏魔都创世集团总裁办公室，秦若雪穿着一身黑色高级 OL 套装，剪裁得体的西装勾勒出婀娜身姿，靠在办公椅上，漆黑柔顺的长发用银色丝带挽成低髻，露出纤细白皙的脖颈，肤白若雪，五官精致，清艳优雅的气质中带着上位者特有的疏离感，高贵的让人不敢直视。就这样穿着来公司，成何体统？秦若雪无奈笑骂，目光落在妹妹秦若雨身上。不远处的沙发上，秦若雨踹掉脚上的高跟鞋，伸直2条纤长的美腿，慵懒地侧躺着，上身穿着一件紧身吊带小 T 恤，堪堪遮住胸口，酒红色的卷发随意披散在圆润的肩膀两侧，下半身只有一条牛仔短裤，2条白皙笔直的美腿就那么赤裸裸地暴露在空气中。秦若雨俏皮地吐了吐舌头，又不是工作日，休息时间穿衣自由。姐妹俩长得7分相似，却各有韵味。姐姐秦若雪是成熟清美的女强人，妹妹秦若雨则带着几分娇俏与魅惑，犹如带刺的玫瑰。再过1个月，林天就该从雄鹰国回来了。秦若雪端起桌上的咖啡，轻轻抿了一口，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悲凉与无奈。4年时间，总算熬过去了。提到林天，秦若雨脸上的慵懒劲瞬间消失，眼底闪过一丝寒芒。到时候我亲自去帝都，帮他接手万丰银行龙桥区分行。4年前林家内乱，林天的叔叔夺权，林天父亲就此杳无音讯，林天被迫远走雄鹰国求学。而龙桥区分行是林家老爷子留给林天最后的翻盘希望，龙桥分行是他唯一的机会，绝不能出一点闪失。秦若雪的目光无比坚定，带着女强人特有的果决，只是语气中少了些自信。秦若雨光着脚丫，踩着柔软的地毯走到办公桌后，从背后搂住秦若雪的脖子，安慰道：别担心，有我们2位姨妈的帮助，林天迟早能夺回万丰银行。万丰那样的庞然大物，单靠我们创世不足以撼动。秦若雪摇了摇头，眉头微蹙，必须拉拢更多盟友，尤其是帝都本地财团。创世虽说是江南地区的龙头企业，但影响力很难辐射到远在帝都的万丰。秦若雨很快想到了华兴，华兴2公子陆晨跟林天从小一起长大，到了佛哈大学也一直帮衬林天，而且跟我也亲，华兴是我们的天然盟友。秦若雪点点头，小陈那孩子也算是在我们眼皮子底下长大的，虽然对女人过分着迷，但关键时刻靠得住。过几天我去雄鹰国谈生意，正好是跟华兴3方合作的项目，可以借机进一步拉拢他。秦若雨说罢，眸光锐利。怎么拉拢？秦若雪问。自然是投其所好。秦若雨嘴角勾起一抹坏笑，人家小陈从小喊你小姨，你却要勾引人家。切，那小子早就孝心变质，刚上高中那会儿就敢直呼我名字了。秦若雨撇撇嘴，再说了，
我跟他又没有血缘关系，真发生点什么，也不违背伦理道德。这件事你自己看着办，我就不掺和了。秦若雪揉了揉眉心，不想管妹妹的小心思。秦若雨突然伸手捏住秦若雪的脸颊，笑嘻嘻道：“姐，你的皮肤越来越好了，都33了，还跟18岁的小姑娘一样细腻，真羡慕未来能吃上你这块肉的男人。”一边去，秦若雪拍开他的手，不用羡慕，那个男人不会出现，他的心思都在事业上，早就过了对感情期待的年纪。倒是你，明年就30了，连个男朋友都没谈过。秦若雪话锋一转，操心起妹妹的终身大事，赶紧找个男人入赘过来，不然我们秦家都要绝后了。姐帮你介绍介绍，想要继承人，你给咱爸介绍吧，咱爸年轻还能生。秦若雨嬉皮笑脸的躲开，根本不接话。行了该干嘛干嘛去，我待会儿还要开视频会议。秦若雪无奈摆摆手，秦家姐妹身后追求者无数，不是世家公子就是商界新贵，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可迄今为止没人能入了雨雪姐妹花的眼儿。雄鹰国纽扣市华兴分部会议室，陆晨翘着二郎腿坐在主位，姿态慵懒却自带压迫感，身后站着江宁月，身着一身黑色职业正装，西装外套勾勒出玲珑曲线，内搭的白色衬衫领口微长，露出一小片白皙肌肤，脸上画着一点淡妆，乌黑秀发随意盘在脑后，笑容柔美，皮肤白皙紧致，像是刚经历过滋润的新婚少妇。会议桌对面坐着2个身材高大的黑人。We are very pleased to cooperate with your company. After internal discussion, we need an additional10分号 share to continue the cooperation. 其中一位戴黑框眼镜的黑人露出白牙，喋喋不休地说着英语。If you agree, we will sign the contract and start production in our workshop tomorrow. 陆晨只是偶尔点头，没说一句话。江宁月却有些着急，按黑人提出的条件签合同。华兴在这个项目里不仅赚不到钱，甚至还要倒贴，连口汤都喝不到。他是没听懂那2个黑人在说什么。江宁月心里冒出荒唐的念头，又很快否定。陆晨在雄鹰国混了4年，不至于听不懂英语。If there are no issues, please sign. 戴眼镜的黑人说着，将一份打印好的合同推到陆晨面前。陆晨连看都没看，随手将合同甩了回去。叽里咕噜说什么呢？来了华兴就得说中文，懂？黑哥们的脸一下就黑了。华兴提供技术，你们只提供加工车间，还敢多要10%？你是来合作的，还是来抢钱的？见陆晨语气不善，黑哥们急忙辩解 ：The consumption of our workshop is very high every day。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你是听不懂我说的话。陆晨一副上位者的姿态，面对2个人高马大的黑人，没有半点畏缩。陆总，我们侧间每天碎电的消耗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陆晨的压迫下，黑哥们总算是说了中文，做不到节能是你们的问题，跟华兴没关系。陆晨废话不多说，从抽屉里掏出一份新合同，拍在桌面，想合作就签了，不签的话，合作到此为止。黑人拿过合同，翻开仔细阅读，越看眉头皱得越深。陆总，你啧啧这么一吸，把我们当成黑奴了吗？出版合同是55分成，陆晨在新合同里改成了华兴拿7成，而且还加了 N 条有利于华兴的条款，就算只拿3成，对你们来说也是稳赚不赔。陆晨靠在椅背上继续施压，别浪费时间，我没耐心等你们考虑。2个黑人张了张嘴，还想再争辩，却对上陆晨冰冷的眼神，欲言又止。华兴的技术是这个项目的核心，没了华兴，他们根本玩不转。不签你们可以走了。陆晨指了指门口，好，我们签。最后黑哥们只能妥协，拿起笔在合同上签字，黑着脸离开了会议室。恭喜宿主首次谈判成功。对商人而言，口才是最锋利的武器。宿主获得技能谈判专家，谈判专家每次使用可确保谈判100%成功。注：此技能每周限用1次。陆晨欣喜，有了这个技能，以后就能搞逆天合同，专门坑雄鹰国这些老外。离开会议室，陆晨带着江宁月走进总裁专用电梯。江宁月犹豫了一下，还是小声提醒，虽然这次成功了，但以后谈生意还是和气一点比较好，免得得罪人。跟这些外国佬客气什么？陆晨嗤笑，我那个废物叔叔以前执掌分部时被他们威逼利诱，签了不少垃圾合同。你想和气生财，他们却想吸你骨髓。以华兴现在的技术力，根本不用看他们的脸色。江宁月若有所思的点点头，看着陆晨的背影，突然觉得他的形象高大了不少。原来这位少爷的脑子里不只有玩女人。陆晨的反差，就连让一向话少的江大校花都忍不住嘀咕，原来你除了玩女人还会别的。江宁月忠诚度+5，当前忠诚度15，宿主获得5点可任意分配属性点，累计属性点10。顶楼的总裁办公室，陆晨雇人从里到外重新装修了一遍，所有家具都换了新的。一进门，陆晨就脱掉西装外套，随手扔在沙发上，对江宁月命令道：锁门。江宁月小心脏狂颤，不情愿地走到门边锁上，结果刚转身就被堵在门上。刚才真是瞎了眼，才会觉得陆晨有事业心，这人脑子里除了玩女人还是玩女人。他别过头，双手用力推着男人的胸膛，就算昨晚在别墅里经历了那么多，但还是非常排斥卧室以外的地方。躲什么？陆晨掐住他的脸颊。江宁月像是被触动了开关，推拒的力道瞬间软下来，放弃了抵抗。昨天晚上还有今天上午，你是想累死我吗？
你有什么好累的？你真的有病！你带我来办公室，就为了这种事？江宁月放弃徒劳的挣扎，经过几次深入交流，她的心境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潜意识里已经开始享受这种被征服的无力感。半个小时后，江宁月靠在巨大的落地窗前，外面偶尔有云朵飘过，脚下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华兴大厦是这片区域最高的建筑，站在这里有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仿佛成了世界的主宰。可他完全没这种感觉，只能拼命用手臂遮住脸，掩饰窘迫的模样。落地窗用的是专门定制的单向透视玻璃，无法从外窥探屋内，可心底的羞耻感还是压得他喘不过气。要是真被人看到，他会立马从这里跳下去。陆晨站在身后，手撑在玻璃上，望着脚下的纽扣式。这种在高空俯瞰城市，同时征服美人，心灵上的满足远远超过身体上的愉悦。正当热情高涨之际，扔在一旁的手机突然响起，尖锐的铃声打破了办公室的暧昧氛围。陆晨拿起手机，转身又走回落地窗旁，伸手控制住想要逃离的江宁月，把手机凑到他眼前。屏幕上赫然显示着林天2个大字。江宁月拼命摇头，恳求陆晨不要接电话，可陆晨偏要逆着他的心意，指尖一滑接通电话，还特意打开免提，将手机贴在他的耳边。你小子昨天怎么偷偷把单买了？林天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几分醉意的熟人。晚上再出来啊，整点啤酒撸串。熟悉的声音让江宁月心脏猛颤，脸上的红晕褪去大半，俏脸上划过2行热泪。为了掩盖哭声，她慌忙抬手捂住嘴，扭头看向陆晨，眸光颤抖得像风中落叶，求陆晨不要当着前男友的面摧毁她仅剩的一点自尊。谁请都一样，今晚就不出去了。刚谈完一笔生意，正在办公室休息。办公室里的动静透过听筒传到林天耳朵里，他立刻秒懂，贱兮兮的笑道：卧槽，兄弟，这是在办公室放松上了，又招了新的美女秘书。下一秒，在江宁月惊恐的眼神中，陆晨强硬地扯开他捂嘴的双手。为了不被林天听到自己的哭声，他只能低头咬住衬衫衣领。可即便如此，细碎的抽泣声还是从唇缝间溢出，清晰地飘进电话听筒。擦，什么动静？你这是把人家弄哭了，还得是我陈哥，简直就是女人的噩梦。电话那头，曾经的男友发出如此下流的赞叹，江宁月的心瞬间凉了半截。她封闭所有感官，意识渐渐抽离，像是灵魂脱离肉身，漂浮在半空，冷冷地看着下方的2人，觉得荒唐至极。对了，陈哥，林天的语气认真，没了刚才的轻佻。上次拜托你的事，江宁月有消息了吗？我问遍了所有认识的人，找了所有能去的地方，都没找到他。江宁月3个字惊雷般炸在耳边。江宁月表情凝固，咬住衣领的银牙都不自觉松开，湿润的美眸望着窗外，心里被愧疚填满。林天满世界找他，自己却在这里跟别的男人在一起，甚至一声不吭地拉黑了所有联系方式。以前江宁月反对婚前亲密行为，连牵个手都抗拒，非常讨厌和鄙夷那些为了利益出卖身体的人。可是现在自己却成了别人的情人，任人践踏，还努力摆出讨好的样子，这和商 K 里的女人有什么区别？江宁月越来越厌恶自己，觉得恶心。我找人打听了，陆晨装作惋惜，江宁月他爸身体不好，估计是去照顾他爸了，具体在哪我也不清楚。抱歉啊兄弟，只能帮你到这了。嗨，林天叹了口气，谢了陈哥，以前最看不起舔狗，现在才发现自己就是个舔狗。江宁月不打招呼莫名失踪，我却在这里疯了一样找他。电话挂断，林天的一字一句扎在江宁月心上，畜生，放开我！刚刚那一瞬间，所有在他心里积攒的负面情绪一下子被引爆，无助、愧疚等等更多难以形容的情感。江宁月身体里生出一股力量，挣脱双手，推开陆晨，踉跄几步倒在地上，随后快速起身冲进卫生间，反锁上了门。很快，敲门声响起，江宁月顾不得收拾，喘着粗气，背靠门滑坐在地上，用尽全身力气大喊：滚！你要清楚，反抗我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陆晨波澜不惊地说完话，回到沙发上，随手捡起一本金融杂志，认真翻阅起来。不到10分钟，卫生间的门就被缓缓推开。江宁月眼眶红润，脸上还挂着未擦干的泪痕，睫毛湿漉漉地粘在一起，模样楚楚可怜。走到沙发，踹掉脚上的高跟，一副任君视为的姿态。知道错了。陆晨依旧看着杂志，头都没抬就问道：江宁月发出浓浓的鼻音，我错了，做错事该怎么办？受惩罚。心中的那份骄傲早已被眼前这个男人彻底撕碎，无谓的反抗可能还会带来更多的屈辱。即便美人主动认错，放低身段投怀送抱，陆晨也没打算给予任何温柔，放下手中的杂志，看向楚楚可怜的美人。什么惩罚都听你的。江宁月翘起薄唇，声音很轻，面壁思过，去吧。陆晨手指向落地窗，江宁月紧绷的心弦突然松弛，伴随着无声的叹息，做好以身饲虎的准备，才从卫生间出来。结果就这，他浅吟一声，便光着脚丫子走过去，纤长的娇躯贴在玻璃窗上，站直身子，如同做错事的孩子。站直了，额头贴上玻璃，站够1个小时再回来，中间每动一下就加5分钟。知道了，我听话还不行吗？江宁月声音颤抖着回应，把额头贴上玻璃，冰凉的触感袭来，随即湿了眼眶。那些复杂的情感顿时消散，
心里只剩委屈。哪怕陆晨提出何种惩罚，他都不敢违抗。他可以勇敢地面对心底的欲念，却对自己在陆晨面前展现出脆弱的姿态感到羞愧。即使一次没动，陆晨还是给江大校花加了1个小时的钟。老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他哪敢反抗，只能乖乖罚站。过去2个小时，江宁月笔直的大长腿不断颤抖，屈辱的泪水犹如断线的珍珠，一株接着一株浸透了脚下的地毯。可以了，回来。陆晨这才把人叫回去。江宁月第一次觉得这个给他带来无尽屈辱的男人声音是如此动听，同时内心生出犹如小猫咪完成主人任务的自豪感。只是还没挪动脚步，长腿便不堪重负，娇躯倾倒在地上。陆晨走过去，蹲下身，伸手拨开他遮住俏脸的长发，这才发现他的脸颊布满泪水，喉间溢出不可闻的抽泣声。陆晨双手抱起楚楚可怜的美人，低头将2人的额头贴在一起，感受到温暖。江宁月煞白的小脸顿时攀上羞晕，泪水顿止，纤嫩藕臂搂住男人的脖子，痰口吐出的芬芳娓娓动人。你真残忍，害得我都走不动道了。这才哪到哪。陆晨轻笑一声，走进卧室，关上房门，随即激活健身狂人，让身体机能到达顶峰。可怜的江大校花这才意识到所谓的惩罚才刚刚开始。2个半小时后，江宁月仰躺在床上，犹如失去意识的人偶。陆晨起身去浴室简单冲了个澡，出来后看都没看一眼处于崩溃边缘的美人，径直走到办公桌前，开启头脑风暴，开始了今日份的学习。1个小时过去，江宁月才恢复力气坐起身，痴痴望着办公桌后面认真学习的男人，心里五味杂陈。刚才那2个半小时他很痛苦，可心底深处又不得不承认，陆晨带给他的是前所未有的让他无法抗拒的悸动。头脑风暴结束，陆晨关掉电脑，江宁月也正好洗完澡，穿着一身干净的浴袍从浴室里走了出来。洗完澡后的江宁月特别迷人，褪去之前的狼狈，整个人透着一股水润的魅意。白净的脸颊泛着柔嫩的粉色，柔美无瑕，纤长娇躯散发着清甜的沐浴露馨香。江宁月沉沦进度正10%，当前进度30%，目标身体已完全记住宿主带来的悸动，任何暧昧举动都可能勾起对方的情欲。宿主获得10点属性，当前累计20点。老祖宗说的话确实有几分道理。陆晨看着系统面板，心情瞬间顺畅。刚才江宁月情绪失控让他有些不爽，现在那点阴霾已然烟消云散。征服女人的过程像游戏一样有进度，不断增长的进度条让人成就感满满。换身衣服，陪我去吃饭。陆晨低头在办公桌抽屉里翻找，很快拿出一个巴掌大的快递盒。江宁月应了一声，长腿刚迈进衣帽间，又被叫住，过来，送你个东西。陆晨拆开快递，装上电池，连上手机。10分钟后，陆晨手拿着牛仔外套，一身浅灰色休闲衬衫，清爽又显气质。杨管家了解自家主子，因此早就填满了办公室的衣帽间，其中包括各种女装。江宁月面色红润，紧紧跟在身后，并没有刻意打扮，白衬衫、牛仔裤，简约淡雅，却依旧秀气明丽。雪白玉足踩着高跟鞋，给她增添几分性感。自从跟了陆晨，纯洁如百合的江校花，在陆晨的各种手段下被侵染出一丝妩媚的风情。只是走路时，修长的美腿微微并拢，有些内八。地下车库，陆晨绅士地打开副驾车门，江宁月并不领情，板着一张脸。要不是头顶的进度条，陆晨都要以为这几天付出的精力全白费了。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你把我往死里整，让我站了2个小时，你都不消遣。江宁月愤愤地盯着他，声音却尽量压得平和。那双大长腿因为酸楚偶尔不受控制的抖动。我的尊严不值钱，也不能这么作贱吧？办公室里他都记不清流了多少泪，估计比一天喝的水都多。可陆晨不打算就此放过他，男人的欲望像个无底洞，怎么都填不满。哭了那么久，眼睛都没消肿，怎么还是不长记性？陆晨把车停到路边，侧过身看向江宁月。江宁月见他靠近，本能往后躲了一下，像只受惊的小鹿，声音软下来，抓住他的手臂。你又想干嘛？陆晨发出一声低沉的鼻音，这种声音代表着陆晨的不满，因此每次出现这种声音，江宁月都不好过。声音仿佛带着魔力，让人失去抵抗。江宁月松开手，不情愿地责备了一句：“你真烦人。”陆晨只是轻轻拂过他耳后的碎发，没做任何过分的举动，反而问：“想啥呢？我是问你想吃什么？”江宁月愣神片刻，随即松了口气，心生一丝感激之情：“想吃中餐，听你的。”陆晨启动车子，眼底的笑意一闪而逝。他对吃没什么讲究，随便找了家装修雅致的中餐厅，订了个包厢。江宁月坐在了对面，因为桌子大，中间隔了2-3米。声音一出，就立马拎着包跑过来，坐到陆晨身边，只想安心吃个饭，奈何金主大人就是不愿放过他。这时，包厢门被推开，穿着藏蓝色旗袍的美艳少妇走了进来，旗袍勾勒出丰腴曲线，眼眸含笑，弯腰递上菜单：“二位吃点什么？”陆晨把菜单推给江宁月，自己则拿起手机，指尖在屏幕上点击了几下。江宁月认真翻阅起菜单，折腾那么久，属实是饿坏了。这个松鼠桂鱼，这个清炒时蔬，再来个佛跳墙，还有白玉葱只在菜单上划过。话没说完，声音突然顿住，
眼眸一致，再来2杯喝的，就这些。咳。江宁月赶紧咳嗽2声，掩饰尴尬，抬头给了陆晨一个认错的眼神。美女，您是不舒服吗？旗袍美妇关切询问。江宁月只是摆摆手，没敢说话。那我先出去了，有需要请随时呼叫。旗袍美妇退出包厢，在门口停留了几秒，她一眼就看出了江宁月的窘迫。这种有钱人的小把戏见得太多了，也亲身经历过。男人们总以为靠这种手段能让女人彻底顺从，可偏偏女人因为这方面的弱势，往往只能被迫妥协。10分钟过去，包厢里，江宁月站在墙角，已然不复开始的端庄清雅，额头贴在冰冷的墙面，犹如做错事的孩子，娇躯挺得笔直，不敢做出任何多余的动作。没站多久，双腿就有些发软，毕竟在办公室罚站那么久，现在还没完全恢复。最让他难受的是，脚下踩着的是高跟鞋，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崴脚。偶尔转过头撞上陆晨玩味的眼神，更是让他无地自容。江宁月沉沦进度+1，江宁月沉沦进度+1，江宁月沉沦进度+1，能不能别欺负我了？你把我当小学生了吗？总是让我罚站。江宁月宛若梦呓的低语，只能勉强听清说的是什么。老公，以后我一定听话，能不能让我坐回去？崴脚了你还得照顾我，划不来的。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可怜些，她甚至用上了哭腔。就算是上学时候，她都没罚站过，在这个男人面前丢尽了脸面，却生不出一丝反抗之心，只想得到男人的怜悯，好让这又丢人又难受的折磨早点结束。江宁月沉沦进度已达40%，宿主获得10点可任意分配属性点，当前累计30点。直到这时，陆晨才拿起手机点了几下屏幕。旗袍美妇推着餐车进来时，只见江宁月靠在陆晨身上，先前的冷傲疏离荡然无存，只剩下顺从。美妇心里轻叹，她见过无数美女，但能称得上闭月羞花之容的只有江宁月一人。可惜这样的女孩终究为了金钱妥协，沦为妇人的玩具。各式各样的菜品上齐，旗袍美妇走出包厢，关上房门。江宁月的遭遇勾起她深埋心底的过往云烟。上大学时，她也给一个上市公司老板做过情人，老板答应晚2年就给她一大笔钱，期间只是偶尔给些甜头。2年后，老板跑了，白干2年，1分钱没拿到。她不甘心，接受不了出卖尊严后的一无所获，前后找了几个有钱人，同样没拿到钱，还差点留下一身病。直到大学毕业，相亲认识了现在的老公，噩梦才结束。现在生了2孩子，还算幸福。包厢里，暖黄的灯光映在2人身上，气氛暧昧。江宁月拿着筷子，仔细挑出鱼肉里的刺，确认没有细刺后，才将鱼肉送到陆晨嘴边，温柔熟练。江宁月忠诚度+5，当前忠诚度20，系统评估20点，忠诚度已达普通情侣水平。目标潜意识中已将宿主视为恋爱对象，宿主获得5点可分配属性点，当前累计35点。宿主与江宁月关系有了阶段性的突破，解锁江宁月属性面板，获得10点江宁月专属属性点，仅可用于强化江宁月属性。陆晨早就想看看这位女主的属性，迫不及待地点开了江宁月的属性面板。体质：肾脏12，心肺13，肌肉12，感知器官13，魅力五官20，皮肤18，脑细胞23，气质19。不愧是作者亲女儿，这属性不知道甩了陆晨几条街。陆晨莫急着分配专属属性点，而是关掉面板，继续享受江宁月的热情服侍。老公，我去卫生间收拾一下。江宁月脸上红晕未消，声音软糯，有点撒娇的意味。陆晨指尖轻点自己的脸颊，江宁月立刻会意，抬起头，在他脸颊上轻轻啄了一口，留下淡淡的口红印。去吧。陆晨松开手，谢谢老公。江宁月笑着起身，转身走向卫生间。5分钟后，从卫生间出来，散乱的长发被扎成干练的马尾，露出纤细白皙的脖颈。回到陆晨身边，用纸巾擦干净椅子，才重新坐下，戴上一次性手套，认真的剥开虾壳，递到陆晨嘴边。老公，吃下。一声声老公叫得越来越顺口，没了最初的羞涩，眸中满是讨好。以后敢不敢不听话了？陆晨咬住虾肉，笑着问。不敢了。江宁月摇摇头，如今这副模样跟那个拒人千里的高冷校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用完餐，把陆晨的牛仔外套系在腰间，才敢走出包厢。从饭店出来时已经是晚上10点，街上人流量很大。江宁月紧紧抱着陆晨的手臂，两人并肩走着，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侣。得亏陆晨带了外套，不然他都不知道怎么从包厢里出来。回到车上，陆晨断开与手机的连接，放入自带充电功能的收纳盒，随即递给江宁月带上。江宁月愣了一下，小声问：不是没电了吗？我说放包里。陆晨无语。江宁月尴尬地接过盒子，放进自己的包包，暗自松了口气。沉默了几秒，又犹豫着开口：能去医院看看我爸吗？老公。身上没了束缚，这2个字再次变得难以启齿。陆晨应了一声，启动车子驶向医院。虽然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江宁月的自由，但不会阻止江宁月去探望父亲，这是陆晨为数不多的原则。从医院回到别墅已经是凌晨1点，两人都没再折腾，涂完消肿药就睡了。3天后，陆晨开着一辆黑色宾利准时抵达机场停车场。下午有个重要的3方合作项目要谈，合作方是华兴、
创世集团和米果手机。米果的总裁雷布斯也会到场。陆晨今天来机场是为了接创世集团副总裁秦若雨。秦若雨是《红尘之泪》里的重要女角色，凌天崛起路上的功臣之一，更是 LSP 作者用来满足读者幻想的女角色。每次出场都是一大段性感描写。陆晨点开系统面板，将积攒的35点属性点、32点拿来强化魅力。属性面板更新，魅力五官20，皮肤20，脑细胞20，气质20。秦若雨虽然位高权重，但也是女人，必然会被男人的外貌气质吸引。等了大概10分钟，一位身披米色长款风衣的长腿美女推着行李箱从候机厅中迈步而出。美女戴着墨镜，却难掩白皙精致的面容，接近1.7米的身高，踩着一双绑带高跟鞋，加上黑丝的衬托，本就修长的美腿显得更加笔直。陆晨下车，迎面走过去。秦若雨摘下墨镜，五官精致，皮肤水润，尤其是涂着口红的红唇，分外迷人，犹如滑腻的果冻，在光线下透着晶莹光泽，看着就很有食欲。秦若雨性格奔放直率，有什么说什么，从不遮遮掩掩，盯着陆晨的脸细细打量几秒，唇角勾起笑意。一段时间不见，变帅了。说罢，拉开车门坐上副驾，车子驶上机场高速。副驾上的秦若雨脱掉风衣，露出里面的黑色 V 领镂空衬衫。陆晨余光一扫，有容乃大，婀娜多姿。秦若雨虽然没有江宁月高，但这方面却略胜一筹。江宁月是 C， 目测秦若雨是位 C++ 大佬，姓名秦若雨，年龄29岁，身高168厘米，身份创世集团副总裁，忠诚度0，沉沦进度0%。系统面板在秦若雨头顶弹出，意味着征服秦若雨不仅可以获得这副完美娇躯，还能拿系统奖励。就算没有系统奖励，陆晨也不会放过这块肥肉。凡是原著里跟主角有瓜葛的女人，他都要站起来浇水。秦若雨虽然年近30，但保养得非常好，皮肤状态甚至胜过江宁月，身材玲珑优美，绝美的容颜带着妩媚明艳的笑容，侧过头，用璀璨星眸仪动不动地盯着陆晨。车窗外阳光刺眼，陆晨戴着墨镜，短发利落，五官棱角分明，痞气中透着沉稳狠厉。略微宽松的衬衫被宽阔肩膀撑得有型，身姿挺拔，年纪不大，却自带成熟总裁的气场。秦若雨承认，走出机场的第一眼就看呆了，一度认为是不是认错了人。秦若雨从未有过男人，并不意味着她对男人不感兴趣，陆晨就是她喜欢的类型。换作10年前懵懂的秦若雨，定会义无反顾地爱上陆晨。陆晨，你倒是厉害，能把陆振邦那个老东西赶回帝都，我都开始欣赏你了。秦若雨打破沉默，调侃一句：只是欣赏，还以为你会爱上我。你要是再努力，我真有可能爱上你。秦若雨顺着他的话接下去：男人光长得帅可不行，凭本事才能让女人爱上你。他很乐意跟陆晨聊一些暧昧的话题。来雄英国谈项目是次要，他打算给陆晨营造出只要听话就能得到他的错觉。陆晨将车停在餐厅门口的停车场，餐桌上两人聊的话题有点出乎秦若雨意料。陆晨默在聊下3路，话题重心放在公司运营上。秦若雨怀疑这小子是不是被脏东西附身了。吃完饭还有一段空闲时间，两人到华兴消磨时间。昨晚深入交流的时候，陆晨很是贴心的给江宁月放了1天假，让他去好好陪陪父亲。因此江宁月今天不在公司。刚走进办公室，秦若雨的目光就被垃圾桶里的日用品吸引，看来之前是想多了。陆晨还是那个陆晨，一点都没变，永远把人类繁衍的使命放在第一的位置。当你秘书可真倒霉，碰到你这么个能干的主。秦若雨整理床铺，踹掉脚上的红底高跟，姿态慵懒地侧躺在床上。苦命更苦逼。陆晨坐在办公桌后，瞥了眼敞开的卧室门。昨晚他和江宁月住过，还没让人收拾。他只干工作，可拿不到那么多钱。办公室没开空调，有些热。秦若雨脱掉腿上的黑丝，扔在一旁，手撑着脑袋看向陆晨，语气暧昧的调戏：有没有对我产生奇怪的想法？是男人都会吧？呸！除了玩女人，你还能想什么？你明知道我和你兄弟是什么关系，还敢贪图我的美色？秦若雨笑出声，眼底没有责备。你就没想过找个男人？陆晨转移话题：我资产数百亿，有权有势，男人能带给我什么？找了还得伺候他，这不是自讨苦吃？不得不说，秦若雨的一举一动都很诱人，看一眼脑子里就会冒出奇怪的想法。陆晨默把心思放在他身上，而是激活头脑风暴。2个半小时里，一次都没抬头看床上的秦若雨，直到关掉网课，才发现身边站着一双白晃晃的美腿，抬头却看不清来人的长相，有容乃大，只能清晰瞧见后者。你什么时候过来的？陆晨问。秦若雨翻了个白眼，都快站了半个小时了，他居然没发现这孩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学了。你看看，跟米果的合作就用这个合同。陆晨手伸向打印机，拿出打印好的合同。秦若雨接过合同，靠在办公桌上，大致扫了一眼。你把雷布斯当傻子了？他要是签了这份合同，每年都得给华兴和创世送几10个亿。要是他真签了呢？不可能。秦若雨很笃定，商业投资不是郭家家，华兴2少爷的想法还是太天真。敢不敢跟我打个赌？陆晨突然伸手轻轻一拉，秦若雨猝不及防，身子直接倾倒，双手下意识扶在桌面，酒红色的柔顺卷发扫过脸颊，
留下沁人幽香。他耳尖微红，吐出温热的气息。赌什么？要是雷布斯签了合同，我想请你帮个忙，具体是什么，我发到你手机上了。你说什么？秦若雨看一眼手机，性感的薄唇一开一合，美眸中满是震惊。一开始就提出如此无理的要求，他还是小瞧了陆晨的无耻。怎么样？陆晨又凑近一分，漆黑双眸直直盯着他。秦若雨第一次跟男人如此近距离接触，不免呼吸急促，心跳加快。你离我太近了，远点。四目相对带来的羞耻，秦若雨竟显得有些无措，声音绵软无力，不仅起不到威慑作用，反而会激起男人的征服欲。秦若雨，我不是在跟你商量。陆晨双手掐住他藕臂，语气不容置疑的强硬。秦若雨闭上眼，试图调整好心态，缓了几秒，重新睁开美眸。混迹职场多年，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见过，不可能被一个孩子撩拨得乱了方寸。他勾起红唇，额头前倾，悠悠开口：就这？难道你不想让我做你的女人？声音酥麻入骨，摄魂夺魄。陆晨没想到被反将一军，没有说话。想不想？秦若雨再次追问，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想。陆晨回道。既然反过来被撩拨，那他也不装了，随即站起身，用宽大的身躯将秦若雨困在办公桌角落。秦若雨秀发半遮面，耳根泛红，呼吸快得像刚跑完步，已经沦为案板上的鱼肉，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他暗自后悔，一开始没有直接答应那份弱智吃亏合同，雷布斯根本不可能签。明明是稳赢的赌局，偏偏自作聪明，令自身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你放心，陆晨掐住美人精巧的下巴，你是我好兄弟的亲人，所以你只要答应之前的要求就好。好，我答应你，你先把我放开。秦若雨连忙点头，只想赶紧结束这暧昧又危险的姿势。然而陆晨不为所动，气氛都到这儿了，免得你说我不解风情。秦若雨心里一沉，今天不掉一层皮，怕是跑不掉。若雨，你的心思被我看穿了，这个畜生。秦若雨心跳失序，心中暗骂。往好的想，陆晨的确对他的身子感兴趣，虽偏离了原定计划，却还在可控范围内，只是代价比预想的大了些。秦若雨琴手被大手拖住，风情万种的美眸瞪了一眼，随即在那只大手的助力下，被迫仰起头。过了几分钟，秦若雨推开陆晨，满意了吗？你可是第一个。说罢，赤脚踩着地毯，拉起门口的行李箱，头也不回地走进卧室，紧闭房门。陆晨擦掉嘴角残留的唇彩，秦若雨终究是女人，而他最拿手的就是对付女人，照这进度，用点小手段就能吃上。秦若雨是朵带刺的玫瑰，只要把刺一根根拔掉，就成了含苞待放的花朵，任人采摘。霸王硬上弓虽有征服感，却少了些你情我愿的美好。强扭的瓜不甜，但等到瓜熟蒂落，汁水满溢，依旧能让人欲罢不能。秦若雨从卧室出来，整个人焕然一新，纤细妙曼的郊区套上端庄得体的黑色 OL 裙，裸露出修长匀称的小腿，套裙内的衬衫将皮肤遮盖得严严实实，越湿粉黛的俏脸残留着娇艳红晕，被人品尝过的唇瓣愈发水润晶莹，精致的眉宇间刻意凝聚出的清冷淡漠，却藏不住天生的妩媚。两人准备好合同与材料，驱车前往米果总部。一路上，秦若雨都没说话，始终望着窗外，刻意疏离陆晨。过分激进只会适得其反，欲擒故纵才能让人心痒难耐。米果总部1楼大堂，雷布斯的助理早已等候多时，一见面就笑脸相迎，领着两人乘坐专用电梯直达顶层接待室。接待室里，雷布斯穿着咖色工装衬衫配牛仔裤，肩背线条利落，坐姿挺拔，展现出良好的体态管理。简单几句寒暄，助理放下茶水点心便恭敬退出，三人直接切入正题。陆晨拿出那份逆天合同，推到雷布斯面前。秦若雨心中轻叹，雷布斯是出了名的好脾气，但看了这份合同，再好的脾气也得上火，到时候他只能放下身段赔不是，谁让他是陆沉默血缘关系的后辈，孩子犯了错还是得长辈担着。雷布斯拿起合同，脸上闪过一道黑线，手指轻推鼻梁上的米果智能 AI 眼镜，有伤踏马是煞笔。陆总，华兴和米果都是做手机的。雷布斯隐忍着继续说道，相信你也能看懂米果在技术研发上的投入，米果的付出可不是这几行字就能覆盖的。雷总觉得太苛刻。陆晨指尖点在合同上的技术共享一栏，华兴的核心算法能帮米果新机型提升 30% 的续航，创世的供应链能把生产成本压到最低，这难道抵不上那点分成？神他妈那点分成！雷布斯合上合同扔回去，脸色阴沉难看，转而看向秦若雨，秦总，你确定看过这份合同？米果是诚心合作，华兴和创世却没把我放在眼里。秦若雨正欲开口打圆场，陆晨却抢先一步，雷总，我们当然是诚心合作。陆总 Are you OK？ 雷布斯脱口而出，米果每年倒贴几十亿，持续5年，这就是诚心合作。好了，秦若雨手肘悄悄碰了下陆晨，赶紧从包里拿出原版合同。陆总刚接手分部，对业务不熟，难免出疏漏。他在谈判桌上是出了名的霸道，如今却是一副谦和模样。这般绝色美人低头，雷布斯心中的阴霾消散大半。原版合同里三方互让利益，最终是共赢的局面，可雷布斯却打算临时变卦，在米果的主场被一个毛头小子戏耍，这事要是传出去，
米果在未来的各方合作中都会陷入被动。雷布斯抬手敲了敲手腕上的米果手表，很快，一群穿职业西装的精英人士陆续推门而入，还有2个身高近2米的肌肉猛男出现在雷布斯身后。既然华兴能拟新合同，米果自然也有这个权利，对吧，秦总？雷布斯面容亲和，眼底却没一丝温度，摆明了要用威胁的手段逼迫华兴和创世让利。在米果总部，秦若雨根本没机会联系雄鹰国这边的助理和保镖，现在只有割块肉才能带着陆晨安全离开。会议桌上，米果精英们纷纷入座，2个保镖也上前一步，蠢蠢欲动。秦总，我们再谈谈。雷布斯卸下和蔼的伪装，露出资本家吃人不吐骨头的面相。秦若雨身子前倾，有点要挡在陆晨身前的意思。在人高马大的白人面前，秦若雨168的身高显得格外娇小。即便如此，这位创世集团副总裁，人称魔都魔女的女人，没有半分瑟缩。好，那我们就好好谈谈。声音不大，却带着上位者震慑全场的气场，让米果众人不自觉收敛起贪婪的灼灼目光。这帮西方人以为在雄鹰国的领地就能压东方人一头，在合同里肆无忌惮地添加各种不平等条款。秦若雨脸色难看，创世和华兴已经让出了30%利益，还是没能满足雷布斯的胃口。秦总，你看这份新合同怎么样？雷布斯靠在椅背上，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势必要教训一番不懂规矩的外乡人。这已然超出创世能接受的范围。秦若雨似是在思考，并没有出声。现场氛围凝重。这时陆晨突然起身，一把夺过雷布斯手中的合同，撕碎扔在地上。法克，你他妈是不是疯了？雷布斯猛地拍桌，2个保镖摩拳擦掌上前，神色凌厉地盯着陆晨。陆晨，别冲动。秦若雨赶紧拉住陆晨，想把他拽回座位。这是我来摆平，没必要跟这帮外国佬客气。陆晨推开他的手，回到座位，眼神对上雷布斯。雷总，我们是合作，不是让你们单方面的谈条件。不等雷布斯反驳，陆晨对着米果的人开启谈判专家，语气骤然变得极具穿透力，随便一句话都让人以为是哲学真理。雷总，你可要想好了，要是没有华兴和创世的支持，米果的新机型就得延迟发布，到时候双星肯定会趁机抢占市场，米果新机型滞销，必然造成后续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句话仿若戳中软肋的一把尖刀。雷布斯脸色骤变，不自觉拿起陆晨的合同重新审视。在场的米果精英高管都觉得有几分道理，纷纷点头，只有秦若雨不知所措。陆晨说的是有几分道理，但是有夸大其词的成分。米果在全球有一群死忠粉，就算延迟发布销量也不会受太大影响。可眼前这群人的反应就像被下了降头一样。签了这份合同，华兴和创世还能帮你减免东南亚地区的关税，帮米果拓展海外市场。雷总，这不是苛刻，这是双赢啊！陆晨胡乱一通说，找出一支签字笔递到雷布斯手中。陆晨的一番话在这些人的耳中仿若圣经，带着不容置疑的说服力。确实有道理，简直就是我们米果的救星。雷总，赶紧把合同签了吧。在催促声中，雷布斯只犹豫了3秒，就接过笔，在合同上痛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合作愉快。雷布斯站起来，主动伸手跟陆晨握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太感谢陆总了，要是没有你，米果这次的损失几百亿。秦若雨不明所以，目瞪口呆。雷布斯是喝了假酒，就凭陆晨2句胡话，眼都不眨一下就送出100多亿。雷布斯热情邀请2人参加今晚的游艇派对，甚至提出把身为国际名媛的女儿介绍给陆晨。事情越来越邪门，秦若雨赶忙拉着陆晨离开米果总部，怕再待下去他也跟着疯掉。刚回到车上，脑海内就响起系统提示音，恭喜宿主用惊为天人的口才和逻辑说服米果总裁雷布斯。脑细胞加2，当前属性22。身为集团执掌者，不仅要才华横溢，更要文武双全。解锁奖励格斗秘籍，将于3天后邮寄至您的别墅。狠狠坑了老外一笔，陆晨心情大好，有系统的神秘力量加持，不用担心雷布斯事后会发现端倪。那群人到死都会感谢陆晨。副驾的秦若雨脱下西装外套，全然不顾身边还有个想把他吃干抹净的大灰狼。你是不是跟雷布斯提前串通好了？这事怎么想都不正常。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场3方合作是陆晨自导自演的一出戏。要是之前认识雷布斯，我就短10厘米。陆晨发了个任何男人都不敢发的毒誓，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秦若雨还是不敢信。陆晨的脸色突然沉下来，双眸变得深邃。你只要知道合同谈成了就行，至于我的手段，你没必要知道。你输了，该履行承诺了。陆晨身上散发无形威压，不可直视。秦若雨身子不自觉缩进柔软的椅背，白赚那么多，确实开心。年近30，从没碰过男人的若雨，一想到赌约内容就忍不住脸红心跳。高贵的创世副总裁怎么可能放下身段，倾倒在男人身前？对不起，我做不到。秦若雨咬着唇，创世的利润我可以全给华兴，就当是我违约的补偿。我不缺钱。陆晨盯着他的眼睛，语气直白，别跟我说有的没的，我都把初吻给你了，你是第一个碰我身体的男人，还不满意吗？再谈下去只会闹得不愉快。陆晨懒得再绕圈子，索性直接摊牌。我直说了，你要是不履行承诺，以后创世和华兴就不用合作了，不管是项目还是人脉。
他清楚秦若雨的软肋，创世可以失去华兴，但凌天不能。以华兴在帝都的体量和话语权，若是没有华兴的支持，凌天回国后将在帝都寸步难行。好啊，陆晨。秦若雨笑了，只是美眸渐冷。在雄鹰国待了4年，好的你是一点没学，威胁这一套玩的是炉火纯青，当地特色，入乡随俗罢了。所以你这是答应了？陆晨笑得很坦荡，丝毫不掩饰内心的想法。若雨沉默了，为了凌天，为了自己的亲外甥，他别无选择，只能软下声音恳求道：陆晨，你跟我这么多年的交情，这件事上我们各退一步好不好？不可能。陆晨毫不犹豫地拒绝，不给任何转圜的余地。秦若雨突然身体前倾，露出讨好之色。魔斗魔女彻底收敛所有的骄傲，低声下气卑微恳求：陆晨，算我求你。话音刚落，不等陆晨回应，便扬起琴手凑了过去。这种方式不行吗？这种生疏笨拙的热情让人心动。不行。陆晨笑着拒绝，他很享受秦若雨拿他没办法，却又不敢发作的样子。秦若雨磨着银牙，死死盯着眼前男人那副贱兮兮的嘴脸，真想一口咬烂他的嘴角。被一个后辈挑逗得脸红心跳，结果连反抗的底气都没有。秦若雨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无力感。在商圈雷厉风行的魔斗魔女，何时陷入过今日这番窘迫的境地？她猛地扑上去，狠狠咬了一口，后退时嘴角还沾着一丝血迹。陆晨莫感觉到任何疼痛，仔细看去才发现秦若雨咬破的是自己的唇角。车内的暧昧气息几乎要满溢而出，一副小情侣打情骂俏的温馨场面。可现实是谁都不肯让步，争得面红耳赤。最终在秦若雨接近1个小时的软磨硬泡下，答应暂时高抬贵手。秦若雨拿出随身携带的化妆镜，补上口红。那我们是去酒店还是公司？陆晨倒是不想浪费时间。秦若雨伸出手，轻轻掐在他大腿的软肉上，这是想让陆家绝后啊！陆家又不是独苗，你这样的色批基因从世界上消失了才好。秦若雨扣上领口的扣子，整理了一下头发，难为情地开口：答应你的事晚上再说，你先陪我去参加个晚宴。秦若雨还是无法跨过心里那道坎，临时决定参加晚宴，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他的这种小心思，陆晨心中明了，没选择点破，反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有的是时间跟他耗。晚上8点，纽扣市中心的川普大厦灯火辉煌，能踏进这里的人非富即贵。整座大厦装修的极尽奢华，娱乐设施一应俱全，存在的唯一意义只为服务上流人士。因为是正式场合，秦若雨换了件高贵典雅的红色露肩礼服，绸缎丝滑，刺绣精美，身段窈窕妙曼，犹如玫瑰盛开。酒红色卷发被高高挽起，肤若凝脂，清雅高贵，诱人红唇似鲜艳桃花，一颦一笑皆是让人心猿意马。陆晨眼中的惊艳从未消散，今夜的秦若雨就如天上的明月般耀眼。陆晨很自然地搂住秦若雨，低头凑近盘起的秀发，你好香。香也轮不到你。秦若雨白了他一眼，却没推开他的手，因为有陆晨，这次宴会少了令他心烦的搭讪环节。时间不早了，上楼休息。两人刚来就在顶楼的酒店订了房间，矜持的若雨特意让前台开了2间。行，你在这等我，我去趟洗手间。秦若雨走向走廊尽头，却没进洗手间，反而快步走进通往顶楼的电梯。被搂了一整晚，腰间沁出不少香汗，丝绸礼服紧紧贴在身上，将细腰宽臀的曲线勾勒得愈发明显。内心挣扎了一整晚，还是选择逃避，打算在房间里躲一会儿，等候半夜陆晨睡熟了，偷偷飞回国内。一进房间，秦若雨就脱下礼服，随手扔向沙发，睡衣都没换，直接倒在床上，拇指揉着发胀的太阳穴，想让昏沉的大脑清醒些。为了计划顺利，他给陆晨灌了不少酒，结果那小子狡猾的要命，每次都要干杯一起喝。另一边，陆晨等了10分钟，没等到秦若雨的人，只等到一条微信消息：我喝多了，有点不舒服，明天再陪你好不好？后面还加了个求求了的卖萌表情包。陆晨回复可以，但是到时候可别怪我变本加厉。下一秒，秦若雨的消息就发了过来：明天都依着你，睡了，依旧配了个晚安的表情包。陆晨回到酒店房间，泡了个澡，换上干净的睡衣，又发了条消息：睡了没？等了几分钟，没有动静。此时的秦若雨已经让助理订好了机票，只等陆晨放松警惕。他躺在床上，漫不经心地刷着短视频，屏幕上方弹出陆晨发来的新消息，只是看了一眼就迅速划掉。5分钟后，陆晨的消息再次弹出，这次他没再划掉，而是点进了聊天框，只有短短几个字：我知道你没睡。秦若雨心中顿感不妙，这小色鬼该不会打算蹲到明天早上吧？很快，聊天框里弹出一条长达几十秒的语音，他犹豫了一下，还是点开语音，将手机贴在耳边。陆晨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带着困倦的慵懒，却字字诛心。我知道你这次来雄鹰国的目的，而且你达成了目的，你可别忘了，不到1个月，凌天就要回国。听到凌天的名字，秦若雨秀眉拧紧，眼底闪过一抹黑线。语音还在继续：你和秦若雪都手段了得，帮凌天拿下龙桥区分行不是问题。你们创世在江南是条龙，但到了帝都还是得盘着。凌天就算拿到龙桥分行，背后没有当地势力支持，也只是大海里的一叶扁舟。
有些人吹口气就能将他掀翻。秦若雨呼吸愈发急促，银牙碰撞，发出撕磨的声音。陆晨，你个畜生，又玩这种把戏！语音到最后，陆晨声音渐冷。失去华星，对创世来说，可不是少了一个盟友那么简单，而是会多一个敌人。紧接着，又一条语音发了过来，这次只有短短2秒。秦若雨颤抖的手指点在屏幕上，令他心烦意乱的声音再次从听筒传出：“把门打开。”海湾别墅区8号别墅，江宁月消化完杨管家安排的课程内容，关掉灯，从书房走出来，身上只挂着一件宽松的白色 T 恤，修长美腿胜过专业腿模。因为洗过澡，头发还带着湿气，曾经清冷的江大校花早已身不由己。这样的穿着，只是为了满足陆晨的奇怪 XP。自从那天从中餐馆回来后，江宁月是越来越听话，而陆晨对江宁月更是爱不释手。要不是陆晨的身体经过系统强化，绝对会付出腰酸背痛、精气神萎靡的代价。女人跟男人不同，江宁月正值最美好的年纪，身体机能处于巅峰，就算前一晚精疲力竭，第二天依旧生龙活虎，精力饱满，健身学习照样不误。江宁月自从跟了陆晨，整个人愈发容光焕发，眉眼间的魅意日益渐浓。就时间而言，江宁月这几天被陆晨塞得满满当当。学习时，他是陆晨的专属辅导员；健身时，他是私教老师；到了公司，还得扮演秘书的角色。江宁月走进厨房，倒了杯温水喝下，补充完水分才回到卧室。已经是后半夜，今晚难得陆晨不在，本可以好好睡一觉，江宁月却翻来覆去难以入眠。大抵是想陆晨了，犹豫片刻，还是拿起手机给陆晨发了条消息：还回来吗？不回来的话，我先睡了。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手机依旧没动静。睡意全无的江宁月索性直接起身，敷上一张面膜，走到客厅，打算看电影消磨时间。跟陆晨才短短1周时间，可因2人频繁互动，这也导致他心里变得越发敏感。江宁月实在是忍不住了，抓起手机，从通讯录里翻出陆晨的号码，按下了拨号键。另一边，川普大厦顶楼酒店，秦若雨站在门后，手指搭在门把手上，始终没有转动的勇气。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那就该早早做好以身饲虎的准备。深吸一口气，秦若雨转动了门把手，门被拉开的瞬间，走廊的暖光涌进来。陆晨靠在对面墙壁上，黑色丝绸睡衣领口敞开，露出清晰的锁骨线条，手里把玩着手机。眨眼的功夫，他就出现在酒店房间，反手锁上门，被圈在精心设计的牢笼里。秦若雨嘴唇动了动，却不知道说什么。你既然来了，就别跟我装清高，我们只是各取所需。太阳升起后，我们还是原来的我们，华星和创世还是盟友，我和林天依旧是兄弟。别说了。秦若雨用颤抖的声音打断，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在睁眼时，眼底的挣扎已经褪去，恢复往日的妩媚，只是多了一丝妥协的光彩。你最好不要得寸进尺。秦若雨还想摆出上位者的威严，给陆晨一个下马威，可惜陆晨根本不吃这一套。他有些不耐烦道：我洗个澡。说罢，转身走进浴室。陆晨坐在沙发上，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江宁月发来的消息，只是扫了一眼，没有回复。这几天，陆晨给予了江宁月足够的温柔，几乎是以恋人的身份在相处，可惜忠诚度一点没涨。以江宁月现在20点的忠诚度，适当的疏离反而能引起他的不安和不满，这是为下一次突破做的铺垫。男女关系不存在曲线上升，刻骨铭心的爱情必然磕磕绊绊，经历起起伏伏，才能让江宁月更加忠诚。浴室里的流水声持续了半个小时，秦若雨还没出来。秦若雨，陆晨声音很大，足以穿透墙壁和流水声进入秦若雨耳中。秦若雨，秦若雨，连叫3声，仍没有回应。陆晨起身走进浴室，推开门，眼前景象让人心头震颤。秦若雨身上依旧穿着之前的睡裙，美眸紧闭，浸泡在浴缸里，湿水的头发粘连在白皙肌肤上，红唇失色，面色苍白，花洒的水流不停喷洒，浴缸里的水满溢而出，淹没了精巧的下颚，地上还有瓶见底的威士忌。陆晨上前将她从浴缸里捞出，睡裙被水浸透，紧贴着玲珑玉体。秦若雨，陆晨叫唤一声。秦若雨红唇微张，发出匀称的呼吸声，显然没什么大碍，没出息。他不知何时睁开眼，易碎迷离的朦胧目光盯着陆晨，痰口吐出温热酒气。秦若雨一双纤柔玉臂搭在胸前，体香与威士忌的浓烈酒气交织在一起，侵入鼻腔，令人目眩迷离。我的目的很快就要达成了，怎么能叫没出息？陆晨见他神志清醒，直接将怀中的娇躯轻扔在沙发上。秦若雨爹坐在柔软的沙发里，美艳俏脸布满红晕，抬手拂过湿漉漉的发丝，勾起手指过来。此刻的秦若雨从头到脚散发着属于成熟女人的性感妩媚，那是有别于少妇，专属于御姐的淑女气质。陆晨面无表情地走过去，你现在勾引我，可是在往火坑里跳。一瓶威士忌下肚，在酒精的作用下，心中那道无法逾越的坎轰然崩塌，本就少得可怜的矜持被抛到九霄之外。秦若雨俯身向前，将嘴唇凑过去，吐气如兰。既然这么喜欢我，那就把我娶了呗，持证上岗，名正言顺，饭都送到你嘴边了，又不敢张嘴，还是说害羞了？他碎碎念着，忍不住咯咯笑起来。别害羞嘛，
以前我俩又不是没一起睡过，难道你全忘了？说到这里，他咬着红唇，眸光闪烁，竟显得有一丝委屈。那时候我还穿着开裆裤，能叫一起睡觉吗？陆晨无语。这时，秦若雨突然换了副小女人姿态，撒娇道：“我全身湿着，你先帮我吹干头发呗。”陆晨拿来吹风机，帮忙吹起头发，动作还算熟练。在别墅时，他洗完澡偶尔会帮江宁月吹，江宁月也会帮他吹。温热的风拂过酒红色的披肩长发，秦若雨舒服地眯起美眸，结语在眼下投出淡淡阴影，看起来很享受。陆晨，我劝你主动点，想等我主动，那你还是洗洗睡吧。风声顿止，他反手抓住陆晨的手腕，给我留下最后的体面，行吗？可话音刚落，大灰狼的利爪就撕碎了魔女最后的伪装，露出了她的本来面目。我给你唱一首体面，行不行？下一秒，纤手就被陆晨擒住，秦若雨大脑宕机了一秒，好硬，他的手。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脑子里只有这一个念头。华兴二公子的手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娇嫩，反而有一层薄薄的茧子。穿书前，陆晨只是个普通的打工人，即便来了这里，也是每天撸铁，不可能细皮嫩肉。若雨闭上眼，只能选择自我催眠。秦家嫡系只有她们姐妹3人，大姐秦若霜，也就是林天的母亲，嫁到林家没几年就因车祸意外去世。二姐秦若雪一心扑在事业上，没时间找男人，也不会找男人。姐妹2人付出了全部心血的创世，不可能给秦家旁系子弟继承。到最后，这个重担还是会落在秦若雨肩上，她不得不找个男人，延续秦家的血脉和创世的辉煌。既然如此，何必不把陆晨当成那个男人？就算只限今夜，想通这一点，秦若雨渐渐放松下来。你的手挺软。陆晨脸上露出得逞的浅笑。别说话。秦若雨恼怒地瞪了一眼，同时心中暗自祈祷，以后要是真找了男人，千万别遇到陆晨这样的，不然的被折腾死。他以前从没碰过男人，此刻听着陆沉静在耳畔的呼吸声，一丝屈辱加上潮水般的悸动，让他不知所措。深埋心底多年的情感不可阻挡地涌上心头。陆晨闭上眼，放空思绪，享受着今晚的战利品。手机铃声却不合时宜地响起，掏出手机一看，不出所料是江宁月。见陆晨迟迟不肯接电话，秦若雨娇声调侃：“小秘书打来的。”陆晨嗯了一声，手指在屏幕上划过。接通的瞬间，耳边传来江宁月委屈的声音：“你今晚还回来吗？不回来的话，我就睡了。”陆晨皱起眉头，低头一看，秦若雨眼神玩味，一脸坏笑地看着他：“不回去了，别等了，早点睡。”陆晨匆匆说完，挂断电话。这么晚给你打电话，人家指定是想你了，你就这样挂了，他得多伤心。秦若雨伸手想去拿陆晨的手机，天生的好奇心和突如其来的占有欲，让他迫切想知道那个小秘书是谁。陆晨锁上屏幕，攥着手机，不愿让他多看一眼。这女人精得很，保不准认识江宁月。要是知道他抢了林天的女友，绝对会把他这个小鬼头掰断。好在秦若雨没坚持，也没再强求。看样子见不到是睡不着觉啊。陆少爷是用了什么手段，把小秘书调成这样？那我给你展示展示。不要。秦若雨另一只手轻轻拍在陆晨脸上，嗔怪一声。接下来的几分钟，陆晨头枕在沙发靠背上闭目养神。我们算不算是偷情？秦若雨突然凑过来，神色狡黠地问道。陆晨半睁眼帘，目光落在近在咫尺的俏脸上，话音平淡：“我没娶，你没嫁，每个人都是各取所需，怎么能说是偷情？”半个小时过去，秦若雨脸色越来越难看，紧握拳头，愤愤地盯着陆晨，又气又无奈。到此为止，我不想再见到你，回自己房间去。这才哪到哪。陆晨只是微微一抬手，他就明白了什么意思，脸色骤变。我说过，只做答应你的事，你不许得寸进尺。你这人怎么一点都不守信用？就你现在这样，今晚我俩都别想睡了。陆晨根本不怕他的威胁，只想逼着他低下头颅。我数到3，你把我放开。今晚所有的荒唐举动到此为止。秦若雨声音冷若冰霜，并没有在开玩笑。在魔都有不少富二代骚扰过他，即便那些二代连秦若雨一根头发都没碰到，下场都很惨，轻则家里破产，重则人间蒸发。陆晨脸上的笑容消失，再继续下去，这个小鬼头可能会遭殃。我劝你别冲动啊，不然遭罪的是你。3。秦若雨根本不听他的，银牙咬在一起，喉咙里发出了令人胆寒的声音。房间里温度骤降，满是压抑的气息。你既然让我进来，有些事不想做也得做。2。秦若雨依旧不为所动，眸子里没有丝毫温度，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陆晨，别逼我翻脸，好吗？秦若雨忽然笑起来，只是这笑容看着有些可怕。你知道我的性格，等我说出1的时候，我俩近20年的交情真就彻底结束了。陆晨现在只有2个选择：一，放开秦若雨，回自己的房间，可一旦服软，就会彻底失去主动权；二，继续作死行为，这么做很有可能被活活咬死。陆晨，秦若雨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几乎是用尽全力吼了出来。秦若雨，陆晨也紧跟着吼了一声：“你是不是真把自己当回事了？”随即手上猛地用力，没再给秦若雨给予半分温柔，力气之大，仿佛在戏弄手中玩物。秦若雨发出痛苦的哀鸣，眼前一黑，上半身几乎贴在沙发上，被死死按住，做着徒劳的挣扎。秦若雨，你这么聪明，
怎么连简简单单的道理都不懂？米果是世界500强企业，实力不比创世和华兴差。雷布斯有多狡猾你也清楚，可他偏偏签了我随手写的垃圾合同。你就没想想，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秦若雨停止了挣扎，试图思考其中的关键。可惜在酒精的作用下，脑子根本转不起来。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只要我想，半年内就能帮林天拿回万丰银行。同样，我也能让林天永世不能翻身。这些话犹如魔咒，钻进秦若雨的耳朵。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眼前的陆晨已经不是那个会被他轻松拿捏的小鬼头。如今的城府和手段，他根本看不懂。跟米果的合作，不是雷布斯疯了，就是陆晨拥有能轻松撼动世界500强企业的能量。真相不用想，都是后者。最终，秦若雨还是吐出了最后一个数字。出乎意料的是，陆晨真的收回了全部力道，只是轻抚他柔顺的秀发。秦若雨却不敢起身，保持原本的姿势，匍匐在沙发上，像极了一只乖顺的宠物，在享受主人的爱抚。秦若雨，我可以放过你，其实我也不是非你不可。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秦若雪那样的清冷大美人。一句话精准戳中软肋。秦若雨猛地抬头，眼神慌乱。陆晨，你别去找我姐姐，我听你的话都依着你还不行吗？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陆晨收回手，身体向后靠在沙发上。秦若雨却仿佛石化的雕像，失去生机般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他放下所有矜持，用酒精麻痹自己，才战胜心中的羞耻，让陆晨进入房间。如今陆晨得寸进尺，即便他有心服软，也做不到主动讨好。若雨，别让我等太久。如此暧昧的呼唤声提醒着秦若雨，他已经被彻底掌控。面对上位者的施压，魔女坚守的防线有了瓦解的趋势。见此情形，潜伏在一旁蠢蠢欲动的大灰狼已经趁虚而入。突如其来的强硬反倒让他松了口气，被迫妥协的无奈比起主动低头的窘迫，往往更容易让人接受。陆晨躺在松软的沙发上，神色惬意。创世副总裁秦若雨是多少魔都上流人士做梦都想征服的女人，可就是这样一位高贵难以企及的美人，此刻正低着头臣服在自己身边。这种把别人爱而不得的女神掌控在手中的成就感，远比征服秦若雨本身更能令人满足。检测到目标，秦若雨主动履行赌约，心理防线出现松动，沉沦进度正 15%， 当前进度 15%。 秦若雨忠诚度加8，当前忠诚度8。恭喜宿主初步征服创世集团副总裁秦若雨，获得23点可任意分配属性点，解锁技能致命诱惑。致命诱惑激活后，可令目标下一次提升的忠诚度与沉沦进度翻倍。注：此技能对同一目标仅生效一次。秦若雨光着脚就跑向卫生间，不一会儿，里面就传来水流声。从卫生间出来，他就一直站在门口，眼底是迷茫和无措，不知道以后该如何面对眼前这个男人。心高气傲的魔女，若不是爱惨了你，根本不会做出主动讨好的事情。当下只是被逼无奈。陆晨起身走过去，现在最该做的是给他一个台阶下。秦若雨的目光闪躲，不敢对视。尽管用冷水洗过脸，脸颊依旧泛着惹眼的红潮，发白的薄唇正一点点恢复血色。秦若雨下意识低头瞥了一眼，脸上的红晕更盛，忍不住一阵无语。老天爷给予了陆晨所有男人梦寐以求的天赋，且没有任何缺点，来这个世界仿佛是专门为了惩罚他们这些女人。陆晨扛起秦若雨，转身往沙发走。就不能说一声吗？你这人真讨厌。声音有几分不满，更多的却是无可奈何。秦若雨心里只盼着陆晨能快点离开，结束这荒唐的一晚。下次一定。陆晨敷衍一句，走得很慢，为了稳住重心，手只能撑在他身上。秦若雨心眸紧闭，羞耻感包裹了所有感官，只能感觉到一阵阵悸动犹如电流涌向脑海。虽想极力否认，但他并不排斥这个男人。陆晨也不着急，离天亮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够实施所有计划。我已经做到了答应你的事情，为什么还不走？再满足我一个要求。什么要求？秦若雨非常警惕，男人的无耻实在令他不敢放松。陆晨拿起扔在沙发另一端的红色礼服，递到他面前，穿上，就这么简单。秦若雨诧异，不愿相信这个无耻小辈的要求会这么简单。陆晨莫说话，直接把礼服套上去。他也很配合，抬手整理着裙摆，还把披散的卷发重新挽起，踩着水晶高跟鞋站起身，尽量复刻着晚宴时的优雅姿态。要化妆吗？他下意识地问。不用。陆晨摇摇头，双手已经搭在了他的香肩上，没有妆容点缀，眼前的女人少了几分晚宴时的妩媚，却多了一丝清雅。这种干净的美感反而更加引人注目。别人化妆是从60分提到70分，而秦若雨化妆只是从一种100分变成另一种100分。她就是这样完美的女人，是那种看无数次依旧会让人惊艳的大美女，只是一眼就会被她的绝世容颜吸引。不仅长相绝美，身姿更是曼妙高傲，甚至是目中无人。这种令人反感的性格放在秦若雨身上却成了优点，成了值得被征服的闪光点。看够了没？看够了就赶紧回去。秦若雨催促。陆晨待得越久，心中的不安，那种即将任人鱼肉的感觉就愈发强烈。若雨，你乖乖穿上礼服，不就是期待发生些什么吗？期待个鬼！欲要杀人的目光在美眸中一闪而逝。若雨翻了个好看的白眼，却没再反驳，明白了陆晨的意思，
心中暗骂，真是个喂不饱的狼。反抗早已是徒劳，不如顺着他的意，给予他想要的温柔，好让他快点结束。若雨仙长美腿折叠，坐在柔软的地毯上，心中百感交集，没有厌恶或是憎恨，更没有恶心，只有惋惜、无奈和顺从。我这人不喜欢强迫别人，所以你主动点。陆晨的声音放低了些，你真不想强迫，就不会出现在这里。秦若雨小声嘟囔，抬眸看着男人虚伪的嘴脸，却怎么都讨厌不起来。有些事情就只有0次和无数次，一旦开始，便一发不可收拾。若雨，事已至此，你只管享受就好。陆晨的话像带着安抚的魔力，我们没有违背伦理道德，做的只是男女之间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们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要不是林天这层关系，我顶多叫你一声姐姐，所以别给自己太大负担。这番话让秦若雨原本焦躁羞赧的心中掠过一丝松懈，像是做错事情的小媳妇，终于得到丈夫的谅解，不用再担惊受怕。浓密的结语轻轻颤动，乱如麻的内心渐渐趋于平静，终究还是顺着陆晨的意。或许是站累了，陆晨退后几步，坐回沙发上。得意吗？威胁强迫，用尽手段，总算是让我顺从了你的意志，把最不堪的一面暴露在你面前。若雨声音平静，听不出情绪。看你这话说的，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哪有什么得意不得意的？这么多年的交情，还是败在他无耻手段下。若雨心中凄苦，却不再言语，只是默默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若雨，好好看着我，听从男人的命令。若雨很是乖巧地抬起美眸，与他四目相对。面对男人灼热的目光，俏脸上的红晕已经扩散到耳后根。如今跟陆晨在一起这种事，若雨心中不再有一点抵触，反而莫名的心安。或许每个位高权重、心高气傲的女人心里都藏着一个想被征服的灵魂。你真美，小。尽管已经说过无数次，陆晨还是忍不住赞叹。还没叫出口，秦若雨就阻止道：“你要是敢说那个称呼，我咬死你！从今往后不准再那样叫我，以前都是那样叫的，只是7、8年没叫了而已，哪能说改就改，是吧？”陆晨故意逗他，结果就是秦若雨说到做到，一点都不留情面，是真要死人。陆晨冷汗直流，龇牙咧嘴：“行行行，不叫了，以后就叫你若雨，除了那个随你怎么叫，你要是再敢叫一次我咬一次。”这就是秦若雨的魅力，即便臣服在脚下，也不会绝对顺从，始终保留着自己的棱角。陆晨很欣赏这一点。秦若雨神色专注，美眸中倒映着男人的上半身。墙上的挂钟指针转了半圈，两人没有过多交谈，只是专注于自己的事情。若雨黛眉紧皱，一睁开眼便恶狠狠地瞪着陆晨，不满他的不守信用。陆晨坐起身，用一种带有侵略性的目光直勾勾盯着他，像是在看自己的私人物品。脸蛋通红的若雨被看得有点不好意思，羞涩地低下头，又很快抬起来，突然起身扑过来。愣神的瞬间，他已经得逞。陆晨下意识就把投怀送抱的大美女推了下去。若雨从沙发上摔落，摔得不轻，却没喊疼，反而笑得格外妩媚，讥讽道：“你这是嫌弃我，还是嫌弃你自己？”陆晨无言以对。这女人学坏的速度太快了，也有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天赋。看着她无可奈何的样子，若雨脸上漾开得意的笑，起身走向浴室，迈着优雅的步子。刚才的羞耻早已被抛到脑后，让欺负自己的男人吃了个亏，心情反倒轻快不少。这下可以回去了吧？等我洗完澡出来，你要是还在，我咬死你！行，你去吧。说着，陆晨光速找到酒店房间里的漱口水漱口，倒不是嫌弃，只是怕说话时有孩子气。若雨吹干头发，从浴室出来，以为房间没人，身上连浴巾都没裹，结果陆晨还坐在沙发上，一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他的脸色瞬间阴沉，能不能别闹了？信不信叫保安把你轰出去？我倒是想回，可房卡忘房间里了，打电话给酒店前台，让他们送一张上来。陆晨一脸无辜，起身走过去，站在他身后，鼻尖蹭着他发间的沐浴露清香。这么晚了，别打扰前台休息了，我在沙发上对付一晚就行，又不会对你做什么。要不是看到陆晨依旧精神抖擞，秦若雨差点就信了这鬼话。他顿了顿，只轻轻挣扎了一下，声音放软：“你到底想干嘛？”陆晨凑近他的耳边，声音压得极低，只有两人能听见。若雨的表情变得很复杂又很尴尬，男人的不轨之心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可自己刚才已经乖乖妥协，面对决心要把他吃干抹净的饿狼，所有挣扎反倒像是欲擒故纵。自己引狼入室，现在想阻止狼吃肉，可能吗？放狠话还有用吗？敢上床我咬死你！若雨甩开他的手，找了件干净的睡裙换上，背对着躺到床上。相处这么长时间，他心中的火苗早已燃烧成熊熊烈火，本能的想接受陆晨，可骨子里的骄傲让他不愿轻易交出最后的城池。正当理智和本能兼天人交战时，一只大手悄悄出现在身后。理智终究战胜了本能，他决心守护最后的防线，要跟身后的恶狼周旋到天亮。一旦下定决心，反而有了面对的勇气。陆晨，我履行了赌约，你会帮林天的，对吧？他背对着陆晨，声音带着一丝试探。你知道的，林天是我兄弟，我会尽我所能夺回万丰银行。若雨羞红着脸转过身，美眸含情，荡漾春水涟漪，似是在看深爱的丈夫，说道：“大姐在林天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林家人对林天是什么态度你也知道。林天除了我和姐姐，
能信任的人只有你，所以你一定要帮帮林天。陆晨表面答应，心中却冷笑连连。都躺在一张床上了，自己的女人还在为别的男人着想，可能是对于江宁月和秦若雨的占有欲，他对林天有着天然的敌意。这么多年，没有一个男人能入了你的眼，我能成为第一个吗？陆晨故意问道。我也希望那个人是你，但现在不行。若雨眼神少有的认真，你自己不知道耍了多少计谋，今晚才让我跟你躺在一起吗？用这种不光彩的手段拿下我，我就算做了你的女人，这辈子都会瞧不起你。陆晨，拿出你的真本事，拼出一番天地，让我心甘情愿做你的女人。这段话无疑是在告白，陆晨心里却没有任何波澜，甚至有点想笑，心中仅剩的那点温柔荡然无存。系统面板上忠诚度一点没涨，显然这番话只是为了拉拢他帮助林天而特意编织的谎言。只是若雨不知道，一旦失去耐心和温柔的男人，手段会何其残忍。今夜终将成为他永生难忘的噩梦。一缕柔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酒店房间，若雨的身体像断线的木偶倒在床上昏睡过去。陆晨成功实施了所有计划，其实从一开始他就没打算做到最后一步，故意营造出急不可耐的假象，只是为了让若雨乖乖妥协。此人淫商极高，若雨被耍了还不自知，昏睡前还在庆幸没被吃干抹净，捍卫了最后的尊严。陆晨简单冲了个澡，一晚没睡，头脑却依旧清醒，便激活头脑风暴，打开电子书开始学习。玩女人归玩女人，最重要的还是提升自身，其次才是事业和女人，毕竟前者决定后面两个的上限。时间接近8点，若雨醒过来，抬起昏沉的脑袋，第一眼便看到坐在窗边翻阅电子书的陆晨。晨光落在他身上，利落短发沾着暖光，眉骨落着前影，半边肩膀浸在光里，硬朗的面部柔和了些许，眼神专注清亮，没有刻意的姿态，却让若雨挪不开眼。短发带来的清爽，晨光赋予的温柔，沉浸在文字里时那份不被打扰的沉静，混在一起，终究是打动了若雨风尘已久的春心。只是他不愿相信，眼前清爽温柔的帅哥会和昨晚那个暴虐的恶狼是同一个人。宿主凭借强硬的手段、容貌及气质，令目标秦若雨春心荡漾。秦若雨忠诚度+7，当前忠诚度15。秦若雨沉沦进度正15%，当前沉沦进度30%。宿主获得22点属性点，当前累积48点。系统提示目标忠诚度与沉沦进度均达阈值，可轻松夺取其贞操，让目标进一步沉沦并忠诚于宿主。经历昨晚，若雨基本就是一推就倒，防线犹如虚设，那层薄弱的屏障一点就破。陆晨倒是不急，这女人身体妥协，嘴上却不愿承认。既然如此，维护一下那点可怜的自尊心也无妨。头脑风暴结束，陆晨放下手机，轻柔太阳穴，短短2个半小时看完了好几本书，且过目不忘，甚至能完整默写书中内容。随着脑细胞属性的提升，头脑风暴的效率也跟着大幅提高。另一边，若雨正四肢抱着被子，头枕在靠枕上，美眸一眨不眨，那是不符合年龄的眼神，只有情窦初开的少女才会露出的眼神。直到陆晨转过头，他才慌忙收回视线，不再睡会儿。若雨摇摇头，酒红色卷发不复昨晚的高雅，凌乱地散落在肩膀两侧，几缕发丝粘在一起，或是贴在泛着薄汗的肌肤上。睡眠不足，加上熬夜和陆晨的3重刺激，眼白有不少红血丝。即便如此狼狈，依旧难以掩盖天生的清雅与妩媚。女人越是美艳高贵，男人就越想摧毁那些美好，以此来满足扭曲的欲望。此刻的秦若雨，哪怕狼狈不堪，依旧想让人想把她揉碎在怀里，摧残那份仅剩的美好。送我去机场。若雨发出疲倦的声音，她1分钟都不想待在这里，准确说是不想待在有陆晨的地方。再待下去，真怕被折腾死。这么急着走，再玩2天呗，再被你玩2天。若雨翻了个大白眼，浑身的酸痛让她连动一下都觉得费力，像失去核心零件的积木，稍微动弹就得碎成一地。没过瘾回去找你的小秘书，你看看我都被你折腾成什么样了，再不走就得被你活活折腾死。还以为你也挺爽。陆晨摊开手，装作一脸无辜，爽个屁，简直是生不如死。若雨差点爆粗口，陆晨你就是个大星号，一点都不知道怜香惜玉，之前那么卖力的伺候你，居然还往死里弄我，老娘美若天仙，给你这种畜生真是白瞎了。若雨从床上撑起妙曼的娇躯，宽松的蕾丝睡衣贴着她雪白肌肤滑落，露出圆润光洁的肩膀和精致的锁骨。翻身下床，愤愤不平地走向浴室，时不时偷瞄一眼陆晨。看着她成熟曼妙的背影，陆晨对女人的恢复能力又有了新的认知。若雨不愧是熟女，是真的耐造。累晕过去，只睡了2个小时，醒来就能活蹦乱跳。等他洗漱完出来，陆晨打电话让酒店餐厅送来了早餐。若雨只喝了几口粥，昨晚喝的太多，现在还反胃，随便吃了2口，两人便收拾行李离开了酒店。机场高速路，若雨坐在宾利副驾，穿得清爽简约，上身是一件米色紧身针织衫，领口开得有些低，露出一片惹人遐想的白嫩肌肤，丰满曲线匀称柔和，媚而不俗。下身依旧只穿了条短得可怜的短裤，脚上踩着一双露趾小凉鞋，修长美腿不着寸缕，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白皙光芒。好在穿了安全裤，
不至于走光。车子在高速上平稳行驶，若雨突然放倒座椅，躺了下去，踹掉凉鞋，一双白嫩小脚搭在副驾中控台上。你疯了？这可是在高速上，出了事等着截肢吗？陆晨无奈地说道。若雨满不在意地说道，到了机场叫我，累了眯一会儿。顿了顿，又补充，乖，好好开车，别偷瞄我的大长腿。陆晨无语，选择全神贯注地开车。若雨看了一眼他专注的侧颜，闭上心眸，没再说话，悄悄抬起手，轻轻揉捏着白皙的喉咙。他也不想这样躺着，奈何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久坐。昨晚陆晨三番五次想突破最终防线，劝说、威胁、求饶，他用尽所有手段，把嘴巴干冒烟了，才勉强阻止，简直比连续开了10场会还要难受。乱了，全都乱了。不仅原本的计划被打乱，他的心也跟着乱了。若雨睁开美眸，怔怔地望着陆晨的侧颜，勾引计划圆满完成。可他怎么也没想到，最后会把自己也给搭进去。宾利缓缓驶入机场停车场，陆晨特意找了个偏僻无人的角落停下。若雨收起搭在中控台上的修长美腿，伸了个懒腰，曲线在简约的衣物下愈发凸显。下次见面就得等我回国了。陆晨侧过头看向秦若雨，语气有些暧昧，大半个月见不到，不做个告别仪式吗？话音刚落，若雨主动凑过来，在陆晨脸颊上啄了一口，留下淡粉色唇印。好了，我下车了。他弯腰穿好凉鞋，刚要推开车门，手腕却被陆晨一把拽住，拉回身边。若雨无语，习惯性的翻了个白眼，在这会被人看到。没事，这里不会有人，你放心。若雨要是不答应，今天是别想下车了。他红着脸轻声问，那我要怎么做？即便是停车场角落，还是有好几个中年妇人路过这里，好在没注意到车里的动静。满意了？若雨羞愤地问道，习惯性的医疗鬓边的碎发，推开陆晨，从包包里掏出几张纸，好不容易抽空来一次，不去见见林天？陆晨试探着问道。若雨扔掉纸巾，又拿出唇彩，对着小镜子仔细涂抹，唇彩覆盖刚才的痕迹，让他的气色瞬间鲜活起来。这么多年不见了，不差这10天半个月，等你俩回国，我们再好好聚一聚。补完唇彩，朝着陆晨露出笑容，明艳动人。经历过风雨的洗礼，若雨身上又多了几分成熟妩媚，笑容里藏着说不清的风情。下车时回眸一笑，万般风情绕眉梢，语气诱惑地说道，再说了，我这次来雄鹰国本来就是为了见你。陆晨跟着下车，一起走向候机大厅。途中起手，若雨也不反抗，挪着娇躯靠近陆晨，语气婉转温柔地诉说着创世那边令他头疼的几个项目，粉润的小嘴儿轻吐着诱人的芳香。一到公共场合，若雨仿佛回到了主场，故意将身子贴在陆晨的手臂，指尖偶尔撩拨手腕，用眼神挑逗。若雨这种级别的女人，一旦发起烧来，没有男人能无动于衷，只因她实在是太美，尤其是那种冷艳高贵的气质，只是3-2下就把人撩得难以自持。陆晨嘴角上扬，低头似笑非笑地看了眼秦若雨，漆黑眸子金光四射，回国再好好收拾你。若雨没说话，俏脸上带着丝丝羞红，抿着粉唇，将琴手靠在陆晨肩上，像是默认了，到时候任你处置。陆晨刚回到车上，就收到若雨发来的消息，我俩的事记得保密，敢说出去我咬死你。陆晨没有回复，而是打开属性面板，体质肾脏20，心肺12，肌肉13，感知器官10，好兄弟16，魅力五官20，皮肤20，脑细胞22，气质20。因为每天坚持健身，肌肉和心肺属性都涨了几点。从秦若雨身上薅了那么多属性点，必须狠狠挥霍一番，把心肺、肌肉、感知器官都拉到20，还剩23点。大量属性加点带来的快感，并没让陆晨觉得有多爽，毕竟每天大鱼大肉习惯了。肌肉加到20点后，身上的肌肉轮廓没什么变化，但能清晰感觉到一股强劲的力道在体内滋生，肌肉力量得到了大幅度强化。想要完美的肌肉线条，还是得靠日复一日的辛勤锻炼。即使有了系统，想要的东西还是要自己去争取。陆晨本打算强化好兄弟，结果强化一次就要10个属性点，想想还是算了，目前也够用了。宿主属性面板更新，系统提示刚弹出来，陆晨就直接关掉，没浪费时间，点火踩油门。一想到养的吞金兽还在家里等他，陆晨只想快些回去喂养自己的吞金兽。海湾别墅区8号别墅内，客厅的投影幕布上还播放着电影。江宁月趴在沙发上，身上挂着一件宽松的白色 T 恤，身前的饱满被压成饼状，美眸紧闭，长睫偶尔轻颤，潭口半开，露出半截粉嫩小香舌。这丑陋的睡相，很难相信她就是佛哈大学的校花，无数学子的梦中情人。陆晨绕到沙发另一侧，才发现只有这么一件 T 恤。上次在办公室随口提了句喜欢这种穿搭，没想到江宁月真的记在了心里。陆晨没有吵她，而是从卧室拿来一条薄毯，盖在她暴露在外的夺命大长腿上。江宁月和秦若雨两人都是黄金比例的完美身材，气质方面江宁月可能不如秦若雨，但单论腿型和长度，没人能战胜江大校花。陆晨换了身居家服，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临近下午，江宁月醒来，发现自己正枕着陆晨的大腿，抬眸看去，正是昨晚念了一晚上的挺拔身影。陆晨用撸猫手法轻抚她的秀发，柔声问了句：怎么睡在沙发上了？
江宁月没回答，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质问昨晚去哪了。接着琼鼻微动，敏锐的嗅觉捕捉到了陆晨身上隐隐散发的香水味，他敢打包票，这种冷冽又妩媚的味道，香水的主人绝对扫的钥匙。面对女友般质问的语气，陆晨将昨天的事情一五一十说出，只是没提及一起睡觉这种无关紧要的细节。江宁月支起上半身，还没清醒的惺忪眼眸盯着陆晨，好看的眉眼微微皱起，嘟嘴道：那晚上呢？跟那个秦若雨谈项目，谈到床上去了。他不会听错，昨晚打电话的时候的确有女人的声音。江宁月的不高兴已经写在了脸上。陆晨揽住他，没有安慰，只是调侃：江大校花这是吃醋了？滚！谁是你醋？别碰我！江宁月用力推开他，脸颊却不受控制的红了起来。两人的打打闹闹像是情侣间的调情。昨晚没跟陆晨一起睡，江宁月本就心痒难耐，现在主动缠上来，手臂被他拽得生疼。陆晨也想好好陪陪江宁月，但是为了提升忠诚度，选择暂时忍耐和梳理，便停下动作，没再继续。正等着深入交流的江宁月见半天没动静，泛着水雾的美眸猛地睁开，映入眼帘的却是陆晨整理衣服的背影，显然没有继续的打算。怎么了？继续啊！江宁月伸手拉住衣角，急切询问。下午健身，晚上再说。陆晨甩开他的手，头也不回地走进健身房，有种裹上淀粉炸了都不给你的决绝。只剩江宁月一人留在沙发上，笑容凝固在嘴角。前一秒还热情似火，抱着他爱不释手，逼着他喊老公，怎么转眼就变了个人？这种忽冷忽热的态度让人心里发慌。他也没了兴致，重新套上那件宽 T 恤，回卧室换衣服去了。男人忽冷忽热，还能因为什么？在外面有女人了呗。好比热水器里的水，有人共用，自然会忽冷忽热。江宁月换好衣服出现在健身房，披肩长发被扎成高马尾，上身紧身运动衫，下身灰色瑜伽裤，脚上踩双白色平底鞋，青春靓丽。陆晨正在做卧推，他走过去，在旁边放了瓶矿泉水。怎么又加重量了？我辅助你。陆晨放回哑铃，躺在哑铃凳上，抬头瞅了一眼，因为有掩体，没看清表情，不知道是电了还是二次发育了，总感觉今天的参数不太对。不用，你忙你的，我自个练就行。陆晨再次拒绝。江宁月面无表情，咬住下唇，紧盯着身下的哑铃凳。前天这个不要脸的渣男才把他按在上面羞辱了一顿，今天却是这种态度。他没再多说，转身默默走开。果然是家花没有野花香，在外面吃饱了，回家连口汤都不想喝了。整个下午直到晚上睡觉为止，江宁月都在热脸贴冷屁股。陆晨，导师又留作业了，一起做吗？不想做，那我做完给你抄。也不想抄。陆晨，尝尝这个鲍鱼汤，我亲手做的，我对鲍鱼过敏。半夜卧室门敞开，江宁月特意挑了件低领短款的蕾丝睡衣，斜躺在床上，粉嫩脚丫对着门口，展露诱人曲线。陆晨从书房出来，从门口路过，看都没看一眼，径直走回自己的卧室。陆晨，他紧咬银牙，抬手狠狠捶了一下床垫，委屈又不甘。另一边，陆晨回到房间，嘴角止不住的上扬，对江宁月的反应很是满意。他似乎是忘记了情人身份，把陆晨当成了恋爱对象，估计早就把前男友林天抛在脑后。江宁月再美再高贵，终究也是女人，跟普通人一样有欲望有需求。整日跟帅气多金的陆晨在一起，深入浅出的交流，加上陆晨那方面过于出色，因此很难不动情。躺上床没一会儿，卧室门就被轻轻推开，江宁月抱着枕头悄悄走进来，一句话不说就掀开被窝躺在身边。陆晨也没说话，期待着他的下一步动作。卧室陷入沉寂，能听到的只有彼此的呼吸声，只不过比起陆晨，江宁月的呼吸略显急促。最终床头柜上的手机震动声打破了宁静氛围，是秦若雨发来的消息，寥寥几字却藏不住小心思。我到家了，我还不是你老公，不用跟我报备。陆晨思索片刻，没发出去，而是删掉重新编辑。老公收到了，以后记得多跟老公报备。消息发出去，秦若雨几乎是秒回，谁跟你报备了？只是正常打个招呼，再不要脸我咬死你。后面还跟了个翻白眼的表情包。这种肉麻老土的聊天方式或许不适合女大学生，但是用在秦若雨这种30岁才情窦初开的熟女身上再合适不过。一旁的江宁月忍不住偷瞄手机屏幕，备注秦若雨，果然是那个女人。看清聊天内容，江宁月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尬得她差点把痘痘抠掉。随着聊天框内跳出的消息越来越多，心里也越不是滋味，于是鼓起勇气抓住陆晨的手臂，声音软软道：凌晨2点多了，还不睡吗？困了就先睡。意料之中的回答，自己的男人正跟别的女人聊骚，怎么可能睡得着？秦若雨这个名字总让他觉得有些熟悉，于是拿出手机搜索秦若雨，创世集团副总裁，一大串文字介绍，旁边还有张照片，酒红色卷发，一身剪裁得体的职业装，眉宇间满是浑然天成的妩媚，让人过目难忘。果然是他。江宁月盯着照片，心中滋生的危机感愈发浓郁。按照系统的评判标准，15点忠诚度属于确定关系前的暧昧阶段，正是分享欲最强的时候。直到凌晨3点，陆晨才放下手机，在秦若雨依依不舍的文字中结束了聊天。江宁月的手突然伸过来，用娴熟的手法轻抚陆晨的额头，患得患失的危机感
让他顾不得矜持和羞耻。老公，明天我来亲戚，那你记得多喝热水。陆晨敷衍一句，为了进一步掌控，只能狠下心，无情推开额头上的小手。江宁月抿住粉唇，美眸溢出哀怨之色，留在掌心的火热余温逐渐蚕食他的理智。他忽地起身，双手撑在陆晨的脑袋两侧，一副霸王硬上弓的架势。头顶传来的柔软触感，差点让陆晨理智崩塌，卯足力气才把他推下去。江宁月娇声嘤咛，倒在一旁。下次吧，健身累了，今晚不太想。陆晨找了个借口，呵呵。江宁月心底冷笑，男人一旦失去兴趣，连说谎都变得这么敷衍。他抬起头，凤眸中只剩失落，轻声道：腻了。陆晨莫接话，而是背过身去，留给江宁月一个冷硬的背影。当初逼迫老娘给你卖身，现在倒好，白给都不要了。江宁月咬牙切齿，抓起枕头狠狠摔在地上，又捡起来摔门而出，故意闹出大动静，像极了被主人冷落的小猫，制造各种动静吸引主人的目光。可惜陆晨不予理会，依旧在那装死。江宁月回到房间，一整夜没合眼，翻来覆去满脑子都是那句下次吧，健身累了，今晚不太想。第二天一大早，陆晨就驱车前往公司，今天有个重要会议，需提前处理好材料。江宁月穿了件黑色露肩小礼服，衬得肌肤白皙，几乎在光线下晶莹如玉。礼服的一字领低得过分，露出将近一半美颈，还有大片白嫩光洁的无瑕美背，嫌太过暴露，又搭了件外套，不至于在外面春光乍现。礼服裙摆遮住半边大腿，修长美腿优雅地并拢在一起，每走一步都透着诱惑。刚进办公室，江宁月就脱掉外套，展现完美性感的姿态。本应饿虎扑食般扑过来的陆晨，今天却格外安静，只是抬眸看了一眼，便坐在办公椅上，打开电脑翻阅邮箱。没得到应有的宠幸，江宁月板着一张俏脸走进卧室，第一眼就注意到床头秦若雨落下的那双黑丝，于是黑着脸捡起来，声音陡然拔高，像在质问出轨的丈夫。谁的？秦若雨的。陆晨头也不抬，语气淡然。呵。江宁月冷笑，眉头皱得更紧，把丝袜卷成一团，狠狠扔进垃圾桶。什么生意要在床上谈，还得脱丝袜？创世和华兴转行做保健品了，需要2位总裁亲自验产品。这下终于想通了，前天晚上给他放假，不是他把陆晨伺候好了，而是为了支开他，方便在办公室做些见不得人的事。陆晨没心思跟他掰扯，全身心扑在工作上。随着大脑属性提升，再加上头脑风暴加持，处理文件变得得心应手。宁月，给我冲杯咖啡。他头也不抬的招呼一句。江宁月走到吧台，很快磨好一杯黑咖啡，故意在表面拉了个答辩状花形，才将咖啡端上来。陆晨盯着电脑屏幕，没注意到江宁月的恶趣味，喝上一口，差点喷在屏幕上。对于喝惯了冰镇冰红茶的陆晨来说，喝这种不放糖的咖啡堪比吃屎。你偷偷加料了，去重新做一杯。陆晨把咖啡推到一边，抬眸对上江宁月得意的小眼神。您稍等，总裁大人，我这就去做适合您的饮品。江宁月故意拖长语调，没一会儿就端来一个保温杯，里面泡着满满当当的枸杞。你真体贴。陆晨表面波澜不惊，心里却默记下了这个仇。接下来的时间，陆晨忙着处理文件，江宁月则坐在一旁的沙发，美腿搭在茶几，悠闲地喝着奶茶，刷着剧，事不关己的样子。他今天穿成这样，就没想过要给陆晨干。陆晨打开首席财务官发来的邮件，眼底布满黑线。对方发来的财务报表杂乱无章，连基本的分类都没做。他不想把宝贵的头脑风暴时间浪费在整理文件这种3岁小孩都能做的事情上，于是朝着沙发喊了一声：宁月，把这份财务报表整理一下，我发到你邮箱。不做。江宁月头也不回，赌气道：爱做不做。做。江宁月秒改口，爽快答应。发过去的邮件一直显示未读。陆晨叹了口气，没再浪费时间，打算等头脑风暴时间过去再去收拾他。2个半小时过去，陆晨靠在椅背，喝了口枸杞茶，闭上眼揉捏发胀的太阳穴。这半天时间，硬生生做完了半个月的工作量，就算是强化过的大脑也耐不住这样操。更令人气愤的是，文件里大多是没用的垃圾，实在想不通那个废物叔叔是怎么管理华兴的，很难不怀疑那些高层是不是人机。过来。江宁月戴着耳机刷剧，对呼唤声充耳不闻。陆晨快步走过去，抢过平板扔在一边，俯身将他摁在沙发上。哎，你干嘛？江宁月装模作样的挣扎几下，神情哀怨，眼底却闪过一丝狡黠。几天没被收拾，是不是认不清自己是谁了？陆晨目露凶光，眼神淬冰，周身的气场冷得吓人，手腕被抓得生疼。江宁月却心跳加速，情绪高涨，见陆晨又凑近了些，心有余悸地等待着下一步动作。那你惩罚我呀？挑眉之时，水润美眸掠过一丝前所未有的媚。你吃醋可以，但是别影响老子工作。注意你的身份，我可以宠你疼你，照顾你的小情绪，但这得建立在你听话的基础上。陆晨声音低沉，话音里透出的那份狠劲令人生畏。江宁月这才意识到自己玩脱了，慌忙别过脸，不敢再看一眼，怕让眼前的男人彻底爆炸。陆晨迫使他转过头，指尖用力过猛，在白皙的俏脸上留下醒目的红印。疼。江宁月眼眶湿润，眼底的媚意支离破碎。这次要不要带着你去逛商场，让所有人看看佛哈女神沦为别人玩物的样子？不要。
江宁月惊恐地摇头，声音带着哭腔：“上次在中餐馆真的被整怕了，别带我去商场，让我做什么都可以，这可是你说的。”面对陆晨暴虐的邪笑，还有胸口传来的疼痛，江宁月美艳俏脸上竟然浮出一种知道自己会被弄得很惨的羞涩微笑。江宁月，你越界了，明白吗？你给我好好想清楚自己的身份，回来再收拾你。陆晨松开手，扔下这句话，起身走出办公室。江宁月颤抖的身心久久无法平复，看着被勒红的手腕，轻叹一声：“说得对，他越界了。他只不过是随时可以丢弃的金丝雀。说好听点是情人，难听点就是价格昂贵，被长期租赁，只服务一个人的专属玩物罢了。”江宁月心里对陆晨有些失望，虽说只是情人关系，可他还是希望自己的小情绪能被多顾及几分。能产生这样的念头，江宁月已然不满足于做情人，想进一步发展，而不是只做一个端茶倒水暖被窝解决需求的工具人。江宁月想不明白，为何会对陆晨心生情愫，明明最初是被迫的。少有人知道，他平日里的清冷疏离，只是保护自身的伪装。褪去这层伪装，黏人乖巧中带点小调皮，这种不符合外表的性格才是他真实的一面。这份真实只在父母面前展露过，陆晨是第一个让他敞开心扉的外人。和林天在一起的2年，他都是清高的大小姐姿态，始终冷冰冰地喊林天的名字，从没有过情侣间特殊的称呼或是小名。相反，跟陆晨在一起没几天，他就喊了老公。虽说是被逼迫，但他心里清楚，自身的主观意愿也占了不小的比重。陆晨彻底颠覆了他对男女关系的认知，曾经坚决反对婚前亲密行为的保守派，如今主动向陆晨投怀送抱，俩人不是夫妻，甚至连男女朋友都算不上。与其说陆晨改变了江宁月，不如说是挖掘出了最真实的江宁月，让这位擅长伪装的清冷校花露出了骨子里的模样。陆晨离开没多久，杨管家就推开办公室大门，手里拎着个塑料袋放在办公桌上，随后对着江宁月温和一笑：“江小姐，跟您说个小秘密，我家主子其实对您很上心，我还是头一次见他对哪个女人这么在意。”江宁月想起10分钟前还对他施虐的渣男，勉强挤出一丝尴尬的笑容：“别说上心了，没上心就不错了。”杨管家没多逗留，说完就转身离开。塑料袋不是透明的，江宁月猜测里面8成是用来欺负他的各种小道具。好奇心驱使他打开袋子，看清里面的东西，江宁月心中的怨气消散一空，里面装的居然是红糖、生姜和红枣。与此同时，会议室内，陆晨坐在主位，华兴分部大大小小各个部门的主管几十人围坐在周围，扫视一圈才发现自己居然是会议室里唯一的雄性。要是没开这个会，他都没注意到华兴高层都是女人，而且都是30岁左右的美艳少妇，被一群少妇围在中间，有种曹操闯入幼儿园妈妈群的既视感。财务首席，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如实回答。陆晨看向左手边戴金丝眼镜、一身白色 OL 套装的妖艳美女说道。财务首席打开笔记本，微微欠身：“陆总请讲。”举手投足间散发出属于上流人士高雅端庄的气质，的确是个难得的尤物。不得不说，陆振邦那个老色批眼光独到。你发给我的财务报表，你自己看过吗？财务首席性感红唇扬起一抹甜笑，声音柔媚：“陆总说笑了，财务报表都是我亲自核对整理后才发给您的。”陆晨又接连问了几个问题，得到的答案全是敷衍的套话。好在心里早有预料，也没指望他能吐出啥东西。就这些，陆晨摆摆手，没被为难。财务首席悄悄松了口气，他能做到如今这个位置，全靠精湛的口技。自从抓住了陆振邦的喜好，晋升如喝水。平日里的工作不过是收起手下整理的报表发给总裁，再去总裁办公室待一会儿。如今陆振邦走了，他每天乐得清闲，只要能稳住职位，就算取悦新任总裁，他也不介意。陆晨冷冷瞥了一眼，转而将目光投向另一边的销售主管：“你来汇报一下你们部门最近的工作情况，有什么好的销售策略也可以提出来。”“好的，陆总。”销售主管笑着应下，笑容甜美，身姿婀娜，长得讨人喜欢，在满是美女的会议室依旧显得格外亮眼。在陆晨肯定的目光下，他从文件袋拿出一篇稿子，磕磕绊绊读了起来。“行了，别念了。”听了半天，陆晨实在没听明白他要表达什么。身为销售部门的门面人物，连个稿子都念不明白，表达能力甚至不如一个成年菠萝。会议进行了2个小时，差点没被这群少妇折腾死。小小华兴分部高层卧龙凤雏云集，数次刷新了认知。散会前，陆晨当机立断撤销了那位金丝眼镜美夫人财务首席的职务。办公室内，江宁月蜷在沙发里，毛毯裹到胸口，一只手轻轻按着小腹，眉头微蹙，爱追的剧也没点开，只是轻声叹气：“你来晚了，亲戚比你抢先一步。”桌上的水杯冒着热气，性感礼服换成保守睡衣，妆容也被卸干净，不过依旧惊艳动人。你好歹是佛哈商学院的顶级学霸，脑子里就不能想点别的？陆晨拎起办公桌上的塑料袋，径直走进办公室附带的小厨房。当初装修时特意加装的，今天总算派上了用场，还不是因为里面装了你，才变得黄黄的。江宁月心中吐槽，不过没说出来。10分钟后，一杯冒着热气的红糖姜茶被放在茶几上。“喝这个，谢谢。”江宁月双手小心翼翼捧着保温杯，
如获珍宝。这么多年，除了母亲，这还是第一次有人为他煮红糖姜茶。陆晨二话不说，夺走江宁月身上的毯子，坐上沙发，揽住江宁月的细腰，再用毯子将两人紧紧裹在一起，另一只手轻轻附在平坦的小腹上，慢慢揉捏着，感受到掌心传来的温度，不知是热的还是羞的，江宁月脸颊通红，随即放松身体，靠在陆晨结实的胸膛上，心中莫名的安心。第一次吗？他小声问。不是，陆晨随口应道。江宁月解释，不是问那个，我的意思是，你第一次给女生煮红糖水，揉肚子吗？是，之前的都没坚持到来亲戚，就被我甩了，所以你是第一个。陆晨感受着掌心传来的绵软触感，收回玩味的语气，严肃问道：我让你想的是，想明白了吗？江宁月靠在他怀里，声音故作轻松。想好了，谁让你是我的金主呢？我的财富来源于你，只能依靠你，顺着你的意，所以我的身份是能干的秘书。你能习惯这个身份？没什么不习惯的，不就是端茶倒水暖床吗？我一个小秘书哪有什么反抗的余地呢？您开心就好。话虽如此，语气里的不甘却是尤为明显。陆晨追问：你甘心只当情人和秘书？江宁月沉默了，这问题直击内心。谁能甘心守在喜欢的人身边，只做个没名没分没有戏份的情人？没什么不甘心的。最终还是硬着头皮开口：我们之间本来就是一场交易。此刻正是江宁月内心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提升忠诚度的最佳时机。陆晨搂住小蛮腰的手猛地收紧，那力道仿佛要把身边的美人揉进身体里面。江宁月发出一声娇哼，原本放松的身体瞬间绷紧。今天开会，我把首席财务官撤职了。陆晨放缓语速，一字一句道：这个职位现在空缺，急需一个有能力的人接替。江宁月侧过头，露出疑惑的目光，因为挨得太近，鼻尖触碰在一起，温热急促的呼吸打在脸上，令人心痒难耐。首席财务官属于集团核心管理层，地位仅次于陆晨这位总裁，是连接集团战略、财务运作与利益相关方的核心枢纽。难道你要让我当华兴的财务首席？江宁月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一下子玩这么大，小心脏差点承受不住。对，陆晨点头，不行，我胜任不了。江宁月急忙摇头，比起光鲜亮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财务首席，他更想当那个只伺候总裁，什么都不用想的小秘书。当首席不仅要伺候总裁，还得操心集团的各种业务。不是不心动，只是怕接不住这泼天的富贵。在华兴分部，我就是太阳，你没有拒绝的权利。可我真没有那个能力，要是捅出傻篓子，还得让你给我擦屁股，又不是没干过。闻言，江宁月脸红的差点晕过去。你滚！他娇嗔一声，想推开陆晨，反而被搂得更紧。这件事就这么定了。陆晨莫再给他反驳的机会，先一步开口：当初就跟你说过，我不养花瓶，花那么多钱，用威胁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把你留在身边，不是为了得到你的身体。声音顿了顿，饱含深情的看着江宁月，再次开口：我喜欢你，更欣赏你的才华，我是华兴的总裁，你就算把我伺候的再好，也上不了台面。只有你本身有足够的价值，才能跟我并肩站在一起。我要的不是听话的金丝雀，是能跟我并肩战斗的盟友。你要是不甘心，就拿出你的价值给我看，懂吗？说了这么多，嗓子都干冒烟了。他现在非常想畅饮一瓶冰镇冰红茶。江宁月只回了一句话：你真的喜欢我？美眸中泪光闪烁，犹如星光点点。陆晨嘴唇微张，脖子就被江宁月纤嫩藕臂紧紧搂住，即将脱口而出的话语被堵了回去。因为用力过猛，小虎牙还把陆晨的唇角给咬破了，正在往外滋滋冒血。那我要是把华兴亏没了，你可别怪我。江宁月拿起纸巾，有些不好意思地帮陆晨擦拭唇角的血迹。江宁月身为原著女主，无疑就是现在这个世界的女主角。就算陆晨摆烂躺平，以他的能力，也能把华兴打造成世界第一企业。得了这么大便宜，江首席不表示表示？江宁月仰头在陆晨脸上轻轻啄了一口，语气娇柔地说道：谢谢老板，你放心，我会给您好好干。说罢，俏脸变得特别红，娇媚的羞晕都化散到了狱警。陆晨看她这副跟外表极致反差的恋爱脑小女人姿态，心中的掌控欲又涨了几分，随即在心中默念，对着江宁月使用绝对诱惑。下一秒，系统提示应如约而至。宿主通过精湛的口技、高超的语言，让目标无法自拔地爱上宿主。江宁月忠诚度加10×2，当前忠诚度40。系统评估宿主与江宁月关系再度突破，目标已把宿主当作热恋男友，恋爱冲动将促使他为宿主付出一切。系统提示：热恋期女性心思敏感脆弱，会有忠诚度降低的潜在风险，但也更依赖宿主，以提升忠诚度。宿主获得20点属性点，当前累积43点。解锁新技能牛马鉴别。牛马鉴别，宿主慧眼识珠，一眼便能判断出员工所能创造的价值。注：此技能无限次使用，获得10点江宁月专属属性点，当前累积20点。听到脑海内宛若天籁的声音，这2天的忍耐和算计都值了。陆晨激活牛马鉴别，目光在江宁月身上扫过，一串数字瞬间跳了出来，不断上涨，最后定格在13位数。江宁月真是个宝贝，不仅能干，且非常能干。陆晨轻抚靠在胸口的琴手，柔声问：美貌、头脑，还是体质，或者别的方面？你更想在哪方面突破？对于专属属性点的分配，
他还是会遵从江宁月的意愿。比起让江宁月因恐惧臣服，他更想要心悦诚服的顺从，这才算真正的战友。江宁月认真思考，要在陆晨身边立足，美貌和能力缺一不可，当然是想变得更漂亮、更聪明。陆晨将20点专属属性点对半分配，分别加在江宁月的脑细胞和五官上。江宁月属性面板更新，五官30，脑细胞33。只可惜满脑子男人的江宁月并没有察觉到身上的变化。下午，等江宁月恢复了力气，就跟着万能的杨管家做交接工作，了解华兴目前的运转项目。交接工作很顺利，江宁月几乎是一点就通，只要杨管家说一句，他就能举一反三。只是处于热恋期的小情人格外敏感，稍微冷落就得耍小脾气。陆晨只能无奈陪在他身边。今天的健身计划也因此作罢，不过还是打算今晚睡前练练二头。职位交接工作大致完成时，窗外早已夜幕降临，城市的灯火透过落地窗，将办公室映照得格外明亮。陆晨早就计划好，今晚要和江宁月一起在办公室过夜。两人依偎在卧室的大床上，下身盖着松软的棉被。当上财务首席翅膀硬了，老公都不想伺候了。对这种调侃，江宁月已经有点免疫了，不会像刚开始那般娇羞的不敢开口。昨晚我就差跪在地上求你，你还有脸说这种话？他翻了个大大的白眼，故作不满，俏脸却晕染娇羞霞色。敲门声突然响起，打断了两人的温存。谁？陆晨心有不满，大声喊道：“是我，陆总。”门外传来熟悉的声音，是白天开会被裁掉的上任财务首席。进来。下一秒，厚重的木门被缓缓推开，一双踩着黑色绑带、细高跟的肉丝长腿率先映入眼帘。上任首席扭着翘臀，迈着优雅的步子走进来，看到床上的江宁月，脚步瞬间顿住，眼底闪过一丝慌乱。白天他还纳闷，江宁月一个小姑娘怎么能一步登天当上财务首席，现在明白了，原来是同行。为了今晚，上任首席特意精心打扮，换了件黑色连衣短裙，胸口位置裂开一道羞耻的缝隙，露出大片耀眼的肌肤，无瑕玉背更是没有任何遮掩，整个人散发着一种惊人的优雅与性感。外露一双玉臂和2条修长美腿，彰显出他对自己身材的绝对自信。但是面对江宁月，一时间竟有些不知所措。江宁月素面朝天，秀发散乱，穿着保守的睡衣，没有一丝性感高雅可言。即便如此，还是让这位上任首席黯然失色。上任首席悬着的心终于死了。陆晨不可能踹下床上的清雅小女神，来推倒这个饱经风霜的庸脂俗粉。上任首席，这么晚了，找我家总裁有什么事吗？江宁月领地意识非常强烈，目光冰冷地盯着打扮妖艳的美妇，被窝里的小手不自觉握紧。没事。上任首席圆瞪的大眼睛带着一种不可置信的迷茫和无助，只能拖着僵硬的身躯慌忙逃离。这场上任和现任之间的无声较量，最终以上任的不战而将告终。知道他是来干什么的吗？陆晨拿出手机，翻开他跟上任首席的聊天记录，看着屏幕上的性感照片和露骨暗示，江宁月脸上的红晕被黑线取代，真是不要脸，人尽可夫的臭标志。江宁月这种说话一向很有分寸的人，竟然被气得直爆粗口，都怪你，把人都吓跑了，你好像有病。江宁月紧抬起头，非常羞恼地瞪着他，身边有个香香软软的小蛋糕，谁会吃扔在地上被无数人踩过的烂面包？你说现在怎么办吧？陆晨似笑非笑地和他对视，一脸玩味。可我现在……江宁月声音软了下来，眼神躲闪，顿感无措。陆晨瞄了一眼他微起的红唇间，一截粉嫩的小舌头不经意的滑动。办法总比苦难多。他二话不说，拉起江宁月就往落地窗走去。你又要干嘛？江宁月疑惑，然后沉默着不说话。陆晨不松手，他也逃不走，最后被放在落地窗前松软的地毯上。小月听话。陆晨的声音放格外温柔。江宁月仰头望着他，第一次被除父母以外的人喊小名，心中的防线松动大半。你真讨厌。他娇嗔着，最终还是选择了顺从。床底窗前，昏黄柔和的灯光下，陆晨坐在躺椅上，欣赏着夜幕下繁华的市区夜景。江宁月坐在一旁，侧颜如玉，诉说着道不尽的心事。窗户玻璃上倒映出绝世侧颜，又一次让陆晨得偿所愿。江宁月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其实他也明白，就算故作矜持，既然已经选择归顺，有些事儿早晚得经历。所有那些看似自欺欺人的底线，早就被眼前的男人拿捏到了股掌之间。看着我。江宁月乖顺的抬眸，那双徐徐睁开的美眸中荡漾着娇舞动人的潋滟水光。陆晨悠然自得抿上一口茶，一边享用杨管家准备的茶水和点心，一边享受美人的温柔。一切杂念烟消云散，江宁月带给了他前所未有的温柔。妥协的无奈，逼迫的痛恨，以及太多恩怨情仇的纠结，此刻都化作了朝思暮想的爱恋。虽然得到江宁月的过程卑鄙无耻，但相比此刻的美好，一切都不值一提。曾经清冷孤傲的校花，未来名震天下的女王，此刻正心甘情愿的臣服。与此同时，卧室里放在床头柜的手机屏幕突然亮起，铃声将两个沉浸在温柔乡和羞耻当中的男女拉回了现实。江宁月眨了眨眼，像是在征求陆晨的意见。去接吧。得到同意，起身小跑进卧室，很快拿着手机回到原位，按下了接听键。喂，采花老师。下一秒，
电话那头传来一道温和婉转的女声。陆晨放下茶杯，专注聆听电话里的声音。采花老师是陆晨、江宁月、林天几人的导师，几人身为荣誉专业的学生，被要求完成毕业论文。临近毕业，采花老师大概率是来催论文的。话说回来，这个采花老师是个人物。大学毕业后，曾在霓虹国当爱情电影女演员，凭借精湛的演技和出众的外貌条件，成功拿下金鸡奖，却在热度顶峰选择隐退，自学考研上岸，获得京东大学硕士学位，又到雄鹰国佛哈大学深造，如今留在佛哈商学院，成为了一名金融学教授。这段时间一直在照顾我爸，所以没去学校。江宁月坐回地毯上，手拿着手机贴在耳边，抬眸看向陆晨，犹豫片刻，最终还是咬着唇说道：“对，我现在跟爸爸在一起。你说话怎么怪怪的？”电话那头，采花老师温和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清晰的落在耳中。江宁月用手捂住手机听筒，声音压得很低：“让我先打完电话好不好？”陆晨直接否决了他的请求。江宁月，喂，你在听吗？采花老师的催促声再次传来。在听呢，老师。声音传到那边，听筒里陷入短暂的沉默。采花清楚他在做什么，却没点破，转而聊起毕业论文。你的论文数据有点旧了，用的还是去年的，最好重新收集最新数据。可是我没时间啊。江宁月面露难色，这些数据也不算太旧吧？不行，必须改。采花的语气不容置疑。知道了，老师，我明天就改。江宁月挂掉电话，忍不住发了句牢骚：我哪有时间给他收集最新数据？公司里还有好多事要做。说罢，向陆晨投去求助的目光，不能让学业耽误了工作，这事儿我来处理。陆晨掏出手机就要打电话，衣袖却被江宁月轻轻扯了一下。别打！他急声道：你要是打电话，老师肯定会知道我们的关系，怕他告诉林天。陆晨挑眉，直接按下了拨号键。不是。江宁月眼神躲闪，说了个连自己都不信的理由：我就是不想麻烦你，这事你就别管了。陆晨莫理会他的辩解，将手机开了免提。江宁月小脸泛起红潮，只能低下头，心里却忐忑不安。林天要是真找过来，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即便现在心中只有陆晨，但那份愧疚始终挥之不去。陆少爷，这么晚打电话，有什么事吗？采花的声音回荡在办公室，语气比跟他爸说话都客气。江宁月抬眸发现，不知何时陆晨嘴角的笑容已经消失，即便怕被采花发现，也不敢再多嘴。听到动静，采花明显愣了一下，反应过来，江宁月身边的那个男人原来是陆晨。采花老师，我打电话的目的你应该清楚。我知道，但是他的论文目前确实存在问题。江宁月的论文我看过了，没问题。这你能看懂个屁？电话那头的采花翻了个白眼，见采花还在犹豫，陆晨面色一沉：华兴给佛哈商学院赞助的经费，你还想不想要了？那天你把3个黑人带到公寓，照片还在我相册里。你现在身为佛哈教授，应该很注重名声吧？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灭了采花的反抗欲。可是，行了，我说没问题就没问题。陆晨说的斩钉截铁，即便是世界顶尖学府的教授，也会为科研经费发愁。采花更不敢让丑闻曝光，只好妥协。我知道了，陆少，你告诉江宁月，他的论文已经通过了。那我的论文呢？您的论文我早就帮你写好了，到时候还会刊登在顶尖金融杂志上。采花的语气越发恭敬。还有件事，陆晨顿了顿，麻烦采花老师多照顾一下我的好兄弟林天，让他多改几次论文。另外，江宁月的事不要对外透露半个字。您放心，我一定照办。陆晨挂断电话，将手机扔到一边。刚才提到林天的时候，明显感觉到江宁月顿了一下。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心里想着别人可不好。我没有，怎么可能想别的男人？江宁月急着辩解，可颤抖的声音暴露了内心的慌乱。我不允许我的女人跟我说谎。陆晨用双手箍住她的脸颊，江宁月美眸噙着泪珠，小脸染上潮红，像是新涂的胭脂，娇艳欲滴。她再美再傲，身份再高贵，此刻也只能承受来自男人的怒火。你真粗鲁，说谎可是要付出代价。陆晨收敛所有的怜悯和温柔，看向江宁月的眼神不再有一丝温度。江宁月一副绝色姿容，凄美如泣，美眸水润嫣红，泪珠滑落，梨涡清浅，楚楚可怜。她用白皙的手背抹去脸上的泪水，声音嘶哑：你太过分了，呵呵，一步到位吗？江宁月的粉唇微微翘起，发出撒娇般的嘤咛：有病。说着，挪动折叠的大长腿，往前扑过去，抱住陆晨的腰，柔声问道：还在生气吗？陆晨指尖缠绕着她的发丝，说道：江宁月，你知道吗？像你这种清冷高傲，一般男人连手都摸不到的女神，一旦被搞到手，就会被欺负得很惨。长得好看要付出代价是吗？是你变态，还是你们男人都是这种德行？江宁月有些反感这句话，但不得不承认，事实就是如此。想想以前，她在陆晨面前故作清冷强势的模样，再看看现在，哪一次不是被弄得狼狈不堪？女神面对发狠的男人，根本优雅不起来。以后别在我面前提林天了，行不行？江宁月试探着问道，嘴里还能吐出这种话，真是不长记性。陆晨在她光洁的额头上轻轻弹了一下，去洗脸。知道了。江宁月俏皮的吐出一截小粉舌，起身跑进卫生间。林天抱着最后一丝侥幸去了江宁月的公寓，结果和往常一样，
只换来满是空寂，只能失魂落魄地回到自己的住处。刚进门便接到了彩花老师的电话，电话里彩花对着林天的论文挑了半个小时毛病，才不情不愿地挂断。林天最近一门心思找江宁月，根本没精力改论文，走遍当地的医院也没找到江宁月的下落。殊不知，在万能的杨管家的运作下，江宁月不主动现身，他这辈子都见不到人。更想不到，曾经那个矜持到手都不让牵的女神，正伺候着另一个男人。另一边，华兴分部总裁办公室，江宁月洗干净脸，看到镜中的倒影，愣了几秒。镜中的女人五官比之前更加清秀立体，皮肤透着水润光泽，陆晨的痕迹几乎遍布她身上每一处。她用指尖拂过自己的顺滑肌肤，脸颊越发滚烫。难道真像营销号说的，得到男人滋养会变美？以前只当是胡说，现在却不得不信。从卫生间出来，陆晨已经躺在床上看手机。江宁月钻到被窝，主动贴上去，汲取男人身上的温暖。江宁月沉沦进度正 5%， 当前进度 45%， 宿主获得5点属性点，当前累积48点。听到耳边的系统提示音，陆晨有些懵逼，他自己都觉得刚才有些过分，还在担心忠诚度会降低，结果有意想不到的惊喜。莫非我的江大校花有奇怪的属性？刚才在落地窗那边，你好像乐在其中。江宁月打算回避这个话题，陆晨不说话，就一直看着。他被看得浑身不自在，像是偷吃被发现的小猫，水润美眸不好意思地躲闪着。明明被欺负得很惨，却露出做错事的样子。木友，你别瞎说。对了，论文的事，谢谢你。紧接着，江宁月忙扯开话题，以陆晨的性格，要是再说下去，绝对会逼着他承认。有什么好谢的？做我的女人福利多的是，你绝对会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福利？江宁月心里一动，若是还跟林天在一起，现在恐怕还在到处收集数据，日夜颠倒地改论文。可跟了陆晨，生活质量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化妆品、衣服、包包全是世界顶尖品牌，成为顶尖企业的高管算是江宁月的奋斗目标。陆晨一句话就实现了他的梦想，让他少奋斗了好几年。有钱有势真好，不得不承认，做陆晨的女人福利是真的多，而且很幸福。得到这么多，失去了什么？自己都觉得可笑的矜持和自尊。陆晨，等我以后给你赚到足够多的钱，你会娶我吗？话一出口，江宁月就后悔了。她也不清楚出于什么心理问出这种问题，或是怕陆晨爱上别的女人，或是怕失去现在的生活。你说什么？刚才没听清。陆晨装傻充愣，演技自然，一点不心虚。热恋阶段的女生问出这种话，再正常不过，最好的做法就是给个承诺，敷衍了事。但是她选择沉默和回避。没什么，只是说帮你把华兴管理好，给你挣很多钱。江宁月松了口气，没听到想要的回答，也难免一阵失落。接下来的很长一段，两人默契的选择沉默。撒谎可不好。陆晨突然开口，又捡回之前的话题，刚才是不是乐在其中？没有。你好烦人。江宁月把头埋进被窝，躲避他的视线。是不是？快告诉老公，是不是？陆晨不依不饶，喋喋不休的追问，让江宁月有些烦了。到底是不是？再不说真话，老公生气了。哎呀，你烦不烦？江宁月猛地抬起头，深吸一口气，俏脸因为憋气加上羞耻长得通红。是，行了吧？他喊得很大声，整个办公室都回荡着他的声音。陆晨露出得逞的笑容，从床头柜翻出一小包东西，撕开包装。什么东西？江宁月警惕地问。跳跳糖，给你吃。不吃，你拿开。江宁月已经被陆晨带坏了，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知道要干什么。乖，专门给你买的。在不断的催促下，江宁月不情愿地接过跳跳糖，同时心中无奈，这男人花样是真多。他瞪了一眼陆晨，重新钻回被窝。第二天一早，上班时间刚到，陆晨就召集华兴分部全体员工开紧急会议。昨晚用牛马鉴别扫了眼上任财务首席，出来的数字让人两眼一黑，负7千万，没贡献就算了，还在那挪用公款。陆晨已经让万能的杨管家出手，没了陆振邦的庇护，等待他的只有吃牢饭。会议室内，江宁月戴了副没有度数的黑框眼镜，穿着端庄得体的制服，修长美腿交叠，身姿玲珑，浑身透着元气满满的女神范，看得台下员工神魂颠倒。反观陆晨，因为做噩梦加上睡眠不足，显得无精打采，眼下还挂着淡淡的黑眼圈。罪魁祸首就是江宁月。陆晨昨晚梦到有东西要把他吞掉，出一身冷汗，醒来掀开被窝，更是被江宁月探出的脑袋吓得不轻。江宁月才23岁就变得如狼似虎，强化过的身体都有点遭不住。陆晨打开系统面板，给肾脏加了10点属性，瞬间疲惫消散，身体重新焕发生机，达到鼎盛状态。待会儿你们一个一个上台，我要跟所有员工单独谈话。陆晨对着麦克风说道。华兴分部几千名员工，就算最大的会议室也装不下，大半人只能站在门外。但是有江宁月这样的大美人坐在台上，所有人都是拼命往里钻，只为一饱眼福。这次开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清理公司里的蛀虫。经过扫描，跳出来的数字没有比工资高3倍，那么对不起，直接卷铺盖走人。陆晨才不管你是哪个高管的亲戚。首先被扫的是集团高层的少妇团，或许是猜到了总裁的意图，个个打扮的花枝招展，尽显媚态，时不时眼神暗示
恨不得立马表忠诚。这倒惹怒了一旁静坐的江首席，他默默记下这些要跟他抢食的少妇，打算日后慢慢处理。陆晨将几十名少妇全扫了一遍，超过半数人头顶显示负数。今天就是要拿这些高管开刀，对那些明明有牛马资质却想躺平的员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见那些勾引自家男人的少妇被一一撤职，江首席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帮他们办理离职手续时，那叫一个积极。偶尔学那些少妇对陆晨抛媚眼暗送秋波。不一会儿，销售主管扭捏地走上前，包臀裙下的丰腴大腿紧紧并拢，双手紧张地交叠在身前，眼神怯生生看着陆晨。鉴别技能狠狠扫过，头顶蹦出的数字差点没把人吓死。这位话都说不利索的主管，每年竟能为华兴带来几个亿的营收，真是应验了一句话：销售的嘴巴不一定是用来说话的。你留下，给我好好干。得到总裁的肯定，销售主管露出甜美笑容，弯腰鞠了一躬，声音酥麻入骨：谢谢老板。见最漂亮的被留下来，江首席俏脸布满黑线，迈着长腿走过来，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都比平时重了几分。你把他留下干嘛？他俯下身，用只有2人能听见的声音在耳边低吼：他那样子怎么干销售？凭那张连话都说不清楚的嘴吗？你觉得我为什么要把他留下？陆晨嘴角勾起一抹耐人寻味的笑，一瞬间，江宁月美眸凝滞，醋意翻涌，恶狠狠瞪向销售主管，吓得人家都不敢跟他正眼对视。你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需要休息，我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总不能等你休假完吧？江宁月顿时无语，确实有那么多几天，但是你让我休息了吗？没变本加厉就谢天谢地了。总之，把他留下来是你的权利，但要是发生些什么，看我咬不咬你。吃醋归吃醋，他也不敢表现得太过分，毕竟他和销售主管本质上没区别。与其争风吃醋，不如多提升自己，多学学花样。行了，去忙你自己的事情。陆晨摆摆手，打发走江宁月。这些女人真是的，动不动就咬，喜欢拿自己下半生的幸福开玩笑。这系统也是，给了他金刚不坏的肾，却没给他金刚不坏的身体。下一个被扫的是销售部门的副主管，是个梳着中分头的高瘦男。陆晨抬眸扫过，又低头确认了一下工资表里的数字。副主管头顶的数字没达标，让你留在华兴是屈才了，另寻高就吧。为什么？副主管猛地抬头，眼神里满是不可置信。不为什么，去办离职手续。陆晨做了个请的手势。我做的还不够多吗？副主管神色激动，颤抖的双手撑在桌面。我不看你做了什么，只看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你要是能给公司挣几个亿，你骑着我上班都行，但要是连工资都挣不回来，那么对不起。凭什么？副主管面容扭曲，手臂用力之下，整个会议桌都在跟着颤动。他屁事不干，整天在办公室搔首弄姿就能当主管，凭什么？副主管指向主管，拔高声音宣泄心中的不满。凭什么？就凭人家长了隔壁，或者说一张嘴怎么可能干得过2张嘴？再闹就叫保安把你抬走。陆晨也是不耐烦了，要不是这里人多，真想一拳把他轰出去。踩我可以，但必须给我合理的解释。副主管猩红着双眼，手掌粗暴疯狂地抓了过来，同时一条被制服包裹的大长腿从眼前掠过，带着凌厉风声，重重落在副主管的胸口，将人踹翻在地。这里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敢动他一根毛，我保证把你送进 ICU。 惊呼声中，众人的目光齐聚在江宁月身上，看似娇柔无力的女神居然一脚把人踹翻在地，简直比糙汉子还猛。不过这一下确实又帅又美，英姿飒爽，华兴员工集体仰慕。保安，把这个闹事的抬出去。门口的2名保安闻声进来，把地上的副主管架在中间拖了出去。特殊时期还整这么大动作，不怕身体出问题啊？陆晨把江宁月拉回身边，当时动作太快，连他都没反应过来，这女人的武力完全在他之上，到底还有什么是这女人不会的？总不能让你这个总裁亲自动手吧？江宁月整理身上的制服，俏脸上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有点认真的说道：每次被你欺负，我都是心甘情愿的承受，要是我真不乐意，3两下就能把你撂倒。现在知道我有多顺着你了，还以为是我能力太强，把你弄服了。陆晨将真话当作玩笑说了出来。江宁月美眸微瞪，继续道：抬抬腿能有什么事？真那么脆弱？早被你折腾出问题了，得天天往医院跑。只见江宁月温柔地帮陆晨整理衣领，2人有说有笑，好似一对神仙眷侣。下面的人哪能知道台上的总裁和财务首席嘴里蹦出来的话有多下流？今晚让杨管家多买几包跳跳糖。不要，那玩意蹦得我舌头疼。江宁月白了一眼，语气带着娇嗔：那奶油怎么样？你真的有病就不能正常点吗？那你想吃什么？我想吃辣的，你受得了吗？江宁月的嘴角勾起坏笑，你这小嘴越来越毒了，怎么就是不长记性？直到日落时分，陆晨才把所有人扫完，近2/3的蛀虫被辞退，华兴分部只剩不到2000名牛马。好在雄鹰国这边廉价牛马特别多，那群人挤破了头都想进华兴这样的大企业。如此大动干戈，会议室早就乱得不成样子。陆晨莫摆总裁架子，而是亲力亲为，跟着员工和保洁一起收拾，为的就是给挑选剩下的牛马们留下一个好印象，以便未来进一步压榨。见陆晨肩上扛着杂物，立马有员工主动抢过去，尽显牛马本色。
他们一致认为，娇弱的公子哥不可能扛得动几10公斤的杂物，恐怕长这么大，肩上扛过最重的东西就是江首席绝世无双的大长腿。第二天，陆晨让人事部面向全球发布招聘公告，公告一出，就有几10万名应届毕业生投来简历，且全是知名院校的学生。这帮人虽然没有工作经验，但胜在便宜，靠牛马鉴别就能筛选出合格的牛马。陆晨亲自充当面试官，花费3天时间，结合线上面试和线下面试，利用牛马鉴别的便利，将华兴分部的员工扩充到了1万人。至于员工培训之类的事情，没再亲力亲为，这几天几乎没有休息，一直住在公司。晚上，陆晨惬意地躺在大床上，系统提示音在耳边响起。宿主精挑细选一批优质牛马，不仅为公司注入新鲜血液，还将工资成本降低了1半。宿主展现出色领导才能与决策力，解锁技能领导力光环。领导力光环，宿主麾下员工将绝对忠诚，自愿加班，自愿降薪，永不跳槽。注：该技能为被动技能，这技能非常邪恶，会直接影响神智，是打工人的噩梦。技能生效的瞬间，华兴分部所有员工的脑海里都只剩下一个念头：公司是我家。低头不语的江宁月忽地抬头，小嘴半张，美眸失神片刻，觉得此刻不该躺在床上，应该坐在办公桌前继续加班。陆晨，我还有几个表格没做，我先去做完再陪你，明天再做。陆晨伸出大手，把他重新按回床上。可是我觉得现在不在办公桌上埋头苦干，就对不起你。我是老板，你不听话才是对不起我。我现在要求你留在原地埋头苦干。闻言，江宁月像是失去灵魂的木偶，机械般执行着命令。照这样下去，他的商业天赋迟早被埋没，变成无情的打工人。牛马鉴别扫过去，江宁月头顶的数字正在飞速下降。系统，你这是什么破技能？给我取消江宁月身上的技能效果。宿主可消耗5点属性点，将领导力光环升级为主动技能，升级后可自主选择作用对象。这出生系统不知道从哪学来的损招，给的技能是个残缺品，花属性点才能体验完整版。消耗，给我升级。技能升级成功，剩余属性点33，身上的技能效果消失。埋头苦干的江宁月茫然地抬起头，美眸无措。见他头顶的数字复原，陆晨松了口气。这时，放在枕边的手机亮起，是远在华夏的陆振宏打来的。手机刚放到耳边，就传出怒吼声：“你老子我还没死呢，搞这么大动静都不说一声！几天之内高层和员工集体大换血，你把分部当成模拟器玩了？没必要的骂人环节就免了，直接夸就行。分部的具体情况，杨管家都告诉你了。自从陆晨上任，华兴分部的市值涨了近100亿，几10个垃圾合同被处理，营收比上个月多了30%，且还在蒸蒸日上。夸个屁！别以为老子不知道你最近都干了什么，花几百万美元包养女大学生，还让她进核心管理层。你是睾丸代替大脑思考吗？”陆振宏的声音更响，陆晨只好把手机拿远。江宁月听闻，顿时心生挫败感，留在陆晨身边，迟早要面对陆家长辈，还没见面，陆振宏就给他泼了盆冷水。陆晨见他暗淡的心眸，小声安慰2句，重新对着电话里说道：“这事你不用管，我的眼光不会看错人，他的工作能力，杨管家应该也跟你提过。”陆振宏又唠叨了几分钟，陆晨有一搭没一搭的应付着，反倒是江宁月竖起耳朵听得格外认真，生怕自己哪里让未来公公不满意。对了，在月湖湾给我买套别墅，华兴分部都给你了，买个房子还要老子报金币，你的钱留着不用干嘛？陆晨的不要脸差点把陆振宏气晕，事业刚起步，几个亿的房子哪能说买就买？你行啊，真有出息，玩女人你是一点都不心疼钱，我当初真该把你射墙上，省得你妈遭罪把你生下来。可老头子你别激动，就说买不买吧。你要房子干嘛？跟我女朋友住。哪个？陆振宏问。那个女大学生。还有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身边现在就一个女人，她的话行。陆振宏答应下来，直接挂断了电话。对他来说，买套别墅跟买双袜子没区别。江宁月眸光闪烁，心里有种得到未来公认可般的轻松愉悦。宿主言语引导，加上陆振宏的态度转变，强化了江宁月女友身份的认知。往后很长一段时间，江宁月会以宿主女友的身份自居。江宁月忠诚度+5，当前忠诚度45，宿主获得5点属性点，当前累积38点。热恋阶段的女生是真好骗。陆晨美美的收下系统奖励。江宁月起身靠过来，主动在他脸上啄了一口。我去漱口，回来跟你说件事。江宁月漱口刷牙，敷完面膜，从浴室出来，钻到被窝，有话想说，却又不好意思开口。你明天有空吗？犹豫半天，还是先开了口。陆晨应一声，明天陪我去医院见见我爸呗。江宁月美眸闪过一丝期待之色。这么急着带我见家长？不是，是我爸说想见见你，我把他的宝贝女儿逼成情人，见了面，你爸不得把我砍成筛子？不去，去吗？江宁月切换撒娇模式，柔软的娇躯压过来，双手抱住陆晨的头，按在自己怀里。就答应这个小小的要求，不行吗？这娘们怎么带球撞人？太犯规了。略带奶味的沐浴露清香萦绕在鼻尖，越是深呼吸，越是感到窒息。老公答应你，你快放开。本来有些乏，这么一整，搞得人睡意全无。你干嘛？
江宁月迅速缩进被子，包裹住全身，形成一道360度无死角的防线。你看手机。陆晨给他手机上发了个英文单词，为了符合实际，特地用的大写 OIO， 什么意思？江宁月盯着屏幕，满脸问号。佛哈大学的顶尖学霸，连个英文单词都不认识，我真不知道有这个单词吗？江宁月还特地上网搜了一下。过来，老公今天就给你拓展一下词汇库。第二天一早，江宁月坐在副驾打着哈欠，因为熬夜背单词，眼底带着浓浓倦意。在陆晨的要求下，他第一次穿上 JK 制服，素净的白色衬衫，领口微微敞开，纤细的脖颈宛如天鹅般优雅，外面搭配深蓝色针织开衫，简约不失格调，下身是一条黑色的百褶短裙，脚踩黑色小皮鞋。为了搭配，给白皙修长的双腿套上了黑色过膝长袜，妥妥的校园清纯学姐范儿。以前江宁月从不穿丝袜，她对自己的大长腿绝对自信，觉得不需要任何的点缀和衬托。然而最吸引眼球的就是裙袜中间的那一抹雪白大腿肉，名副其实的绝对领域，多好看！今天的回头率肯定更高。陆晨欣赏的夸赞一句：哪里好看了？搞不懂你的 XP， 这不就精神小妹吗？江宁月不以为然的撇撇嘴，见陆晨把手放在车档，非常懂事的把腿贴向那边，简洁利落，最重要的是方便。陆晨莫解释太多，径直把车开到 4S 店，擅作主张给江宁月买了辆400万的红色阿斯顿马丁，办好手续，坐上副驾，把自己的车留在店里保养。干嘛给我买这么贵的车？你车库里那么多车，我随便开一辆就行。话虽如此，鲜嫩小手却紧握方向盘，对新车爱不释手。这几天你表现不错，给你个小奖励。公司人员变动，江宁月这几天大大小小的会开了几10场，无论晚上还是白天，小嘴就没合上过。我说过，做我的女人福利多多，那也没必要买这么贵的，随便一辆代步车就行。我的女人怎么能用廉价的东西？你得适应上层社会的消费方式。知道了，谢谢老板。谢谢老公。江宁月赶紧改口，挂上安全带，发动车子往医院驶去。收到这么贵重的礼物，好感度都没涨。这女人不爱钱，但并不代表不喜欢如今这种奢靡的生活。要做的就是让她习惯上层社会的消费方式，然后再也离不开这种生活。医院病房里，江明远正躺在病床上，跟例行检查的护士有说有笑。50岁的他已半头白发，憔悴的面庞藏不住年轻时的英气，能生出江宁月这样的大美女，年轻时想必也是帅得叱咤一方的人物。见到自己的宝贝女儿进来，江明远露出和蔼的笑容。小月这几天没来，还以为你把我这个老头子扔这儿不管了。当他看到跟女儿同行的男人，脸上笑容更盛，从床上坐起，激动地伸出手。你就是小月的男朋友陆晨吧？男朋友。陆晨把手里的鲜花和水果放到一旁，笑着握住江明远的手。叔叔您好，我就是陆晨。小月每次来看我，2句话不理你，夸你又帅又能干，还说爸你别胡说，我什么时候夸他了？江宁月赶忙打断要把他的小秘密全抖出来的老父亲。一开始说陆晨的好话，谎话连篇，只是为了不让父亲担心，他自己都没想到如今会谎言成真。我跟未来女婿聊天，女孩子家少插嘴。江明远瞪了眼女儿，转头对陆晨的态度却格外客气。对他来说，陆晨不仅是女儿的男朋友，更是他的救命恩人。以前他总担心养的白菜被猪拱，现在知道拱白菜的是陆晨，反倒觉得这20多年的白菜没白养。你俩是毕业后就打算结婚？天下父母最关心的就是儿女的终身大事，结婚是绕不开的话题，江明远也不例外。爸你说啥呢？江宁月精致的瓜子脸攀上一抹羞晕，偷偷看一眼身边的男人，迅速垂下美眸。您放心，我会对小月负责，让她幸福。陆晨的语气平淡自然，如此郑重的诺言从嘴里蹦出来，脸部红心不跳。接下来1上午的时间，陆晨陪江明远做康复训练或是吹牛逼，能看出江明远对这位帅气多金的未来女婿很满意，甚至扬言江宁月要是变心就打断他的腿。江宁月守在一旁，脸上的笑容就没消失过。看着生命中最重要的2个男人相处融洽，多么希望时间定格，把此刻的幸福牢牢攥在手中。江宁月忠诚度+5，当前忠诚度50，宿主获得5点属性点，当前累积43点。江宁月受江父影响，对宿主的忠诚度增加，可见攻略女人时，攻略老丈人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从医院出来，江宁月主动牵起陆晨的手，十指相扣。江小姐，我们是不是有点暧昧了？江宁月没说话，只是微微偏头，眼波流转间，漫不经心地翻了个白眼。老娘都跟你滚了800遍床单，牵个手就叫暧昧？还有，我什么时候答应做你男朋友了？你越界了。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江宁月松开手，迈着长腿快步走到阿斯顿马丁旁，打开车门，优雅坐进去，声音从车窗里飘出来：我现在就是陆晨的女朋友，不行吗？开进那边停车，里边是公厕，我进去放水。陆晨指着前方的岔路口，周围绿化做得很好，看不清深处的景象。江宁月心生警惕，不情愿地转动方向盘，拐进岔路，把车停在路边。眼前哪有什么公厕，就一个废弃停车场。车刚停稳，陆晨就放下座椅躺下去。江宁月从他的眼神里读懂了什么意思，神他妈放水，形容的可真贴切。走吧，我不想把车停在这。放心，这里没人。
话还没说完，一辆摩托车就从旁边呼啸而过，带起一阵风，就算有人也看不到，我就在这躺会儿。10分钟后，陆晨调回座椅，江宁月满脸精致，补完妆容，最后涂上唇彩，重新启动汽车。你真烦人，能不能看看场合？江宁月气鼓鼓地踩下油门，回到主路，又不是第一次，别生气，就当是保养皮肤了。你，江宁月欲言又止，这男人的无耻程度每次都能刷新他的认知。女人是男人的脸面，亦是判断总裁成功与否的标准。宿主注重女伴皮肤保养，获得高端护肤品2套，将于今晚送达别墅。半个小时后，江宁月把车停在一家中餐馆门口，正是上次2人来过的那家。推开门，一身 JK 制服的江大校花瞬间吸引了全场目光。这种级别的美女，无论走到哪都是焦点，自然也成了旁人议论的对象。还得是我们亚洲的妞，比这边的洋娃娃不知道好看多少倍。嘿嘿，这种哭的可大声了。你没看他开的什么车？指定是名门千金，到国外混学历来了。千金个屁，我看就是被人包养的。对这些嘈杂的议论，江宁月早已习以为常，心里掀不起任何波澜。长得好看遭人嫉妒，长得丑会遭人嘲笑，或许只有平庸才能幸免于难。别人望尘莫及的女神被你掌控在手中，是不是很有成就感？江宁月凑到耳边小声问道。你叫声老公，我会更爽。老公，我们坐外面还是包厢？声音清脆响亮，压过周围的嘈杂，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亲戚走了没？陆晨问。早上刚走，那就坐包厢。陆晨搂住 JK 女神衬衫下的小蛮腰，在旗袍服务员的带领下走进包厢。女神妩媚娇羞，男人得意洋洋，数十道羡慕嫉妒的目光齐聚在2人走进包厢的背影，瞠目结舌，心碎满地。包厢里饭菜茶水上齐，服务员前脚刚走，陆晨就跟上去锁上门。江宁月脸上情不自禁浮现出羞涩的潮晕，她其实也有些期待。先等等，吃完饭再说好不好？好，老公喂你。陆晨夹起一块豆腐递到她嘴边，猝不及防的温柔令江宁月感受到，这是不曾从林天那里得到的属于恋爱的悸动。陆晨，我喜欢你。这是他第一次对异性表明心意，心跳加快要从胸腔里蹦出来，迫切想听到对方的回应。真的会哭得很大声吗？啊！江宁月的笑容凝固在嘴角。那你试试，包厢隔音很不错。陆晨换出系统，给好兄弟加上20点属性，消耗属性点20点，剩余属性点23点，宿主属性面板更新。好兄弟18。江宁月沉沦进度正 5%， 当前进度 50%， 宿主获得5点属性点，当前累积28点。江宁月眼眶湿润，结语被泪水战连在一起，每次轻颤都楚楚动人。我说的对吧？ JK 制服很方便。陆晨笑盈盈地看着怀中面色潮红的江大校花，确实方便，3两下就被他得手，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喝点水。陆晨端起茶杯喝上一大口。你真讨厌。江宁月小口喝着进口茶水，犹如无脊椎动物，绵软地趴在陆晨怀里。2人在包厢里坐了快1个小时，盘子里的菜没动几口。中午12点进的包厢，直到下午3点2人才从里面出来。江宁月腿软的连油门都踩不动，回到别墅倒头就睡。早上98斤出门，下午回来99斤，中间就吃了块豆腐。陆晨走进书房，看到2天前系统寄来的快递被杨管家原封不动地放在桌上，包装严实，没有寄件地址。拆开外面的纸盒，里面是一个铝合金打造的小型保险箱，用生日打开密码锁，只有一本薄薄的册子，封面上写着3个大字格斗术。陆晨拿着册子跑到健身房的擂台，换上训练服，同时激活头脑风暴和健身狂人。2个半小时后，陆晨放下手中的格斗术，身后还有一个打坏的沙袋，即便有技能加持，想彻底吃透所有招式，至少需要1周时间。穿着睡衣的江宁月出现在健身房，递来一瓶水，嘴角微扬，这是怕压制不住我，急着学点真功夫。见他面色红润，站姿自然，陆晨跟着笑起来。恢复的这么快，是我不行了，还是你更耐造了？我陪你练练。江宁月提议。来。江宁月脱掉睡衣，露出性感的马甲线，找了件训练服套在身上，手戴全套，踢掉拖鞋，赤脚站上擂台。我就不穿鞋了，免得说我欺负你。陆晨重新站上擂台，与对面轻装上阵的江宁月遥遥相对。事先说明不准踢裆，是真多，我一个弱女子还能把你打坏不成？只要你能撑住3分钟，就算你赢。江宁月嘴角上扬，笑得自信从容。3分钟，这女人这么狂。对，你赢了，我都听你的，就算我输了，你不也照样听我的？换个赌注。那你想怎样？我们玩父子局，你输了叫我一声爸爸，我输了叫你妈妈。行。江宁月脸上的笑容愈发明媚动人，似乎很满意这个赌局。看陆晨的眼神像是在看人肉沙袋。开始。不等他反应，江宁月就擅自发起进攻，起身而上，倩影迅速挪动，右腿快速高抬，脚背紧绷，带着风声直朝面门。好腿。念头一闪即逝，一刹那的功夫，脚掌就遮挡了视线。好在陆晨反应够快，抬手挡在面前。砰！势大力沉的一脚，力道之大，竟能让185肌肉猛男后退2步。你来真的！刚站稳，江宁月就紧跟而上，2记直拳快准狠，直逼胸口。这场俊男靓女的较量，胜负已定。陆晨低估了江宁月的武力值，
全程只能被动防守，毫无还手的余力。格斗术虽然只学到皮毛，但是加上强健的体魄，战撸5个成年男人不在话下。可还是被江宁月当成沙包打，想让我停下来吗？江宁月一边挥拳一边调侃，越打越欢，进攻力道虽大，却始终留着分寸，毕竟舍不得伤了心爱的男人，如此较真不过是想撒气。行了，赶紧停下！大老爷们被一个娇滴滴的小美女武力压制，还真不是人家的对手。陆晨感觉有些憋屈，那你求我饶了老公吧，行不？曾经只会冷脸的女人，如今学会了调情，陆晨也乐意配合。江宁月脸上露出明艳笑容，无论是力道还是速度，不减反增。不行，你哪次饶过我？感情这娘们不是来陪练，是复仇来了。最后一秒，江宁月突然蹲下身，长腿在地面迅速扫过。陆晨暗道不妙，却来不及反应，天旋地转，再睁眼已经躺在地上。见江宁月摆出了胜利者的姿态，你输了，愿赌服输。陆晨随口喊出，对他这个穿越者来说，这种事早就见怪不怪。江宁月却小脸泛红，明明是自己赢了，为什么占到便宜的却像是他？上次教你英文单词，今天教你数学，又想干嘛？江宁月皱眉，警惕地看着他，你知道什么是相反数吗？3和负3这种，正常初中生都知道吧？错。陆晨突然严肃，随即说出2个数。江宁月愣了2秒，才反应过来。晚上，系统奖励的2盒护肤品准时送到门口。陆晨留下1套，另1套送给江宁月，不是给自己用，他一个大老爷们懒得在皮肤上下功夫，是留给远在大洋彼岸的秦若雨。江宁月坐在卧室的梳妆台前，一双从浴袍开叉处探出的长腿交叠在一起，一只精致的小脚荡在空中，脚尖勾着拖鞋。试试看。陆晨把护肤品递到他手中，护肤品包装极简却精致，磨砂玻璃瓶身印着银色暗纹，没有任何品牌 logo， 透着一股低调的奢华，不是市面上常见的奢侈品品牌。这得多少钱？江宁月拿起一瓶精华，忍不住问道。专门为你定制的，比你那台阿斯顿马丁贵一些。江宁月小手猛地一顿，美眸睁大，比400万还贵的护肤品，这辈子没见过如此奢侈的东西，心中涌上一股难以言喻的悸动。老公这么在意我，念头刚冒出就被打断。别多想，你保养好了，我也开心。谢谢老公。江宁月压下心中的雀跃，小心翼翼把盒子里大大小小的瓶子摆上梳妆台，随即快速做好皮肤护理，不想让某人等太久。她的皮肤太白了，全身上下都是无瑕闪耀的雪白。半个多小时后，江宁月简单冲了个澡，有些纳闷，陆晨怎么睡这么早？是不是又得喝枸杞茶补一补了？凌晨4点，江宁月还在酣睡，陆晨莫吵醒她，而是冷水洗了把脸，换上运动装，走进健身房，捡起那本格斗术。男人最忌讳被自己的女人瞧不起，昨晚故意保留体力，就是为了今天的复仇。直到中午，陆晨才从健身房出来，径直走进书房，从背后搂住正在处理工作的江宁月，再陪老公练练。好啊，江宁月欣然答应，不信他练一上午能掀起什么风浪。擂台上，江宁月一身白色训练服，高马尾散发青春气息，赤着雪足，英姿飒爽，洋洋得意，显然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跟昨天一样，坚持3分钟算你赢。他摆出进攻姿势，没问题。陆晨轻装上阵，连拳套都没带，一如既往。江宁月开场就是一记踩脸，陆晨找准时机侧身，完美闪避，同时做了个摸头的动作。江宁月对这个动作并不感冒，投来嫌弃的眼神，扭转身体又是一记侧踢，结果再次被轻松躲过。怎么，今天上午练的招式叫抱头鼠窜？江宁月嘴上嘲讽，美眸中却藏不住惊疑。陆晨的速度比昨天快了不止一个层次，下一秒，一记手刀悬在腰间，快到没看清出手动作。怎么停了？心疼？江宁月强装镇定，打坏了，你还怎么履行义务？除了女人，你脑子里真就没别的了吗？羞愤之余，他猛地抬腿，再次朝着面门毫不留情地踢了过来。陆晨抬手擒住即将贴脸的狱卒，见江宁月还在发力，顺势上前，让他的脚踝搭在自己肩上。这糟糕又熟悉的姿势，江宁月心头一紧，还想把腿抽回去，可惜为时已晚。你输了。陆晨的声音带着笑意。江宁月侧颜轻抬，长睫轻颤，眸光微闪，盈盈如水。我没输，时间还没到，你把我放开。他还在挣扎，只是反抗声气若游丝，毫无威慑力。陆晨突然沉肩侧身，绕到侧面，一把将江宁月撂倒在地，大手擒住他白皙的藕臂，反剪着抓住手腕，牢牢固定在背后。现在呢？江宁月白皙的脸蛋贴在地面，四肢被死死按住，没有一丁点翻身的机会。你放开，玩不起。陆晨心狠手辣，大手落在他身上。江宁月痛呼一声，美眸覆满晶莹的泪花，睫毛上泪珠滚动。你晚上欺负我就算了，大白天的你什么意思？当我3岁小孩吗？陆晨抬起膝盖，把身下的娇躯翻过来，以一种君临天下的姿态，自上而下俯瞰泪眼婆娑的美人。愿赌服输，又不是第一次，你害羞什么？不叫。江宁月偏过脑袋，依旧倔强，软的不吃，就喜欢吃硬的，是不是？陆晨把他的脑袋摆正，掐住他精致的瓜子脸，叫不叫？江宁月愣了2秒，随即脸上出现一抹复杂的笑容。我叫行了吧？江宁月沉沦进度+5，当前进度55%，宿主获得5点属性点，
当前累积33点。陆晨弯腰把江宁月扛到肩上，跳下擂台。又干嘛？江宁月拍着他的后背，嗔怪道：“找回属于男人的尊严。”翌日，华兴分部大厦，在领导力光环的加持下，今日无一人迟到，甚至有人提前1小时到岗办公。整个公司都透着一股卷到极致的氛围，蒸蒸日上。江宁月没搬进刚装修好的办公室，搬了一张桌子，坐在陆晨旁边。公司里饥渴难耐的少妇太多，他实在不放心把陆晨这块大肥肉独自留在办公室，怕有狐狸精路过啃上一口。小月，你过来。陆晨头也不抬地喊道：“怎么了，老公？”江宁月放下手中的文件，小跑着凑到身边。陆晨看着被教育得服服帖帖的大美人，心中颇有成就感，随即用眼神示意。江宁月无奈地翻了个浅浅的白眼，似是表现对这种事的不屑和淡然。可那张羞晕横生的绝美俏脸，无端露出一种难以掩饰的期待。这时，桌上的手机亮起，是林天发来的微信消息：“陈哥，我在你公司楼下，你在办公室的话，我上去坐坐。”无缘无故叫哥，铁定是有求于人。怎么了？谁的消息？江宁月问道。没事，你忙你的。陆晨敷衍一句，接着回复消息：“在呢，你直接上来就行。”发送完消息，幽邃的眼眸望向窗外鳞次栉比的高楼。5分钟后，敲门声响起。谁？是我，林天。听到熟悉的声音，美眸中瞳孔轻颤，投来求助的目光。变故来得太突然，他没有任何准备，不知道如何面对林天。或许暂且逃避是最好的选择。躲进去。陆晨往后推开办公椅，让出桌下的空间。江宁月钻进去，蜷缩身体以隐秘身形。门没锁，进来就行。藏好江宁月，陆晨才扬声让林天进来。林天进门后寒暄几句，一段时间不见，本就瘦削的脸庞愈发憔悴。冰箱里有喝的，你自己拿，别跟兄弟客气。陆晨指了指角落的冰箱。林天拿了瓶可乐，坐到沙发上，俩人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桌下的江宁月嘴唇无声张合，似是在说：“快让他走。”桌下狭小的空间很难装下他的大长腿，膝盖贴在坚硬的地面，又冷又疼。陆晨莫理会他的请求：“陈哥，桌子下面有动静，该不会葬人了吧？”林天很快发现不对劲，嘴角扬起猥琐的笑容。江宁月屏住呼吸，一点不敢动弹，只能默默祈祷别被发现。说到底，是他先背叛了林天，如今做贼心虚，又深陷陆晨刻意营造的温柔乡。曾经自以为清白过人，却还是逃不了欲望满身，无非是不敢面对现实。陆晨一直关注着江宁月的一举一动，神态上的细微变化，指尖的轻微颤抖都没能逃过他的眼睛。他不能漏下任何蛛丝马迹，这关乎回国后的计划能否成功。江宁月是至关重要的棋子，面对曾经的男友，江宁月还是做不到心静如水，心眸中是恐惧，是羞愧，一系列的情感杂糅在一起。尽管其中最多的是对陆晨的依恋，但这还不能满足他的占有欲。他要的是绝对忠诚，是不掺杂任何多余情感的疯狂爱恋。新来的秘书怕生，害羞地躲到桌子底下了。话还没落地，林天就坏笑起来。两人相视一笑，心照不宣。陈哥，这次来其实有件事想求你。林天收起玩笑，语气变得有些为难。别跟个娘们似的，有话直说，能帮的兄弟肯定帮。就论文的事改了快800遍，采花就是不给过。陈哥你帮忙打个电话呗，就这事你还亲自跑一趟。放心，兄弟包给你处理好。陆晨爽快答应。陈哥出手我放心，采花这贱人就逮着我一个人欺负，今晚回去必须给他打回来。正好网盘里还收藏着他的传世佳作。林天越说越兴奋，听到办公桌下传出的动静，脸上的笑容越发邪魅。我还有几部采花隐退后的个人摄影作品，主角都是那个，待会儿发给你。抛开个人恩怨，俩人非常聊得来。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找江宁月，她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一点线索都没有。林天突然话锋一转，神情落寞不少。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以前谈了那么多，也没见你这么上心。以前那些庸脂俗粉，哄2句就能吃上，江宁月我哄了2年手都没牵到。林天叹了口气，真是应了那句话，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不就是见色起意吗？回国我亲自给你安排，姿色保证不比江宁月差。话说到一半，陆晨突然皱眉，把喉间差点溢出的声音咬牙憋了回。卧槽，咋了这是？没事，腿在桌子上磕了一下。陆晨强装镇定的解释，憋了2年，回国后必须放纵3天3夜。林天有些期待的搓搓手，我就不打扰了。说完，识趣的起身离开办公室，直到外面的脚步声彻底消失，江宁月确认林天不会返回，才从底下出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陆晨脸上扇了一巴掌，力道不大，但是在意料之外。江宁月整理了一下衣服，合上一旁的笔记本，抓起文件夹，摔门而出，径直回了自己的办公室。陆晨默跟上去，看着大腿上的几片紫色淤青，神色平静。陆晨整理好衣服，遮住大腿上那些刺眼的淤青。恰在此时，桌上的手机屏幕亮起，是秦若雨发来的微信视频电话。这段时间，两人一直保持联系，每天互发几10条消息，打视频还是头一次。接通电话，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葱郁笔挺、修长莹润的白皙双腿。秦若雨刚洗完澡，正拿毛巾擦头发，身上只披了件白色浴巾，遮掩胸部，露出晶莹剔透的粉嫩皮肤。素面朝天，不施粉黛，长发湿润，偶尔有几滴水珠滴落，脸臭成那样，
被小秘书咬了。秦若雨面带笑意，率先发话，像是有读心术，精准猜中事实。没有，给他800个胆子他也不敢。陆晨否认，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暧昧。若雨，我超想你啊！秦若雨抓着毛巾的手悬在半空，愣了2秒才回过神，原来是超想你，他还以为是超想你，白高兴一场。怎么突然打视频？想老公了？是有点想你，下周来磨豆呗。秦若雨放下毛巾，坐回沙发，把手机举到胸前，只露出胸部以上位置。福利时间结束。什么事？米忽悠要上市，抓紧时间入股。国内有不少资本盯着这块肥肉，来晚就没了。入股？陆晨眸光忽闪，什么时候？下周4。这时间点卡得很难受，晚几天就是原定回国的日子。为了入股，还得来回多跑一趟，不想来。是我诱惑力不够，还是成为米忽悠大股东的诱惑力不够？秦若雨慵懒地靠在沙发上，扬起的唇角媚意横生。陆晨忽然想到什么，改变主意，我提前1天去，洗干净等我，到时候好好商量入股的事。挂断电话，陆晨在备忘录敲定行程和计划。一整天，江宁月都没再露面。下班时间没到就悄悄回到别墅，把自己锁在房间。陆晨懒得管，把心思放在自己身上。他还没蠢到被女人左右情绪。晚上，书房门被推开，江宁月穿着睡衣走进来，默默站在门口，也不说话。怎么了？陆晨头也不抬地问。江宁月先手脚在身前摆弄手指，白天赌气时的傲气全然消失，像是等待主人发落的小猫。老公，他试探地喊了一声，你是不是生气了？我要是生气了，你还能站在这？江宁月走过来，挽住胳膊，脸颊轻轻蹭着手臂。对不起老公，白天是我太冲动，是不是把你打疼了？眼眶微微泛红，美眸充满悔色。我错了老公，你怎样惩罚我都行。你是知道错了，还是怕了？当然是知道错了。江宁月急忙表态，只是底气不足，暴露了真实想法。光说不做可不好，回馈陆晨的只有抗拒，没有预想之中的顺从。修长的双腿，肉眼可见的颤抖，就是不愿屈膝服软。呵呵，这就是你说的怎样都行。江宁月的声音越来越小。我还没忙完，你先去休息，今天就算了，没兴致。陆晨收回手，重新看向电脑屏幕。老公，我真知道错了。江宁月卑微恳求道，能稍微尊重下我的意愿吗？先前的沉沦被今天的变故打破，对于那件事，他心中只剩抵触。这几天的迁就和讨好，让小女神重新拾起了傲气，忘了先前讨好的样子，这会儿玩上了清高。乖，老公还没忙完，你先回去，那我洗好澡等你。江宁月小脸泛起红晕，回卧室时还特地留了条门缝，可惜等了一整晚，也没人光顾她的房间，心底的不安越来越重，几次走到陆晨的卧室门口徘徊，始终没有推门进去的勇气。第2天上班更是没心思工作，犹如失恋的少女，满脑子都是被抛弃的场景，越想越慌。上午，总裁办公室，陆晨拨通杨管家的电话，不到半小时，杨管家就出现在华兴分部，穿着剪裁得体的保守OL套装，身姿优雅地站在面前。杨新兰，帮我准备些东西，采购清单发你手机上了，看看。杨新兰脸上妆容精致，五官犹如无数次雕琢的艺术品，完美无瑕，曲线曼妙却不张扬，是不输江宁月和秦若雨的大美女，女神中的女神，只是平日低调内敛。她掏出手机，点开文档，看到最上面玫瑰2个字，不禁蹙起秀眉。您该不会动了真情，打算向江宁月表明心意吧？对，我要让她做我女朋友，进一步掌控她。陆晨直言不讳。杨新兰指尖轻颤，眼底闪过不易察觉的失落。跟了陆晨这么久，看着他身边换了一个又一个女人，却从未想过他会为谁停下脚步。莫名的嫉妒犹如细刺扎在心上，但他很快掩去情绪，语气恢复平静。既然是您的选择，我会尽力协助。你再往下看看。杨新兰滑动屏幕，看到清单里后续的物品，明白了自家主子的真实意图，无奈的叹了口气。江宁月还是个小姑娘，您悠着点，别玩坏了。她比你想象中耐造的多。陆晨轻笑，再帮我订2张去夏威夷的机票。明白。杨新兰点头，却没转身离开。还有事？您腿上的淤青是江宁月掐的吧？杨新兰的目光落在办公桌后面的大腿上。你什么时候看到的？早上您的卧室门没关严，我不小心瞥见了。说罢，杨新兰走过来，优雅地跪坐在地上，从上衣口袋取出事先准备好的药膏。我给您涂点药。地板又硬又冷，其实你不用跪下，没关系，这样方便。杨新兰指尖沾上药膏，揉在淤青处，力道轻柔，始终低着头，似乎在掩饰心事。在想什么？陆晨问道。完美一词用在江宁月身上非常合适，无论外貌还是能力，几乎找不到能与她相媲美的人，值得倾力培养。杨新兰的声音很轻，但聆天始终是个隐患。在我看来，做伴侣最需要的是忠诚。那你觉得谁合适？陆晨饶有兴致地看他。我从小在陆家的孤儿院长大，后来选择跟随您，某种意义上，我只属于您一个人。呵呵，不用特意表忠心。陆晨轻抚杨新兰散发宜人清香的秀发，感受着滑腻肌肤带给指尖的绵软触感。你这算是毛遂自荐？不敢，我是忠心于您，而非男女之间的倾心。杨新兰美眸中闪过慌乱之色。新兰，你放心，我会让江宁月绝对忠诚。涂完药膏，杨新兰指尖依旧停留在淤青处，偶尔抬眸看一眼，脸颊泛起并不显眼的红晕。
早上在卧室瞥见的场景，此刻又浮现在脑海。你想试试？不想。杨新兰否认的干脆，却又快速补充道：如果您有需要，我可以帮忙。你会吗？不会，从没试过。杨新兰身为万能的工具人，24小时待命给陆晨当牛，就差没有做马，哪有时间找男人？理论知识丰富，实践经验为零。你不想就算了，等什么时候想了再来找我。陆晨收回附在他琴手上的大手，他身边不缺漂亮女人，所以不愿把心思花在没跟系统绑定的女人身上。杨新兰起身整理好裙摆，走到门口又迅速折返，从未表露过羞涩的俏脸第一次染上明显的潮红，羞赧低语：我想试试。半个小时后，江宁月决定主动出击，刚来到办公室门口，就迎面撞上捂着嘴出来的杨新兰。杨管家。江宁月笑着打招呼，以往两人见面都会寒暄几句，今天杨新兰却有些反常，眼神躲闪，匆匆瞥一眼，快步朝着电梯走去。见他吃惊的样子，江宁月也没放在心上，满脑子想着怎么讨好男人。老公推开办公室大门，拉起陆晨的手就往卧室走。江宁月思来想去，意识到只有这样才能安抚男人的情绪，可怜又可悲。本以为的干柴烈火没有如约而至，而是被陆晨带到了曼哈顿一家高档餐厅，正是两人打响第一炮的地方。老公怎么突然带我来这儿？江宁月小手放在桌上，急促不安地盯着对面从容淡定的男人。在故事第一章开始的地方，开启故事的第二章。陆晨拿起红酒瓶给他倒了半杯，江宁月没明白什么意思，只是拿起酒杯轻轻抿了一口。待会儿去楼下酒店。陆晨提议。都听你的。江宁月心不在焉地用叉子搅拌沙拉，心中依旧惶恐不安。老公，吃饭。陆晨将切好的牛排喂到他嘴边。两人在餐厅里待了1个小时，倒酒位时拎包提鞋，陆晨把江宁月当做心肝宝贝，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不折不扣的完美男友。这份反常的温柔把江宁月心中的不安无限放大。老公，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别这样好不好？陆晨只是莞尔一笑，牵着他的手走到楼下酒店，将房卡递到手中。江宁月站在熟悉的门口，这间夺走清白揉碎他所有矜持和尊严的房间，他永生难忘。带着满心不安刷开房门，却被房间里的景象惊得僵在原地，颤抖的眼眸中悄然滑落一滴泪珠。陆晨，你这是什么意思？房间内烛光映着玫瑰，暖灯串垂落如星，浅色桌布拖着香槟与甜点，气球系着手写情话，轻柔音乐裹着暖意，每处都在说喜欢你。杨新兰布置的不错。陆晨满意点头，从身后掏出一捧娇艳的红玫瑰，眼眸含情望着眼前不知所措的家人。小月，做我女朋友。幸福瞬间将江宁月包裹，可心底滋生的却是更深的恐惧。她爱陆晨，也怕陆晨，越爱就越怕。她不止一次经历过陆晨的暴虐，怕这场精心策划的告白是隐藏着獠牙的伪装，怕一旦接受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老公，你要是想惩罚我，就直接来，你这样我真的好害怕。陆晨上前抱住她颤抖的娇躯，将准备好的情话用最深情的语气说出来。小月，既然故事的第一章并不美好，那我们一起书写新的篇章好吗？以新的身份。在甜言蜜语的攻势下，江宁月心中积蓄的不安渐渐消散，幸福的泪水打湿男人的肩膀，纤细的藕臂紧紧搂住了最爱的男人。你愿意吗，小月？我愿意。江宁月的声音哽咽，觉得自己很幸运，在同一个房间经历了2个此生难忘的时刻，也庆幸男主角都是陆晨。江宁月忠诚度加10，当前忠诚度60，宿主获得10点属性点，当前累积43点。恭喜宿主与目标确立恋爱关系，忠诚度突破阶段性阈值，目标已将宿主认定为非你不嫁的对象，获得江宁月专属属性点10点，当前累积10点。情到深处，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止他们开一局。陆晨伸手去拿床头的盒子，却被江宁月拦住。中奖了怎么办？那就给你生下来呗，到时候你把我娶了不就行了？1个小时后，江宁月心疼的抚摸陆晨大腿上的淤青。老公，你原谅我吧。陆晨捏住她精致的下巴，轻轻拍了2下泛着红潮的滚烫脸蛋。你是第一个敢打我的女人。江宁月美眸泛着水光，神情溺爱，撒娇道：别小气嘛，牵手抱抱亲亲嘿嘿，你拿走我那么多第一次，我拿你一个不过分吧？说着突然严肃起来。老公，有些事我必须告诉你，你可能不信，但都是真的。你说我从没喜欢过林天，当初答应在一起只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骚扰，把他当挡箭牌。没办法，你女朋友太受欢迎了，校园里每天都有人对我图谋不轨，如今的愧疚是因为他这2年无微不至的照顾。跟他在一起2年，我连手都没让他牵过，跟你在一起不到1个月就被你折腾了个通透。江宁月脸颊更红，说明我比林天厉害。陆晨附和道：屁，还不是因为你不要脸。江宁月娇嗔着捶了他一下，不过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你。老公，你爱不爱我？他突然问道，眼神满含期许。哎，我也爱你，老公。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爱上的陆晨，只知道那一晚被撕开伪装，爱意就已经萌芽。林天2年的关怀备至，没让他感受到爱。陆晨的随口一句，却会让他在接下来的人生里爱得死去活来。江大校花，你的高冷呢？上次在这个房间，你可是连看都不愿多看我一眼，
如今却主动往我身上爬。江宁月身体哆嗦了一下，红着脸侧头躲避男人玩味的目光。她可以在任何人面前装高冷，唯独对眼前的男人冷不起来。都快下午了，我得去公司。江宁月看一眼墙上的挂钟，欲要起身。总裁准夫人还上什么班？机票都订好了，我们来个恋爱蜜月。去哪？夏威夷，陪你玩1周。陪我玩？江宁月笑着揭穿，你是想玩我吧？陆晨不否认，唇角勾着坏笑，抓住他的手臂，别扯淡了，赶紧回去收拾行李。中午还在酒店房间滚在一起的两人，晚上已经牵着小手出现在夏威夷机场。在酒店服务生的带领下，两人住进一间豪华的海景套房。服务生刚离开，陆晨就从后搂住江宁月，一起去阳台吹吹海风。你有病啊，沙滩上那么多人，万一看到了咋办？江宁月翻了个白眼，推开他的手，身上全是汗，先去洗澡，不洗得香香的，今晚就别想上床。女朋友发号施令，陆晨倒是听话，屁颠屁颠的拿着换洗衣物跑进浴室。好久没这样放松，江宁月心情大好，换了身居家服，开始收拾两人的行李。除了日用品，陆晨的行李箱还装了个黑色的挎包。江宁月出于好奇拉开拉链，随即呼吸停滞，美眸惊愕地盯着挎包。这一刻，恶魔脸上的面纱被彻底揭开，暴露出凶恶的獠牙。两人第一次去中餐馆，陆晨展露的不过是獠牙的冰山一角。陆晨，你个变态，怎么了？小月。陆晨刚好裹着浴巾从浴室出来，江宁月二话不说，直接把挎包扔过去，沉声质问：这都是些什么东西？陆晨也不尴尬，弯腰捡起挎包放在茶几上，一脸谄媚地走过去，重新搂住他的小蛮腰。最近你工作压力大，这不是为了给你好放松一下吗？手拿开，你要是不把这些东西扔掉，以后不准碰我。江宁月秀眉微蹙，声音冷若寒霜：是呗，老公特意给你买的。陆晨不愿撒手，下巴蹭着他的肩膀，笑声有些犯贱：是你个头！江宁月火气上涌，握紧粉拳，狠狠砸在陆晨的大腿上，准确无误地命中淤青。大姐你有病啊，有必要二次伤害吗？陆晨疼得龇牙咧嘴，放开怀里的纤纤细腰，腿软坐倒在地。听到痛呼声，江宁月才发现自己下手没轻没重，带着歉意和关切的目光想扶他起身。弯腰搀扶的瞬间，陆晨猛地抱起，擒住江宁月的手腕。到底是谁给你的胆子，三番五次对我动手？江宁月倒在沙发上，使尽浑身解数都挣脱不了控制，力量上的悬殊差距注定了他沦为鱼肉的命运。老公你别闹了，我错了还不行吗？现在服软已经晚了。陆晨没有要放过他的意思，不到3分钟，以江宁月的全面溃败结束了这场暧昧中带着火药气的激烈对抗。陆晨背靠沙发，坐在地上，身后江宁月躺在沙发中间，有些畏惧，有些颤抖，说话甚至带着哭腔：老公，你不是说陪我玩吗？我们去海边散步好不好？江宁月，我早就跟你说过，得到温柔的前提是听话。我能给你恋爱的甜蜜，也能给你屈辱，给我好好想清楚，要以什么样的姿态跟我相处。这番话犹如冰冷的刑具，深深刺进江宁月柔软的内心深处。慢慢想吧。陆晨拿出手机，靠在沙发上看起了电子书。美人声凄凄，不断认错，他却充耳不闻。江宁月沉沦进度正1%，江宁月沉沦进度正1%，江宁月沉沦进度正1%。半个小时后，系统提示音响起，江宁月沉沦进度突破阈值，达到60%。此躯体将无条件顺从宿主意志，宿主获得10点属性点，当前累积53点。陆晨放下手机，拽住江宁月的手腕，将美人的胴体拉到身边。以后不准再拒绝我，听懂没？江宁月气若游丝，琴手无力的上下摇摆，模样楚楚可怜，没有丝毫犹豫，乖巧的靠在男人身上，想要索取温暖，撕破脸皮，捍卫尊严，一无所有，抛弃尊严，为爱低头，甘愿臣服。唯一庆幸的是，身边依旧是他深爱的男人。陆晨，你太不当人了。见美人敢言不敢怒的样子，陆晨脸上的坏笑更加肆意。你不是挺喜欢吗？江宁月心中凄苦，苦笑一声，低头不再言语，也没有任何反抗。陆晨突然感觉到一滴又一滴温热的泪水滴落在身上。怎么了？你哭什么？江宁月张开的粉唇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只是无声抽泣，晶莹的泪珠犹如断线的珍珠，哗啦啦滚落在身上。陆晨，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他终于挤出一句话，声音沙哑悲痛：我是你的女朋友，怎么可以这样欺负人？你太不尊重我了。不尊重你？陆晨非但没有安慰，反而提高音量，凌厉出声：你告诉我，怎样才算尊重你？是不是要我像条狗一样，摇着尾巴跟在你身后才算尊重你？说话。男人凌厉的声音回荡在耳边，江宁月美眸圆瞪，泪珠还在簌簌滚落。说话。陆晨又喝一声：我错了。江宁月断断续续的说完，仿佛全身力气都被抽空。陆晨捧起她的柔嫩脸蛋，让她看向自己，两人再次对视，恍若隔世，茫然，羞耻，无数情感呈现在美人破碎的瞳孔，又重新凝聚，抵触厌恶通通消失，柔情似水的潋滟心眸，只剩对男人的爱慕之情。江宁月终究是选择了为爱低头，两人的关系突破了正常情侣的边界。从最初被迫妥协到如今甘愿沉沦，江宁月的自我再次被重塑。她将控制解读为在乎，将屈辱转化为被需要的错觉。
陆晨偶尔的温柔像是一剂糖衣毒药，让他在痛苦与甜蜜中反复拉扯，逐渐失去判断能力，觉得顺从等同于被爱。脸蛋被陆晨掐在手里，江宁月翘着粉唇，撒娇似的埋怨：“你真粗鲁！”陆晨捏皮球般把玩着手中的俏颜，也不担心他会不会坏，给你个机会来反抗我，打我，我认怂，我服了还不行吗？江宁月翻了个妩媚的白眼，娇嫩小手轻揉陆晨胸口的抓痕，得亏他没有留指甲和做美甲的习惯，不然把陆晨抓坏了，他得心疼死。小月，我是不是变态？是，那你喜不喜欢？不喜欢又撒谎，喜欢，行了吧？江宁月瞪一眼陆晨，唇间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第二天清晨，江宁月拖着疲软的身躯起身推开落地窗，温和的海风灌入屋内，令他有种重获新生的感觉。他算是看透了，所谓的恋爱蜜月和深情告白，不过是陆晨精心设计的陷阱。1个小时后，两人出现在海边。陆晨穿着宽松短裤，露出上半身能令少妇尖叫出声的肌肉轮廓，躺在太阳伞下，吸引了无数泳装美女的目光，使他们再也无法保持干燥。江宁月穿着保守连衣裙，小脸通红，依偎在陆晨怀里，声音细若文瑞：“我们回酒店吧，出来还不到5分钟，来夏威夷不看海，躲在酒店有什么意思？”陆晨说着，掏出手机。江宁月搂着手臂的双手缠得更紧，低声下气的恳求：“我真待不下去了，带我回去吧，回去你想干什么都行，我一定听话。”呵呵，算了吧，你又该骂我变态了。没有，我想玩，行吧？陆晨起身，弯腰将她抱起，美人的胳膊很是自然地揽上了脖颈。手机没关。江宁月红润嘴唇嘟囔几下，小声提醒：“没事，就让它亮着。我说的不是手机屏幕。”江宁月急得掐了他一下，声音里满是羞愤。7天时间过得飞快，说是来旅游，两人就第2天去了一次沙滩，其余时间都窝在酒店卧室、阳台、沙发和浴室，在这几个地点来回活动。陆晨把电影里学的，或是把能想到的全试了个遍，挎包里的东西也物尽其用。江宁月偶尔抗拒和抵触，终究还是为爱妥协，一次次突破底线。恋爱蜜月结束，两人牵着小手坐上回纽扣式的航班。恋爱蜜月玩得开心不？被你玩得很开心。江宁月望向窗外漂浮的云层，眼神有些放空。人生奇妙，未来永远捉摸不透。1个月前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会被这个当初不怎么瞧上眼的纨绔少爷玩个通透。不知道是谁说来夏威夷不看海，躲在酒店有什么意思？他忍不住吐槽一句：“在阳台上不也能看海？我俩看的还少吗？”哼，我也是犯贱，能心甘情愿跟你在酒店玩1周。江宁月小声说完，靠在陆晨肩上，很快睡了过去。江宁月沉沦进度再次突破阈值，达到80%，目标已形成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将宿主的控制视为爱意，主动迎合宿主所有需求。宿主获得20点属性点，当前累积73点。陆晨看着江宁月熟睡的侧颜，在心中唤出系统：辛苦劳作1周，虽没乏力，还是给肾脏加上10点属性，为明天到魔斗找秦若愚入股做足准备。消耗10点，剩余63点。宿主属性面板更新，肾脏40。晚上7点，飞机在纽扣机场降落。刚下飞机就收到秦若愚的消息：几点的飞机？到时候我去机场接你。陆晨回复消息，又到商场大肆购物了一番。江宁月不像以前那样放不开手脚，包包首饰看中就买，报复性消费，一下子又给他干掉几百万。回到别墅，陆晨洗完澡惬意地躺在沙发上。不多时，卧室里走出一道纤长倩影。江宁月换上新买的露肩礼服，玉颈上挂着璀璨夺目的钻石项链，迈着优雅的步伐走到客厅中央转了一圈，随即神色娇媚地问了句：“老公，我好看吗？”在夏威夷酒店的样子更好看。江宁月也没奢望能听到什么正经话，陆晨一把将她拽到身边，大手从礼服下摆拂过，点点头：“裁剪得不错。”江宁月红着脸浅声回应。电话铃声响起，陆晨垂眸扫过屏幕，看到来电显示，露出怪异的表情：“小月，等会儿再收拾你。”江宁月风情万种地撩起发丝，低头不再言语。陆晨接通电话，打开了免提：“忙啥呢？最近1周都没个信儿，去夏威夷玩了1周，又找到新妹妹了。我猜你7天时间一直泡在酒店，别叫陆晨，直接叫黄金肾斗士得了。”是林天的声音。江宁月撇开与陆晨对视的目光，心中羞耻，表情为难，唇瓣开了又合，合了又开，反反复复，心中想要逃离的冲动愈发强烈。抬眸时，正好对上陆晨似笑非笑的目光，眼神里的掌控欲让他瞬间打消逃离的念头。陆晨继续跟林天聊天：“跟你说一声，下周不能一起回国了，公司还有事要处理。”擦，我正想跟你说一起回去呢。林天的声音停顿半秒，继续道：“你不会是想支开我，偷偷玩空阵吧？这倒是提醒我了。”陆晨顺着说下去，他是真没想到还能这样玩，那就只能让林天心心念念的江大校花在飞机上过半天苦逼日子了。扯皮了几分钟，电话一断，陆晨就抬起江宁月的下巴：“刚才怎么没跑？”江宁月被问得一怔，美眸中羞赧未散，声音软如棉花：“跑了，你不还得把我抓回来？”男人的手越来越过分，抓住她娇嫩的脸蛋肆意亵玩，揉捏成各种形状。江宁月被抓得俏脸通红，泪花闪烁，却没有任何躲闪的动作，
反而微微仰头，迎合着男人，想尽量表现得乖顺。既然你这么乖，奖励你好不好？陆晨盯着彻底臣服的美人，眼中满是讥讽和嘲弄。江宁月瞪大了嫣红的美眸，眼泪汪汪，神色厌恶地推了他一下，嫌弃道：“你真烦人，每次都这样。起开！”陆晨伸手把他拉进怀里，别闹啊，跟你说正事，下周跟我一起回国，还是留在华兴分部？江宁月突然眉眼弯弯，露出一抹坏笑，仰头就堵住了陆晨还在喋喋不休的双唇。陆晨愣了2秒，猛地推开他：“大姐，你有病啊！秦若雨这样就算了，江宁月也来这一套，这些女人都有病吧？你是嫌弃自己，还是嫌弃我？”江宁月笑着反问，又伸手搂住他的脖子，笑盈盈道：“这种低级的试探有意思吗？就算我想留在这边，你会让我留下吗？我有选择的权利吗？”他白了陆晨一眼，很快又切换回乖顺姿态，声音软下来：“我当然要回去，老公去哪我就去啊，不怕遇到林天。”陆晨故意提及，江宁月脸色沉下去，恼怒还带点委屈，粉唇微抿，柔和的下颌线绷紧。“陆晨，你好像真的有病，能不能别提他？每次提他，最后闹得我俩都不愉快，我真是越来越讨厌你了。在你眼里，我就这么小心眼？”江宁月翻了个难道不是吗的白眼，没说话。陆晨满不在乎，从沙发另一边的包里拿出一串项链，叮铃作响，戴上。在夏威夷待了7天，江宁月心里那点傲气和脾气早没了踪影，顺从已经化作本能，没有任何犹豫。接过项链，熟练地挂在雪白玉颈上，秀发凌乱遮面，楚楚可怜，美得惊心动魄。回卧室，陆晨起身牵起江宁月，缓步朝着卧室走去。长腿女神面容清冷，默默跟在身后。1个小时后，江宁月俏脸埋在枕头里，心眸紧闭，似是还在回味刚才的悸动。陆晨掏出一张卡扔到枕边：“我出去办点事，你自己玩几天，卡不限额，想买啥买啥。”江宁月艰难地撑起上半身，抬头一脸不可思议地问道：“干嘛去？”“去魔都，跟秦若雨谈几个亿的生意。”陆晨一边穿外套，一边往门外走。“陆晨，你给我回来！”江宁月拖着疲软的身躯翻身下床，脚尖刚触地，长腿就支撑不住身体，弯膝跪坐在地上。陆晨已经走到客厅中央，根本不管身后家人的哭喊。看着他决绝的背影，江宁月感到呼吸困难，饱满的胸脯剧烈起伏，泪水从眼眶决堤而出，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陆晨，你还是不是人？在夏威夷霍霍我7天，回来还没过1晚就要走，提上裤子就翻脸，这也太畜生了！以为找到了至死不渝的爱情，结果被人随手抛弃。”江宁月哭声越来越大，被心爱的男人抛弃，简直比被全世界抛弃了还难受。咋还哭了？我又不是不回来了。听到身后刺耳的哭声，陆晨才返回卧室，把江宁月抱上床，柔声安慰道：“是我不好，老公给你道歉，你忽悠，马上就要上市，我寻思去捞一笔。”见陆晨回来，江宁月紧紧抱住他的手臂，俏脸上泪珠还在滚落，嘴角却扬起一丝弧度，欣喜又委屈。“玩完就跑，你还是人吗？女朋友不要了，快到航班起飞时间，我有些急，别难过，好不容易找到的女朋友怎么可能不要？我还准备把你娶回家当老婆呢。”陆晨一脸心疼地抱住江宁月柔软的娇躯，用手背擦去脸上的泪水。江宁月怔怔地看着他，内心的欣喜化作泪水再次涌出，粉唇颤抖着问道：“你真要娶我做老婆？没骗我，怎么可能骗你？宝贝，那你还去找别的女人？”江宁月翘起粉唇，不满地嘟囔道：“你别多想啊，我和秦若雨清清白白，跟他接触是为了赚钱养你，我不要钱，我只要你，别天真了。我要是没钱，你现在能在我怀里？”陆晨拿起那张卡塞到江宁月手中：“回国后会很忙，你趁这几天好好玩，买就完事了。你爸那边杨管家会安排回国的行程，我不要，我要你陪我，听话，别跟我说你不喜欢钱，我不去赚钱，谁给你的跑车？加油，几10万一套的化妆品不抹了，美容保养都得花钱，你保养好了我也玩得开心，是不是这个道理？”江宁月恶狠狠地瞪过去，张口在他的手臂上留下牙印。“陆晨，你比我想象中还要贱。”陆晨唇角咧开，肆意一笑：“我不贱你会爱，贱货爱贱货，跟我装什么清高？你！”江宁月欲言又止，粉唇颤抖，不知道如何反驳：“你什么你？咋的？刚刚没让你服气，赶紧滚去见你的秦若雨，老娘不伺候你！”江宁月俏脸通红，话虽如此，小手却死死抱住男人的胳膊，不愿松开。“呵呵，明天你就得想我。”陆晨用力抽出手臂，转身走出卧室，这一次没再回头。“陆晨，你个人渣！”江宁月气得娇躯狂颤，抓起枕头，朝着陆晨离去的背影狠狠扔了过去。“你千方百计让我离不开你，现在却又狠心扔下我，畜生！”他就像只被主人抛弃的小猫，再怎么生气哭闹，最后也只能蜷缩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默默等着主人回家。江宁月忠诚度加10，当前忠诚度70，宿主获得10点属性点，当前累积73点。别墅门口，杨新兰已经等候多时。陆晨坐上黑色轿车的后座，车子很快启动，朝着机场的方向驶去。轿车稳稳停在停车场，杨新兰看了眼后视镜，声音温柔：“航班起飞还有2个小时，我陪您待会儿。”“陆晨淡淡应了声。得到主子的应允，杨新兰按捺住心底的激动，下车绕到后排，与陆晨并肩坐下。今天的他
不再是那副干练的职场装扮，而是穿了件浅色的低胸短裙，秀发披肩，玉颈挂着一款精致的蓝宝石项链，吊坠正好摇荡在2团饱满中间，纤纤玉足踩着水晶高跟，更显优雅气质，整个人性感到极点，脸庞无限姣好，眉宇间尽是令人怦然心动的柔婉。魔鬼身材，天使容貌，成熟与清纯并存，看似矛盾的2种特质却被他完美掌控。一向高冷干练的杨管家突然穿得如此性感妩媚，莫非是春心荡漾了？星兰，这件衣服你不常穿吧？您觉得怎么样？杨星兰带着一丝试探小心询问，掩藏期待。美极了，跟江宁月比呢，各有千秋。那我能跟您亲近些吗？不等陆晨回答，杨星兰便挽起秀发，娇躯倾倒，枕在他的大腿上。出来前我没洗澡。陆晨提醒，您身上的味道有些刺鼻，是江宁月的香水味吧？你没必要跟她争风吃醋，你把她当妹妹就行。陆晨放松身体，靠在椅背。回去后我想找江宁月谈谈，您意下如何？随便，吓唬吓唬也行。车内陷入短暂的沉默，片刻后陆晨突然笑着开口，回去练过没有？看电影学了些。杨星兰的声音带着一丝羞涩，不如江宁月吗？差远了。10几分钟后，陆晨推开他，别太贪心，给了你几个亿还不知足。杨星兰摆摆手，正好省了这周去美容院的功夫，时间不早了，我送您到安检口。说着下车，从后备箱取出行李箱。等陆晨下来后，自然地搂住他的手臂，身体贴近，仰头吐气如兰。进去吗？胆子越来越大了。陆晨接过行李箱，另一只手搂住他的纤腰，两人并肩走向候机大厅，引得路人频频侧目。另一边，海湾别墅区，陆晨养的布偶猫正在江宁月的卧室遭受非人的虐待。喜不喜欢妈妈的大猫条？说话。江宁月手拿猫条，反复鞭打布偶猫圆润可爱的小脸。喵，喜欢什么？喵喵，谁的大猫条？喵喵喵，连起来读一遍。喵喵喵喵，真乖。江宁月脸上绽放出宠溺的笑容，可下一秒，她撕开猫条包装，粗暴地将一大半挤进猫咪嘴里。喵！布偶猫发出痛苦的呜咽，想要挣脱，但小脑袋被江宁月用纤手固定住，即便拼死挣扎也无法逃脱，眼泪巴巴，看着我也没用哦。江宁月抚摸着猫咪柔顺的长毛，语气却带着冷意。乖乖把猫条吃完，吃完妈妈要检查你的舌头。顿了顿，想起什么似的命令道：乖猫咪，吃的时候要看着妈妈的眼睛哦。对，就这样。就在这时，别墅大门传来输入密码的声音，密码门只有陆晨、江宁月、杨星兰3个人知道，开门的只能是杨星兰。江宁月没去理会，转头继续撸猫，自己淋过的雨也要让猫咪感受一下。杨星兰迈着优雅的步子走进卧室，布偶猫一见她，立马挣脱江宁月的手，跳进她怀里，发出委屈的呼噜声。杨管家，这个时间点来别墅是有什么事？见杨星兰打扮得花枝招展，脸上还带着一抹羞晕，江宁月神色怪异地问道。杨星兰坐到床上，翘起2郎腿，温柔抚摸怀中的猫咪，目光扫过床单，床单还没换，睡在湿床单对身体不好。江宁月有些不明所以，一向和蔼可亲的杨管家今天是怎么回事？好浓烈的火药味，他也不甘示弱，秀眉微蹙，走到一旁的沙发上坐下，同样翘起2郎腿。杨管家，有什么事直说便是，我没心思跟你弯弯绕绕。2位角色佳人无意间开始了攀比，都在尽力展现完美的身体曲线。江小姐，我好看吗？好看。江宁月如实回答。跟你比呢？不遑多让。身材呢？杨星兰挺了挺胸，声音透着自信，也不比你差，对吧？江宁月上下审视另一位美人逆天的腰臀比，这方面她真就比多发育几年的熟女差了些。好在她对自己的腿有绝对自信，气势上根本不落下风。下一秒，杨星兰突然严肃起来，你觉得你能配得上陆晨吗？江宁月心里猛地一沉，她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也不敢想，只能强装镇定开口，我们两情相悦，说配不配有意义吗？杨星兰坐直身体，神情愈发严肃，别觉得你在陆晨身边无可替代，他身边一个普普通通的管家，各方面都不比你差，你凭什么觉得他会只爱你一个人？江宁月心跳加快，不安犹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可他还是硬撑着，嘴硬道：他干那么多下流勾当，不就是为了让我死心塌地？我是他最在乎的女人，不是吗？杨星兰笑了，笑容里带着一丝怜悯。别紧张，我对陆晨没想法，只是想告诉你，回国后那些豪门千金才是你的竞争对手，论外貌和能力，他们只会在你之上。他顿了顿，语气再次加重，你连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都比不过人家，拿什么跟他们争？背景还是人脉？杨星兰句句实话，字字诛心。江宁月小脸涨红，又慢慢失去血色，逐渐苍白，谈口半张着，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根本无法反驳。杨星兰语气软下来，凤眸中含雪消融，变回平时的知心大姐姐。有钱有势的人身边最不缺的就是美貌与能力并存的女人，你知道他们缺的是什么吗？江宁月抬起头，眼神茫然。什么？真正忠心于他的人。杨星兰声音很轻，却像重锤敲在江宁月心上，好好想清楚吧。说罢，他把怀中的猫咪扔给江宁月，起身离开了别墅。陆晨刚上飞机没多久，耳边就响起系统提示音：江宁月忠诚度加10，当前忠诚度80，目标忠诚度突破阈值，
宿主与目标的感情堪比生死与共的夫妻，目标已将宿主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没有之一。宿主获得10点属性点，当前累积83点。陆晨嘴角上扬，杨新兰这步棋算是走对了，回来可以再奖励他几个亿。获得江宁月专属属性点10点，当前累积20点。陆晨毫不犹豫，把现有的属性点对半蛇加在江宁月的五官和脑细胞上。江宁月属性面板更新，五官40，脑细胞43。接着他又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将所有属性加到30。除了好兄弟，要是把那玩意加到30，真的出人命。宿主消耗68点，剩余15点。一位身着制服的乘务员小姐姐走过来，呆愣在原地，看样子是被帅到了。小姐姐的目光在他脸上顿了几秒才回过神，拘谨地问道：“您好先生，请问您需要喝点什么？”“来瓶冰镇冰红茶，谢谢。”小姐姐眼眸上瞥，无语地转身离开。她还是第一次见坐头等舱的人喝那种东西。飞机航行在万米高空，恰好飞过洛杉矶上空。陆晨细细品味手中的大瓶冰红茶，目光透过舷窗望向云层，念起了某位故人。就在这时，飞机广播突然响起一段扣人心弦的旋律，居然是劳大的 See you again。 陆晨瞬间热泪盈眶，小手一抖，差点把冰红茶洒到裤子上。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广播声还在循环，飞机终于平稳降落在魔都机场。陆晨悬着的心稍稍平复，长舒了一口气。他还能说什么呢？ See you again 整整播放了10个小时，能顺利飞到魔都已然是奇迹。陆晨拎着行李箱走出机场大厅，门口停着一辆白色的玛莎拉蒂，在无数路人的注视下，一条笔直修长的美腿率先探出车外，曲线完美，黑色丝袜性感夺目。秦若雨摘下墨镜，容貌倾城，自信从容，披肩卷发与雪白肌肤相呼应，妩媚至极。陆晨上车后，从包里翻出系统奖励的护肤品，递到他面前。秦若雨接过去翻看2下，眼底的喜色一闪而逝。啥牌子这是？专门给你定制的，谢谢，只要不是你亲自加料的就行。秦若雨将护肤品放入包包，启动车子。正当陆晨想着走流程还是直接酷哦哦的时候，秦若雨开口问了句：“你订酒店没？”“没，我给你订了5星级酒店总统套房，我开的，你想住多久都行。”陆晨一把抓住他的白嫩小手：“住什么酒店？直接去你家。”“行。”秦若雨答应得很干脆，抽回手踩下油门。开到半路，车里的司机换成陆晨，秦若雨坐上副驾。半个小时后，玛莎拉蒂驶入位于黄浦江岸边的翻斗花园。作为国内顶尖豪宅区，这里住的不是集团老总，就是千金小姐和顶流艺人。秦若雨并不喜欢这里，创世大厦就在河对岸，在这买房只是图个上下班方便。陆晨还在疑惑得逞的过于轻松，进门便看到开放式厨房内站着一道跟秦若雨7分相似的绝美倩影，这才知道他为什么有引狼入室的勇气。随即系统弹出的信息界面映入眼帘，姓名秦若雪，年龄33岁，身高169厘米，身份创世集团总裁，忠诚度0，沉沦进度0%。陆晨仔细打量秦若雪的妙曼身姿，不到170的身高，身材比例却非常完美，绝对的细腰丰臀，身上只有一件朴素白裙，柔顺青丝柳于香肩，笑颜娇柔旖旎，难掩雍容华贵的气质。纤长莹润的白皙素手握着菜刀，男人只是看一眼，本能使然会把菜刀幻想成别的东西。秦若雪身上的冷傲和优雅，令人深深感受到上位者的威严。如此模样的创世女王，看一眼还能保持柔软的，基本可以判定为阳痿了。秦若雨，还想不想让我入股了？陆晨微微俯身，小声质问。秦若雨却笑得得意，姐姐在这住几天，正好我们3个人聚一聚。忘了跟你说，晚上我和姐姐睡一间房，以为这样我就拿你没办法了。你有那本事，我治不了你，姐姐还治不了你。看若雨挑衅的样，显然是把酒店那晚喊老公的历史给忘得一干二净。听到玄关处的动静，秦若雪回过头，露出温柔婉约的笑容。小陈，好久不见，你们先坐会儿，我再炒2菜就开饭。能吃上创世女王亲手炒的菜，你也是3生有幸，别的男人跪下来求都吃不到。不等秦若雨说完，陆晨一把拉住她的手腕，拽进旁边的客房，反手锁上房门。若雨，跟老公商量一下明天入股的事，你别太过分，我姐还在外面。秦若雨稍显慌乱，你疯了？马上就要吃饭了，老公先给你整点开胃小菜。10分钟后，秦若雪端着最后一盘菜，莲步轻移走到餐桌旁，扬声喊道：“出来吃饭了。”陆晨满面春光从客房走出来，反倒是秦若雨俏脸微红，酒红色卷发有些凌乱，一双修长的美腿迈着略显虚弱的步伐，只是看了眼路，沉默说话，冷着脸走进卫生间。出来后，他坐到秦若雪身旁，美眸凝结成霜，盯着陆晨的目光，几欲杀人。刚夹起一口菜放进嘴里，便皱起眉头，扔掉筷子。秦若雪有些不解，小妹这是咋了？她做的菜就这么恶心？若雨是不是哪里不舒服？面对姐姐的关切询问，秦若雨只是摆摆手，拿起一旁的手机，葱白玉指在屏幕上飞快敲击。下一秒，陆晨的手机屏幕亮起，你害得我都吃不下饭了。陆晨瞥了眼消息，眼神戏谑，故意给他加菜，多吃点，压惊。男人心怀不轨，对美人垂涎欲滴，女人居心叵测，想利用男人给凌天铺路。
虽各怀鬼胎，餐桌上却其乐融融，还喝了不少酒。晚饭过后，各自回房休息。秦若雨洗完澡，披肩的卷发湿漉漉的散发着清浅的香味儿，白嫩脸蛋透着诱人的粉晕。匀称娇躯上裹着浴巾，雪白的长腿交叠着搭在床沿，慵懒地靠在床头刷手机。屏幕上方弹出微信消息，备注为老公的男人发来一条语音，确认浴室里的水流声，他才点开语音，将手机放到耳边。我在你门口，开门，进去说点事。手机上说，我这有人，不方便。秦若雨快速打字回复，紧接着一连串语音涌进聊天框，最后她还是没能熬过男人，再一次为饿狼打开羊圈大门。秦若雨靠在门框上，神色厌恶地看着精神抖擞的男人。我姐还在这呢，穿的大裤衩就来这，你有病吧？咱们都是老夫老妻了，还在意这个？男人咄咄逼人，秦若雨忍不住缩了缩脖子，往后退开半步。你别得寸进尺，吃饭前做的事你可别忘了，你又不是不了解我。男人的笑声犹如柔软的羽毛扫过胸口，让秦若雨的心莫名一痒，欲拒还迎，半推半就发出了妥协的信号。去你房间，就在这。你疯了？我姐随时会出来。浴室里，秦若雪白净的玉体沐浴在柔和的水流中，见瓶中的沐浴露见底，她把浴室门推开一条细缝，本想开口喊若雨，但眼前的景象让她闭上了嘴。不知何时，卧室里多了个男人，正是晚饭时温文尔雅的陆晨。此刻，男人卸下绅士的假面，暴露本色，将他的小妹掌控在手中。若雪看得万分心疼，同时好奇小妹为何会喜欢上这种男人。她不敢相信，一向眼高于顶、瞧不起任何男人的小妹，会在这个男人面前乖乖低头，毫无尊严可言。谁知道呢？说不定若雨很享受这样的男女关系。秦若雪不禁想到，她就这样从门缝一直看着，直到男人离去，才慌忙关上门。明明水温没变，皮肤却泛着粉红，越发滚烫。若雪只能调低水温，让冰凉的水浇在身上，试图压下心底的异样。她从没谈过男人，对男女关系的认知还停留在高中时看的虐恋小说里。恋爱应该是平等美好的，小妹和陆晨这种掌控和依附型的相处模式，对若雪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等心情稍稍平复，若雪才裹着浴巾走出浴室，紧接着若雨就冲进去挤牙膏开始刷牙。若雪靠在门框上，故意问道：小妹，你不是刚洗完澡吗？怎么又刷牙？若雨手中的牙刷顿住，俏脸闪过一丝尴尬。她不会想到若雪看了直播，于是装作没什么事，含糊其辞道：刚吃了点零食，怕嘴里有味儿。若雪意味深长地看着镜中的小妹，想提醒两句，话到嘴边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只能咽回去。半夜凌晨1点左右，陆晨被尿憋醒，起床放了个水，回来就睡意全无。给秦若雨发消息，等了几分钟没回复，估计是睡熟了。正准备放下手机，江宁月的头像突然跳出来，他还新换了头像，是俩人依偎在一起的背影。老公睡了没？陆晨默回，接踵而来的是几十条上百字的小作文，字里行间全是思念和不安。这才1天而已，就忍不住了。陆晨耐着性子看完，有些哭笑不得。江大校花不去写小说，真是可惜了。再敢骚扰我，信不信回去收拾你3天3夜？好，江宁月秒回，后面还跟了个害羞的表情包。本就睡不着，这么一闹，让人更加精神。陆晨扔掉手机，打算出去碰碰运气。走到若雨的卧室门口，轻轻拧动门把手，门顺势打开，居然没锁。窗帘紧闭，房间昏暗，只有空调显示屏亮着微弱的光。陆晨轻手轻脚地走进去，房间里弥漫着若雨的香水味，有些浓郁，似乎是为了掩盖什么气味。姐妹二人背对着躺在床上，身穿同款丝质睡裙，柔软的布料勾勒出优美曲线。陆晨缓步移动到床边，居高临下的欣赏那张绝色无双的脸，睡颜美丽，惊心动魄，皮肤细腻，琼鼻挺秀，黛眉如画，唇形完美。女人发觉有人靠近，睁开惺忪睡眼，朦胧中看到一个熟悉的壮硕身影。小陈。女人刚开口，陆晨就一步上前，用手堵住她的嘴，别说话，小心把你姐吵醒，我很快就走。女人没有任何反抗，任由男人抚摸她的秀发。10分钟后，陆晨有些疲惫地走出卧室，只是有些纳闷，秦若雨怎么跟个新兵蛋子一样？刚回到自己房间，耳边就响起系统提示音：秦若雪沉沦进度正5%，当前进度5%，宿主获得5点属性点，当前累积20。宿主的粗鲁行为无意间唤醒了创世女王内心深处连自己都未察觉的渴望啊！刚刚那个居然是秦若雪。今晚烈酒入喉，睡一觉醒来还有3分醉意，光线昏暗加上姐妹两人太过相似，导致把姐姐认成了妹妹。关键是秦若雪一点没反抗，像个毛绒玩具，任由男人抚摸她的秀发。阴差阳错间，跟创世女王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陆晨刚有了些困意，此刻在此精神抖擞，估计今晚是睡不着了。另一边，秦若雪从床上坐起，抬手抚摸滚烫的脸颊，寂静的卧室里能清晰听到胸腔内心脏跳动的声音。若雪看了眼身旁熟睡的若雨，又瞥了眼浴室的方向，犹豫3秒，还是重新躺了回去，脸颊贴在被浸湿的枕头上，传来冰凉的触感。若雪早就记不清上次哭是什么时候，没想到堂堂创世女王会因为一个小男人流泪。第二天清晨，阳光透过窗帘缝隙洒进卧室，若雨刚睡醒，
目光无意间扫过若雪，瞳孔一缩，惊讶地坐起身：“姐，你昨晚梦见男人了？”“没有。”若雪垂眸否认。不等若雨追问，起身快步走进浴室，雪白脖颈上红晕若隐若现。难道昨晚陆晨来过？若雨想到，不过很快否定了这个荒诞的念头。陆晨确实对姐姐图谋不轨，但凌厉的创世女王怎么可能允许刚大学毕业的小男人撒野？若雨叹了口气，没再深究。33岁的姐姐正值如狼似虎的年纪，却从没碰过男人，估计是做了羞耻到难以启齿的梦。不过若雨还是暗自惊叹姐姐的水嫩。8点左右，陆晨洗漱完从卧室出来，姐妹二人已经梳妆打扮完，坐在餐桌前享用阿姨做的早餐。她的目光先扫过若雨，随即定格在若雪身上。相较于妹妹，姐姐身上多了几分常年在职场磨砺的稳重气质。乌黑秀发挽成低髻，白色小衬衫搭配包臀裙，加上肉色丝袜和黑色红底高跟鞋，浑身上下散发着极致诱惑的熟女魅力。30多岁的年纪，赛雪的肌肤比20岁的姑娘还要晶莹水润，身材丰腴性感。敢打包票，若雪要是经历几次男人的滋润，一定会比现在还要美。早啊，小陈，昨晚睡得怎样？秦若雪率先开口，语气自然，沉静如水，目光没有任何躲闪。这是创世女王客在骨子里的本色，哪怕经历过昨晚的耻辱，也不会露出半分怯懦。一觉睡到天亮。陆晨说着，故意走到秦若雪对面坐下，细细端详成熟御姐用餐时的优雅姿态。你们慢慢吃，我先去公司。吃到一半，秦若雪突然放下餐具，拎起一旁的包包，面对男人的灼灼目光，还是选择了逃跑。上午，魔都证券交易所会议室内，小伟哥的声音带着明显的不悦，甚至有些哽咽。陆总，你的声音太尖锐了，你把我们项目组贬得一文不值。像你这样不懂游戏、不热爱游戏的人，根本没资格收购我们公司的股权。看着短短一上午已经3度落泪的小伟哥，陆晨也没了耐心，直接动用谈判专家，用原先10%的价格收购了米忽悠80%的股权，其中20%划归秦若雨名下。这意味着未来米忽悠每年能给他带来几百亿的利润。恭喜宿主成为米忽悠大股东，未来将会有无数个648飞进宿主的钱包。宿主获得米忽悠股东专属大礼限定角色自选卡乘1，限定角色自选卡可选择一名女性与系统绑定，激活其专属系统奖励。从证券所出来，玛莎拉蒂行驶在高架桥上，副驾的陆晨侧头问道：“你叫我来魔都，就是想利用我，从小伟哥手上狠狠捞一笔？”秦若雨用余光扫过副驾，坦然承认：“你手段非凡，不利用岂不是可惜？你知道代价是什么吧？”陆晨的目光落在他握着车档的手上，手指白皙修长，关节处泛着粉红，格外诱人。秦若雨勾起唇角，露出一抹妩媚的笑，眼尾泛着风情。当然，正因为是你，我才愿意用身体换取一些利益。陆晨神色了然，语气笃定：“入股米忽悠只是你的幌子，真正的目的是想让我帮你在帝都建立创世分部，方便帮衬凌天，对吗？”秦若雨含笑的唇角倏然凝住，呼吸慢了半拍，美眸闪过茫然。这男人把他的心思琢磨得一清二楚，像是手中拿着剧本。玛莎拉蒂停在翻斗花园小区旁的公园停车场。秦若雨摘下墨镜，白了陆晨一眼，调低副驾座椅，坐正身姿，黑丝美腿一搭，优雅的翘起二郎腿，脚尖俏皮的挑起红底高跟鞋，看似随意的动作，却散发着精致撩人的风韵魅力。你猜的没错，这才是我的真正目的。他深吸一口气，抬眸看向陆晨，说吧，我要付出什么代价？很简单，陪我一晚。男人本色，陆晨毫不掩藏。秦若雨低垂琴手，沉默几秒，再次抬头，俏脸上露出冷然和羞怯并存的表情，轻笑一声：“可以，不过我得先上楼换身衣服。”“先等等，若雨，你大学学的什么专业？”“金融。”“辅修的历史，怎么突然问这个？”“没事，就是感慨一下学历史的真厉害。”“神经！”秦若雨将微红的俏脸转到一旁，闭上美眸，以往的端庄优雅全然不在，一副任君视为的模样。良久，他才缓缓睁眼，沉静的目光落在陆晨脸上，唇间溢出的声音略显无奈：“现在我可以上去了吗？”“去吧，换身性感的，不然收拾你。你能忍住就行。”秦若雨将上衣围在胯间，快步下车，逃回小区。半个小时后，陆晨靠在椅背闭目养神，高跟鞋的清脆声音由远及近。副驾车门被拉开的瞬间，一股沁人的幽香袭来，睁眼一瞅，惊艳之色溢于言表。秦若雨脸上重新化了精致的妆容，换了件绣着蝴蝶花纹的白色旗袍，下摆开叉，露出裹着白色过膝袜的修长美腿，本就没有一点赘肉的细腰，加上旗袍修饰，玲珑曲线更加曼妙。这身装扮媚而不俗，优雅华贵。起来，你去开车。秦若雨拉住他的手臂，轻轻往外拽，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娇羞。车子停在酒店门口，秦若雨迟迟不愿下车，突然转过头，神情严肃地说道：“约法3章，你必须答应。”“你说。”陆晨侧身正对他，声音耐着性子，一副抱得美人归的绅士模样。秦若雨故意放冷声音：“第一，不能像上次那样说脏话，上次不是为了增加点乐趣吗？少看那些没营养的电影，对你是乐趣，对我是屈辱，懂吗？”秦若雨眼神锐利，语气带着明显的警告，真的很在意这件事。“好，我不说了。”
见他态度坚决，陆晨收起玩笑，故作真诚的应下。秦若雨眉头稍稍舒展，声音软了些。第二，对我温柔点，你放心，我会很温柔。第三，你不能做没经过我允许的事情。陆晨频频点头，像是把他的话牢记在心。秦若雨直勾勾看了他许久，突然嗤笑一声，只是笑意消散得很快，眸光冷冽肃然。你笑什么？这女人上次吃了亏，现在想把主动权攥在手里，却不知道这样做只会激起男人的征服欲。那我哭，走吧。秦若雨戴上墨镜和口罩，推开车门，白丝美腿伸展，高跟鞋姿态优雅地踩在地面。两人刚走进大厅，名叫小雪的酒店前台就注意到这边。即便秦若雨口罩遮面，还是被一眼认出。不敢相信，平时高雅端庄的老板会打扮得如此性感，身边还跟着个过分帅气的男人。两人要做什么，不言而喻。电梯直达顶层，走廊里，秦若雨被陆晨搂在怀里，内心紧张到了极致。尽管是心甘情愿顺从欲望，但还是难以做到泰然自若。他脚步顿住，停在房间门口。只要推开这扇门，就意味着堕落沉沦，向前一步就是屈辱和羞耻。他深吸一口气，终究还是咬着牙推开房门。陆晨紧跟而上，迅速窜进房间。房门紧锁的瞬间，露出恶魔的獠牙，一把抓住秦若雨柔嫩的脸蛋。秦若雨被吓得脸色惨白，凤眸中却依旧闪烁着凌厉寒光，不肯示弱。陆晨，你答应过我。不等他说完，沙哑森然的低语贴在耳边响起。若雨，你说那些话的时候，自己心里不想笑吗？是啊，自欺欺人的约法三章。可秦若雨怎么可能承认？他强撑着怒意，陆晨，你就不怕我翻脸？别以为这次我还会惯着你。只是他恼怒的语气有了些变化，声音里多了一丝无法掩饰的慌张。都叫了180次老公了，你还跟我装什么？陆晨，我愿意配合你，不代表我喜欢这样。秦若雨眼眶泛红，依旧不肯服软。既然你想利用我，那就让我看到你的诚意。至于你喜不喜欢，我一点都不关心。闻言，秦若雨脸上闪过一丝讥讽，随后突然翘起嘴角，用婉转动听的声音说道：你求我一声，我就让你随便折腾。然而回应他的只有一声清脆的响声，这一声响直接把秦若雨接下来要说的话扇回了嘴里。他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眸，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上次陆晨虽然心狠手辣，但也没这么过分。还没等他愤怒，响声在耳边接连而至，弄得他俏脸通红，美眸中再也没了冷意和傲然。若雨，坐下。陆晨下达了第一个命令。秦若雨睫语轻颤，唇角微动，心中的千言万语此刻化作一声无力的叹息，从唇瓣间溢出，随即不由自主地靠墙滑坐在地上，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回忆起那晚在川普大厦的经历，再一次感受到尊严被践踏的悸动。秦若雨顿感无措，却又忍不住细细品味，原来他以为的苦果竟如此甘甜。秦若雨沉沦进度正 15%， 当前进度 30%， 宿主获得15点属性点，当前累积35点。1个小时后，陆晨总算达成了此次魔都行的目的，成功入股10几亿。总统套房的大床上，秦若雨靠在他怀里，表情似是委屈又带着娇羞。你可真是个畜生，早知道你这么坏，我死也不会去勾引你。看着自己矜持的面具被一点点撕碎，你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刺激。其实你很享受那种高贵和冷傲被践踏的感觉，对不对？陆晨戳穿他的心思。若雨摇头否认。我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欲望，但我确信我不是你认为的那种自甘堕落的下贱女人。以后我会让你亲口承认。秦若雨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于是调转话锋。我要在帝都创立创世分部，你要帮我扫清障碍，我要控股 40%。 秦若雨脸色阴沉下来，语气不悦道：不行，太多了。为了方便操作，他本想全额控股，将分部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可陆晨非常强硬的要插进来，打乱了他的计划，让他很难办。两人僵持许久，最终各退一步，陆晨持股 20%。 谈判结束，秦若雨没好气的在陆晨嘴角挠了一下。老娘的股份要给你，又要被你当狗一样耍，真是什么好事都被你占了。陆晨突然抓住他的手，眼神不再有丝毫戏谑，深邃如月下幽泉，语气也沉了下来。若雨，你告诉我，你对我是几分喜欢，几分利用？秦若雨装作思考，几秒后笑着回答：3分喜欢，7分利用。他在说反话。自从雄鹰国回来，他就真的喜欢上了这个比自己小几岁的男人，喜欢他的霸道，喜欢他的能力，甚至喜欢他的变态。但他这样的商业女强人早就过了唯爱情义无反顾的年纪，理性远远超过感性，在理智的支持下，男女之情永远要给利益让道。你就没想过，做我的女人才能更容易利用我，把利益最大化？陆晨把手放回被窝。就算如此，男女关系还是要建立在感情基础上。我对你只有3分好感，做到这一步已经足够仁慈，你别妄想能进入我的生活。秦若雨嗔怪地瞪了他一眼，脸颊泛起薄红，轻手瞥向一旁。那我怎样提升好感，那是你该考虑的事，至于用什么方式，是你的自由。秦若雨突然转过头，语气十分婉转温柔，挪动娇躯，慢慢靠近陆晨，伸出一只小手搭在他的头上，弹口轻吐，诱人芳香。你要是真对我有意思，最好在这3分好感消事前把我追到手，不然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属于你。提升好感
最有效的方法无非一种，就是在彼此之间建立深厚的连接。心在胸腔里，想走进一个人的心里，必须得经过口腔或者腹腔。既然前者不行，那就只能用后者。陆晨把手从被子里抽出来，举到灯光下，若有所思地开口：若雨，其实你也忍得很辛苦，对吧？秦若雨瞳孔微缩，脸上的淡定崩塌，不知该如何反驳，只能僵硬地抿着唇。陆晨乘胜追击：既然你喜欢我，何必苦苦忍受？不如把身心都交给我，真正成为我的女人，好好享受做女人的快乐。秦若雨呼吸加快，美眸中妥协之色一闪而逝，故意抬高声音：陆晨，你未免太自恋了，我从来不是能憋着忍着的性子，要是真有需求，我秦若雨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非你不可，不过是眼下没有更合适的而产生的错觉。别人不了解你，秦若雪也不了解你，只有我知道。陆晨眸光闪烁，假装一副动真情的样子。你表面的毫不在意都是伪装，像你这种看似花花肠子的女人，一旦认定一个人就不会轻易改变，而那个人就是我。你这些话放到10年前，或许真能把我哄上床，让我彻底属于你。秦若雨无语地翻了个白眼，嘴角却控制不住地微微上扬。那我也不废话了。陆晨收敛笑容，语气认真，只要你给我机会，我会让你爱上。秦若雨不屑地嗤笑一声，挑眉看着他，什么机会？提出大压抑理论的弗洛伊峰说过，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才是最有效的方式，你得先做，后面才能爱。秦若雨秀眉蹙起，眼底闪过黑线，不悦道：不可能，别的我都可以答应，突破底线你想都不要想。你跟我装什么贞洁烈女？陆晨一把抓住她娇嫩的脸蛋，迫使她看着自己，直面内心不好吗？秦若雨脸上的霞色逐渐加深，羞耻如潮水般涌现，挣扎着想要躲开陆晨侵略性的目光。这只是正常反应，你拿这个说事挺没意思的。那你脸红什么？心跳的都快蹦出来了。陆晨把手放在秦若雨胸口，感受随着呼吸一起愈发加快的心跳。秦若雨尴尬地甩开他的手，很羞耻，但也没再否认。他确实忍得很辛苦，每次气氛都到了，却停在最后一步，何况对方还是自己喜欢的男人。这种痛苦好比卡池最后10分钟抽大保底时少了一个石头，却偏偏干完了所有活动和地图，只能眼睁睁看着喜欢的角色与自己失之交臂。虽然这种情况意味着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拿到下一个角色，可他心里早就容不下别人，只想要眼前的男人。如今躺在这里自甘堕落的他没脸再装冰洁玉洁，往日的高贵和优雅都化为泡影。或许彻底顺从才是最好的选择，可以吗？若雨。秦若雨全身上泛着羞晕，美眸水汽氤氲，羞到无以复加，声音颤抖：你天还是不是男人？我都躺在你身边了，还能阻止你吗？必须得到你的认可，我才会动手。我这人从不违背女生意愿。陆晨一脸认真，表情比宣誓时候都要严肃。可以。此刻魔斗魔女的傲气被男人消磨殆尽，化作含苞待放的玫瑰，等待心爱之人上手采摘。秦若雨忠诚度加15%，当前忠诚度30%。秦若雨沉沦进度正20%，当前进度50%。恭喜宿主抵达从未有人到访的深处，目标已彻底成为宿主的女人。宿主获得35点属性点，当前累积70点。好一会儿，秦若雨的大脑才渐渐恢复神智，睁开美眸看着男人的得吃的嘴脸，红唇轻启，声音有些无力：满意了吗？我已经是你的女人了，现在开始，我的全部都属于你。陆晨淡淡一笑：还不够，这只是刚开始。他的目标是把秦若雨驯化成听话的小猫。秦若雨翻了个妩媚的白眼，白皙藕臂撑起上身，微微挪动靠在心爱的男人身上。你是真对我有意思，还是单纯馋我身子？还不明白吗？陆晨揽住他的肩膀：我身边不缺女人，尤其是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女人，但我还是横跨大洋来找你，在国外也关注你的一举一动，每天都想着调查你。秦若雨瞳孔一缩，随即又放松下来，眼里多了层疏离的怀疑。既然被你调查过，我也不隐瞒了，上次从雄鹰国回来，我就派人查过你。你的小秘书江宁月是凌天的女朋友，征服了好兄弟的女人，感觉怎么样？闻言，陆晨喉结悄悄滚动一圈，眉头几乎不可察地拧了一下。都是各取所需，没什么好说的，别紧张。你们小年轻怎么玩，我不在乎。秦若雨拍拍他的胸口，语气带着警告：你只要做好答应我的事就行，兄弟欺你欺了，兄弟就别欺了，可以吗？那是当然。陆晨很随意地答应下来。你不是那种专一的性格，我不是你的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只要是看上的女人，你就会不择手段地拿下，对吗？秦若雨突然掐住陆晨，有点质问的意思。陆晨点点头，毫不掩饰：喜欢就必须占有，弱水3000只取一瓢，那是弱者对自身无能的安慰。秦若雨沉默了几秒，才再次开口：我不在乎你找多少女人，但你能保证未来持证上岗，给你生儿育女的人是我吗？只要你想，现在就可以上岗。滚！秦若雨嫌弃地推开他的脸颊，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姐姐来消息，说待会儿有个临时会议，让我必须参加，还有1个小时，正好我回家洗澡换衣服，再去公司，再陪我会儿。陆晨拉住他的手，不肯把人放走。开完会再来陪你，你不是明天才走吗？我们还有一整晚的时间可以玩。秦若雨说着就要起身，却被陆晨用力一拽，娇躯重新跌回他身边。你放开，我得洗澡换衣服。话虽如此，
身体却下意识往男人身上靠。初尝禁果的美人根本舍不得离开，哪怕1秒。半小时后，秦若雨神色带着几分不悦，又透着楚楚可怜的委屈。行了，再不走真的赶不上了，我还得先回家换衣服，再陪我10分钟。陆晨不愧是收放自如的男人，说10分钟就10分钟。你有病吧？都跟你说了要开会，现在这样，我还怎么在别人面前开口说话？陆晨把他推到门口，去吧，老公在酒店等你回来。酒店1楼大堂，前台小雪还在值班，看到自家老板非常虚弱的走出电梯，惊讶到美眸圆瞪。秦若雨绝色俏颜带着少许霞色，走踩着高跟鞋的雪足还绊了几下，那一身高雅端庄的白色旗袍也多出了不少褶皱。不用想都知道，老板和那个帅哥在房间里干了什么。小雪有男朋友，对这方面的事很了解，所以才会惊讶。看老板的状态，那个帅哥绝对非常厉害，想想就心跳加速。然而小雪看自家美女老板凄惨的样子，却没有半分同情，甚至有些愉悦。秦若雨这种身居高位，掌管着江南地区第1集团的美女总裁，会跟她一样被某个男人掌控在手中，甚至效仿电影里的情景，做一些羞耻到不堪入目的事情。如此想着，小雪彻底失去了对上流社会的敬畏之心。什么冷艳总裁、魔东魔女，到了男人面前还不是的放下身段，做个讨好男人的小妇人。离开酒店，秦若雨没回翻斗花园换衣服，踩着点在会议开始前半分钟冲进会议室。她坐在秦若雪身边，白洁旗袍，抽丝白袜，即便只有一对白皙藕臂暴露在外，也足够让人浮想联翩。好在是白色旗袍，因此没人能注意到灯光下那点白皙的光泽。长达1个小时的会议，秦若雨全程闭着嘴，愣是一句话没说。会议结束，秦若雪看着神色憔悴的妹妹，满脸关切地走过来。若雨，你怎么穿成这样来开会，一直不说话，是不是哪里不舒服？面对姐姐的关心，秦若雨不经意间开口说了句没事。粉唇张开的瞬间，秦若雪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清香，随即恍然大悟，却没点破，只是拍了拍她的肩膀，先回去休息吧。说罢，神色怪异的别过头，姐妹2人异常默契的同时红了脸。晚上10点，秦若雨化上精致的妆容，换了身性感的黑色露肩短裙，又特意做了头发，才驱车前往酒店。第一次以女朋友的身份约会，自然是要美美打扮一番，给男朋友留个好印象。抵达酒店房间，陆晨刚洗完澡坐在床上，不过比起白天，身边多了个黑色挎包。直到天明，酒店房间的灯光才熄灭。秦若雨蜷缩在陆晨怀里，一觉睡到下午2点。起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起那个黑色挎包，气冲冲地扔进酒店走廊的垃圾桶。秦若雨绝美的面庞带着哀怨，气质妩媚妖娆，浑身散发着魅意。但是跟以往不同，今天的她多了几分属于少妇的成熟韵味。下次再敢用这些东西，我咬死你！下次还敢！陆晨笑着把她拉回怀里，两人像是新婚夫妇，又在酒店房间腻味了半个小时才离开。即便累到不想下床，秦若雨还是坚持亲自把陆晨送到机场。玛莎拉蒂停在机场大厅门口，她却没让陆晨下车，反而解开安全带，把娇躯挪到副驾，双手攀在他肩上，粉唇凑近，吐出芬芳。跟你说件事。你说。陆晨看着她精致的妆容，有点激动。老公，你好像又变帅了。这是系统加点的功劳，也跟两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脱不了干系。毕竟情人眼里出西施。昨晚不是不愿意叫吗？现在叫得这么顺口，我说你是那种女人，你还不信？滚！才不是！秦若雨小脸微红，伸手拍了他一下，说正事，快赶不上飞机了。陆晨看了眼手机时间，催促道。秦若雨神色认真起来。前天晚上半夜你有没有去我房间？老实回答。面对他危险的目光，陆晨依旧淡定，慢悠悠的开口，没有，我说了，一觉睡到天亮。真的，真的，骗你干嘛？陆晨的眼神干净的没有一丝波澜，无辜的让人不忍心再怀疑。秦若雨先是没表情的看了他几秒，然后唇角慢慢向上扯，笑声很轻。其实我在卧室装了摄像头。一句话令人发毛。陆晨依旧从容淡定如水，不等他开口狡辩，秦若雨脸上绽放出明艳笑容。开个玩笑啦，谁会蠢到在卧室装摄像头？没事了，你走吧。他抽回手，声音恢复平淡，呵呵，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亲口承认。陆晨推开车门，笑着说道。做梦。下车没走几步，秦若雨突然摇下车窗，在他身后喊道，你要是敢动我姐姐，我杀了你。秦若雨看着陆晨的身影消失在机场大厅拐角，指尖在手机屏幕上悬停3秒，才点开监控软件。黑色加载界面跳过后，前天晚上卧室里的画面清晰浮现。他先把时间调到9点，屏幕里陆晨正把他控制在手中，这画面像极了爱情电影的特写，演员是1等1的俊男靓女。秦若雨看得呼吸急促，耳尖微微泛红。第三视角下，自己当时的模样完全没有半分总裁的端庄，这个畜生是一点都不怜香惜玉。就在这时，画面里的浴室门突然露出一条细缝，直到陆晨离开卧室，那条缝才缓缓合上。秦若雨浑身血液直冲头顶，又羞又恼。跟陆晨亲密的过程被姐姐全程看在眼里，这比杀了他还难受。他深吸一口气，滑动进度条，时间来到凌晨1点多。昏暗的房间里，姐妹2人背对着躺在床上，
房门被轻轻推开，陆晨的身影出现在卧室，悄无声息地走向床边。陆晨，你个畜生！秦若雨恨不得现在就追进去，咬死那个小鬼头。按他的预想，姐姐定会瞬间惊醒，把人赶出去。高冷清雅的创世女王不可能容忍一个小辈深夜冒犯。可下一秒，她的瞳孔骤然收缩，呼吸漏了半拍。陆晨停在秦若雪身边，俯身靠近时，秦若雪只是微微抬头，非但没有反抗，反而表现得无比顺从。最让她接受不了的是，陆晨走后，秦若雪直接躺回床上睡了过去。呵，秦若雨低声一笑，笑声里全是冷意。原以为怒火该烧向陆晨，可此刻胸腔里翻涌的全是对姐姐的失望。犹豫再三，还是拨通了秦若雪的电话。若雨，怎么突然打电话？秦若雪声音温和，带着对小妹的宠溺。前天晚上，陆晨是不是来过我们房间？秦若雨开门见山。电话那头沉默2秒，随即传来秦若雪平静的声音：没有，小陈不是说了一觉睡到天亮，怎么可能来我们房间？那就好，我还担心他趁我睡觉占我便宜。秦若雨没再多说，直接挂断电话，将手机狠狠摔在副驾座椅上，口口声声说这辈子不会为任何男人低头的姐姐，在陆晨面前温顺的像只小猫。她不反对姐姐身边有男人，但那个人绝对不能是陆晨。秦若雨突然想起陆晨在酒店里说的话，越强势越高贵的女人就越渴望被男人征服，平时端着清高，心里比谁都憋得很，一旦被诱发出来，表现得比谁都下流。当时她只觉得这话低俗，可看着监控里姐姐的样子，竟觉得这话该死的准确。与此同时，陆晨刚过完安检，耳边响起系统提示音：秦若雨忠诚度达到30，与宿主的关系有了阶段性突破，解锁秦若雨属性面板，获得10点秦若雨专属性点。淡蓝色的光幕弹出，秦若雨的属性清晰罗列：体质肾脏11，心肺10，肌肉11，感知器官12，魅力五官19，皮肤21，脑细胞22，气质24。陆晨扫了眼面板，非常果断地把10点属性分配到五官、皮肤和气质上。至于脑细胞就算了，这女人成天想着怎么利用它，太聪明了不好。秦若雨属性更新，五官23，皮肤25，气质27。陆晨收起面板，走向登机口。他压根没买去雄鹰国的机票，而是登上了飞往帝都的航班。刚出帝都机场，一辆黑色奔驰大 G 停在最显眼的位置，一个穿着花衬衫、头发梳得油亮、人模狗样的男人屁颠跑了过来。是陆晨在国内的狗腿子欧晶晶。少爷，怎么不早点说一声？我都没来得及准备，正好公司来了几个新网红，去玩玩。欧晶晶帮陆晨把行李放进后备箱，献殷勤道：我今晚就走，你跟着我办点事，去朝阳公园附近的博瑞府小区。博悦府那地方住的都是老领导，您去那儿干嘛？欧晶晶一边发动车子，一边好奇地问。待会儿你就知道了。陆晨默解释，而是拿出手机给自家私人医院和博瑞府物业挨个打了电话。欧晶晶照着指示，把车停在离小区门口200米外的隐蔽处。两人拿出望远镜，对准保安亭，里面坐着个姑娘，穿着藏青色保安制服，头发扎成利落的双马尾，身材高挑，脸蛋精致，手里拿着馒头，就着咸菜吃得津津有味，动作利落，眼神透着一股凌厉劲儿。欧晶晶看得眼冒金光，差点流口水。我靠，这小妞长得真带劲，比我那传媒公司的小网红强多了。陆晨莫理会她，而是看着浮现在眼前的面板。姓名苏清渊，年龄24岁，身高172厘米，身份兼特种部队成员，博瑞府小区保安，忠诚度0，沉沦进度0%。苏清渊是原著女主之一，小说里的战力天花板，在物理层面上帮林天扫清了不少障碍，是个非常好用的工具人。此次绕路来帝都，就是为了他。精通格斗术的陆晨，武力已然是世界第一，但碍于身份，有些事不适合亲自动手，总得有个工具人顶在前面。他给欧晶晶详细讲述了一遍具体计划。欧晶晶听完，挠了挠头，一脸不解。一个小保安，没背景，没实力，找他不就一句话的事吗？少爷，何必这番大动干戈？一向喜欢威逼利诱的少爷，怎么突然开始装好人？陆晨瞥了他一眼，语气冷了些。我这人从不喜欢威胁别人，你要明白，如今这个社会，你甚至可以杀人，但绝不能违背女生意愿。去吧，按计划行事，要是失败了，你也别叫欧晶晶了，改叫欧芒果吧。欧晶晶打了个寒战，连忙点头。少爷，您放心，别的事我可能办不好，但骚扰良家妇女这种事，我最在行了，保证办妥。半个小时后，欧晶晶开着一辆骚红色法拉利停在博瑞府小区门口，摇下车窗，狂按喇叭。突然的鸣笛声刺破宁静，差点让刚咬下一大口馒头的苏清渊噎死。他放下馒头，皱眉走出保安亭，迎上法拉利里的欧晶晶。先生，这里是居民区，禁止鸣笛。另外，外来车辆需要登记，请问您找谁？声音清脆动人，没有小女生的娇柔。欧晶晶推开车门下车，双手插兜，下8微台，上下打量苏清渊。这小妞身材高挑，脸蛋精致，唯一美中不足是没有波涛汹涌，但也够用。登记？老子进个小区还要登记？知道我是谁吗？信不信我把你这破保安亭拆了？苏清渊脸色没变，依旧站得笔直。不管您是谁，都得遵守规定，请您配合。他当保安的唯一乐趣就是摸鱼看爽文，
没想到现实里竟遇上这种纨绔富二代找茬的脑残剧情，跟冰王小说里写的一模一样。配合，欧晶晶突然伸手去推苏清渊的肩膀，小保安还敢跟我叫板？可还没碰到苏清渊的衣服，就被反手扣住手腕，轻轻一拧，欧晶晶瞬间疼得龇牙咧嘴。小妞你敢打我？苏清渊松开手，后退一步，我没打您，是您自己站不稳，请您要么登记，要么离开。语气恭敬客气，刚才动手力气也不是很大。现实不是小说，不会有霸道总裁来替他解围，他只想保住这份安稳的工作。你弄伤了我，最好给我赔礼道歉。欧晶晶捂着手腕，眯起的小眼睛里爆射出淫邪的光芒。您想让我怎么道歉？苏清渊警惕拉满，小手悄悄攥紧，眼神飘向立在墙角的防爆棍。陪我去酒店坐坐。欧晶晶声音油腻，这位小姐，你也不想失去这份工作吧？不行，请您自重。苏清渊脸色骤变，果断拒绝，自己的清白之身怎么可能便宜这种货色？欧晶晶见气氛差不多，上去就要动手动脚，然而只是装样子，少爷看上的女人，就算给他800个胆子也不敢动一根毛。苏清渊连忙后退，见欧晶晶紧追不舍，情急之下抄起一旁的防爆棍，狠狠朝着欧晶晶戳去，正中要害。欧晶晶瞬间倒吸一口凉气，身子笔直僵硬，倒在地上冷汗直流。苏清渊也慌了，看着倒在地上抽搐的欧晶晶，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拨打了急救电话。半个小时后，陆家私人医院，欧晶晶躺在急诊室病床上，面色铁青，额头依旧冒着冷汗。医生检查完她的情况，又瞄了眼隔壁病床上假装输液的陆晨，才转向苏清渊责备道：小姑娘下手没轻没重，那地方是能打的吗？手拍一下都受不了，你直接拿防爆插筒，差点没把人弄死。那她现在怎么样？苏清渊没有辩解，毕竟是他动手打的人，心里多少有些愧疚。功能没大碍，幸亏来得早，晚半个小时就只能切掉了，医药费我出。苏清渊咬了咬牙，主动开口。医生和欧晶晶对视一眼，小姑娘主动上套，倒是省得他们费口舌。需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后续治疗加上疗养费用，一共30万。30万？苏清渊愣住，美眸瞪大，那玩意就算换一个也不可能这么贵吧？我们医院是按规定收费，用的都是进口药，贵点很正常。医生面无表情地说出事先准备好的台词。苏清渊眸光渐冷，他虽然没啥社会阅历，但也不是傻子。这医生和欧晶晶明显是一伙的，想合起伙来坑他的钱。医药费我会赔，但不可能花这么多。苏清渊掏出手机，做事要拨号。你们想骗钱，别怪我报警。那你报警吧。欧晶晶顿了顿，声音虚弱的继续说道：警察来了，也得先把你抓起来，你故意伤人，得进去蹲好几年。医生也在一旁帮腔，张开后唇，露出一口大黄牙，吹得天花乱坠。要论耍嘴皮，苏清渊根本不是这2个无赖的对手。没接触过世面的小姑娘，很快被说得不知所措。那怎么办？我身上没有那么多钱。苏清渊声音低了些，我1个月工资3000，除去500伙食费，1个月能攒2500。他算着30万要攒10年，心里一阵发慌，甚至开始想，要不要把伙食费降到300。我们是私立医院，允许病人打欠条，你签个字就行。医生说着，直接从口袋掏出早就准备好的欠条。苏清渊苦笑，好不容易找到工作，未来10年的工资就被骗走了，在帝都无依无靠。欧晶晶这种富二代，他根本惹不起。你要是拿不出钱，就赔我1晚，只要功能正常还能用，这是不再追究。欧晶晶在一旁小声蛊惑。不可能。苏清渊坚定地摇头，钱我会还。说罢，接过欠条，正要签字，旁边病床的陆晨突然起身，撕掉贴在手背上的针管，走到这边。你们这种行为已经构成诈骗，这么大金额，真要闹上法庭，缝纫机可是要踩到冒烟才能出来。欧晶晶抬头瞪着陆晨，脸色狰狞，嚣张地吼道：你 TM 算哪根葱，敢来这里叫嚣？趁老子还没发脾气，赶紧滚！陆晨只是轻声一笑，笑容儒雅随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这位小姐不可能平白无故打你，案发现场肯定有监控，我猜是你先动的手，她的行为算是正当防卫。这30万，你1分都别想拿到。你要是执意上法庭，到时候别把自己整进去了才后悔。言辞犀利，没有一句废话。欧晶晶瞪大眼睛，嘴唇张开，却吐不出一句话。话也不能这么说。一旁的医生连忙打圆场。欧晶晶被凶器重伤，小姑娘也有防卫过当的嫌疑，还是得给一部分赔偿，不然说不过去。说得不错。陆晨点点头，又转向苏清渊，如果不赔偿，这个人渣肯定会继续闹。你给他5000块钱，就当是急诊费，这事就算了，不多不少。苏清渊上班2个月，身上正好攒了5000块，二话不说就扫码把钱转给了欧晶晶。没见过这么好忽悠的姑娘，医生在一旁直摇头。苏清渊退伍没多久，一直在国外训练，执行任务，心思单纯，纯洁的像个白纸，被骗走全部家当，还在为保住未来10年工资而沾沾自喜。苏清渊看着眼前的男人，气质出众，长相帅气，完美契合想象中的霸道总裁的形象。这样的人居然会主动帮他这个小保安，让他有些受宠若惊。苏清渊张了张粉唇，想到声谢，却因为紧张，半天没挤出一个字。苏清渊忠诚度+5，
当前忠诚度谷宿主获得5点属性点，当前累积75点。宿主在自导自演的戏码中为苏清渊解围，成功让目标产生初步好感。陆沉默在意他的反应，只是转头对医生说：“别再为难他了，让他走吧。”苏清渊走出医院，脑子里还在回放陆晨的样子，没等理清思绪，兜里的手机响了，是小区物业打来的，说他动手打业主，已经被解雇，让他赶紧去收拾东西，滚蛋。不等苏清渊解释，那头就挂断电话，耳边只剩嘟嘟的忙音。顿了半晌，他才收起手机，急匆匆跑向小区。收起你们那点不值钱的同情心，把东西都给我扔出去，身份证记得藏起来。急诊室里，陆晨坐在病床上，挂断瑞府物业打来的电话。少爷，你够狠，我还以为到这就结束了，没想到这出戏才刚开始。欧晶晶躺在床上，脸色苍白，说话有气无力，这状态没个半天时间下不了床。苏清渊这种心思单纯的女人，在人生低谷期拉她一把，她能记你一辈子，哄上床还不是轻轻松松。陆晨眸光冷冽，没有丝毫温度，为达目的，不介意用些卑劣的手段。这小妞下手是真狠，直接拿防爆棍捅我，当时我真以为屌爆了。欧晶晶想起防爆棍出来的瞬间，仍心有余悸。少爷，你可要帮我报仇，到时候多捅他几下。陆晨瞥他一眼，别跟我扯有的没的，还没跟你算账，谁给你的胆子朝我吼那么大声？欧晶晶换上谄媚的笑容，连忙解释：少爷你息怒啊，我这不是想演的逼真点，让少爷趁早抱得美人归吗？行了，别拍马屁了。陆晨摆摆手，这回你做的不错，再帮我办件事。少爷你说。欧晶晶强忍着屌炸天的疼痛，挣扎着坐起身，态度殷勤，找几个漂亮姑娘，要那种把避孕药当钙片吃的。欧晶晶愣住，这种的大半都是母体，少爷怎么突然要找这种人？难道是想不开了？给你天哥玩。陆晨补充道，他2年没碰女人，回国后你得安排下。闻言，欧晶晶小眼睛眯成一条线，露出坏笑。没问题少爷，这种姑娘在我们传媒公司多的是。他顿了顿，又凑上前，公司来的那几个网红都是从帝都大学忽悠来的大学生，个个珠圆鱼润，处处可怜，我还没上手。少爷你真不去尝尝鲜？欧晶晶这人虽然混，但是真的讲义气，有好事第一个想到的永远是自家少爷。你自己玩吧。陆晨笑了笑，转身要走。少爷，我把苏清渊那5000块转给你了。欧晶晶在身后喊道，这人是真的会来事，不知道忠诚度多少。陆晨真希望系统能给个可以查看忠诚度的道具。另一边，苏清渊匆匆赶回博瑞府，就看到自己的东西被扔在地上，衣服、洗漱用品散落一地。在围观群众看热闹的目光中，他苦涩一笑，蹲下身快速收拾好东西。可无论怎么翻找，都没找到身份证。保安亭里没人，门也被锁死，再给物业打电话，已经无人接听。没了工作，又欠了人情，苏清渊站在路边，第一次感到茫然。工作丢了，住的地方也没了，全身上下只剩200块钱。好在部队磨砺出的超强心理素质还在。苏清渊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找了家便宜的小旅馆。可老板一听他没有身份证，直接摆手拒绝。接连找了好几家，都是如此，而且态度极其恶劣，没有一个人愿意给这位无家可归的小姑娘一点善意。无奈之下，他选择在公园长椅上对付一晚，明天再报警寻求帮助。屁股还没坐热，就被巡逻的保安赶走。走到桥洞底下，里面全是流浪汉。他虽然身手好，不怕他们，可看着那些人异样的目光，让他浑身不自在。天渐渐黑了，路灯亮起，苏清渊拎着大包小包，失魂落魄地走在大街上，心中的委屈逐渐上涌，鼻子发酸。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被这个世界如此对待，没爹没妈，没有童年，只有日复一日的高强度训练，执行任务又被队友背叛，差点被乱枪射死。好不容易找个工作，想安稳度日，又被欺负成这样。苏清渊坐在街边的台阶上，看着来往的车流，眼泪突然掉了下来。训练时再苦再累他没哭，受伤流血他没哭，可现在却因为无家可归而委屈得像个孩子。万家灯火，没有一盏是为他而流，车水马龙，没有一个人会为他驻足。他在这个城市感受不到一丝温度。恰好此时，一辆奔驰大 G 停在路边，车窗摇下，熟悉的声音响起：怎么一个人在这哭？苏清渊赶紧擦干眼泪，站起身，有些局促：是你？刚出院，看到你在这，没地方去。说着，陆晨扔给他一瓶矿泉水。苏清渊点点头，声音有些沙哑：工作没了，住的地方也没了，大晚上坏人很多，小姑娘一个人在外面不安全。上车。苏清渊犹豫了一下，还是坐进副驾，能感觉到这个男人没有恶意，而且他现在也没有别的选择。谢谢你。苏清渊终于说出了那句迟到的感谢，声音很小，却很真诚。车子行驶在路上，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你之前为什么会在急诊室？我看你这身体不像是会生病的人。苏清渊好奇地问，美眸中满是小心翼翼，生怕触碰到不该问的话题。胃不好，老毛病了，没什么大碍。陆晨随口编了个理由。过了片刻，像是突然想起什么，转头对苏清渊说，我刚回国，身边正好缺个司机，你感不感兴趣？每个月给你开1万，还包住。1万。苏清渊大脑宕机，粉唇无意识地张成 O 型，
却发不出半点声音。1万块的工资对他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月薪1万，刨去伙食费，1个月能存9500，不到10年就能当百万富翁。苏清渊呆呆看着身旁男人的侧脸，心动了。原来世界上还有好人。怎么样，你会开车吧？会，我以前是当兵的，什么车都会开，非常会开车。苏清渊立马点头，眼里带着光。那就这么说定了。陆晨笑容灿烂，干净耀眼，让苏清渊看得有些失神。部队里见到的都是些糙汉子，他从没想过男人能帅成这样，笑容能如此好看。你是个好人。苏清渊挠了挠头，憨憨傻傻地说道，脸颊泛着微红。面对陆晨疑惑的声音，苏清渊连忙摆手解释，我不是那个意思，没拒绝你，我真心觉得你是个好人。车子开了半个小时，最终停在3环核心地段的金鱼环贸国际公寓楼下。陆晨带着苏清渊走进公寓楼，开门的瞬间，苏清渊愣在原地，迟迟不敢进去。公寓装修极尽豪华，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香氛，比他以前见过的任何地方都要精致。原以为陆晨会带他去普通居民楼，没想到是这种高档公寓。这么大的房子，1个月租金恐怕都要10几万，他怎么敢住？苏清渊指着自己的鼻子，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你真的要让我住在这里？陆晨把钥匙递给他，反正就你一个人住，先在这间小屋子将就下，进来把东西放好，送我去机场。将就？这说的是人话吗？怎么比爽文小说里的剧情还离谱？苏清渊换上拖鞋走进来，接过钥匙，心里很过意不去。那我该怎么报答你？以身相许就行，除了这个你还能给我什么？陆晨收敛笑意，变得格外正经，眼神直直地看着苏清渊，像是在认真商量。苏清渊吓一跳，小脸红透，低下头，手足无措地攥着钥匙，嘟囔道，这个暂时还不行。宿主的言语挑逗让苏清渊误以为宿主对他有意思。苏清渊忠诚度+5，当前忠诚度10，宿主获得5点属性点，当前累积80点，意思是以后就可以。不是那个意思。苏清渊急得抬起头，我俩才刚认识1天，做那种事不合适，但你执意要我以身相许，我也没办法拒绝。开玩笑的。陆晨突然笑了，我身边不缺女人，还没饥渴到把刚认识的女人推上床的程度。苏清渊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被耍了，又尬又气，脸上红晕更盛，嗔怪道，原来你是在耍我，你太坏了。他把大包小包放在玄关，穿上鞋，小跑着追上已经走到电梯口的陆晨。你什么你？注意身份，以后叫我老板。陆晨把车钥匙递给他。苏清渊收敛情绪，微微俯身，双手恭敬地接过钥匙，乖巧应道，知道了，老板。苏清渊接受宿主初步调教，忠诚度+5，当前忠诚度15，宿主获得5点属性点，当前累积85点。陆晨坐上副驾，苏清渊调整好座椅，打开导航，小心翼翼地把车开向帝都国际机场。握着方向盘的手微微用力，眼神专注盯着前方，却难掩紧张。放松点，开个车紧张什么？在部队坦克开多了，换了辆有后视镜的车，不习惯。老板，能不能别嘲笑我了？苏清渊委屈地翘起薄唇，毕竟是第一次给你开车，紧张不是很正常吗？他原本以为跟有钱人相处会很麻烦，可跟老板在一起，他觉得格外舒服，没有居高临下的傲慢，反而像朋友一样轻松，这种感觉让他很安心。车子停在机场门口，苏清渊有些难为情地开口，老板，我快没钱吃饭了，能不能预支下工资，500块就行。说着伸出右手，张开5指，皮肤挺白，但是手掌上有不少茧子。陆晨推门下车，在座椅上留下3万块，这是2个月的工资，剩下的算作油费。苏清渊把钱装进自己的布袋包，心里满是感激，看着陆晨远去的背影，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给他好好干。又忍不住感叹，艺术来源于生活，爽文诚不欺我。飞机上，陆晨看着窗外的云层，喝了口冰红茶，一切比想象中顺利。苏清渊太好骗了，驯化成忠犬只是时间问题。原著里，他为了保护林天，在国外被恐怖分子的机枪射成了马蜂窝，是最惨女主，在陆晨身边当条狗，总比死在林天身边好。这份恩情他还不完，能做的只有献上忠诚。第二天，飞机降落在纽扣机场，陆晨喝完瓶中剩下的冰红茶，走出机场，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的杨新兰。多日不见，她依旧是温婉静美的熟女模样，头发随意挽在脑后，身上穿着无领无袖的修身长裙，裙摆下的小腿曼妙修长，细高跟敲击地面，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杨新兰小跑着过来，挽住陆晨的手臂，露出宛若少妇般的温雅笑容。江宁月没来。陆晨扫了眼四周，没看到熟悉的身影。身边这么大个美女投怀送抱，还有心思想别的女人，杨新兰心中吐槽，但俏脸上笑容依旧。她在公司开会，估计现在已经回别墅了。坐上车，杨新兰没急着发动车子，而是转头看向后座闭目养神的陆晨，粉唇轻启，你有需要吗？陆晨抬起眼帘看她一眼，水嫩莹润的唇瓣在阳光下格外性感，透着浓郁的少妇味，是他以前从没用过的色号。没有，你专心开车。杨新兰失落之情溢于言表，但不敢表现得太明显。你有需要了可以随时叫我。说罢，换上一双平底鞋，才启动车子。别墅门口，杨新兰帮陆晨搬下行李，
站在门口，美眸中闪过一丝哀怨。进了别墅，有江宁月在，他就彻底没机会了。新兰，你进来，今晚在这过夜，我有事跟你商量。陆晨突然开口，杨新兰心底的阴霾一扫而空，拖着行李箱走进门，跟在陆晨身后，保持着2米左右的距离。走到客厅，就听到江宁月的声音：“喜欢吗？喜欢就都吃下去。”陆晨走到卧室门口，便看到江宁月正用手抓着布偶猫的后脑，往他嘴里塞猫条。别让猫经历你经历过的事情，老公。江宁月猛地抬头，见心心念念的男人站在门口，立马丢掉手中的猫条，跑过来扑进他怀里，鼻子埋在脖子上，吸了好一会儿才放开，随即瞪一眼门口的杨新兰，甩手猛地关上房门。这个臭标志给他安排临时会议，自己偷偷跑去机场，完全没把他这位陆晨的唯一正牌女友放在眼里。江宁月知道陆晨要回来，从公司回来特意洗了澡，身上只穿了一件宽大单薄的睡裙，露出圆润香肩 V 领下美颈半掩半露。在外，她永远是端庄得体的财务首席，可一到心爱的男人面前，本性便毫无遮掩。老公，我新买的睡衣怎么样？江宁月露出期待的目光，妩媚动人的俏脸上是片片迷人嫣红。陆晨低头审视一番，满意的点点头，孺子可教也。你爸回国的事安排的怎么样？跟国内的医院对接好了吗？陆晨提起正事，都安排妥当了，明天我们一起送我爸上飞机就行。我们先做正事。江宁月牵起他的手，走向床边，让他坐在床沿，自己则弯膝坐在地毯上。老公，我跟你商量件事。你说，回国后我虽然能线上管理公司，但总没有线下方便，我觉得还是要在这边留下信得过的人。那你觉得谁合适？陆晨习惯性的抚摸她的秀发，感受到温暖的大手抚在头顶。江宁月如同小猫咪般眯起眼睛。杨管家能力出众，留在雄鹰国管理分部再合适不过。你看，话没说完，门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随即又归于寂静。江宁月眼底闪过一丝狡黠，声音却愈发娇媚。这样你回国也能放心，我跟他线上协作，保证分布不出乱子。我考虑考虑，这事急不得。陆沉默直接表态，平时这俩女人相处还算融洽，他只是回国待了几天，后宫就有了起火的趋势，这已经是目前最好的方案。老公，你听我的就行。江宁月圆润的香肩左右摇摆，翘起粉唇，眼尾染上水汽，发出娇憨的软糯声音。美人撒娇，根本没人能顶得住。陆晨无奈的叹口气，只能妥协。行了，我会跟杨新兰说这件事。就分部和总部的对接来说，杨新兰以前在帝都总部待过，无论是人脉还是能力。话说到一半，江宁月突然紧闭双眼，秀眉微蹙，起身跑向浴室。老公，我先去洗把脸，待会儿再说。陆晨往后仰倒，陷进柔软的床垫，换出系统，打开属性面板。属性点存的有点多，存着又没利息，不如趁早用掉。先是花费20点将好兄弟强化到20，又花费20点把肾脏强化到60，宿主消耗40点属性点，剩余45点。暖流涌遍全身，陆晨舒服的喟叹一声，这才对得起江宁月泡的枸杞茶。江宁月洗完脸出来，抹上面霜，爬上床。老公，这次去魔都谈生意顺利吗？陆晨点点头，啥都不用干，以后每年能净赚几百亿。老公赚了这么多钱，不得给老婆上交几个亿？江宁月唇角上扬，笑容妩媚动人，眼尾泛着风情，自上而下看着他。这一刻，陆晨倒像个司里的普通员工，而他依旧是居高临下指点江山的财务首席。柔顺秀发披散在肩膀两侧，容颜俏丽，绝色无双。江宁月好看的柳眉微蹙，对陆晨身上的变化感到疑惑。才几天不见，变化这么大？难道陆晨回国找老中医，得到了什么偏方？就给他泡过几次枸杞茶，至于这么记仇吗？江宁月心中苦涩，但也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嫌疑。两人闲聊了1个小时，把这几天的思念全吐了出来。江宁月趴在大床中间，心眸紧闭，已经睡了过去。陆晨拨开她的发丝，在红润的俏脸上轻轻拍打，没有任何反应。哎呀，老公你好烦，好累啊，让我睡会儿。江宁月艰难地将美眸睁开一条细缝，迷离惺忪中透露着浓浓倦意。看样子下次获得专属属性点，得给他加点体质，不然时间久了真得出事。陆晨关掉灯，走出卧室，便看到端坐在客厅沙发上的杨新兰，美腿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面色透红，才发现这栋别墅隔音做得非常差。杨新兰率先开口，是声音太大。陆晨走到吧台，倒了2杯威士忌，又往里面加了几块冰。新兰，你能喝冰的吧？杨新兰点点头，那就跟我来书房。您稍等，我去换件衣服。杨新兰虽然平时不住这里，但是有专属卧室，生活用品齐全。5分钟后，她穿着一件浅色睡裙出现在书房，长腿笔直并拢，无瑕肌肤在灯光下闪烁诱人光晕，优雅端庄中尽显丰腴美态。坐吧。陆晨递过去1杯威士忌，杨新兰却没坐沙发，而是在一旁的地毯上正襟危坐，鼻尖动了动。您又没洗澡，嫌弃我了？不是，我嫌弃的是他。杨新兰声音低了些，眼底闪过一丝不悦。你也不用勉强。陆晨向后靠在椅背，双腿在桌下伸直，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回国待了几天，您的变化真大。杨新兰低下头，没再多说什么。陆晨用限定角色自选卡在他身上扫过，光幕瞬间弹出，姓名杨新兰，年龄
28岁，身高170厘米，身份宿主专属管家，忠诚度99%，沉沦进度10%。随即轻抚他的琴手，等我回国，这边的华兴分部就彻底交给你打理，让你当总裁。杨新兰并没表现得太过激烈，只是缓缓抬起头，面色平静如常。我是您的专属管家，按理来说应该跟着您一起回去。然而他的内心早已怒涛翻涌，恨不得现在就跑过去，把江宁月那张装清纯的标致脸撕烂。凡事都有例外，分部正处于上升期，需要你这样有能力的人来领导。陆晨端起酒杯，轻抿一口，目光落在书桌，余光则是观察杨新兰神色上的微妙变化。杨新兰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情绪，声音颤抖道：在您心里，我还不如一个只跟您在一起1个月的女人吗？明明是她先来的，江宁月这个心机婊凭什么后来转居上？这是您本人的意思，还是江宁月的意思？管家可不是什么都能管，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陆晨脸上却挂着假笑，眼神冷了几分。抱歉，是我多嘴了。杨新兰迅速收敛情绪，垂下琴手，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上，泛红的眼眶慢慢恢复平静。你是我的人，但不是我的女人。你也说过，对我是忠诚，不是男女之间的倾慕。留在这边，你才能给我创造更多价值。可是杨新兰还想说什么，话还没出口就被堵了回去。行了，这些话都是你自己说的。陆晨的声音渐渐冷了下来。既然忠诚，那就乖乖听话，留在这边替我管理好分部。江宁月会在线上跟你协作。杨新兰闭上眼，做好承受怒火的准备，心中又把江宁月问候了3000遍。系统给我绑定杨新兰。陆晨在心里默念，随即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响起。宿主消耗限定角色自选卡乘1，恭喜宿主成功绑定杨新兰。解锁属性面板：体质肾脏10，心肺13，肌肉11，感知器官13，魅力五官19，皮肤20，脑细胞19，气质21。宿主获得杨新兰专属属性点40点，当前累积40点。宿主获得109点属性点，当前累积154点。目标好感度达到99点，宿主只需捅破那层窗户纸即可收获绝对忠诚。陆晨将40点专属属性点平均分配到各个维度。杨新兰这样的万能牛马非常能干，最好让她全面发展。杨新兰只觉大脑清明不少，身上的气场也柔和了几分，抬起头深吸一口气，眼角有泪珠滑落的痕迹。想做我的女人吗？陆晨的话刚出口，杨新兰却摇了摇头。我对您只有忠诚，若是你有需求，我可以帮忙。你真的特别爱装。陆晨嗤笑着看他，说好听点是不善表达矜持，难听点就是闷骚，装的比谁都清高，心里想的比谁都下流。你把偷拍我的照片洗出来挂在床头，以为我不知道？最见不得光的秘密被戳破。杨新兰美眸圆瞪，抓起桌上的威士忌灌了一大口，辛辣的酒精呛得她剧烈咳嗽，眼泪直流，肩膀不停颤抖。平日里优雅端庄的模样荡然无存。可怜的杨管家，吃惊的样子狼狈又滑稽，尴尬犹如潮水般将他淹没。杨新兰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她一直想在陆晨面前保持完美，却没想到自己下流不堪的真面目早就被看穿。小丑一直都是他自己。陆晨给他拧开一瓶矿泉水，也还是喝水吧。杨新兰低头看一眼，俏脸更红，没有接水，而是转身就走。没什么事，我先回去休息了，回去换身睡衣再睡，好好想想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只给你一次机会。杨新兰脚步一顿，没回头，快步走出书房。半夜，江宁月猛地惊醒，身边空荡荡的，没有熟悉的体温，她心头一紧，不好的预感瞬间涌上，光着脚跑下床，刚推开卧室门，就见一道熟悉的身影走进陆晨的房间，随后咔嗒一声，门锁落下。是杨新兰。江宁月迅速跟过去，抬手想敲门，手指却僵在半空，怎么也提不起力气，只能将耳朵贴在门板上，屏住呼吸，偷听里面的动静。没过10分钟，最不想听到的声音就传了出来。江宁月娇躯一颤，双腿发软，跪在冰冷地面，被绝望的藤蔓缠绕住心脏。她每次出门都跟陆晨寸步不离，在公司也守在办公室，处处提防，却没想到家贼难防。杨新兰，你个贱人！江宁月心里嘶吼，粉拳握紧，又无力地垂下。她就像个无能的妻子，看着别的女人爬上老公的床，却连阻止的勇气都没有。卧室内只有匀称的呼吸声。杨新兰轻手轻脚地走到床边，不装了。背对着她的男人突然出声，杨新兰发出浅浅的鼻音，爬上床钻进被窝。再装下去，陆晨和江宁月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我献出的不只是忠心，身心都想交给您。杨新兰勇敢地抱住了每晚都令她魂牵梦萦的男人。您愿意接受我吗？陆晨没有回答，直接用行动给出了答案。半小时后，杨新兰美眸噙着泪水，今天终于知道了什么叫痛并快乐着。陆晨一点都不温柔，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怜香惜玉，可偏偏这样的男人让他觉得无比安心。杨新兰将身体交付于宿主，忠诚度+1，当前忠诚度100，沉沦进度正10%，当前进度20%。宿主获得11点属性点，当前累积165点。目标好感度达最大值，将对宿主绝对忠诚。绝对忠诚目标无条件遵从宿主意志，视宿主为生命全部，
愿为宿主牺牲一切。恭喜宿主彻底征服杨新兰，奖励核动能波音787飞机一架，可抵御一切轰炸和撞击，配备传奇机长，坠机概率为0。我现在是您的女人了。经过交流，杨新兰的胆子大了些。我现在可以跟着您回国了吗？她抬起头，眼神里满是期待。即使回国的日子再苦逼，她也要跟在陆晨身边。可以。陆晨抬手蹭过她的脸颊，触感细腻温热，比江宁月的皮肤多了几分成熟女人的柔润。得到答复，杨新兰的嘴角上扬，挪动身子，将她的手臂抱在胸前。你的目的达成了，是不是该回房休息？我想睡在这。杨新兰委屈的瘪嘴，留在这意味着今晚是不眠之夜，但为了证明自己比江宁月能干，她必须留下来。陆晨莫再拒绝，任由她靠在自己身边，像新婚夫妇般依偎着。没人注意到门外那个绝望的身影。杨新兰白皙的额头附着一层细腻的汗珠，几缕湿发贴在上面，富含胶原蛋白的水嫩脸蛋泛着羞晕。您和江宁月每次都不用吗？她不喜欢。你要是想用，抽屉里有。陆晨把锅甩出去，指了指床头柜。杨新兰将垂到眉眼间的发丝轻轻别到耳后，摇摇头，眼神认真。我也不喜欢，不想我们之间有隔阂，出了意外怎么办？杨新兰抬眼望过来，睫毛轻颤带点柔意，眼底藏着坚定。您放心，我会吃药，真有了我会生下来。如果您不想要，我会自己解决。他说的有些不好意思，话音刚落，就把俏脸埋进陆晨的胸口，不敢再抬头。陆晨把忠诚度破百获得的10点专属属性点全加在体质上。很快，杨新兰身上的疲惫消散大半，眸光微亮，声音有些雀跃。老公，我休息好了。陆晨抬手抓住她头顶的秀发，把枕在胸口的美人琴手拎起来，与她四目相对。你叫我什么？感受到头皮被撕扯的疼痛，杨新兰微微皱眉，嘴唇张开却难以启齿。可面对男人玩味的目光，还是逼着自己小声喊了出来。老公，杨管家你可真开放，半夜跑进别人卧室，老公叫的比谁都顺口。陆晨用指腹轻轻拍打她滚烫的脸颊，很享受美人无措的样子。杨新兰美眸中泛起水雾，这男人怎么这么过分？人家把最重要的东西交给他了，还开这种玩笑。可他没法反驳，每晚睡前看着挂在床头的照片，把这2个字念了无数遍，能不顺口吗？我承认，我就是您说的那种女人，但我只对您这样。空口无凭。第二天一早，柔和的晨光驱散黑暗，填满整栋别墅。卧室门外，江宁月依旧保持着跪坐的姿势，散乱的头发遮住大半张脸，瞳孔布满血丝，神情憔悴却依旧清丽动人。她从半夜跪到天亮，本想等卧室里的声音消失就离开，却低估了陆晨的体力，也低估了年近30的杨新兰对男人的渴望。上午，阿斯顿马丁疾驰在马路上，原定计划是3人一起去医院送江明远，可杨新兰下不了床，只能陆晨和江宁月2人一起驱车前往。昨晚没睡好，陆晨握着方向盘，余光瞥向副驾。江宁月没化妆，看着无精打采，好在一直用系统出品的护肤品，即使一晚不睡也不会有黑眼圈，只要身材好长的漂亮。你们男人是不是根本不介意对方是谁？他突然开口，像是在自嘲。这是生物本能。陆晨淡淡回答，人类是高等生物，要是战胜不了本能，控制不住欲望，那和畜生有什么区别？控制欲望就是失去快乐，还不如当个畜生。对这种回答，江宁月无言以对，知道陆晨的畜生又不是1天2天了，还妄想讲道理，有点天真了。于是转过头望向窗外，没再说话。如今的江宁月已经习惯了陆晨的存在，对方的控制欲越强，他就越依赖。他不知道这是天性，还是被陆晨用各种手段扭曲成了这样。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随着依赖加深，占有欲也愈发强烈。江宁月不再满足于当陆晨的女朋友，想当他的妻子，想给他生孩子。更甚者，尽管知道陆晨的手段卑劣，他还是希望陆晨能把那些手段全用在他一个人身上。不仅是爱，这个男人的一切他都想独自占有。到了医院，江宁月没有第一时间赶往江明远的病房，而是走进医院旁边的药店。给我1盒药，药事后起效的，药效最好的那种，谢谢。店员大妈从药柜里翻出1盒药，皱眉提醒小姑娘，这种药不是100%有效，而且有副作用，经常吃的话，以后再想要北鼻会很困难。闻言，江宁月美眸闪出亮光，这可太好了，没事，我就要这个，谢谢。店员大妈望着她离去的背影，遗憾地摇头，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却不懂得爱护自己的身体。江宁月把药装进包包，这才跟陆晨一起上楼。还没走到病房门口，突然拉住陆晨，把他拽进楼梯间，用娇柔的身躯将他顶在墙上。老公。江宁月眼眶泛红，鼻尖亦是如此，声音带着哽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刚刚在走廊，你爸已经从门口看到我们了，你想干嘛？江宁月用小手抓住陆晨的领口，抬眸质问，我天天喊你老公，你为什么不喊我老婆？我这人是保守派，拒绝婚前亲密称呼。陆晨一脸严肃，没有撒谎，只拒绝称呼，不拒绝其他任何亲密行为。这女人今天是疯了，在家里没见她这么大胆。好在这里楼层高，没什么人走楼梯，可走廊里的脚步声清晰传入耳中，谁也不能保证不会有人进来。这是医院，你爸就在几米外的病房里，赶紧放开，你要是不叫，我就不放开。你今天必须喊我老婆。老婆。陆晨无奈地叫了声。江宁月微微仰头，
瞳孔收缩，嘴角勾起一抹满足的笑，美眸中是以前从没出现过的病态占有欲，像只抢到猎物的小兽。10分钟后，江宁月拉着陆晨的手，嚼着口香糖从楼梯间走出来。有了男朋友就忘了爹？刚进病房，江明远就笑着问。才没有，在我心中永远都是。话说到一半，江宁月抬眸看了眼身边的陆晨，才继续道：爸爸最重要。江明远懒得戳穿，女儿能找到一生挚爱，他比谁都高兴。前几天他就发现女儿的手机壁纸从全家福变成了跟陆晨的合照，800年不换头像的人也把微信头像换成了两人贴在一起的背影。把江明远送上飞机，陆晨和江宁月去公司交代了后续工作。等走出大厦，天已经擦黑。分部虽没留自己人，但有领导力光环加持，不用担心出乱子。马上就要回国了，我们去海边散散步呗。老公。江宁月坐上副驾，去海边是为了弥补夏威夷之行的遗憾。她很喜欢这辆阿斯顿马丁，但是更喜欢坐在陆晨的副驾，因为比较方便。陆晨连上手机，随着音乐响起，车子驶出地下车库。江宁月将安全带挂在胸前，长腿摆弄几下，脸上升腾起一抹羞红。高速上车不多，陆晨开得比较快。哎呀，老公你太快了！江宁月有些受不了，陆晨只好松开油门，降低车速。音乐声太大，调小点。江宁月拿起他的手机，指尖在向下的箭头上点击了好几下，想调到最小。可下一秒，车内的音乐突然炸响，吓得他差点把手机扔出去，整个身子都在颤抖。为什么箭头是反着的？你把手机拿反了！江宁月的脸颊爆红，慌忙把手机翻过来，想继续调小，手机却被陆晨抢了回去。反正是在高速上，声音大点也没关系，你也别掉了，这样挺好。就知道欺负我，你真是有病！江宁月扭过头，有些发烫的俏脸贴在车窗上，采取物理降温。开了半个小时，陆晨驶下高速，找了一处偏僻无人的海滩。两人一前一后走在沙滩上，潮水漫过脚踝，咸湿的海风袭来，吹起江宁月有些潮湿的裙摆，笔直的雪白长腿在暗黄的沙滩上依旧耀眼。你威胁我，占有我，不可能只是为了享受这具身体，你还有别的目的，对吧，老公？江宁月停下脚步，稍微压下被海风吹起的裙摆，晚间的海水让她的血足有些冰凉。陆晨闻言，神色微动，也跟着停下脚步。你或多或少也猜到了。江宁月则是摇摇头，我猜不到，也不想猜，但只要是你，无论让我做什么，我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做。我只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你说，对你们上层人来说，女人也是一种可以交换利益的资源。有些女人深知这一点，会在自己还有价值的时候，用身体换想要的东西。江宁月转过身，目光紧紧盯着陆晨，声音透着前所未有的认真。我现在站在你身边，也是同理，但我不想再把身体当作筹码。你能答应我吗？他了解上流圈子的丑恶，那些富二代玩得极其变态，会把自己征服的女人互相赠送，看谁征服的美女更加风华绝代，互相攀比，以此为荣。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的心眼有多小你还不知道？江宁月走到陆晨身前，伸出纤纤素手捧起他的脸颊。我当然知道，可我没背景没人脉，只有这一身皮囊能勉强跟你站在一起，因此我会自卑，忍不住多想。江宁月袖窄修长的青葱玉指摩挲着男人的脸颊，纤细手腕轻轻颤抖，有些哽咽道：其实一开始我挺瞧不起你的，可你的那些手段太不讲理，让我变得完全离不开你。不等说完，陆晨就打断他：离不开就别离开，再说了，我也不会放你走，这辈子算是栽在你手里了。江宁月破涕为笑，脸上的伤心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妩媚的笑容，鼻尖蹭着陆晨的下巴：老公，这里没人，你胆子够大，专门来没人的地方，你还能有别的目的？没有。对于这种事，陆晨从不拒绝。潮水一次次退去又涌来，漫过江宁月的脚趾，浸湿她的裙摆和膝盖，最后没过陆晨的脚踝。江宁月沉沦进度正 20%， 当前进度 100%， 宿主获得20点属性点，当前累积185点。江宁月沉沦进度达顶峰，此躯体已对宿主上瘾，对他而言，最难受的是莫过于与宿主贴近，却无法更进一步。海水冰凉，陆晨抱起江宁月，走到一块平整的礁石上。明天跟我去一趟硅谷，做回国前最后一波收购。江宁月点点头，突然想起什么，眸光一转，握紧粉拳：你又没喊我老婆，罚你面壁思过。他说着，坐在礁石上，回想自身这1个月的变化，开始烦，然后难受，慢慢习惯，最后上瘾。陆晨默默躺在礁石上，咸湿海风进入鼻腔，浑着清新与微腥。两人在海边待了足足2个小时，才回到车上。海湾别墅区远离闹市，中间有一段僻静的街道，路灯忽明忽暗，周围没什么人。跟以往不同，路中间多出了阻车钉，光线昏暗，很难看清，从上面压过去必定爆胎。好在陆晨视力惊人，提前发现不对劲，刹住了车，没让江大校花心爱的阿斯顿马丁爆胎。不对劲，赶紧报警。不等提醒，江宁月已经掏出手机拨打了911。陆晨正要倒车，道路两侧窜出几道人影，堵住了退路。从后视镜看去，根本看不见人影，只有几排泛白的牙齿。紧接着，又从前方出现几道黑影，朝着这边靠拢，将跑车围在中间。江宁月紧紧握住陆晨的手臂，在雄鹰国待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遇到那个堵路，
而且还是号称全纽扣市安保最好的海湾别墅区。陆晨没有轻举妄动，而是不慌不忙观察周围情况。对方明面上有8个人，不清楚暗地里有没有藏人，是否携带热武器也是关键。最近的警局离这里有10分钟的路程，他得周旋至少10分钟，才能等到警长过来把这些黑巧克力融化。8名黑人围了上来，为首的壮汉走在前头，重重敲了敲车窗，粗哑的声音带着威胁 ：“Bro， 赶紧下车！”脖子上挂个金色狗链，裸露的胳膊和胸口布满纹身，1.9米的身高搭配爆炸般的肌肉，往那一站，压迫感十足。老公，千万别下车！江宁月武力值高，不代表胆子大，他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说话时连带着身体都在颤抖。见车里的人无动于衷，黑人从背后掏出家伙抵在车窗，给你3秒，再不下来，我会把车玻璃连同你的脑袋一起射烂。陆晨握住江宁月颤抖的手腕，轻轻从自己手臂上掰开，留在车上，把门锁好。没有我的允许，不准下车。不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下去。江宁月不肯松手，美眸中满是担忧。听话啊，不然我回家干死你。陆晨强硬地扯开他的白嫩小手，推开车门走了下去。脚刚落地，冰冷的枪口就抵在额头。陆晨早有预料，脸上没丝毫慌乱，反而冷静开口：“哥们别冲动，我有的是钱，你们要多少？告诉你的管家，准备1000万美金现金，用车运过来。还有，把你这台跑车的钥匙给我。”说罢，瞥了眼车内的江宁月，警告道：“你这小妞要是敢报警，我现在就崩了你！”一旁带着鼻环的小弟凑到车窗边，看清江宁月的脸，眼球差点掉出来。“老大，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小妞，长得比好莱坞女星还带劲，要不我们把她拽下来玩玩？”狗链黑人俯身往车里看了一眼，眸光亮起，惊讶于世间竟有如此角色。厚黑的嘴唇勾起邪笑，对卓陆晨嘲讽道：“据统计，你们那边的男人平均只有12，Bro 的能力根本满足不了他吧？”陆晨默接话，在心里迅速换出系统面板，将剩余的属性点全加在肌肉、心肺和感知器官上。宿主消耗180点属性点，剩余5点。宿主属性面板更新：肌肉3090，心肺3090，感知器官3090。一股热流涌遍全身，力量从体内迸发而出，呼吸变得深沉有力。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敏锐的洞察力，甚至能通过细微的肢体动作预判出那些人下一步行动。路边很安静，没有藏人。观察那些人的动作，其中3人手中有枪，因为有明显的准备拔枪的动作。陆晨通过观察，迅速制定出作战策略，不说话就是默认了。黑人以为他怂了，对身边的小弟喊：“去把那小妞拽下来！”就在黑人分神的瞬间，陆晨猛地侧头，避开抵在额头的枪口，同时抬手抓住黑人的手腕，用力一拧，骨头摩擦的声音传入耳中。黑人惨叫着松开手，手枪掉在地上。陆晨顺势一拳砸在他的腹部，直接将1.9米的壮汉打飞出去，重重摔在地上，当场晕了过去。一旁的小弟刚要摸枪，陆晨眼疾手快，对准他的脑袋，抬手就是一肘。一声闷响，小弟被肘翻在地，没2秒就没了动静。解决掉2个能构成威胁的人，只剩1人。陆晨早就锁定好了目标，飞身一跃，跳上车顶，锁定后方准备射击的黑人，双腿弯曲蓄力，猛地蹬地，犹如黑夜里的流星，一记骑士踢直冲对方面门。在强劲爆发力的加持下，这一脚下去，不死即残。刹那功夫，那名黑人已经躺在地上，面部变形，牙齿碎一地，手中的武器走火，子弹正好打在先前被肘晕的小弟头上，爆了一地西瓜汁，看起来有点死了。剩下5个黑人懵了，脸上冒出黑人问号。不过眨眼的功夫，地上就多了3块融化的巧克力。难道这就是华夏功夫？有人颤声问道。No， 不只是华夏功夫，那记肘击我只在 NBA 见过，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闭上你的臭嘴，一起上！其中1人壮着胆子喊道。几人掏出电棍围了上来。陆晨不闪不避，找准时机抓住最前面1人的胳膊，将他往另一个人手中的电棍上甩去。滋滋滋滋滋！啊呀呀！法克！电流声响起，伴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空气中瞬间弥漫开烧焦的糊味。接下来的场面成了单方面碾压，陆晨一脚一个，犹如踹死路边野狗，几秒内就踢飞3人，只剩那个最初提议拽江宁月下来的小弟，握着电棍瑟瑟发抖。开个玩笑，这是我们当地黑帮的问好方式，不是抢钱。Bro， 放过我吧！陆晨二话不说，又是一脚，看他滚出去好几圈才停下，还不解气，快步上前，一记势大力沉的碎弹脚猛地踩下去，凄厉到变形的惨叫后，小弟再也没了动静。就在这时，最初被打晕的黑人突然惊醒，抓起地上的手枪，枪口对准了陆晨的后背。老公，看后面！车里的江宁月惊叫道，情急之下推开车门冲了下来。陆晨早就察觉到不对劲，弯腰抓起地上昏迷的小弟挡在身前，砰砰砰，几发子弹全打在双腿中间。法克，小弟发出虚弱的惨叫，双手捂住血淋淋裆部倒了下去。见黑人还要换弹，江宁月冲过去踢飞他手中的武器，又抬起高跟鞋，咬牙卯足全身力气，狠狠踩了下去。你个碧池！黑人尖叫着再次晕了过去。当时在车内，黑人嘴里蹦出的话被江宁月听得一清二楚。她这种传统的女人
绝不允许老公以外的男人碰她的身体，哪怕只是有想法都不行。谁允许你下来的？当我的话是放屁！陆晨走上前责备道：“你太冲动了，他们可是有枪，被打伤怎么办？”江宁月声音软了下来，眼眶泛红，伸手轻轻抚摸他的胳膊，生怕他哪里受伤，心疼的不行。他们要是只想要钱，我给他们就行。陆晨握住他的手，但敢觊觎我的女人，那就是不想活了。别说碰你，哪怕只是有想法，我都会收拾他们。这句话也算正面回应了江宁月在海边的担忧。没见过心眼比你还小的男人。江宁月笑了，眼泪却忍不住掉下来。先前的胡思乱想全是多余的。她本来不信世界上有超级英雄，可现在信了。对一个女人而言，老公就是专属于她一个人的超级英雄。为保护女友，宿主赤手空拳与8名黑人搏斗。Bro， 你是个真正的 man。比起甜言蜜语，切实的行动更令人心动。江宁月忠诚度加20，当前忠诚度100，获得江宁月专属属性点10点，当前累积10点。目标好感度达最大值，将对宿主绝对忠诚。该目标为特殊目标，因对宿主过度依赖，存在黑化风险。宿主获得20点属性点，当前累积25点。宿主完美攻略江宁月，获得技能天眼，可查看任意目标忠诚度与敌意。陆晨将江宁月柔软的娇躯揽入怀中，意念一动，用天眼扫过她的头顶。忠诚度100，敌意0。分析对宿主绝对忠诚，愿为宿主献出生命，繁衍欲望持续高涨，渴望为宿主诞下子嗣。随即又扫了眼地上昏迷的黑人，忠诚度0，敌意100。分析恨不得将宿主大卸8块，想用电棍电击宿主的好兄弟。天眼不仅能看忠诚度，还能窥探目标的大致想法。为了验证所想，陆晨低头问道：“想不想给老公生孩子？”江宁月身子明显一僵，随即别过脸，掩饰内心的激动，语气故作嫌弃：“你有病吧？你又没娶我，生什么生？”说着，俏脸嫣红，脖子带着耳朵一起发烫。停顿几秒后，声音软了下来：“但是，老公想要的话，也不是不行。再聪明、再理智的人，只要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根本控制不住繁衍的欲望。”警笛声由远及近，一辆警车疾驰而来。地上受伤较轻的黑人挣扎着起身，想趁机逃跑。白人警察从车里跳下来，几乎是肌肉记忆般拔出腰间的手枪，砰砰砰，连续10多发枪响。逃跑的黑人倒在地上，抽搐几下便没了动静。哦，谢特长官，我好像杀人了。白人警察收起枪，声音有些慌乱。警长欣慰地拍拍他的肩膀，安抚道：“孩子，你做得非常好，我为你骄傲。我相信你的爸爸妈妈还有你家的布鲁斯都会为你骄傲。警官，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这里会出现黑帮成员？ Sir， 非常抱歉，您若有任何损失，当地相关部门会全额赔偿。”白人警察连忙上前，恭敬地行了一礼。一旁的警长看到地上的惨状，惊呼出声：“怎么回事？这些人伤得一个比一个重，还有2个断气了，是你干的？”他走到陆晨面前，质问道：“是的，警长，为了保护我的女朋友，我必须出手。”警长再次欣慰地拍拍肩膀：“年轻人，好样的，我为你骄傲。那我老公要不要负责任？”江宁月搂住陆晨的手臂，不愿松开，害怕老公被请去喝茶。警长看他一眼，眼里满是欣赏：“哦，美丽的小姐，你老公非常棒，为了保护爱人，就算把他们全部打死，也属于正当防卫，不仅不用负责任，还会被授予纽扣市城市英雄称号。”正说着，地上一名黑人突然醒过来，悄悄挪动身子，手伸向一旁的电棍。“哦，谢特，放弃抵抗！”警长飞扑过去，用膝盖顶住他的后背，恶狠狠地说：“我会用膝盖把这些巧克力融化，你们可以回去了，剩下的交给我们处理。”回到别墅，车子刚停稳，江宁月就迫不及待地扑上来：“老公，你身上好香，海边疯了2个小时还不够，上瘾了。”陆晨伸手去推他，根本推不开，跟个口香糖一样死死粘在身上。江宁月是真的上瘾了，就算紧紧贴在一起，还是会渴望更近一些。跑车空间太窄，装不下他的大长腿，两人只能下车，在车库找了辆 SUV 钻进去。半小时后，两人验证完 SUV 的减震系统没问题，才下车走进别墅。杨新兰已经在床上躺了一天，身穿低领睡裙，露出精致的锁骨。趁陆晨洗澡，江宁月来到他面前，掏出白天买的药，扔在床头，微微眯眼，丝毫不掩盖俏脸上的厌恶之色。多吃几粒，最好当饭吃。你要是敢怀上我老公的孩子，我掐死你！说罢，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杨新兰没说话，只是恶狠狠瞪着离去的背影，起身抓起药盒扔进垃圾桶。她越来越讨厌江宁月，一开始可怜无助的小姑娘，已经变成护食的疯狗。陆晨洗完澡出来，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掺了各种补品的茶，大床中间躺着一具完美娇躯，纯洁、成熟、妩媚，犹如神匠雕刻的艺术品，全身上下透着无瑕的白，即便看了无数次，还是会被惊艳。江宁月立马从床上蹦起来，跑到面前，拿起吹风机：“老公，我给你吹，你没完了是吧？”江宁月没有停下动作，抬眸问道：“你这么不情愿，是我没杨新兰好看？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昨晚跟他一夜没睡，你想怎样？今晚也别睡了。”江宁月恳求：“回国后你肯定没多少时间陪我，最后一晚让我任性一回好不好？”“不
不行，陆晨拒绝得很干脆，你不让我下车，我还是擅自下车了。你能不能说到做到？江宁月凤眸微挑，自不量力的挑衅。几天没收拾，我看你是皮痒了。陆晨将10点专属属性点全加在江宁月的体质上，转身走进衣帽间，从角落拿出一个黑色挎包。江宁月心跳加快，眸光频频闪烁。半夜，杨新兰躺在房间里，即便休息了一天，依旧浑身疲惫。隔壁传来异响，她才明白昨晚的陆晨是多么温柔。第二天一早，司机将陆晨和江宁月送到机场。杨新兰没有同行，得知自家主人被黑人欺负，心里愤愤不平，打算留在这边讨回公道，晚几天再回国。江宁月特意穿了件深色长裙，修长的美腿并拢在一起，她已经开始后悔昨晚为何要挑衅这个恶魔。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两人通过专属通道来到核动能波音787面前。机长早已等候多时，他兴奋地伸出手招呼道： Hey man， 我是您的专属机长左巴扬。波音787飞行将近5个小时，左巴扬平稳地将飞机降落在旧金山国际机场。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早已派人在机场门口等候。陆晨和江宁月刚出通道，就被专车送往被媒体称为宇宙飞船的 Apple Park。换做以前，库克根本不会正眼瞧一个刚崭露头角的二代。但是前段时间好兄弟雷布斯签下的逆天合同，让他对华兴二公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才破例答应见面。库克没有安排专门的会议室，而是在大楼内部随便找了张桌子，接待规格像对待普通朋友，很随意。陆晨刚坐下就说出此行的目的：库克先生，我急着回国，就不说没用的客套话了。我想收购苹果公司。不是他急，是身边的小女神急。江宁月抿着粉唇站在身后，乖巧的揉肩捶背，时不时加重力道，像是在表示抗议。听到如此年少轻狂、异想天开的言论，库克扬起嘴角，不屑一笑：你跟我谈这个没有任何意义，我手里只有0.02%的股权，没权利把苹果卖给你。他顿了顿，话锋一转：不过我很好奇，你是怎么说服雷布斯签下那种陷阱合同？等我收购了苹果，你自然就能知道我的手段。你身为首席执行官，肯定有能力召集其他股东。我给你1周时间，届时我会再次拜访你们的 Apple Park， 希望能在会议桌上见到所有股东。陆晨语气随意，犹如爸爸使唤儿子。孩子，这并不好笑。库克脸上的笑容消失，语气冷下来：你要是再继续说这种不切实际的话，我想你可以离开了。江宁月趁机俯身，几乎是咬住陆晨的耳垂，唇瓣间吐出一缕芬芳。老公，你快点，我们回去吧。对他来说，在公共场合多待1秒都是煎熬。陆晨莫理会他，重新看向库克，先别急着拒绝，听完我接下来的话。话没说完，身后的江宁月突然转身跑进不远处的卫生间。库克挑眉，好奇地看向那边：你的女朋友？没事，可能是吃坏肚子了，不用担心。闻言，露出原来如此的表情。江宁月刚才的神态确实像憋不住的样子。库克不可能答应陆晨的要求，除非他变成傻子，因此只能借用外力让他答应。陆晨对着他使用了谈判专家，一瞬间，库克的眼神变得清澈，仿佛回到了孩童时代的天真无邪，那段别人说什么都会当真的年纪。蒂姆·库克，我郑重告诉你，我不是在开玩笑。陆晨语气加重，不管用什么办法，下周必须把所有股东聚集到这里，这关乎苹果未来几10年的发展。库克坐直身体，喉结滚动，认真道：你放心，我会按你说的做，不过请给我2周时间。没问题。陆晨从包里拿出一个小铁盒，放在桌上，这里面是我收购苹果的筹码，先放你这，但必须等签署完收购协议才能打开。库克拿起铁盒上下打量，盒子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甚至没上锁，要是你敢提前打开，后果自负。陆晨的警告彻底压下他的好奇心，连忙点头应下，不敢再有任何想法。等你的好消息。陆晨起身离开，正好碰上从卫生间出来的江宁月。库克望着他的背影，眼神里透着对老父亲的敬重。回机场的路上，雷克萨斯 LM350 的后排私密空间里，江宁月蜷着大长腿，头枕在陆晨的腿上。老公，我认输，你昨晚的气势呢？小气鬼，跟自己老婆计较什么？江宁月眼眶微微泛红，心里一阵委屈。我的话就是规矩，注意你现在的身份，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见他狠厉的样子，江宁月立马换上卖萌的表情，眨了眨湿漉漉的美眸。知道了。陆晨轻抚着她垂落在大腿上的秀发，像是在抚摸温顺的小宠物。江宁月露出生无可恋的表情，心里疯狂祈祷飞机能快点飞回帝都，好让这场苦逼游戏尽早结束。老公，你给库克留的小铁盒里装的什么？他忍不住好奇，小声问道。女孩子家别多管闲事，专心做自己的事。不久后，波音787升空，平稳飞行在11000米高的平流层底部。系统送的这架飞机，那是很合主人的心意，投其所好，专门配备了一张大床和豪华淋浴间。陆晨推开浴室门，光脚走出来，在地毯上留下一行明显的湿痕，倒在床上，打开手机里的学习软件，学起了日语。1个月内，他已经读完所有金融相关书籍，接下来打算掌握各国语言。先学日语是因为穿越前就有一定基础，上飞机前花费10属性点对头脑风暴进行了升级。升级后不仅学习效率提高，还能自由开启和关闭，
完美利用碎片化时间，堪称时间管理大师。剩下的15属性点依旧留着过日子。床头挂着江宁月的深色长裙，下方的木桌上放着小型充电仓，指示灯正亮着。1个小时后，浴室内淅沥的水声才停歇。玻璃门被推开，江宁月穿了件性感的黑色吊带睡裙缓缓走了出来，裙摆下一双笔直的美腿白嫩无瑕，小脚丫踩在地毯上，格外的精致可爱。美人出浴，清新俏丽，犹如娇艳欲滴的出水芙蓉。洗什么东西能洗1个小时？陆晨放下手机，伸手去拿床头的充电仓。江宁月坐到床边，理着香肩上湿漉漉的秀发，不满道：“你还有脸说每次都是我一个人收拾，一点都没有身为男朋友的责任心。”陆晨起身，从背后搂住江宁月，下颚抵在银白相间。按理来说，吃完饭不都是老婆洗碗吗？江宁月放松身体，向后靠近他怀里，两人的脸颊紧紧贴在一起，彼此呼出的热气交织在耳畔。陆晨故作认真：“小月，你在雄鹰国待了这么久，应该知道这里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吧？”江宁月皱眉，露出莫名其妙的表情，歪了歪头，眼神里带着些许困惑。怎么突然说这个？陆晨叹了口气，感慨一声：“在雄鹰国，有钱有势的人总喜欢走后门，不管是找工作还是上学，即便是小学也有这种情况。”江宁月更加懵逼，在雄鹰国这算是义务教育吧？小学直接进就行，还走什么后门？可有些人就喜欢这样做，为了凸显自己的财富和权势，就这样硬挤进去，未免也太畜生了。江宁月义愤填膺，攥紧粉拳，对这种特权行为很不耻。可下一秒，他突然顿住，美眸闪过一丝警惕的亮光，像是发现了不对劲，猛地回头盯着陆晨，跟我弯弯绕绕说这么多，你到底什么意思？江宁月娇躯紧绷，像是察觉到危险的小兔子，随时准备跑步。陆晨俯身，嘴唇凑到他耳边，压低声音说：“这么多是想告诉你，我就是这样的人。”江宁月反应过来，脸色一白，挣扎着想要逃脱，只可惜被陆晨的手臂锁住，再强硬的挣扎也无济于事。可怜的小白兔怎么可能从饿狼的利爪中逃脱？连挣扎都是徒劳。飞机驾驶舱内，金发碧眼的副机长身子紧紧贴在座椅靠背，额头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冷汗，侧头看向身旁的左巴扬，咽了口唾沫，声音颤抖道：“机长，明明没有遇到大气湍流，为什么飞机会持续颠簸？已经半小时了，太诡异了。”左巴扬却异常冷静，双手稳握操纵杆，眼神专注地盯着仪表盘：“孩子，别担心，我是传奇机长，会保证这架飞机上所有人的生命安全。可是，真的没问题吗？我们正处于太平洋上空，要是迫降海面，根本撑不到救援队赶来。”左巴扬侧过头，拍拍他的肩膀：“孩子，你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保证，飞机会安全降落在帝都机场。只要你不拿手肘碰我，就不会有任何事。你要是紧张，可以放首歌来缓解一下。”闻言，副机长在广播里放了一首英文歌，悠扬的旋律伴着富有深意的歌词，在机舱内缓缓回荡。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哦，谢特，蠢货，你在做什么？左巴扬瞬间暴怒，猛地一巴掌拍在副机长的后脑勺，眼里满是怒火，不想坠机就赶紧把音乐关掉。副机长被打得眼冒金星，捂着头一脸懵，不明白左巴扬为何反应这么激烈。可下一秒，奇迹发生，随着歌声，飞机居然停止了颠簸。机舱内，江宁月娇躯紧绷，强忍着飞机颠簸所带来的不适。陆晨正拿手机拍摄，广播里冷不丁响起的一首 See You Again， 吓得他身子一软，沉浸于摄影的美妙体验被硬生生打断，这简直比拉屎夹不断还难受。陆晨掏出对讲机，大声怒骂：“左巴扬，到底是谁放的这首歌？再不关掉，信不信我打开舱门把你肘出去？”与此同时，帝都万丰银行龙桥区分行门口，一辆出租车缓缓停下，副驾上走下一位身姿挺拔、容貌清秀的年轻男人。异国他乡，忍辱负重，时隔多年，林天终于重临这片故土。年少的张扬早被消磨殆尽，23岁的年纪，眉宇间却是沉稳与沧桑。林天面色淡然，内心却难免哀伤。4年前，父亲遭暗算，从此人间蒸发，自己被赶出林家，远赴雄鹰国求学。当时踏上飞往纽扣的航班，就在心里发誓要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一句诺言，成了他4年不断奋进的动力。现在是时候了。林天看了眼手机，壁纸是江宁月如沐春风的笑容。或许当初他也有苦衷，分开是迫不得已。林天暗暗发誓，等到夺回万丰银行，要把他重新追回来，证明自己对他忠贞不渝的爱恋。可能要1年、2年，甚至更久。但是林天相信，江宁月这样保守矜持，比任何人都传统的女孩子，只要不结婚，永远不会跟男人亲密，坚守底线，自尊自爱。等到再次相遇，他还是记忆中那个冰清玉洁，从未被男人染指的江大校花。帝都国际机场，苏清渊停好奔驰大 G， 一路小跑到出口，在人群中寻找陆晨的身影。得知老板要回来，整整1天，他都是满心雀跃的状态，连最爱的小说都没心思看。苏清渊20年的人生，只有训练和任务，从没谈过恋爱，根本不懂男女之情。可自从见到陆晨，心里悄然升起了一模一样的思绪。他今天打扮得很简单，宽 T 恤加牛仔裤，扎着利落的马尾辫，身段纤长迷人，没有过分前凸后翘，
飒爽的气质却依旧光彩夺目。现场大部分男人的目光已经聚焦在他身上。等了足足1个小时，那个熟悉的身影才出现在出口。苏清渊迫不及待地迎上去，接过他手中的包，嘴角扬起笑容，露出2个可爱的小酒窝。老板，你终于回来了。陆晨莫说话，而是嘴角含笑看着眼前这个身材高挑、容貌秀丽的女孩。跟江宁月那样的大美人比，苏清渊的长相算不上出彩，但她身上散发的独特气质却能让人忍不住侧目。那股空灵与清纯，即便是江大校花也从不具备。帝都这边好像比纽扣还热。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在一旁响起，苏清渊这才反应过来，老板身后还跟着个女人。因为太过投入，属于特种兵的敏锐嗅觉居然没能发现江宁月。江宁月身着黑色短裙，秀发如瀑，精致的俏脸为施粉黛，却仍明艳夺目，白皙诱人。最引人注意的还是那双裙摆下绝美的大长腿，腿型胜过专业腿模，皮肤白倒像是在发出荧光。苏清渊愣了好几秒才回过神，他从没见过长得这么好看的女人，哪怕是美颜和 P 图横行的互联网上也没见过。两人的身高相差无几，只因江宁月踩着高跟，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他看向苏清渊，挽住陆晨的手臂问道：老公，这位是？老公？难道老板已经结婚了？冒出这样的念头，苏清渊心中莫名有些酸楚。明明没有恋爱，却有种失恋的失落感。这是我新招的司机苏清渊，你俩以后姐妹相称就行。苏小姐你好，我是陆晨的未婚妻江宁月。江宁月大方地伸出手。未婚妻？听到这3个字，苏清渊低落的情绪好了不少。未婚妻又不一定结婚，小说里经常有傻白甜女主趁虚而入，未婚妻最后都成了路边一条。他腼腆一笑，微微躬身，握住伸过来的娇嫩小手，白皙修长，看似骨节分明，却五谷般柔软，跟他布满茧子的手完全不一样。江小姐，请多关照。苏清渊不会跟人相处，握个手就脸颊泛红，眼神闪躲，显得娇憨可爱。江宁月同样微笑，手上却暗暗发力。苏清渊感受到加重的力道，感觉有些冤，什么都没做就被来了个下马威。敢和兵王玩这种把戏，无异于在关公面前骑摩托，惹怒了对方，手腕分分钟给你掰断。然而他却不敢怒，又不敢言，更不敢动。苏小姐以前是当兵的。江宁月上下审视，他就是要在对方擅长的领域较劲，以此来达到警告的目的。前阵子刚退伍。苏清渊如实回答，却有些惊讶江宁月能看出来。看来老板的未婚妻并不是什么花瓶，也不是善茬，颇有几分恶毒女配的样子。自从被欧晶晶骗了5000块，他就长了心眼，老板以外的人都不值得信任，也只有老板不会骗他。3人走出机场，苏清渊提包走在后头，一路上默默无闻。身边的俊男靓女实在是过于耀眼，让他不由得自卑。到了车上，陆晨没有想象中那样坐上副驾，而是跟江宁月一起钻进后座，依偎在一起。去月湖湾别墅区，他掏出手机，随即搂住美人的纤腰，闭目养神。江宁月清冷无双的气质荡然无存，又变回温顺的小兽，贴在主人胸口，小声呢喃：不是说下了飞机就游戏结束吗？你什么意思？苏清渊不免疑惑，搂个腰至于这么大反应吗？但也不敢多问，只能发动车子离开机场。江宁月的俏脸越发红润，车里有点热，空调开大点，车子开快点。别急，清渊，你慢点开，安全最重要。老板发话，必须听老板的。苏清渊立马把车速降到当前路段的最低限速，放首歌，声音开大点。陆晨又说：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歌，老板你连自己手机吧，我怕放的你不喜欢。苏清渊刚入社会，不了解流行乐，不敢擅自做主。没事，随便放一首就行。手机正连着别的设备，陆晨想连也连不上。一首流行乐响起，掩盖了耳边细碎的呢喃。江宁月突然凑上来，贴在耳边：不就是想在外面听我失态的声音吗？我满足你，这才对，我就喜欢你释放天性的样子。清渊，你把声音再调大点。陆晨笑着吩咐：什么天性，还不是被你折腾成这样。江宁月不满地翻了个白眼，没有生气，只是有些委屈。还记得最初在酒店，他只会发出闷闷的声音，后来在陆晨的各种手段下，渐渐无师自通，造就了如今的天籁。还跟我装，承认喜欢很难吗？有些女人即使落花流水，嘴上就是不承认。就比如江宁月，哪怕忠诚度和沉沦进度都到了顶峰，嘴上也不愿承认。没有的事，我承认什么？江宁月假装愤愤不平，低头一口咬在肩膀，好一会儿才松开，留下一圈清晰的牙印。你是真的变态，为什么会喜欢看自己的女人出丑？经过这次教训，他是真的不敢再挑衅这个疯子了。就算喜欢被当作小猫对待，也经不起这样持续折腾。苏清渊余光捕捉到后座的场景，觉得自己此时不该在车里，应该在车底，只能移开目光，假装什么都没看见。车子总算停在月湖湾别墅门口，江宁月如获新生，推开车门就往别墅里冲，急切的样子像是有洪水。行李早就被杨新兰安排的人搬了过来，因此只有一件装道具的挎包。苏清渊放下挎包，却不肯离开，站在车边，身子扭捏，有话要说又不好意思开口。不用守在这里，用车的时候我再叫你。陆晨示意他可以离开。苏清渊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从车里拿出一个保温壶，快步走到陆晨面前，双手递过去：老板，
你上次不是胃不好进医院了吗？我给你做了点养胃粥，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尝尝。说完，脸颊红透，慌乱地看向地面，不敢再抬眸。陆晨接过保温壶，道了声谢，辛苦了。明天8点送我去盛华会所，别迟到。遵命，老板。苏清渊向得到赦免，跳上车，逃也似的离开别墅。月湖湾跟公寓只有半个小时路程，他把车停在楼下，拿出干净的抹布准备擦车。自从拿到这台车，他每天都会细心擦拭，保证车子一尘不染。钻进后座，突然发现坐垫上有块水渍。陆晨和江宁月都没喝水，这水是哪来的？他皱了皱眉，只能把坐垫拆下来带上去洗干净。半夜，卧室里，苏清渊躺在床上，纤长娇躯裹在被子里，正在进行唯一感兴趣的娱乐活动。手机屏幕微弱的亮光勾勒出他清秀的容颜。好不容易找到一本合心意的小说，居然要付费。虽然现在月薪1万，发达了，但让他充钱看文绝无可能。于是点开浏览器搜索，找到一个满屏广告的盗版网站，不小心点到广告，跳转到了一个叫第一班蛛网的小说网站。出于好奇点开一篇，就此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才看几章，苏清渊就浑身发热，心脏跳得飞快。这种陌生的悸动让他慌乱，活了这么久，第一次产生想跟人教导培训的冲动。不过对象必须得是老板，一直看到凌晨2点，他才收藏好网站，关掉手机。说起来，江宁月的反应跟小说里写的一模一样。难道江小姐是被老板控制了？表面温文尔雅的老板，居然会玩这种把戏，好变态。可这种反差，偏偏让他觉得老板更有魅力。苏清渊越想越清醒，又拿起手机点开了那个网站。同一时间，别墅卧室里，江宁月一肚子孩子气地仰躺在大床中央，浴室里的水流声停歇。陆晨走出来问道：“你不洗了？”“算了，没力气。”江宁月声音虚弱，像是一条严重流失体内水分的鱼。陆晨跳上床，躺在他身边，还敢不敢挑衅老公了？不敢了。江宁月立马认怂，表现出一副卖萌的小模样。老公最好了，我再也不闹了。你说话怎么有股子孩子气？陆晨失笑，你滚！江宁月娇嗔着，却顺势钻到怀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声音渐渐含糊。老公，你抱着我睡。没几秒，呼吸就变得均匀。他实在太累，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盛华会所顶层包房内，陆晨和欧晶晶裹着浴袍坐在沙发上喝茶，茶几上除了点心茶具，还放着一份个人资料和户型图。欧晶晶一脸的神清气爽，看样子是刚刚享受完贴心服务。陆晨用天眼在她身上扫过，忠诚度999，敌意0。提示：以前来者不拒的宿主变得节制，目标怀疑宿主是不是身体出了问题。那几个可是我精挑细选的100万粉网红，少爷你怎么看都不看一眼？欧晶晶抱怨道。昨晚吃撑了。陆晨拿起桌上的资料，大致扫了一眼，这就是给你天哥找的女人。姓名：蓝雪，年龄26岁，身高体重170cm48kg，粉丝1123w，学历研究生毕业，情感经历1569人，现任男友17人。不错，蓝雪可是我们传媒公司的头牌，跟榜一大哥出去旅游了，下午回来。现任男友17人，他忙得过来。说是男友，其实都是榜一大哥，平时有抠脚大汉代聊维护关系，蓝雪就偶尔出去给他们吃肉。欧晶晶解释。陆晨的目光停在情感经历上，点头道：不错，有足够的阅历，你天哥一定喜欢。欧晶晶拿起户型图递过去，少爷你看这户型不错吧？一开始我住过几天，有些宽敞，2个人住完全没问题，住起来确实舒服，但毕竟是流水房，后面我就不敢住了。行了，你回去忙，下午让蓝雪来见我。陆晨摆摆手，打发走欧晶晶。接下来的时间都在处理帝都创世分部的事。秦若雨租了一栋写字楼当临时办公地，2人在线上沟通细节。下午，蓝雪刚下飞机，就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盛华会所，出现在陆晨面前。坐吧。得到允许，蓝雪甜甜一笑，大方地坐在沙发上。她穿了件性感的白色小短裙，秀发末端微微卷曲，2条纤细洁白的大腿紧紧并拢，娇嫩俏脸略施粉黛，清纯动人，散发出含苞待放的气息。在包房暖黄的灯光下，一举一动都惹得人身心躁动。陆晨拿起资料，直截了当问：说实话，你的学历是不是有水分？这几年到处跑，心思能放在学习上？在老板面前立人设没意义，蓝雪坦然承认：我这种人学历哪能没水分？高知网红人设都是公司包装的，其实我大一就退学了，躺着能赚钱，没必要跟别人卷。陆晨瞥了眼他放在桌上的豪车钥匙，年纪轻轻能开上这种车，已经超过99%的同龄人，都是逼出来的，不值得骄傲。蓝雪看得很开，耸耸肩，语气平淡。如今社会的本质都是哥哥赚钱弟弟花，妹妹赚钱姐姐花。陆晨掏出一张卡放在桌上，这是你的税后收入，明天好好陪陪我兄弟。蓝雪一点不客气，接过来塞进包里，眉宇间媚态横生。谢谢老板，需不需要我在这陪您？他自认姿色顶级，身材也够好，主动送上门的福利，没男人会拒绝。陆晨却摇了摇头，怕阴沟里翻船。晚上从会所出来，苏清渊已经把车停在门口。陆晨刚拉开车门，就见苏清渊慌忙关掉手机，手忙脚乱地塞进兜里。偷看荒书呢？才没有，我怎么可能看那种东西？苏清渊目光躲闪，磕巴着问：老板，现在去哪？回家。陆晨坐进副驾，
用天眼扫过，忠诚度15，敌意0。提示：目标担心宿主的胃疼是否发作，希望宿主永远身体健康。苏清渊启动车子，犹豫了一会儿，小声问：老板，昨晚的养胃粥你喝了吗？味道怎么样？喝完了，味道不错。陆晨随口回答。事实是，昨晚把装粥的保温壶放餐桌上，就再也没动过。那我下次再给你做。苏清渊美眸闪烁，露出开心的笑容，又很快低下头，脸颊微红。苏清渊得到宿主的肯定，存在感被认同，忠诚度+5，当前忠诚度20。目标内心敏感脆弱，请宿主给予适当的关心和鼓励。宿主与苏清渊关系突破，解锁属性面板，获得苏清渊专属属性点10点，当前累积10点。体质：肾脏28，心肺40，肌肉35，感知器官30，魅力五官17，皮肤16，脑细胞10，气质17。别墅里，江宁月穿了件保守的睡衣，戴着黑框眼镜，正对着电脑跟分部高管开视频会议。陆晨扫了眼餐桌，没看到保温壶，问道：粥呢？我让阿姨扔了。江宁月头也不回的回答：你要是想喝粥，我开完会给你做。陆晨走过去，坐在江宁月身边，伸手搂住她的腰。我吃醋了。江宁月顺势靠过来，枕在肩上。只允许你小心眼，就不允许我吃醋。视频那头的分部高管早就习惯了两人的腻歪，会议照常推进，可被陆晨扒拉的实在没法专心。江宁月加快语速结束会议，转手就把手臂缠上他的脖子。你不是要给我做粥？陆晨感到一阵压迫，有些喘不过气。江宁月挺胸前倾，进一步施压。身边有比粥更好吃的，谁还想吃粥？那就同时吃，去给老公煮碗南瓜粥。江大校花烹饪水准不输专业厨师，煮碗粥对他来说比喝口水还简单。很快，他就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粥走过来，放在茶几上，有点烫，放一会儿再吃。他重新坐回沙发。苏清渊好像对你有意思，你该不会也想睡他吧？陆晨端起粥，尝了一小口，有点奶香味。我是畜生不假，但你未免把老公想得太畜生了。我是看中他的身手，才留在身边当司机。江宁月凑过去，粉唇在额头上落下一吻，不屑道：骗骗我就行，别把自己骗了。喝粥。陆晨舀起一勺粥，递到他嘴边。没看到我忙着呢？江宁月抱怨，他煮饭前特意换了件低领睡裙，可在厨房忙活那么久，居然没遭到袭击。想象中的厨房 play 没发生，心里难免有点怨气。我喂你。陆晨吹凉粥，再次把勺子递过去。你怎么又这样？江宁月嘴上不情不愿，身体却很诚实，3两下就把南瓜粥清理得一干二净。还喝吗？你刚刚吹得太凉了，我想喝热的。江宁月坏笑起来，舌尖划过唇瓣，眸光挑衅。陆晨在他光洁的额头上弹了一下，结果手一抖，不小心把粥洒在他的衣领。温热的粥渗进不料，烫红了白皙的皮肤。你真的有病，想烫死你老婆吗？别跟我装。陆晨凑近他耳边，夏威夷7天，这种情况还少吗？你早就习惯了吧？江宁月俏脸上羞晕横生，美眸泛起妩媚的水光。你快帮我擦干净。半小时后，桌上的南瓜粥见底，2张嘴吃得饱饱的。江宁月挂在陆晨脖子上，突然开口：忘了告诉你，今天是危险期，那就赶紧去洗干净。陆晨抱起他就往浴室走。江宁月眸光暗淡，有些不满。你之前说让我给你生宝宝，现在又这样，到底什么意思？你现在还年轻，怀孕太伤身体，多玩几年这事不急，等结婚再说。明明是你自己想多玩几年。江宁月小声嘀咕。陆晨第2次提结婚的事情，让他心安不少。其实他也拿不定主意，既想有爱情的结晶，又想多享受几年2人世界。既然老公做了决定，当老婆的索性顺从。进去吧。陆晨把江宁月放在浴室门口，回到床上，点开饿了么 app， 下单了几盒消音器。新家还没备日用品，这东西早中晚都要用，多囤点准没错。浴室里，江宁月打开花洒，没有洗澡，而是站在镜子前欣赏自己完美无瑕的胴体，指尖抚摸平坦的小腹，俏脸上浮起一抹不正常的红晕。10分钟后，他关掉花洒，裹上浴巾走了出去。洗干净了。陆晨抬头看他，江宁月点点头，坐到梳妆台前，拿起吹风机吹着刻意弄湿的头发。陆晨走过去，接过吹风机帮他吹头发。明天跟我去趟盛华会所，打扮得漂亮点。知道了。江宁月答应着，心里却隐隐不安，总觉得陆晨带他去会所没那么简单。金鱼环贸国际公寓楼卧室里，苏清渊床头放了包抽纸，娇躯裹在被子里，打开收藏的第一班蛛网，找了篇纯爱小说复制下来，粘贴到备忘录，用查找替换功能把男女主的名字换成陆晨和苏清渊。第2天，盛华会所顶层包房内，林天坐在陆晨对面的沙发，手里端着酒杯。没多久，包厢门被推开，蓝雪走进来，妆容精致，只穿了件短裙，一进门就熟稔地坐在林天身边，手自然地搭上他的肩膀，举止暧昧，可谓是非常惊艳。这位是？林天明知故问，为避免尴尬，手伸进裤兜专门调整了一下。这4年帝都变化很大，你刚回来可能带不惯，让蓝雪陪你一段时间。蓝雪也不管陆晨在对面，直接把手放在林天的额头，轻轻揉捏起来。这般从容，足以证明他在应付多个男人这件事上经验十足。分行的接手工作顺利吗？陆晨看向林天，同时发动天眼。忠诚度0，
敌意是提示宿主在雄鹰国为帮目标找到失踪的恋人，因此被怀恨在心。陆晨心里冷笑，何止没找到，还把人家的女神驯化成了听话的小宠物。现在我手上只有分行40%的股权。林天的脸色沉了下来，我那个叔叔林国栋把自己手里的40%股权，还有本该属于我父亲的20%股权，全给暗中转移。3天后会在证券所重新交易，只有拿到那20%股权，我才能真正掌控分行。你手上有足够的资金，这个你不用担心。林天从容不迫，雪姨会资助我，届时小姨也会到。那20%的股权，我势在必得。其实没必要非得盯着这破银行。陆晨坐直身体，语气认真，不像在开玩笑。来华兴帮我，照样能在帝都闯下一片天。到时候咱俩兄弟联手，就是帝都的半壁江山。林国栋算什么东西？这几年漂泊在外，他对林天帮助颇多。见兄弟突然严肃，林天有些惊讶，他盯着陆晨那双深邃陌生的眼睛，似笑非笑道：“陈哥，你放心，等我奋斗几年，夺回万丰，再跟华兴联手也不迟。”说罢，仰头喝完杯中的酒，身子一歪，脑袋直接枕在蓝雪的胸口。陆晨笑着回应：“那我就等着看好戏，等你拿下分行，咱们好好庆祝一番。放心，到时候一定好好招待你。不过我现在得跟蓝雪交流，深入了解下地都目前的情况。蓝雪，带你天哥去隔壁包房，好好放松放松。”陆晨挥挥手。闻言，蓝雪妩媚一笑，牵起林天的手，起身离开。随着包房门关闭，一道窈窕倩影从里屋的屏风后走了出来，身后传来细碎的衣料摩擦声。江宁月一袭烟霞色如裙，缓步走出，长发挽成低髻，斜插一支玉簪，几缕碎发垂在颊边，明艳的五官多了几分古典柔美。他走过来，屈膝而坐，双手捧住陆晨的脸颊，让我来猜猜，你带我来这的目的？哦，你猜，在林天隔壁房间狠狠欺负他的前女友，以此来满足你扭曲的占有欲。既然你都知道了，还愣着做什么？江宁月鲜嫩的手指轻轻掐住他的脸颊，美眸中带着几分戏谑，娇媚一笑，身子前倾，双手抚上肩膀，凑到耳边压低声音：“夫君，请不要联系奴家。”声音刻意的娇嗲，眼尾泛着春光，绽放出从未有过的媚态。你也知道了，林天要夺回万丰，你想不想出一份力？闻言，江宁月脸色沉下来，猛地直起身：“不想。你到底要让我做什么？我不可能帮他。”别急，陆晨按住他的肩膀，语气放缓：“我是让你帮我从林天手中夺走万丰。”被强行摁回去，江宁月眉头紧锁，古装上的装饰相互碰撞，发出细碎的响声。一开始你的目标就是万丰，所以才把我驯化成只听命于你的棋子。错了。陆晨捏住他的下巴，让他看着自己是妻子。你最好不要骗我。江宁月眉头舒展，可你凭什么觉得我能撼动万丰这个庞然大物？你只要按我说的做就行。陆晨向后靠在沙发椅背，仔细端详眼前的古装美人。3天后龙桥区分行的股份会在证券所拍卖，我给你一笔钱，能拿多少回来看你本事，具体细节还是待会再商量吧。我现在集中不了注意力。随着江宁月的话音落下，簪坠恢复静止状态。怎么了？陆晨有些不解，你今天好反常，过于温柔了。江宁月抓住他的手，轻轻放在自己肩膀，有些艰难的开口：“哼，只敢在背地里欺负我，你现在也就这点出息了。什么时候敢告诉他我是你的人？”1个小时后，江宁月从冰冷的地板上起身，扶着沙发扶手站稳，扑进陆晨怀里，看着眼前的男人，美眸中满是贪恋。“老公，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陆晨轻抚她凌乱的秀发：“等我把万丰交到你手上，你就娶我，我把万丰当嫁妆好不好？”他抬起头，眼底还泛着水光，带着几分认真。隔壁包房，林天和蓝雪谈了很久，却始终弯弯绕绕，不进入主题。蓝雪靠在沙发上，指尖把玩着秀发，不耐烦道：“天哥，你是对我不满意吗？要是看不上我，直接说就是。”林天脸上闪过一丝尴尬，深吸一口气，将蓝雪拉到身边。忍了2年，应该没有当年的威风，但也差不到哪去。林天如此想着，现实却狠狠给了他一巴掌。他甚至没坚持到蓝雪打出电刑。蓝雪毕竟有着极高的职业素养，没有嫌弃他，而是轻声安慰：“没事，天哥，待会儿再说。”林天老脸一红，慌忙坐起身，露出一副讨好的样子：“今天状态不好，我先休息会儿。”3天后，帝都证券交易所人声鼎沸。因为是正式场合，江宁月选择了一套炭灰色 OL 套装，笔挺的西裤衬得美腿愈发修长，脚下是一双低调的黑色高跟鞋，清绝秀雅，自信从容，意气风发。他要从这场交易获取足够的利益，好让陆晨对他刮目相看。刚走进大厅，就迎面撞上了林天。林天盯着他看了足足半分钟，满是惊讶与感慨。江宁月明显比以前更漂亮了，气质愈发出众，皮肤也是白嫩细腻了不少。林天愣神许久，说不尽的思念如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最后只化作一声轻叹：“好久不见。”江宁月的目光在他脸上扫过，语气平淡的像是在跟陌生人打招呼：“好久不见，没想到能在这见到你。”没有多余的情绪，打完招呼，转身就要往交易区走。江宁月无声无息的消失，现在又无声无息的出现，让林天措手不及，脚步不由自主的跟上，开口提醒：“宁月，你为什么要来掺和这汤浑水？”
这里不是大学课堂，万峰的水很深，你玩不起。他是真心想提醒，毕竟曾经爱过一场。江宁月停下脚步，侧过身看他，林天，最好不要自以为是。我既然来了，就不会空手而归。我们虽然不再是恋人，却还是朋友，只是好心提醒你，没有贬低你的意思。江宁月不再搭理他，直接转身离开。林天看着他决绝的背影，脸上表情复杂，张了张嘴想再说些什么，却见江宁月已经走到离他很远的位置坐下，显然不想再纠缠。两人回国后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不欢而散。经过林天的调查，此次最有力的竞争者是叶不凡。叶不凡身为帝都第一大互联网企业数字跳动的公子哥，掌管旗下的抖音短视频平台，他不可能来争一个跟自身领域八竿子打不着的分行股份，极有可能是得到了林国栋给予的好处。这种拍卖性质的交易很快就能筛出大量竞争者，到最后只剩林天、叶不凡、江宁月三人。为了不让陆晨失望，江宁月为这次拍卖准备了整整3天时间，也对这次的竞争对手做了充分了解。在他的预估下，陆晨给予的资金至少能拿下30%的股权。叶不凡靠在椅背上从容不迫，竞拍花的是林国栋的钱，只需闭眼出价，摘取胜利果实即可。就在主持人即将落锤时，门口忽然传来一阵高跟鞋的响声。秦若雨一袭黑色长衣，端庄肃穆，素面朝天，却依旧清丽脱俗，美艳超凡。她扫了眼交易台，这股份我全要了。声音带着冰冷威势，似乎在宣示大局已定。话音刚落，身后的助理就递上一份文件，直接将价格抬到了全场最高。叶不凡没再跟价，林国栋给予的资金不够，傻子才会自掏腰包拍下这份不值钱的分行股份。秦若雨当场签下协议，又转手将股份全部转移到林天名下。做完这一切，瞥了眼角落里的江宁月。江宁月俏脸冷峻，美眸寒芒闪烁，周身散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气场。因为秦若雨的出现，陆晨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以失败告终，此前做的所有努力都化作泡影，他甚至连出场的机会都没有。初次交锋就被秦若雨按在地上摩擦，事已至此，只能不动声色地离开。林天看到他落寞的背影，莫名有些伤感，于是小跑着追上去，打算好好安慰，这可是不多得的旧情复燃的机会。然而得到的只有冷眼和一句别来烦我。江宁月迈步走出证券所，心里又怕又期待。陆晨说过完不成任务会有惩罚，一想到那些惩罚，他的心跳就忍不住加快。苏清渊一身休闲装，正站在门口等候，看到江宁月连忙迎上去，江小姐，老板让我来接你回家。江宁月点点头，钻进副驾，一路上没说话。因为分行的事情，林天先一步告辞。秦若雨走完交易流程，最后一个出来，刚出门就看到一辆红色法拉利停在路边，里面坐着熟悉的身影，正是带给他无尽屈辱和欢愉的男人。秦若雨假装没看到，转头要走，身后却传来陆晨凌厉的声音：上车！秦若雨有些反常，俏脸上少了平日里的妩媚，多了层冷漠。抬眼扫了陆晨一眼，又迅速垂下。怎么突然找我？是不是忘了立下的规矩？闻言，秦若雨身子前倾，冷声嘲讽：你这是把我当女朋友了，还是当工具？要发泄就来找我。陆晨俯身过去，一把将秦若雨揽进怀里，温热的气息拂过她的耳畔。上次在酒店还一口一个老公，怎么到了帝都就翻脸不认人了？说着启动车子，跑车引擎发出低沉的轰鸣。秦若雨在怀里僵了一下，去哪？去酒店？帮了你这么大的忙，你总得犒劳一下我吧。陆晨放开怀中的家人，握住方向盘，离开证券所。秦若雨眸光闪烁，别过脸，特殊时期，过段时间再陪你。刻意避开的目光，看样子是有意在躲着他。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没有？秦若雨拿出手机，纤纤玉指在屏幕上胡乱滑动，心思却不在上面。沉默许久，才开口：江宁月为什么会出现在证券所？听他质问的语气，陆晨直接开口否认。若雨又道：他没有任何理由买分行的股权，背后肯定有人指使，那人只能是你。他又不是我养的狗，凭什么听我的？陆晨踩下刹车，车子停在路边，侧过身，紧紧盯着秦若雨：你打算藏到什么时候？什么意思？秦若雨眼神闪躲，装作听不懂。陆晨冷笑一声，将他这几天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创世分部就是个空壳子，陆晨占了20%的股份，成了最大股东。秦若雨把剩下80%的股份全部分散出去，再还利用陆晨的关系，偷偷创立了一家新公司，股东是雨雪姐妹和林天，分不成空壳，上面给的优惠和便利全被新公司占据。这种违规操作要是被大调查，陆晨这位空壳公司的最大股东得负全责，起码得进去蹲几年。你是觉得我会完全信任你，把所有事都交给你做？陆晨目光如刀，刺得秦若雨浑身不自在。你调查我？秦若雨俏脸苍白，嘴唇发颤。陆晨一把将呆愣的家人扯到怀里，大手擒住右侧手臂，用力揉捏上面的软肉。秦若雨柳眉微皱，嘤咛一声，脸上的冷意忽转妩媚，看向陆晨：既然你都知道了，我没什么好说的，我让你撒撒气。呵呵。陆晨嗤笑一声：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你的意思，还是秦若雪的意思？被男人紧紧搂在怀里，秦若雨呼吸渐渐急促，俏脸上泛起几分难堪的羞赧。都是我的主意，跟姐姐没关系。她并不想给陆晨带来麻烦，
可秦若雪提出的方案能帮林天的事业快速步入正轨，犹豫很久，还是选择了牺牲陆晨。就算真出事，以陆家长辈的实力，也能把陆晨保下来。你就没想过，万一出事了，我真的会进去？陆晨眸色一冷，五指不断用力，已经在家人白皙的藕臂上掐出嫣红的印子。若雨疼得咬牙，经受不住，香软娇躯顿时想要挣扎，却又不敢。真出事了，我会承担。你要是想承担，会把自己的股权转让出去。陆晨一句话戳破他的谎言，心思被看穿，再怎么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若雨只能软下声音：你现在情绪不稳定，把气撒出去，冷静下来，我们再想办法解决这件事。陆晨面无表情，漆黑狭长的眸子中闪烁出狠厉和执拗的目光。此前并未想过若雨会为了林天让他陷入如此境地，就算若雪是主谋，若雨也是不折不扣的执行人。前不久才躺在怀里喊老公，现在又是欺骗又是隐瞒，导致陆晨心里多少有点戾气。他对秦若雨并没有什么爱慕，有的只是对异性资源的占有欲。抛开生理层面的欲望，男女之间的喜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就看你表现。见他松口，若雨悄悄松了口气。这种下半身代替大脑的男人被哄上床，什么都好说。随即他的美眸中又闪过一丝讥讽，既是对自己也是对陆晨。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却对女色过分着迷，可以说没什么出息，可偏偏就是这样的男人让他动了情。秦若雨脸上的妩媚更甚，主动攀上陆晨的胳膊，琴手微仰，声音娇软：行，这次我就完全听你的，不听话我就是小狗。你本来就是，那我养你别叫，赶紧去酒店吧。秦若雨白了他一眼，身子缩回副驾驶座，准备系安全带。陆晨摆摆手，把他重新拉回来，不用麻烦，就在这。车子停在路边，来来往往有不少车辆，甚至还有行人不时朝这边张望。秦若雨愕然，没想到他会提出这种要求。你疯了？上次在国外机场已经让他够难堪，在国内他更不可能答应，而且陆晨绝不会轻易放过他，于是果断拒绝，不可能。然而男人完全无视了他的意愿。秦若雨，我帮你打通关系，腾出时间来帮你，你就是这样对我的？秦若雨顿觉眼前一黑，在反应过来时，自己已经贴在陆晨的胸口，胸腔内的心跳声清晰入耳，被轻易控制，属于魔都魔女凛然破人的气势，顷刻烟消云散，只是轻呼一声：你弄疼我了。陆晨抓住他的手腕，笑颜中带着讥讽：你说都听我的，现在反抗又是几个意思？既然你想待在车上，我可以听你的，但你必须放开我。秦若雨试图商量，陆晨绷着胳膊，根本没有要泄劲的意思，让怀中的家人没有任何逃脱的机会。秦若雨见状也放弃了挣扎，他对这个已经进入自己身心的男人根本恨不起来，只能老老实实依偎他怀里。再次得偿所愿，陆晨脸上却没有无耻得意的笑容。两人就这样僵持了10多分钟，直到假意臣服的妩媚御姐再也受不了这种旖旎氛围，主动推开了陆晨。男人的行为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过分，这让他心里不由得生出一股无名火。两人都是上层社会的人，不存在谁依附谁。若雨完全有翻脸的资本，但是想到自己有错在先，还是忍住没有发作。够了吗？陆晨莫说话，还没等若雨缓过劲来，又把他重新拉回身边。两人之间的拉扯早已超过了情侣间的情趣，已经有了些撕破脸的气氛。就算是条狗，做错了事都得受惩罚。陆晨二话不说，面露狠厉之色，拽住怀中家人的卷发。因为愤怒和羞耻，若雨脸上烧起凄美的红霞，贝齿咬住唇瓣，美眸瞪大到极致，凌乱闪烁。这种痛苦如鲠在喉。陆晨死死控制住他，诉说心中的不满。随着火气上涌，若雨也不再任人鱼肉，两条雪白纤长的手臂胡乱挥舞，想要摆脱男人的掌控。然而这种挣扎看着像是在撒娇，又莫名的优雅和性感。桀骜不驯，万人之上的魔都魔女，屡次被男人视作玩物对待，就算心存爱慕，终究有爆发的时候。两人僵持了20分钟，对若雨来说却比过了几个世纪还要漫长。陆晨见她粉唇已经咬到失去色彩，才放开手中的秀发，被男人粗暴地搂在怀里，若雨几乎缺氧晕厥。陆晨把她推回副驾，单手握住她失去血色、绝美又狼狈的俏脸。若雨心眸紧闭，眉头紧紧皱在一起，嘴巴像脱臼般张开，却一句话没说。这个姿势她保持了几分钟，仿佛时间静止。美眸睁开的一瞬，闪过寒芒，藕臂猛地抬起，向着陆晨的侧脸扇过来。魔都秦家的千金，从小养尊处优，从没人敢对她大声说话，如今更是艳压一方的创世副总裁，权势加身，盛气凌人。陆晨是第一个敢不尊重她的男人，多次的忍让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的屈辱。若雨何时受过这种委屈？你个畜生，我真是瞎了眼，才把自己交给你。若雨美眸泛着泪花，越说越委屈，越想越气，劈头盖脸朝着陆晨就是几巴掌，不留任何情面。结果全被陆晨拿手臂挡下，犹如山在钢板，令自己的手掌一阵生疼。当初江宁月打了陆晨一巴掌，换来的是夏威夷7日惨无人道的教育。看来我还是对你太温柔了。若雨这几巴掌没落在脸上，反而落在了心里。陆晨被彻底惹火，跳下车绕到副驾。若雨并未理会他，而是从包包里找出化妆镜，自顾自地打理头发。下一秒，车门被猛地拉开，他的秀发猝不及防被一双大手扯住。啊！你疯了！
随着惊叫声，家人的娇躯被硬生生拽出车子，摔在地上。陆晨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你要不是我的女人，我完全会把你当牲口对待。”说完便转身上车。陆晨，你这样对我，想过后果吗？若雨踉跄着爬起来，头发凌乱，俏脸写满了屈辱和愤怒。陆晨微微侧头，带着几分无辜的笑意：“能有什么后果？难道是让你无法自拔的爱上我？”若雨泛红的眼眸凝视着他，没有一丝温度。陆晨，我现在一点都不喜欢你，那3分喜欢已经没了。我恨你，我会杀了你。要不是系统显示的忠诚度没变，或许真就被唬住了。你最好说到做到。陆晨满不在乎地说着，点燃车子，一如既往的畜生，提上裤子就翻脸不认人。我劝你现在把我送回去。若雨站在路边，对着车子大喊。曾经的冷艳御姐，像极了被丈夫抛弃的小女人。陆晨张嘴做了个滚的口型，随即踩下油门，扬长而去，只留若雨一人在街道上凌乱。她瘫坐在地，秀发散乱，不复端庄优雅，一副崩坏的模样，引得路人纷纷侧目，只能尴尬地掏出手机，颤抖着给助理打电话，让助理赶紧来接她。陆晨回到月湖湾，把车停在车库，拨通杨新兰的电话：“新兰，帮我查一下创世总裁秦若雪这几天的航班信息。”“好的，您稍等。”电话那头传来杨新兰温柔又干练的声音，随即陷入短暂的静默。陆晨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他要是没拒绝秦若雨，此刻已经在酒店沉浸在美人的温柔乡；要是这次妥协，雨雪姐妹只会变本加厉，在他身上榨取等多利益。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秦若雪。凌天回归，他安稳坐在创世大楼女王的宝座，在背后指点江山，把小妹派遣到帝都当牛做马，所有的压力让小妹承担，以为这样就能置身事外，浑然不知陆晨已经把她当作大调查的目标。原著里，秦若雪在非洲偷偷承包了一个小型金矿，在那里养了一支武装部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飞到非洲去查看金矿的情况。这件事只有她自己知道，就连最亲的小妹都不清楚金矿的存在。5分钟后，电话那头总算有了消息，已经查到了。3天后，也就是8号，秦若雪订了前往刚果的航班，没带助理和保镖。我已经给您订了跟她相邻的座位，还有同一家酒店，您看可以吗？冰雪聪明的杨管家非常了解自家主子的心思，不等发号施令，就已经把所有事情安排妥当。陆晨满意的点点头，做得不错。对了，你那边的事办得怎么样？已经办妥了。杨新兰的声音有些雀跃。海湾别墅区的负责人已经答应做出赔偿，赔偿款3天之内就会打到您的账户。经过我的不断交涉，您还被评为了纽扣城市英雄。下个月会邀请您到联合国进行和平演讲。另外，您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滔滔不绝地说完，等待主子的夸赞。做得很好，想要什么奖励？奖励？杨新兰顿了下，电话那头传来软糯的声音：“下个月1号是我的生日，准确来说，是我被陆家孤儿院收养的日子。到时候您能陪我过个生日吗？”陆晨答应下来，说是给过生日，本质上是一起住一晚上。我明天晚上回帝都，您能到机场接我吗？老公。杨新兰语速放缓，变得小心翼翼，带着几分试探，生怕要求的太多被拒绝。陆晨想了想，说道：“你在那边多待几天，下周我亲自去接你。”陆晨走进别墅，一眼便看到江宁月侧躺在沙发上，雪足白净纤细，对着门口方向，身上还穿着白天的 OL 套装，饱满的胸脯均匀起伏，长发散落，手里攥着狗绳，一条拉布拉多安静地守候在熟睡的主人身边。前几天已经把纽扣那边养的宠物都接了过来。陆晨刚坐下，江宁月就醒过来，朦胧中见到心爱的男人，起身就扑进怀里，双臂搂住脖子，眼眶泛红，像只做错事的小猫，可怜巴巴地看着，声音带着刚睡醒的软糯，还有几分认错的委屈：“老公，我没拿到分行的股份，你不是信誓旦旦保证过一定能拿下吗？”陆晨的声音听不出喜怒：“我没想到秦若雨会突然出现。”借口。陆晨淡淡吐出2个字。细心的江宁月发现老公今晚有点不对劲，目光深沉，似是藏着怒火，不仔细感受根本发现不了。她以为是自己搞砸了事情，惹陆晨不开心，于是连忙收紧手臂挂在他脖子上，脸颊蹭着他的下颌：“老公，我错了，下次我一定做好，你别生气好不好？”陆晨给的资金完全不够跟秦若雨叫板，按理来说他没有任何错，这副乖巧认错的样子，没人能狠下心怪他。陆晨温柔抚摸他的秀发，说明下一步计划：“万丰总行正在招聘毕业生，明天你去试试。放心，这次绝对不会再让老公失望。”江宁月美眸一亮，脸上的委屈消散大半，舒服的眯起美眸，小声问道：“老公，你还要不要惩罚我？你这么听话，为什么要惩罚？”江宁月前倾身体，脸上的乖巧清纯变成妖娆妩媚，粉唇吐出勾人的魅惑芬芳。有没有可能被惩罚后，我会变得更听话？陆晨抬手不轻不重地在她俏脸上拍了一下，惩罚中带着宠溺的一掌。江宁月露出满足的笑容，把手中的狗绳塞进陆晨手里，凑过来吐气如兰，温热的气息拂过耳廓。心情不好，那就溜溜小狗。陆晨深吸一口气，把怀中的家人扶起来，起身走向卧室。拉布拉多摇着尾巴跟在男女主人身后，却被隔绝在门外。时间一晃3天过去，江宁月凭着出众的外在条件和海归身份，
轻松入职了无数毕业生梦寐以求的万丰银行。为了方便上下班，陆晨在市区给他买了套精装房，还配了一台宝马4系。投入工作意味着两人相处的时间变少，江宁月却毫无怨言。现在的蛰伏是为了未来能当上陆家媳妇。得知陆晨要去非洲出差，江宁月硬是逼着他一次性交了近1个星期的公粮，才恋恋不舍地把人送走。陆晨乘机抵达魔都，落地刚打开手机，就弹出10多条未接电话，来电显示全是秦若雨，他没回，径直通过转机通道登上飞往刚果的航班。若雪还没登机，若雨的视频电话又打了进来。陆晨戴上耳机，按下接听键，屏幕里若雨秀发凌乱，额前的碎发贴在皮肤上，眼底满是疲惫。他一直窝在家，完全没心情工作，声音压抑着怒火：你几个意思？我昨天给你发了几10条消息，你不回就算了，今天打了10多个电话才见，脸色这么难看，玩斗地主输了太多欢乐豆，欢乐豆扣多了，我没心情跟你聊这些下三滥的事。若雨咬牙回道。回去冷静下来，他还是决定先一步妥协，闹下去对谁都没好处，于是写了几10条小作文道歉。然而得到的只有冷暴力，毕竟人家正跟自己的正牌女友探讨生命起源，没工夫理他。听闻江宁月入职万丰，若雨更是坐不住，直接打了电话。相较于感情，林天的事更让他上心。陆晨，你把江宁月安排到万丰，到底什么意思？陆晨皱起眉，不耐烦道：我和林天20年的兄弟情，到你这我怎么就成了阴谋家，要害他？你就不怕我告诉林天？秦若雨威胁：你不会告诉他，因为你怕失去我。陆晨语气笃定，以为睡了几次就觉得我离不开你。秦若雨还在嘴硬，目光扫过屏幕，才发现陆晨身后是机舱内壁。你要去哪？我在帝都，剩下的你自己领会。陆晨余光瞥见机舱入口处出现一道丰腴修长的身影，直接挂断了电话。喂，陆晨，你个畜生！屏幕变黑，若雨脸上的不屑与从容瞬间崩塌，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慌张。他一定是去查姐姐了。若雨下意识想打电话提醒，可想起那晚卧室里的监控视频，又想到如今的局面都是秦若雪一手造成，便放下手机，冷笑一声，说不定姐姐就喜欢这样。就在这时，林天的电话打进来，若雨迅速调整好语调，接起电话。怎么了？小天，小姨，明月入职万丰总行，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只要能策反他，一定能打林国栋一个措手不及。声音抑制不住的兴奋，人家凭什么听你的？电话那头传来林天颇有自信的笑声。2年的感情不可能说没就没，他心里一定有我，不然为什么出现在证券所？为什么入职万丰？林天，秦若雨心里一阵挣扎，想把实情说出来。江宁月早已是别人的形状，林天的想法根本不切实际。仔细一想，如果说出来，他不仅什么都得不到，还会失去心爱的男人。最终还是选择隐瞒。按你的想法来吧，我会支持你。秦若雨平静地说完，挂断电话，把手机扔在地上。飞机上，秦若雪衣着休闲，长发披肩，竟显几分慵懒，跟平日里的职场装扮截然不同。见旁边座位上的陆晨，没有露出太大惊讶。小陈回国没多久，又要出差。华兴正在非洲部署基站，我过去看看。你也是出差？陆晨问。不算出差，去那里放松几天，感受感受大自然。秦若雪微微侧头，指尖挽起耳边的碎发，露出清冷无霜的绝美面庞，肌肤白皙，五官精致，宛若冰山雪莲，清艳绝伦。扬起丰润红艳的唇瓣，朝陆晨温婉一笑，摄人心魄的秋水美眸闪烁流光溢彩，看似优雅，实则欠爱。刚起飞，耳边响起久违的系统提示音，因宿主态度突变，秦若雨寝食难安，陷入自我怀疑与自我攻略。秦若雨忠诚度加10，当前忠诚度40。宿主与目标关系或阶段性突破，目标已将宿主视为不可失去的恋人。宿主获得10点属性点，当前累积30点。获得秦若雨专属性点10点，当前累积10点。女人的想象力可谓非常丰富，只要吊着不原谅，就会越陷越深。既然秦若雨自己选了这条路，那就让她一条道走到黑。陆晨也不介意再添一把火。身旁的秦若雪叫来空姐，取了条薄毯盖在身上。这些年在国外，林天多亏有你帮衬，因为林家跟秦家关系复杂，我甚至没能见他一面。大姐去世前把林天托付给我，如今他回归，我必须尽力帮他。轻松平淡，仿佛在唠家常。这种试探的话语，陆晨听了太多，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温和笑容，演技自然到毫无破绽。不值一提，身为兄弟，本就该互相照应。收复万丰绝非易事，林天年纪尚小，心智不够成熟，今后还得靠你这个兄弟。秦若雪侧过头，目光带着几分托付的意味，一定尽全力相助。陆晨颔首，眼底的真诚以假乱真，心里却恨不得立即堵上这位清冷美人的红唇。他发动天眼扫过秦若雪，忠诚度0，敌意1。提示：宿主突然出现，引发目标怀疑，目标想榨干宿主来帮助林天。若雪，我有点冷。突如其来的暧昧称呼让秦若雪一愣，随即迅速恢复镇定。那我叫空姐再拿一条毯子。不用麻烦，跟你一起用就行。说罢，直接拿起他身上的毯子，重新盖在两人身上。毯子足够宽大，能将两人全身覆盖，就算在里面逗逼捣蛋，也没人能注意到。秦若雪没有拒绝，保持着从容淡定的姿态，
看陆晨的眼神就像看自家后辈，带着几分长辈对晚辈的包容，仿佛完全没察觉他的小心思。小陈，你喜欢若雨？若雨这样的白富美，是个男人都喜欢吧？家世、长相、身材，我实在找不出不喜欢她的理由。对陆晨来说，富不富无所谓，只要有白和美就行。秦家的雨雪姐妹花可谓是顶级，端庄优雅，气质绝伦，颜值非凡。尤其是秦若雪，年长几岁更添韵味，如同陈酿美酒，越品越香醇。小陈，你足够大胆，就不担心引火烧身？我从不做没把握的事，你以为的疯狂，都是我深思熟虑后的决定，确保万无一失。陆晨一边说，一边把手伸进毯子，精准握住秦若雪的手，小巧柔软，肌肤细腻如上等丝绸，触感温润顺滑。比如现在，秦若雪唇角勾笑，用眼神警告，却没用力挣脱。不是，接下来才是。秦若雪呼吸乱了半拍，你就不怕我喊人？要喊，那晚在卧室你就喊了。你一开始就知道那个人是我，还是把我当成了若雨？陆晨故作思考，指尖停顿片刻，也很关心这个男人的行为，像是触发了开关，让秦若雪回忆起那晚的场景。他紧闭凤眸，秦手向侧方偏转，用纤细的玉臂挡住布满羞晕的俏脸。即便想装镇定，泛红的耳根还是出卖了他。陆晨将他藏在毯子下的玉臂拉过来，大手包裹住他冰凉的小手。你的手好冰，我帮你暖和暖和。感受到男人给予的温暖，雪白肌肤上红晕蔓延，若雪自带的沉稳气场渐渐消失。37度的体温却让他觉得异常滚烫，小手仿佛在被灼烧。若雨在大学学过历史，你学的什么专业？我跟若雨一样。若雪简短回答，不想多聊。雨雪姐妹掌管江南地区最大集团，可见学历史的都很厉害。不过现在看来，还是姐姐更厉害一点。陆晨向乘务员要了瓶矿泉水，拧开递给他。还有很久才到刚果，补点水。秦若雪接过水喝了一口，一阵无语。明明是女人的本能反应，却被男人调侃成下流。总算理解了妹妹为何会被拿捏，因为这个男人非常会找女人的弱点，而且专攻弱点，直击要害。若雪身为商业女强人，对男女之事一窍不通，很难招架陆晨这个情场老手，三两下就被说得脸红心跳。小陈，到此为止，这才哪到哪。陆晨不等他反应，一把将他揽入怀中。若雪挣扎两下便放弃了抵抗。再强势的女人面对这种情况也会紧张，因为她经历的一切在面对男人时都徒劳无用。若雪本就雪白无瑕的皮肤，此时更多了几分光彩诱人的细润水灵。她不知道这种既快乐又羞耻的相处方式会持续到什么时候。秦若雪沉沦进度正1%，秦若雪沉沦进度正1%，秦若雪沉沦进度正1%，当前进度15%，宿主获得10点属性点，当前累积40点。10几个小时后，飞机终于降落在刚果机场。下去吧。陆晨掀开毯子起身。等一下。秦若雪将散乱的秀发绑成马尾，俏脸上红晕依旧，声音很轻，显得有些虚弱。陆晨重新坐回去，直到机舱内的乘客都走光，才再次起身。若雪从背后拉住他的衣角，神色复杂。小陈，能把外套借给我吗？陆晨摇头，没有要借的意思。若雪的手攥得更紧，眼神里既有拜托的恳求，又有被拒绝的怨恨。小陈，求你给我，求我。陆晨玩味地看着他，求你。若雪咬着粉唇，艰难地吐出2个字。此时天眼跳出提醒，秦若雪敌1+1。若雪接过外套，在腰间系好，才走下飞机。机场外已经有刚果这边的助理和保镖在等候。果然，以秦若雪的狡猾精明，不可能在非洲这种危险的地方单独行动。小陈，你订的酒店不是跟我同一家吗？要不要一起？她站在人群中，恢复创世女王的从容模样，身姿挺拔，语气淡然，仿佛飞机上那个娇羞无措的人不是她。不麻烦你了。陆晨走上前，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说道：姐姐犯错，妹妹承担。留下一句不明所以的话，便转身离开。刚果这个地方安全形势混乱复杂，遍地都是亡命徒，只要拿钱，能让他们干任何事情，任何人。秦若雪养的算是小规模武装部队，只有几十人，但是都配备先进武器，战斗力不容小觑。保险起见，陆晨斥巨资雇了100多号人充当炮灰，还在当地黑市淘了把麻醉针。现在金沙萨局势敏感，不便动手，只能等秦若雪探查金矿时伺机行动。拟定好作战计划。陆晨回到酒店，秦若雪的房间就在隔壁，门口站着2名身材高大的守卫，暗处肯定还藏有不少保镖。他把安保工作做到了极致，一旦有陌生人靠近，会被当场制服。陆晨给秦若雪打句电话，说想进去坐。那边爽快答应，电话还没挂断，房门就从里面打开，助理笑着走出来：进去吧，帅哥，老板想跟你单独相处。房间里，秦若雪半躺在沙发上，捧着一本书专注阅读，秀发湿润，雪肤晶莹细腻，宽松睡裙穿在她丰腴的曼妙娇躯上，细枝上的硕果呼之欲出，竟显得有些吃紧。2条笔直美腿交叠在一起，散发白嫩无瑕的性感光辉。蕾丝裙摆包裹丰臀，在沙发坐垫上印出诱人的形状。房间里最醒目的，并非含苞待放的丰腴美人，而是茶几上那把银色手枪，枪身泛着冷冽的寒光，犹如蛰伏的野兽，透着令人心悸的压迫感。
仿佛在无声警告陆晨，不准对这具身体有任何邪念。不是要考察基站建设情况吗？怎么有闲工夫来我这？秦若雪放下书，率先打破沉默。身处异国他乡，总想找亲近的人待在一起。陆晨坐在沙发另一侧，伸手轻轻揉捏她弧度完美的鲜嫩小腿。秦若雪非但没抗拒，反而享受地闭上美眸，手臂却悄悄伸向茶几，抓住那把银色手枪。小陈，我不知道你用什么途径得知我要来刚果，但我清楚你想干什么。他摒弃了温婉和善，清艳无双的脸庞上洋溢着冷艳华丽又居高临下的威严，没有咄咄逼人，但尽显从容不迫。现在我只能遗憾告诉你，收起你的想法，不然你走不出这个房间。若雪，你真以为我会为了一个女人跑这么远？陆晨的手指依旧在他小腿上揉捏。小陈，我太了解你了，你看我的眼神没有了当初的尊敬，只剩着热情欲。秦若雪甩掉攀在小腿上的大手，一言一语都带着强势和自信。你的那点小心思不可能实现，在酒店闷着也没意思，我们去酒吧小酌2杯。陆晨没有纠缠，转而提议，你先出去，我换身衣服。秦若雪以为这是陆晨的又一计谋，便爽快答应，就是要给他希望，再让他意识到他这样的小男人根本没有征服创世女王的资格和手段。两人找了家位置比较隐蔽的酒吧，面积不大，装修的唯美浪漫，适合小情侣幽会。本来只有2对年轻情侣，自从秦若雪光临，陆陆续续有人进来落座，很快就挤满了酒桌，且都是白天在机场接机的熟面孔。陆晨现在的记忆力，就算没有开启头脑风暴，也能做到过目不忘，因此记得很清楚。环境不错，还是你们年轻人会找地方。秦若雪点了杯玛格丽特，鲜白玉指固定住酒杯，美腿优雅交叠，曼妙娇躯慵懒地靠在吧台，绝美面庞带着浅笑，神情一如既往的平静。陆晨在他身边坐下，瞟了一圈，没看到冰红茶，于是随便要了瓶红酒。女人收起疏离与抵触，男人的目光也暂时褪去情欲。两人相差10岁，但是认识也有10几年，闲聊起来有说不完的话题。品着香醇美酒，笑语嫣然的小酌，很快便进入微醺状态，话题也从工作生活自然切换到男女情爱。若雪，女人过了30，可就不好嫁人了。你好像从没找过男人，爱情对我来说不是必需品，甚至可以说是包袱，尝遍了生活的苦，不想再去碰爱情的苦。秦若雪笑起来，唇角上扬，眼底却没太多笑意。也可能是我眼光太高，至今没有男人能入我的眼。见他的鸡尾酒见底，陆晨又给他续了一杯，你该不会从没碰过男人吧？清白还在。面对如此大胆下流的问题，秦若雪表情淡然，大方承认还在，但说没碰过男人，未免太瞧不起我了。随即抬眸看向陆晨，眼里带着些许玩味。那晚你感觉不错吧？我虽然是第一次碰男人，但也没让你在卧室待太久，就没想过找个男人。像你这样高贵的女人，总得有个男人伺候。秦若雪沉默几秒，美眸闪烁，轻笑一声，如果我有那方面的需求，可能在大学就包养小白脸了。不是所有女人都跟你想的一样，没了男人就活不了。实践出真章，你没体验过，怎么敢妄下结论？陆晨抿了口酒，身子前倾，又道：若雪，咱俩可以试试看。秦若雪摇摇头，让秦家姐妹花一起伺候你，不怕成为魔斗男人的眼中钉？你都已经有若雨了，不要太贪心。陆晨靠在吧台，轻轻摇晃杯中的红酒，露出有些轻佻的玩味笑容。创世没有继承人，征服了雨雪姐妹花，创世就归我所有。秦若雪将杯中剩余的鸡尾酒一饮而尽，用略显迷离的美眸盯着近在咫尺的男人。小陈，你想得太单纯，我爸年轻时候比你还风流，真到继承家业时，分分钟冒出10几个私生子。再说了，我没有表面上这么好相处，其实脾气很差。我俩要是真在一起，以你沾花惹草的性格，得天天给你吃巴掌。陆晨不动声色，给他的酒杯倒上大半杯红酒。见状，若雪将酒杯推到一旁，想灌醉我，省点力气，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你能是他们的对手？酒吧里至少有10多名保镖暗中盯着这边，陆晨怎会不知道？但最令人在意的是不远处独自小酌的助理，时不时朝这边抛来媚眼，陆晨也每次都会给予回应。令人意外的是，秦若雪温软的小手竟主动抓过来，婉转的声音带着一丝愧疚：小陈，我知道你对创世分部的事有怨气，除了那方面，你想要任何补偿都可以，我暂时不需要任何赔偿，我只想征服你。陆晨反握住秦若雪的手，喝了不少酒，声音有些沙哑。秦若雪看着他没说话，陆晨继续道：我会不择手段的去征服你，直到你心甘情愿弯膝跪地，为我献上一切。秦若雪内心波澜不惊，根本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儿。在他眼里，陆晨不过是仗着家族势力为所欲为、色迷心窍的小屁孩。飞机上的失态只是意外，只要把握分寸，不让陆晨得寸进尺，自己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陆晨笑中带邪，眸中闪过算计之色，将杯中的深红液体一饮而尽，顺势搂住若雪的纤腰，力道不容挣脱。我们就把这次征服当做一场游戏，看看谁能赢，胜利者拿走失败者的一切。若雪，你可要做好准备，我的手段会很残忍，游戏现在已经开始，你得时刻提防我的袭击。这种幼稚言论让秦若雪一阵无语，罕见的翻了个白眼。你喝多了，我们先回酒店，明天再说。
两人相互搀扶着回到酒店。秦若雪酒量本就一般，此刻意识有些朦胧，转身推开陆晨，只留下一道门缝，从里面探出脑袋。小陈，我劝你量力而行。送回秦若雪，陆晨走进电梯，来到酒店大堂，正好碰见那位助理。帅哥，再去喝点。助理笑着上前。好啊，计划正缺一个关键环节。陆晨笑着答应，带他返回那间酒吧。若雪的助理是个中年美妇，身材不算丰腴，也不高挑，却很会穿搭，完美弥补了自身短板。她常年待在刚果，接触的男人只有若雪的保镖和当地黑人。粗粮吃多了，好，不容来个细皮嫩肉的帅小伙，自然得品品是细糠还是粗粮。我想请你帮个忙。陆晨跟他碰杯，当然我会给予相应的报酬。助理扬起脸，凑近他棱角分明的脸庞，唇瓣几乎要贴上他的皮肤。亲姐姐一口，姐姐就答应你。我还没说让你做什么。陆晨侧身避开，助理的唇瓣丰盈红润，即使在酒吧昏暗的光线下，依旧晶莹剔透。要是个纯情消除女，陆晨不介意咬上一口，可一想到这张嘴吃过黑巧克力，瞬间失去了下嘴的勇气。只要让我看到你的诚意，什么都好说。见四周没人，助理探出手，径直伸过去，准备来个出其不意。陆晨迅速抓住他的手腕，先商量正事。好啊。助理抽回手，鹅蛋脸上露出不满，撇撇嘴，娇嗔着问：先告诉我，你多大？20。闻言，助理眼睛里是藏不住的渴望。你说想让我做什么？陆晨不再废话，对着他发动谈判专家。顷刻间，助理变得呆滞，失去自主思考能力。他快速说出计划的具体细节，末了补充：但我说的做。行，我照你说的做，报酬。助理眼神向下飘去，即便中了谈判专家，依旧想尝尝小鲜肉的咸蛋。陆晨莫再理他，回到酒店养精蓄锐，打算明天立皮筋劲大干一场。第二天一早，秦若雪召集所有武装力量，驱车前往金沙萨往北100公里的小型金矿。陆晨在酒店等候消息。2个小时后，收到助理发来的详细线路图，他立刻任命那些雇佣兵在沿途伏击，自己则租了一辆越野车，蹲在商量好的撤离路线旁。秦若雪在金矿处理完事务，怕在外面待久了节外生枝，当即下令返程。车队行驶进一片人烟稀少的雨林，随着密集的枪声响起，子弹如雨点般袭来，子弹击穿车窗，打在车身，发出沉闷的响声，尘土四溅。不好，有埋伏！领头的嘶吼一声，迅速下令反击。车窗降下，枪口对准四周，与埋伏的雇佣兵展开激烈交战。秦若雪坐在中间的重型装甲 SUV， 黑发竖在脑后，俏脸含煞，凤眸冷冽观察周围情况。第一时间，脑海中闪过一个轻佻邪魅的身影，是陆晨。可转念又否定了这个想法，他觉得陆晨不可能大动干戈，更不可能精准掌握他的行程路线。保护老板撤离。助理按计划行事，指挥着几名亲信保镖护住 SUV， 朝着陆晨蹲守的方向突围。双方火力交织，若雪的武装部队装备精良，但雇佣兵人数占优，一时间竟僵持不下。雇佣兵每把枪口对准若雪，突围异常顺利，很快就脱离了交战区。一切太过顺利，若雪顿感不安。SUV 刚驶入一条偏僻小路，一辆越野车横在路中央挡住了去路。他下令掉头，却发现司机正抱着方向盘口吐白沫。趁不注意，身旁的助理掏出麻醉针，毫不留情将针管扎进他的白嫩藕壁。你！秦若雪瞳孔骤缩，来不及反抗，药效已经迅速发作，意识逐渐模糊，心魔涣散，眼皮沉重，浑身力气被抽干，身体软软靠在座椅。最后一眼只看到助理打开车门，将一名戴头套的男人放了进来。陆晨跳上车，干脆利落解决掉剩下的几名保镖，一肘一个，毫不费力。昨晚在酒吧，若雪说的对，确实不是对手，只不过当时说反了。助理凑上来索要报酬，陆晨二话不说也给他来了一针，随即把保镖和助理扔下去，发动车子朝着金沙萨疾驰而去。不知过了多久，秦若雪缓缓醒来，发现身处一间陌生的酒店房间，干净整洁，却没有窗户，封闭的让人窒息。随身携带的包包和手机不见踪影，若雪赶忙检查全身上下，庆幸衣着完好无损，没有被动过的痕迹。她依旧头脑昏沉，饥饿感涌向四肢百骸。房间里只有一瓶矿泉水，没有食物，敲门也无人回应。尽管口渴，秦若雪还是没敢动那瓶水，平静地端坐在床边，不断思考当前处境。这绝对是有预谋的绑架，不可能是恐怖袭击。难道真是陆晨？正当他怀疑的时候，咔嚓一声，沉寂的门锁突然开启，走进来的男人彻底打消了他的疑虑。见推门进来的人是陆晨，秦若雪紧绷的神经骤然放松，长舒了口气。这就是你说的征服游戏？对，不过才刚刚开始。陆晨走到床边，自上而下欣赏他的绝世容颜，或是说审视在雨林中捕获的猎物。怎么样？为了这场戏，我可是付出了不少代价。秦若雪悠叹了口气，抓住他伸过来的手，还不想迎合男人的爱抚。小陈，你太疯狂了，有想过后果吗？说是一场戏，但都是真刀真枪，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性命。且不说这个，事后陆晨还得应对秦家。秦若雪作为秦家掌权人，一旦倾尽所有展开报复，就算是陆家也做不到全身而退。在飞机上我就说过，不做没把握的事。我非常期待你能给我精彩刺激的报复，会挣扎的猎物，
更能满足猎人的征服欲。我们还在金沙萨。对，你什么时候放我走？秦若雪问出最关心的问题。被关太久，以陆晨的手段，他肯定会被折腾得不成样子。3天后一起回国。闻言，他把陆晨拉到身边坐下，自己则起身，膝盖顶在床面，稳住身形，双手搭在他肩头，上身微微前倾，姿态亲密又带着点试探。小陈，现在你就是想单纯得到我，对吗？遇到恐怖袭击又被绑到这种地方，你好像一点都不怕。陆晨突然握住他的手腕，稍一用力，把他往身前带，大手顺势扣住，盈盈细腰。你越是这样，我就越好奇，自信从容的创世总裁臣服在男人面前会是什么样？秦若雪直视着他，眼神认真。没必要好奇，你找过那么多女人，我跟她们没什么区别，无非就是身份带来的反差，会让你这种色欲熏心男人感到兴奋。那就让我看看，我从来都不是保守的女人，事已至此，只能用身体当做筹码换取自由。接下来的3天，我会满足你的任何要求。若雪琴手微垂，眸子里裹着柔和光晕，从容自若。自始至终，她都过于淡定，跟预想的完全不同。若雪，你太淡定了，跟你预想中的征服不一样。我是不是应该露出惊恐的表情，颤抖的求你手下留情？发现男人的目光落在唇瓣上，若雪会意，从上衣口袋掏出一支唇膏，细致涂抹在有些干涩的薄唇上。陆晨一动不动地看着他，有必要这么讲究？当然，这是我的初吻，必须对自己负责。话音落下，若雪俯身凑近，动作青涩，结语轻颤，却带着一种反差感的撩人。近在咫尺的双眸相对，本该令人脸红心跳的亲密，若雪的眼底却毫无波澜，仿佛在做跟自己无关的事情。陆晨忽然意识到，事情正在脱离掌控。换作江宁月或秦若雨，此时已经满脸娇羞，沉浸在男人给予的甜蜜中。秦若雪却不同，身上散发出那种淡然无所谓，一切尽在掌控的气场。陆晨一进屋就被带入了他的节奏，于是冷声问道：我是不是对你太温柔了？若雪放下马尾辫，让秀发随意散落，发丝随着动作甩动，画出妖娆的弧度。我又没反抗，一直听话，你对我温柔不是应该的。随即看向放在床头的那瓶矿泉水，咽下痰口中汇集的唾液。小陈，我渴了，能喝那瓶水吗？自从遇袭，不知过去多久，他滴水未进，嗓子干得发紧，实在太渴了。什么女王的矜持，只能在生存面前让道。陆晨拿起矿泉水，拧开瓶盖喝下一大口，不过没咽下去，眼神直白的示意，想喝水就得自己来拿。若雪犹豫2秒，还是俯身凑近，俏脸已然染上娇羞的红晕，随着吸取，清凉甘甜的液体流入口腔，滋润干涩的喉咙。若雪忍不住眯起美眸，露出满足的神情。第一次觉得普通的矿泉水能如此清甜，胜过所有的高端茶水。进口水就是好喝，还喝吗？若雪浅应一声，羞赧地低下头。以她容易流失水分的体质，必须得多喝水。陆晨差点把创世女王渴坏了，一瓶水喝光，竟表现得意犹未尽。因为是进口水的缘故，这瓶水净含量虽然只有500毫升，但若雪喝进肚子里的远不止这些。正当他吞下最后一口，陆晨突然使劲掐住他滑腻的脸蛋，力道很重，白皙皮肤一下子变得嫣红。若雪柳眉微皱，却强忍着没发出声音，娇躯顺着他的力道滑跪坐在地，膝盖磕在坚硬的地板，发出沉闷声响。这样你满意了吗？若雪面色清冷，声音平缓，美眸中讥讽和厌恶一闪而逝。你想让我羞耻难堪，想看我挣扎，但这些不符合我的性格，你对我动手没有任何意义。他太过从容，这种突然的举动只会让诗为着自己尴尬。戏弄其他女人的小手段用在创世女王身上显得过分幼稚。陆晨倒是不急，就不信他能装到什么时候，早晚让他原形毕露。换出系统，给好兄弟加了20点属性，又把剩下的20点加在肾脏上。宿主消耗40属性点，属性面板更新，肾脏6080，好兄弟2022，强化完成。陆晨往大床中间一躺，上来吧，若雪，把你带到这费了我不少力气，给我按按腿。俏脸上的痛觉还没消失，若雪表面淡漠，内心并不镇定，抵触的同时还有一丝丝怒火在心里升腾。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起身，优雅地坐在床沿，重新挽起披散的秀发，展示出男人想看见的性感和妖艳。论魅力，几乎没人能与她相比。不说长相身材，光论气质，那种成熟自信的御姐范儿，还有出身世家的高贵从容，只有在若雪身上能看到。若雪伸出白嫩双手，轻轻揉捏，陆晨双手枕在脑后，一脸惬意，有点意外他高超的手法。你一个大总裁，手法这么好？若雪一边按腿，一边温柔轻吐。除了创世总裁，我还是魔都几家高档会所的老板，这种事看一眼就能无师自通。说罢，起身凑到耳边，嘴角出现一抹动人的浅笑，呼出的热气描绘耳朵轮廓，入耳的是媚意盎然的软糯御姐音。我这人有个习惯，遇到什么事都喜欢事后总结。那晚你从若雨的卧室离开后，我就一直在想，怎样才能让你更快离开。现在想清楚了。若雪一直喋喋不休，陆晨听得有些乏，便让他闭上了嘴。闭目养神10分钟，再次睁眼，便撞见俏脸泛红的清冷御姐，神色哀怨地盯着这边。陆晨支棱起上半身，伸手去拉她。你别动，
随你。陆晨重心躺回去，若雪假意服软，双手撑在胸口，突然向上发力，掐住男人的喉咙。陆晨，你做的这一切远远超过了我能容忍的限度。你要是没再找麻烦，那晚在卧室的事情，我本打算当作没发生，但现在我想杀了你。他的手虽小，力道却异常惊人，要是身体没经过强化，一定会被掐得面红耳赤，呼吸困难。陆晨没有立即反抗，能看出来若雪没有杀心，只是在发泄心中的不满，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情侣之间的趣味。秦若雪，你是不是觉得你做的那些事没有越过我的底线？本以为若雪会谢礼，不曾想手上的掐劲却越来越大，凡事都讲究前因后果，你那样玩弄我们秦家小妹，就该付出相应的代价。陆晨抓住她的手腕，但秦若雪胳膊紧绷，试图抗衡到底，非要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男人一个教训，代价就是我承担坐牢的风险。秦若雨全身而退，明天和你坐收渔利。秦若雪身体大幅前倾，给了绝佳的机会。陆晨说罢，抓准时机，将全身力量汇集到一个点上，没有任何保留，用头往上一顶，这一下差点把若雪弄断气，俏脸煞白，疼得身心俱震，一滴晶莹的泪珠顺着脸颊滑落，极力忍耐还是没能将惨叫憋回喉咙。这个男人实在太狠心了，完全不懂得怜香惜玉，且明知道若雪是什么情况，一点不留情面。那双白皙的小手渐渐失去力道，缓缓从脖子上垂落，缓了好几分钟，若雪才嘶哑着开口：你不是人。守护了30多年的清白被一个完全没任何好感的小男人夺走，就算早有准备，若雪的内心还是濒临崩溃，以为能从容应对，就算在最后一刻也能引导男人跟着自己的节奏来。当真见识到男人的狠力，她才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是有多单纯。被撕去女王的伪装，若雪也不过是个弱女子，跟普通女人一样，会脸红，会流泪。陆晨没有再继续刺激她，反而温柔地撩起垂落脸颊的秀发，帮她别到耳后，又将还没干透的泪痕用手背抹去。怎么还掉眼泪？这可不是我认识的创世总裁，你那居高临下目中无人的威严呢？再一次的温柔让若雪适应了身边有个男人的存在，那股清冷劲重新在眸中凝聚。用这种方式占有我，只会让我瞧不起你，你根本不配得到我们秦家姐妹。我真是替若雨惋惜，遇到你这种男人。你们姐妹俩再高贵，终究是女人，迟早会有人走进你们的内心，占据你们的身体。很明显，那个男人就是我。说到这里，陆晨多了丝狠劲。我不配是吧？要不要下次拍视频给你看看，你的小妹在我面前有多听话，征服了若雨，下一个就是你。你做梦，不可能。秦若雪想放狠话，声音却软得没半点威慑力。面对男人的狠力，根本掀不起任何风浪，只能逆来顺受。对任何事反应都不是特别激烈的冷艳总裁，终是抛弃了矜持和孤傲。我已经成了你的第一个男人，怎么就不可能？呼！若雪长呼一口气，微微垂眸。你成了我的第一个男人，并不意味着我会顺从你，你又能拿我怎么办？我活了30多年，经历的风风雨雨，生生死死，比你想象的多得多。在我眼里，你只不过是个小屁孩。陆沉默在反驳，这时候实际行动比耍嘴皮子有用得多。秦若雪薄唇张开，欲言又止，短短几分钟就有了彻底服软的迹象。我是造了什么孽，遇到你这种疯子？为什么？陆晨暗暗激活健身狂人，似乎在这种场合健身也是不错的选择，既能锻炼身体，又能给身边的风雨美人留下永生难忘的幸福回忆。你要是拿自己的资源帮林天，我懒得管，但你想牺牲我，成就林天，就得做好被我践踏的准备。几句话3两下就给若雪对老实了。你会后话还没说完，张着嘴就没了动静，俏脸上哪还有什么清冷坚定，只剩紧张和畏惧，以及一丝难以掩饰的妩媚。男人所谓的征服，总归不是温柔与呵护。若雪总算明白了这场游戏的本质。半小时后，若雪已经忘了天地为何物。陆晨抬手掐住她的脸颊，若雪，若雪的声音带着浓浓的鼻音，该叫我什么？老公。还有呢？你讨厌。就在这时，放在床头的手机屏幕亮起，发出有些刺耳的铃声。两人同时瞄向手机屏幕，上面显示的是秦若雨的名字。这娘们真尼麻烦，来到刚果短短2天，秦若雨打过来的电话不下20次，跟个被抛弃的怨妇似的，越是不接，打得越勤。陆晨伸手就要关机，转念一想，又把手机拿起来。若雪，要不要给你小妹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不要。若雪声音无力，水汪汪的美眸媚意流转。先别让若雨知道我们的事情，求你不要接电话。老公。看着曾经不可一世的创世女王低声下气的样子，陆晨果断按下了接听键。视频电话接通，跟若雪有着7分相似的角色容颜出现在手机屏幕。秦若雨一身干练的 OL 套裙，风尘仆仆的样子，应该是刚从外面回来。你在干嘛？他问道。看不出来吗？你没在魔都，到底在哪？非洲。我给你打电话是有正事。若雨声阴冷下来，压抑着怒火。除了冷暴力我，你还会什么？能不能别跟个小孩一样？不对，你就是个没出息的小屁孩，爱一个小屁孩爱的死去活来，你也没啥出息。陆晨戏谑道，不想跟你吵，说正事。若雨深吸一口气，放低姿态。创世分部抛售的股份我都买回来了，等你回来，把你手中的20%转让到我名下吧。这2天他一直在收拾这个烂摊子，
把低价抛售的股份高价买回来，亏了10几个亿。然后呢？陆晨神情冷淡，自己累死累活东奔西走，换来的却是这种态度。若雨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泛起密密麻麻的疼。这件事没提前跟你商量，是我不对，风险我一个人承担。他吸了吸鼻子，姿态放得更低。陆晨，你能不能原谅我？等你回来，我给你好好赔罪。说着，若雨发现陆晨的目光根本不在他身上，而是聚焦在镜头外的女人身上。老娘都这样认错了，你还爱答不理？若雨本就是爱发脾气的性格，声音变得烦躁。先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不行，我怕身边的美人不乐意。陆晨抓住若雪细白的胳膊，凑到她耳边小声道：“跟你小妹打声招呼。”若雪疯狂摇头，可惜抵不过男人惊人的力道。声音传入手机听筒，若雨的面色变得难看至极。想不想看看是谁？算了，若雨怎么可能不知道是谁？只是不愿面对，或是心存侥幸，没亲眼看到就能继续自欺欺人。话音刚落，摄像头突然翻转，一具雪白无瑕的胴体出现在屏幕中。即便早有心理准备，若雨还是没忍住爆了粗口：“陆晨，你 TM 对我姐姐温柔点。”万万没想到，有一天姐妹二人会以这种方式见面。你为什么会跟她在一起？若雨美眸如冰，厉声质问。若雪睁开朦胧的眼眸，看清屏幕中的小妹，脸上红晕更盛，羞得无地自容。来非洲出差，在飞机上偶遇的小陈，偶遇就要滚到一起是吧？若雨，你别误会，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也没办法。陆晨抬起手臂，不轻不重地一掌落在若雪脸上，命令道：“要老公。”若雪摇头，有些抗拒：“小陈，你别这样。”不愿意。陆晨眼底闪过一丝暴虐，手上的力道渐渐加重，吞没了若雪死灰复燃的矜持。他情不自禁地喊出声：“老公！”声音销魂蚀骨，落在若雨耳中，犹如一把利刃扎进内心深处。一向端庄自爱的姐姐，明明是第一次接触男人，却比会所小姐姐还放得开。若雪高冷圣洁的形象在她心中轰然崩塌，失望如潮水涌现。原来姐姐也不过如此。若雨久久没有出声，房间里只剩若雪的呼吸声。你俩果然是一个妈生的，把你俩扔到撒哈拉，都能把沙漠变成绿洲。陆晨故意调侃。若雨加重语气，冷冷回道：“你很骄傲，这是女人的本能反应。你拿这个羞辱我们，能显得你很有能力，有意思吗？”陆晨面带微笑，将心中的对妹妹的不满发泄到姐姐身上。你先等等，让我跟姐姐说几句话。若雨强压怒火，声音尽量平缓，看着屏幕中姐姐狼狈的模样，心里又气又疼。为了让她快点爆发，陆晨调整摄像头，将若雪的全身展现在屏幕当中，好让妹妹看到姐姐是什么货色。你为什么要骗我？若雨问。我没有。若雪的声音软糯娇媚。那晚陆晨进卧室，我都看到了。若雨的情绪再也抑制不住。姐姐，你好像很享受被一个小男人掌控的感觉。陆晨就摸了摸你的头，至于那么大反应吗？对，这方面还是姐姐更胜一筹。陆晨在一旁添油加醋。你 TM 给我闭嘴！若雨嘶吼出声。若雪尽力克制自己，想把话说得顺畅些。不是你想的那样，要是把这事儿说出来，肯定会闹得大家都不愉快。你那么喜欢小陈，我不想破坏你们的感情。他说了个自己都不信的理由。那你现在在干嘛？面对喋喋不休的追问，若雪不知道说什么，懒得思考这些问题，甚至觉得小妹有些烦。此刻她的心里只有身边的陆晨，沉默良久，才敷衍道：“没事的话，把电话挂了吧。”贱货！若雨平生第一次对姐姐恶语相向。陆晨把手机立在床头，确保摄像头能捕捉到房间内的所有画面。若雨面无表情地看着屏幕，心爱的男人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她心里很压抑，嫉妒和失望交织，竟还有一丝隐秘的期待，想让陆晨好好惩罚这个贱人。若雪垂眸看一眼手机，像是要占有妹妹最心爱的娃娃，抛弃所有的端庄和矜持，伸出莲藕般白嫩无瑕的双臂，俯身坠入了男人的怀抱。你妹妹正看着呢，你这样抱着我不好吧？小陈，把电话挂掉，好不好？若雪用柔软的秀发蹭着男人的胸口，一副依恋丈夫的小女人姿态。叫我什么？老公？呵呵。陆晨掐住脸蛋上的软肉，秦若雪，你咋这么贱？若雪也不反驳，秦手埋在男人的胸口。老公重要还是小妹重要？陆晨又问。若雪想都没想就回答：老公重要。她早就失去思考能力，自己都不知道嘴里蹦出的是什么。沉寂许久的手机再次发出声音：陆晨，创世分部的烂摊子我收拾完了，我可以接受你有别的女人，但不能是秦若雪这个贱人。谁都没发现若雨美眸中噙着泪水，拼命仰头不愿让她掉下来。我们分手吧。苍白无力的一句话，电话那头的男人没有任何反应，若雨却心痛不已。跟陆晨在一起的时间不算长，他却规划好未来，打算长期留在帝都发展。落到如今这种地步，秦若雪是罪魁祸首。他总算明白，不让陆晨碰姐姐，并非担心姐姐被玩弄，而是害怕姐姐把自己心爱的男人抢走。陆晨拿起手机，现在呢？还要温柔吗？若雨还是高估了自己在男人心中的地位，预想中的挽留没有出现。他自嘲一笑，不用，挂了。通话结束的瞬间，若雨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簌簌落在手机屏幕。大多数人往往失去后才懂得珍惜，秦若雨的后悔与不甘
让他对宿主的执念更深。秦若雨忠诚度加10，当前忠诚度50，宿主获得10点属性点，当前累积10点。听着系统提示音，陆晨低头看向怀里的美人。若雪，抢了妹妹的男人，感觉怎么样？别管他了。若雪自上而下看着他，美眸含情。秦若雪沉沦进度正15%，当前进度30%。宿主夺去秦若雪清白，在目标身体留下专属印记，宿主获得15点属性点，当前累积25点。相隔上万公里的雨雪姐妹花却异常默契地哭了一晚上。晚上12点，若雪靠在陆晨怀里，那张绝美的脸依旧清雅艳丽。近2天没吃东西，加上刚才的过度消耗，若雪疲惫不堪，头晕目眩。小陈，我饿了。经过深入交流，若雪的潜意识对陆晨产生了深度依赖。交流有多深入，依赖就有多深。不是给你吃了吗？你讨厌！若雪娇嗔着捶了他一下。我真的好饿，你给我叫点吃的呗，老公。陆晨搂住她的小蛮腰，含糊道：明早再说。说罢便进入梦乡，这就睡了。若雪用小手去拍他的脸颊，没得到任何反馈，这也太畜生了。若雪差点气晕，觉得这个男人好讨厌，身体却不自觉靠近，手臂环住男人精壮的腰肢，俏脸贴在胸口，闭上眼帘，回忆起刚才的疯狂，那种痛苦与甜蜜交织的悸动，依旧让人脸红心跳。感受着男人的体温，若雪鬼使神差把小手放在陆晨的头上，随即轻轻揉捏，像是妻子在犒劳辛勤耕作的丈夫。她惊叹陆晨的出众，同时又感慨自己的特殊。上天给了她胜过所有女人的相貌、身材和地位，却偏偏让她比任何女人都敏感。不知何时，若雪的大脑停止思考，在饥饿与疲惫中沉沉睡去。第二天一大早，若雪是被饿醒的，发现自己的手还在陆晨头上，赶忙收回手，放在鼻尖前嗅了几下，有些汗味儿。体温被冰冷的床垫掠夺，她打算洗个澡，结果刚下床差点摔在地上。一个女人竟浑身疲软，脚步虚浮，算是为昨晚的过度付出了代价。热水冲刷着身体，若雪却没能理清思绪。面对陆晨，该拿出什么样的姿态？继续装端庄，表现得从容逼迫，可昨晚几下就被弄得原形毕露，再装下去只会更加激起男人的征服欲。顺从他，可那样他只会得寸进尺。思来想去，实在想不出一个能让陆晨对自己温柔点的方法。难道等待他的只有被玩坏这一条路吗？走出浴室时，陆晨已经醒了，正靠在床头看手机，看到若雪，勾了勾手指过来。若雪无奈地走过去，刚靠近就被陆晨一把拉到身边。若雪拍了他一下，随后亲切地搂住他的手臂。小陈，能让我休息一天吗？低浅柔和的口吻像是在商量，我可以陪你在这边多待一天。陆晨放下手机，人活着不能只靠一张嘴，这种简单的道理，创世总裁肯定能明白吧？若雪摇摇头，我不明白。其实你心里想的跟我一样。陆晨站起身，逼近他的脸颊，而且这个想法那晚在卧室就已经萌芽，对吗？在男人灼热的目光下，若雪的俏脸变得粉红明艳，仿佛在被什么东西烘烤。她开口发出柔情似水的声音：不，我并不想。那你能拒绝我？不能。若雪粉唇张开，没再说话。让我感受到你的心悦诚服。陆晨温柔拂过她的头顶，若雪抬眸望向他，抬手抓住他的大手，十指相扣。曾如天山雪莲般孤傲的清冷美人，只是经过一夜的相处，就学会了逆来顺受地投入男人的怀抱。反抗没有意义，如今的她不过是被小男人掌控的绝美俘虏，终究是要面对一个俘虏应当承受的残忍。10分钟后，陆晨难得体贴，为了给若雪保养皮肤，专门为她敷了张面膜，随后穿上衣服，我让人送点吃的过来，你等着。若雪微微点头，起身摸索着走向浴室。若雪洗完脸坐在床上，敷过面膜的俏脸愈发水润滑腻，透着莹润光泽。没过一会儿，陆晨提着2个大袋子回到房间，透明袋子里装着打包的饭菜、红酒和几瓶水，另一个黑色塑料袋看不出里面是什么。他把食物放到房间中央的木桌上，拎着黑色塑料袋走向床边。若雪心里突然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果不其然，塑料袋被打开，里面是一些日用品。小陈，没必要这样吧？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抗拒，脸颊泛起薄红。这都是若雨之前用过的，现在拿给你，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一种传承。陆晨拿出袋子里的东西，动作一气呵成，快到无缝衔接，几秒钟就走完了流程。哎，你别太过分，我是说过满足你的要求，但你也得有个限度。若雪又气又急，本就饿到虚脱，被这么一搞，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差点晕过去。陆晨莫理会他的抗议，坐到餐桌旁，开始享用食物。色香味俱全的烤肉散发出诱人香味，弥漫在房间。若雪娇躯微颤，喉咙不自觉地滚动。小陈，能不能让我吃点东西？他低声哀求，软得没力气。早上起来不是给你吃过了？陆晨大口吞咽烤肉，故意发出咀嚼的声响，不断刺激身后挨饿的美人。若雪已经饿得没心思理会他的调戏，眼神死死粘在食物上。我真的好饿啊，都快走不动道了，饿了就过来吃啊，我又没阻止你上桌。若雪低头看一眼，一阵无语。这种情况之下，她怎么好意思走过去？老公，让我吃点吧，我吃饱了才有力气伺候你。软糯颤抖的求饶声，总算是让陆晨大发慈悲，示意他可以过去。若雪心里是麻木和无奈，身上只有一件浴袍，房间没有吹风机，
到现在头发都是湿的，但也顾不得那么多，并拢着修长美腿，小心翼翼走到餐桌旁，还没坐下就被陆晨拉过去，被迫坐在他怀里。我吃好了，剩下的都是你的，谢谢老公。若雪点点头，拿起男人用过的餐具，大口吃着美食，来不及咀嚼吞咽，就一个劲的往里塞，小嘴很快就被塞得满满当当，看样子是真的饿坏了。吃东西的姿态算不上优雅，脸颊鼓鼓的，却莫名可爱。若雪拿起酒杯喝了口红酒，顺下嘴里的食物，一脸满足，紧绷的身体也放松了些许。你在干嘛？感受到不对劲，她疑惑地转过头，这才想起自己还坐在男人怀中。你慢慢吃，我钻研点东西。陆晨低着头，不知道在搞些什么。若雪有些懵逼，但也没多想，转头继续享用食物。一声浅浅的鼻音，随即若雪停止咀嚼，房间陷入沉默。她绝美的俏脸上浮现出厌恶和恼怒的神色，不过很快就被羞愤所取代。手中的筷子还夹着一块肉，却再也没有了品味美食的心情。小陈，能不能等我吃完？陆晨才不会管他有没有吃完，直接将若雪的琴手掰过来，让她被迫与自己对视。有别于昨晚的陌生悸动，让若雪的内心愈发纠结，想去坦然接受，又因为羞耻感到烦躁，心绪越来越乱。职场上无所不能的创世总裁，面对眼下的情形，竟有些不知所措。若雪有些绝望，珍贵的东西被这种无耻之徒夺走，让她多少有点不甘心。现在又被得寸进尺，这小男人远比想象中更加无耻，简直是无孔不入。他低垂着琴手，俏脸上满是哀怨的嫣红。事情来得突然，还没吃到3分饱，就不得不放弃进食的想法。半小时过去，陆晨起身伸了个懒腰，擦去额头上的汗珠，朝门口走去。还算听话，怕你在房间里憋坏了，我牵着你出去溜溜，以后也要这么听话，听见没？若雪趴在餐桌上，美眸紧闭，手中还攥着筷子，桌子上的美食依旧是半个小时前的样子。陆晨莫走几步，若雪赶紧支棱起无力的四肢，跟在他身后。地板坚硬冰凉，走起来很不舒服，硌得慌。走吧，老公带你出去晒晒太阳。陆晨打开门锁，抬脚走了出去。若雪别扭地跟在后面，出去抬头扫了一圈，才发现这里是个酒店套房。之前两人待的是把窗户封死的特殊房间，估计是为了满足某些人的怪癖而设计的。露天阳台，上午时段阳光正好，不燥不烈。陆晨沐浴阳光，惬意地躺在竹椅上，欣赏远处的热带自然景观。若雪美腿折叠，弯膝坐在一旁，为男人展示出绝美侧颜。昔日高冷孤傲的创世女王，此刻乖顺的像只小猫咪。你之前就是这样对若雨的？没这么温柔。陆晨抚摸她的秀发，眸光忽闪，话锋一转，跟我说说你跟林天的计划，好让我给他在帝都铺路。若雪抬眸望着他，粉舌划过唇瓣，想说什么，却又犹豫起来。创世分部的事让我很不满，但这并不代表我不会帮林天。陆晨说得很认真，他是我最好的兄弟，我没任何理由害他。若雪沉默几秒，随即抬头问道，你真心想帮林天？在雄鹰国，要是没有我，林天早被林国栋安排的人打死了，更别说完成学业顺利回国。作为他最亲的人，4年间你帮他做过什么？有过一次嘘寒问暖吗？别拿秦家和林家之间的破事而当借口，你根本没资格质疑我。陆晨的话句句属实，句句在理。若雪的表情变得既羞愧又尴尬，她何尝不知道陆晨帮了林天多少，可自己如今被俘虏在酒店，姐妹2人接连被他玩弄，她实在做不到100%信任眼前的男人。若雪瞧见陆晨要拿手机，慌忙拉住他的手，我跟你说就是了，你说要是敢撒谎或隐瞒，我不介意在这儿多待10天半个月。陆晨靠在椅背上，听着怀中凌乱的美人从头到尾阐述林天和创世的后续计划。第一步，要将龙桥区分行从万丰总行独立出来，用创世在帝都的新公司快速使其壮大。站稳脚跟后，将发展重心转移到魔都，开设新的分行，再慢慢辐射全国。万丰的业务大多集中在帝都，尚未在全国普及。林天和创世要抓住这个机会，抢先占据客源和市场，后续再对万丰施压。就这些，后续计划要是有变更，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若雪喘息着说完，一下子说这么多，实在是难为他了。陆晨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后续发展跟原著剧情差不多，只是多了江宁月这个变量。保险起见，他还是发动天眼扫了过去。忠诚度0，敌意3。提示：为了自己和妹妹少受苦，目标选择说真话，未做任何隐瞒。提示：宿主明知目标体质特殊，还故意多次刺激，因此被目标怀恨在心。计划虽然行得通，但起码要好几年时间。创世大出血帮林天并不划算。若雪轻叹着摇头，这都是我欠大姐的，无论付出多大代价，我都愿意承担。她心中有点愧疚，但更多的是悲伤。犹豫了一会儿，起身轻轻抱住陆晨，柔声道：要是能得到你们华兴的支持，我有信心3年内拿回万丰。随即详细说明了华兴需要做什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照他说的做，华兴至少要损失几百亿，回本更是遥遥无期。陆晨一把将他推倒在地，大手掐住他略带屈辱的绝美俏脸，声音冰冷：你把我当慈善家还是傻子？可是到时候每年的分红能有100亿，你只要……行了，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
陆晨抬手轻轻扇了下他的脸蛋，被如此诋毁玩弄，若雪跪坐在地，五味杂陈，非常想问一句，秦家姐妹在他心里到底算什么，却根本没勇气开口，一时间心乱如麻，大脑一片空白。秦若雪敌意压抑，进屋，不能区别对待你和若雨。陆晨起身牵起若雪就往屋里走，冷艳总裁只能一脸麻木地跟在身后，心中的恨意却在不断累积。接下来的时间对若雪来说无比漫长，好几次她都以为自己会被陆晨弄死在这里，总算熬到第3天晚上，眼看就能脱离魔爪，离开这个充满屈辱的地方，陆晨却再次打破了她的期待。趁陆晨不在，若雪起身坐到床上，揉捏着发酸的双腿，粉嫩膝盖上醒目的深红像是烙印般刺眼，那是连日跪坐留下的痕迹。正当她准备洗个澡缓解疲惫，那个让她怀恨在心的男人如恶魔般出现在门口，目露凶光。谁让你起来的？3天了，按照约定，我没有义务再听你的。若雪强撑着骨气反驳，当时可是你自己说的，要多陪我待1天，你又没让我休息，凭什么让我再待1天？面对男人的冷笑，若雪觉得跟这种人讲道理毫无意义，放下身段或许还能得到一丝怜悯，于是立刻换了副面孔，摆出讨好的样子。小陈，你听我说，现在已经超过了我原定的出行时间，公司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我们今晚就回去，回国我再抽空陪你一次好不好？然而陆晨根本不吃这一套，给你脸了，3秒内给我坐回去。听到男人的命令，若雪的身体做出本能反应，迅速坐回原地。只是短短3天时间，她的心灵就被陆晨打上烙印，根本生不起反抗之心。若雪第一次对自己产生微妙的质疑，难道自己真是那种下流不堪的女人，渴望臣服，渴望被掌控？熬到第4天，陆晨总算没有食言，带她离开了酒店，恢复自由，呼吸着外面的新鲜空气。若雪感觉恍若隔世，短短4天，她像是变了个人，眉宇间多了份臣服的意味。两人先是回到市中心的酒店拿行李，若雪的房间里，那把银色手枪还静静躺在茶几上，泛着寒光。陆晨从包里掏出一份自愿赠与合同，放在她面前，似笑非笑。若雪，我们是不是该谈谈补偿的事情？闻言，若雪冷白的俏脸染上一层霜色，没什么剧烈的表情变化，却带着无形的压迫。什么意思？我百依百顺陪了你4天，你还不满足？两码事。陆晨笑着将签字笔扔给他，想回国就把你名下的金矿转让给我。开什么玩笑？虽说是小型金矿，但1年也至少有上亿收入，那算是若雪的后辈隐藏资产，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小金库让出去？不可能！你别贪得无厌。既然如此，这场征服游戏只能继续。话音未落，冰冷的枪口已经抵在陆晨的后脑勺。我跟若雨不一样，对你没感情，就算你对我的身体做再多，也不会对你产生一丝好感。把资产奉献给你，更是无稽之谈。若雪声音压得极低，字字含有警告的意味。我没空陪你玩，所谓的征服游戏到此结束，你不许再纠缠我，也不许再纠缠若雨，还必须拿华兴的资源帮林天。陆晨面色不变，挑眉问道：还有吗？就这些？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贪得无厌。你同意，我们就一起回国；拒绝，脑袋开花，我给你举办完葬礼，自己回去。枪口抵在后脑的力道又加重了些。选吧，开枪，你敢吗？陆晨淡淡回了句：真以为我不敢吗？若雪的手指扣在扳机上，开枪。陆晨缓缓转过身，径直将枪口抵在自己的额头，散漫一笑，仿佛顶在头上的不是致命武器，而是玩具。他有无数个理由说服若雪扔掉手中的枪，但那是威逼利诱，不是所谓的征服。开枪！陆晨用上命令的口吻抓住枪身，把头往前又探了探。你不是很听我的话吗？现在怎么不听了？若雪的娇躯抑制不住的颤抖，胸前的宝宝食堂剧烈起伏。小陈，你不用吓唬我，这种事我不是第一次做，杀个人对我没有任何心理压力。陆晨温热的大手抓住他冰冷的小手，用眼神鼓励道：手别抖，你只要轻轻扣动扳机，给你带来无数屈辱的男人就会从世界上彻底消失。若雪看着近在咫尺的男人，脑海中闪过这几天的屈辱与嫉妒，有时候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陆晨圈养的宠物，还是说你很享受这份屈辱？闻言，若雪握紧手枪，神色哀伤。女人是用来爱、用来疼的，不是拿来征服和玩弄的。对，人生第一课，尊重他人。遗憾的是，我旷课了。陆晨镇定自若，没有半分畏惧，只要手指轻轻一动，就能彻底结束这场变态扭曲的征服游戏。若雪积攒了满肚子恨意，想发泄，可身体却像被盯住，不愿动作。我解决掉你，完全可以把责任推到当地恐怖分子身上，就算事情暴露，你们陆家也未必能拿我怎么样。你要是真想杀我，早就开枪了，说这么多不就是舍不得？男人的声音带着征服的魔力，让人情不自禁想去臣服。若雪，把枪放下。若雪瞳孔收缩，差点本能的松手。她强装镇定，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乎细若蚊蚋。小陈，我不喜欢这种相处方式，太不正常了，病态扭曲，我不喜欢被你掌控的感觉。把枪放下。是。几乎是一瞬，若雪的手臂无力垂落，手枪顺势掉在地上。秦若雪娇躯瘫软，跪坐在地，像是肌肉记忆，潜意识提醒着她
该以这样的姿态面对眼前的男人。陆晨低头与他对视，随后有些淫邪的笑了笑，声调奇怪的开口：“怎么了？被我折腾出感情了这是？”若雪拿起签字笔，在赠与书上快速签下自己的名字，轻声回道：“随你怎么想，我服了，行不行？你快带我回国吧，别急，我叫了私人飞机，晚上才到。”陆晨把赠与书收回包里，忤逆我要付出代价。若雪投来认命般的眼神，似乎在说随你处置。宿主用服从性测试瓦解目标心理防线，令目标产生深度自我怀疑。秦若雪忠诚度加15，当前忠诚度15，宿主获得15点属性点，当前累积40点。半小时后，陆晨惬意地横躺在沙发上，洗手间方向流水声不止。不多时，若雪从里面走出来，雪白无瑕的完美胴体主动依靠在男人身上。陆晨有些诧异地问道：“怎么了这是？认输了？”若雪摇摇头，语气带着怅然：“小陈，我真希望你能把心思和手段用在事业上，女人也是事业的一部分。”陆晨的手抚上她的肩膀，掌心感受到一丝灼热。“你这皮肤怎么回事？这么热，整整4天还不满足？”若雪刚想反驳，娇躯就腾空而起，被男人抱在怀里走进卧室。陆晨把她扔在床上，转身拿回行李箱。“回去之前我们再试试。”“随便。”若雪仰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没有任何反抗的心思。她心想，回国后绝不可能再给陆晨一丝机会，反正是最后一次，索性放纵一回。晚上，左巴扬驾驶的波音787准时降落在刚果机场。乘务员小姐姐恭敬地递给陆晨一个包装精致的小礼盒：“陆总，这是华兴的电子工程师让我转交给您的。”若雪走进机舱，入眼便是松软的大床和豪华浴室，舒适的环境在她看来像是刑场。换身凉快点的衣服，机舱里挺热。陆晨扔给她一套未开封的睡衣。若雪拆开白装，仔细端详一阵，才研究明白怎么穿。4天前就算打死她也不会穿，现在嘛，能心无波澜地穿上，还能在陆晨面前转几圈，坦然秀出玲珑曲线。若雪的肌肤如打磨抛光的美玉，33岁的年纪，皮肤状态完全胜过20岁的年轻女孩。男人的精力总归有限，放纵4天，总该油尽灯枯了吧？抱着如此心态，若雪主动扑进陆晨怀中，打算温存半小时就美美睡一觉，精神饱满地迎接创世那边的工作。她又在心里提醒自己，这绝对是最后一次。第二天，飞机降落在魔都机场时，若雪美眸空洞，羞耻、无奈、愤恨等多个情绪杂糅在心底。明明浑身瘫软，却突然迸发出一股劲，起身猛然张开粉唇，一口咬住陆晨的肩膀。看他委屈的神色，应该是真生气了。说好的3天，结果硬生生被折磨了整整5天。飞机上更是1秒都没让他休息。陆晨多余动作，只是拿出手机。你随着一声低沉的叹息，若雪口中的银牙逐渐松动，伪装的饿狼重新变回温顺的绵羊。陆晨把工程师送来的精致小礼盒放进若雪的包里。这几天你伺候的不错，我都不忍心白嫖你，这个就当送你的小礼物。然而这不过是空盒子，里面的东西早就不知所踪。为了给若雪一个惊喜，陆晨专门委托华兴的电子工程师定制了这份礼物。若雪并拢着美腿坐在床边，纯白小衬衫搭配黑色西裤，露出一截白皙小腿，长发挽在脑后，典型的女强人打扮。昨晚的睡衣已经不成样子，安静地躺在地上。乘务员小姐姐正拿着吹风机烘干地毯，温声提醒：“陆总，飞机起飞降落的时候，请注意水杯里的水洒在地毯上无所谓，要是溅在您身上，怕是要耽误您接下来的行程。”随后又小声叹息：“这么大的水渍，不知道起飞前能不能收拾干净。”陆晨看向罪魁祸首：“我打算投资拍一部葫芦娃真人版，让你去演五娃，怎么样？”若雪羞涩地别过头：“助理在外面等我。小陈，你能把我送过去吗？下午有个重要会议，我得回去提前准备材料，走路不便，又要拖行李箱，一个人下去实在困难。”陆晨让乘务员帮忙拿行李，自己则弯腰抱起若雪，大步走下飞机。路上，若雪突然开口：“小陈，你当时真的不怕吗？万一我真开枪了呢？枪里又没子弹，我怕什么？呵呵，我倒忘了，你说过从不做没把握的事情。这样的狡诈恶徒，怎么可能让他轻易摸到枪？想要金矿，完全可以在他被弄得接连求饶时，趁机让他签字，没必要大费周章。”若雪恍然大悟，这不过是陆晨精心设计的一场服从性测试。他羞愧自己没勇气扣动扳机，拿一个比自己小10岁的男人一点办法没有，又庆幸当时扔掉了手枪，不然现在肯定还在非洲过着连条狗都不如的日子。小陈，我要是真开枪了，你会怎么办？若雪忍不住追问。另一种结局。陆晨低头看他一眼，在魔都机场人最多的地方，我不是抱着个女人，而是会牵条狗。若雪搂住他脖子的双臂不自觉用力，一阵后怕，跟这个男人相处，稍有不慎就会坠入深渊。陆晨把若雪送到机场门口，一同坐进迈巴赫后座，拿出一个 U 盘递给他，记住，里面的视频一定要在没人的地方看。若雪狐疑地接过 U 盘，你想拿视频威胁我？放心，我没你想的那么卑鄙，只是喜欢记录美好生活。说着，陆晨发动天眼，忠诚度15，敌意4，提示目标对宿主又爱又恨，担心如此下去会变成宿主的奴隶，因此想除掉宿主以绝后患。这女人可以放下矜持和尊严，用身体无下限的取悦他。
表面顺从，内心却藏满恐惧和怨恨。即便被教育的唯命是从，也没放弃过反击的念头。要不是陆晨教育的好，在刚果时他未必不敢扣动扳机。可越是这样，越能激发男人的征服欲，让人忍不住想把他拉下女王的宝座，心悦诚服地跪在脚下。秦若雪，下次我要在你办公室，在你们创世所有员工的头上浇水。陆晨扔下这句话，推开车门，重新走入机场大楼。若雪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内心复杂，惶惶不安。他咬牙收回目光，藏好 U 盘，吩咐助理启动车子。创世大厦，秦若雪出现在员工视野，一双性感的高跟鞋敲击地面，引得所有人的目光聚焦于一处。创世女王一如既往的光芒四射，美得惊心动魄，周身萦绕冷傲疏离的气场，跟以往的雷厉风行不同。今天走起路来格外小心，步子迈得又小又慢。在众人火热而崇敬的目光中，他带着助理走进总裁专用电梯。助理把手放在楼层按钮，问道：“秦总，您要直接去办公室吗？”话还没说完，只听见一声沉闷的响声，回头便看到刚刚还一副女王模样的秦若雪，此刻正双膝跪地，琴手低垂。“秦总，您没事吧？”助理赶忙蹲下身去搀扶。秦若雪没有一点反应，好一会儿才抬头看向助理：“早上没吃东西，应该是低血糖，缓一会儿就好。你把我扶到办公室。”他的表情苍白中透着异样的潮红，眉宇间还挂着未散的魅意。这表情助理只在电影里见过，没曾想现实中第一次见到，居然是在高冷的美艳总裁脸上。他把秦若雪送到顶楼，转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锁上门，拿出备用手机，拨通了创世副总裁的电话。“喂，秦副总。”说。电话那头传来憔悴的女声。陆晨把秦总送回来了，临走前还送了个 U 盘，让秦总在没人的时候看。“你继续。”刚刚在电梯，秦总突然跪在地上，说自己是低血糖，但以我的经验判断，他应该是被人控制了。“还有吗？”“暂时就这些。”“秦若雨顿了顿，给我好好盯着他，任何风吹草动都及时向我汇报。”“副总放心。”助理连忙应下，“只要您不把我出轨那些男人的事情告诉我老公，我什么都听您的。”总裁办公室，若雪靠坐在舒适的办公椅上，思考再三，还是拿出那枚 U 盘插上了电脑。文件夹里存着5条视频，标注是第1天到第5天。他戴上耳机，点开视频，全程只有他和陆晨2个人出场，有第一视角、第3视角，甚至还有特写镜头和转场。难怪飞机一落地，陆晨就拿起电脑坐在角落，原来是忙着剪视频。这个畜生居然在房间里装了这么多隐形摄像头。最令人绝望的莫过于视频时长，除了睡觉时间，他几乎全程被男人玩弄于股掌当中。看着屏幕上播放的影像，若雪很难想象那个女人竟然是自己，羞耻萦绕在心间，令她近乎晕厥。短短5天时间，那个男人就让她受到了比过往人生加起来还要多的屈辱。然而不断加快的心跳似乎在提醒她，那不是屈辱，而是她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渴求。视频播放到陆晨和若雨的通话片段，若雪不敢相信，明知道对面是若雨，她还主动抱住陆晨，向若雨挑衅。那一刻大脑一片空白，30年的姐妹感情不能因为一个男人破裂，必须跟若雨解释清楚。若雪深吸一口气，点开若雨的聊天框，手指悬在视频通话按钮，犹豫几秒，还是点击了一旁的语音通话。电话响了足足半分钟才被接通。“有事？”听到小妹用冰冷陌生的口吻说话，若雪心中一阵酸涩。“若雨，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能听我好好说吗？”“你说。”“我是被小陈胁迫的，他把我绑到酒店，我根本没机会反抗。”若雪紧握着手机。“胁迫？”若雨轻笑一声，讥讽道：“姐姐，你在他怀里喊老公的时候，可是一点没有被胁迫的样子。你抱着他对着镜头发烧，难道也是被胁迫的？”若雪脸上泛起薄红，先手放到并拢的大腿上，急忙辩解：“我当时被他弄懵了，大脑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的体质你也知道，就算想反抗，也有心无力。他很厉害对吧？”若雨冷不丁打断他，来了句：“舒服吗？”若雪有些尴尬，这种话让他怎么接？索性只能转移话题。他是想挑拨我们的姐妹关系。“挑拨？”若雨声音拔高：“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是你妹妹的男朋友？姐姐，你摸着良心说，你对他就没有一点意思？不然会心甘情愿被他玩这么长时间。”“我没有，我对他只有恨，我不可能喜欢一个把我当玩具的男人。”若雪苦口婆心的劝说。笑：“陆晨不是什么好人，他不是单纯想玩，是要把我们姐妹俩驯化成听话的奴隶。若雨，你听我一句劝，离他越远越好，再纠缠下去，他会毁了我们。”“姐姐，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若雨的语气又恢复平静，再次发问：“舒服吗？”若雪沉默良久，说了实话：“舒服。”“还想有下一次？”“舒服并不代表喜欢。”若雪反驳：“就算真有需求，我也不可能找他。”话没说完，再一次被幕后的男人戏弄，手机差点从手中滑落。他心中暗暗问候陆晨，自从下飞机，这个畜生就一直在断断续续的戏弄他。听筒里传来若雨波澜不惊的声音：“姐姐，其实你可以自己摘掉，还是说这是他给你的任务？”“没有。”若雪被说的额头上出了不少汗，端庄绝伦的俏脸浮现出羞耻恼怒的表情。她平复内心，用上讨好的语气：“若雨，你怎样才能原谅姐姐？”“姐姐，
我累了。电话里传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若雨的声音柔和些许。想回魔都待几天，想吃姐姐做的菜了，可以住你家吗？当然可以。若雪喜出望外，欣然答应。我今晚就派人到帝都把你接回来。不管妹妹态度为何突然转变，只要还愿意见面，总能重归于好。不用，我自己回去。若雨说完，挂断了电话。紧接着，陆晨的电话打了进来，视频看了吗？没看，全删了。你很无聊，我还有备份，下次见面再给你。被我掌控的感觉很刺激吧？没有，早被我扔了。虽然看不到陆晨，但若雪已经想象到他坏笑的欠揍嘴脸。是吗？话音落下，若雪顿感不安，刚想挂断电话，手机就从手中脱落，摔在地上。手机里还在传出男人低沉的声音：还学会撒谎了？看样子我在刚果没能教育好你，不过别担心，下次一定会把你教育得服服帖帖。若雪颤抖的心灵被恐惧吞噬，男人的掌控欲远比想象中更可怕。我错了，老公你别生气，你没资格叫老公，是不是又忘了我怎么教你的？若雪想说出那2个字，可根本没力气开口。半小时后，门外传来敲门声，若雪才回过神。她把手机捡起来，电话已经被挂断，屏幕停留在通讯录界面。意外的是，通讯录里有2个备注为爸爸的联系人，应该是情妇常用的2个号码。飞机上，陆晨坐在豪华座椅上，手机放在耳边。秦若雪对于宿主的掌控，恐惧又无法抗拒，服从度再次提升。秦若雪忠诚度+5，当前忠诚度20。秦若雪沉沦进度正10%，当前进度40%。宿主获得15点属性点，当前累积55点。开启秦若雪属性面板，获得专属属性点10点。陆晨挂断电话，扫了眼面板，若雪的各项属性都比若雨高出1-2点，将专属属性点加到五官和皮肤上，随后系上安全带，准备起飞。抵达纽扣市，纽扣市市长亲自给陆晨颁发了纪念章，授予纽扣市城市英雄称号。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循环播放他徒手搏斗8名持枪歹徒的英雄事迹。处理完这边的事，陆晨立刻命令佐巴扬返航，中途降落在洛杉矶。在刚果待得太久，收购苹果的计划被推迟了几天，已经收到好几封来自库克的邮件。落地后，库克亲自接机，将陆晨和杨新兰接到 Apple Park， 把2人领进一间大型会议室，让陆晨坐在中间的主位，里面坐着几十位商界大佬，全是苹果的股东。桌子正中央赫然摆放着陆晨上次留下的铁盒，数十道审视的目光落在陆晨身上，他神态自若，平静地扫过众人。库克，你着急忙慌把我们召集过来，到底有什么事？还有这个小伙子是谁？其中一位白发股东用英文问道，很是不耐烦。为了赶时间，我就直说来意。陆晨用中文开口，同时发动刚结束冷却的谈判专家。我要收购在座所有人的股权，那个铁盒就是我的筹码，同意的话签字。杨新兰拿出准备好的合同，让库克分发给众人。这些股东没几个会中文，却出乎意料的全听懂了陆晨的意思，纷纷拿起笔，毫不犹豫的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自此，陆晨成为苹果公司的新主人，全额控股。杨新兰接替库克成为新任 CEO。整个过程中，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盯着桌上的铁盒。那普通的铁盒在谈判专家的影响下，散发出神圣光芒，让他们心生敬畏，坚信里面装着足以改变命运的筹码。等到陆晨和新兰离开，他们迫不及待地冲上前，打开铁盒，只见里面安静地躺着一张1元纸币。所有人瞬间傻眼，面面相觑，却又莫名觉得苹果公司就值这么多。随即，商界大佬们对如何分配这1元巨款展开了持续3天3夜的激烈争论。杨新兰从浴室出来，在陆晨的行李箱里翻出一件衬衫，换掉身上的浴巾。明显不合身段的宽松衬衫，却意外地博人眼球，精致小脸素面朝天，清艳无双。不认识的还以为是个20出头的大学生。新兰赤着血足走过来，拿掉陆晨手中的手机，大胆地坐到腿上，玉臂勾住脖子。别玩手机了，老公。他的头发还没干，一缕一缕地贴在肌肤上，从胸口扫过，带着湿润的凉意。怎么了？陆晨问。有没有您想玩，但是江宁月不让您玩的？新兰的鼻尖蹭着他的下颌，他没那个胆子。就在这时，飞机遇到不稳定气流，机身剧烈颠簸。飞机广播发出佐巴扬的声音 ：“Man， 飞机发生颠簸，请系好安全带。”杨新兰紧紧搂住陆晨，将自己固定在他身上。颠得厉害，小心些。陆晨扶住新兰的小蛮腰，防止她摔下去。您放心，我们要相信老祖宗的智慧，榫卯结构很牢固，能抗震。杨新兰的俏脸嫣红，半个月不见，您的变化还是这么大。回国后，你帮我盯着创世，用苹果公司海外的资金给创世施加压力，最好让秦若雪喘不过气。谈到工作，陆晨认真起来。老公，您这次是要把矛头刺进秦若雪，创世才是我的目的，女人只是顺带。您还是这么花心，怀里抱着大美人，还有心思想别的女人。新兰神态幽怨，却藏不住眼底的痴迷。以后只会越来越多，趁着现在人少，不赶紧争宠。新兰扶住他的脸颊，深情对视，眼神真挚。我能叫您一声老公，能躺在您怀里，就已经很满足了。至于名分什么的，我不在乎，不管您身边有多少女人，只希望您能记得身后有我，仅此而已。
新兰摇摇头，要是能跟您同床共枕，那就更好了。陆晨不再多言，抱起她走向另一侧的大床。2个半小时后，杨新兰沉沦进度正10%，当前进度30%，宿主获得10点属性点，当前累积65点，少说也有10几亿工资，够不够？陆晨起身要去浴室，新兰艰难地抬起酸软的手臂，从背后抱住他。不够，您再陪我一会儿。一向一丝不苟、冷静干练的御姐，此刻也学会了撒娇卖萌。自从新兰在别墅把自己交给陆晨，江宁月就怀恨在心，每天都发紧他可见的朋友圈，拿各种跟陆晨的亲密照刺激他。他必须在陆晨身上索取更多，以此满足女人奇怪的好胜心，在精神层面战胜江宁月。再继续，我怕你明天下不了飞机，到时候老公抱着我下去。新兰执拗的不愿松手，陆晨无奈，拥有这架飞机以来就没在上面好好休息过。第2天，机场高速上，苏清渊握着方向盘，嘴角抑制不住地上扬，因为马上就能见到老板，满心欢喜。他退伍前开过很多车，执行任务时伪装成便衣特工，也开过不少豪车。论哪辆最舒服，应该是老板的大 G 吧。苏清渊等候在机场门口，一见到老板就欢呼雀跃地迎上去。让人意外的是，老板怀里抱了个人气感十足的成熟御姐，清秀五官无可挑剔的完美，身材比江宁月还要丰腴。杨新兰靠在陆晨怀里，抬眸看向苏清渊，宣誓主权般问道：老公，这位是？飞机上还一口一个不在乎，真见了别的女人，身上的醋味比谁都浓。这熟悉的一幕让苏清渊愣了愣，随即有些委屈地问道：老板，这位也是你的未婚妻？见到老板的喜悦被冲淡大半，但转念一想，老板这样优秀的男人，身边有几个美女也正常，2个女人也不是不能接受。陆晨莫回别墅，把杨新兰送回家，在车上喝完苏清渊准备的养胃粥，便径直前往江宁月的新住处。他还没下班，陆晨有钥匙，于是私闯人家闺房，躺床上拍了张照发过去。老公回来了，还不快点侍寝？江宁月秒回一个流鼻血的表情，扔掉手头的工作，请假火速赶回家中，小跑着进门，踢掉高跟鞋，跳上床，制服都没换就扑进陆晨怀里，上来就动手动脚，跟个瘾君子一样。1周没见，再不吸吸老公，他真要疯掉了。计划执行的怎么样？陆晨按住他不安分的小手。非常顺利，我已经当上了万丰的高级客户经理，手握大量优质客户资源。厉不厉害？你老婆江宁月能在职场上如鱼得水，得益于陆晨的暗中操作，也离不开自身的能力。先去洗澡。陆晨给了他一掌。江宁月额头上渗着细密汗珠，发丝贴在肌肤上，模样妖娆，身上还带着淡淡的香水味。他娇嗔一声：你嫌弃我？快去一起洗。江宁月脱掉制服，拉起陆晨的手：我下楼买日用品。闻言，他从衣柜下面的抽屉里翻出一盒未开封的日用品，晃了晃：我早就买好了，老婆乖，先自己去洗，老公打个电话。都叫老婆了，在无理取闹就不礼貌了。江宁月嘟着小嘴走进浴室。同一时间，魔都秦若雪的别墅，餐桌上摆着丰盛的菜肴，若雪和若雨面对面坐着，气氛凝重。若雪的手机亮起，来电显示爸爸，她看清号码，迅速挂断，把手机调成静音，揣进口袋。爸爸来电话，你怎么不接？若雨很是不解。先吃饭吧，等吃完饭我再打过去。若雪拿起筷子给若雨夹了块排骨，尽量表现得自然，不敢让妹妹察觉到异常。若雨咬了一小口，味同嚼蜡，根本咽不下去。以前她很爱吃姐姐做的菜，如今因为那份隔阂，失了所有滋味。帝都那边的新公司怎么样？还有林天？若雪主动开口，打破凝重的氛围。若雨放下筷子，用红酒顺下嘴里那块难以下咽的排骨肉，才开口：林天已经对龙桥区分行全额控股，有你托关系提供的客源，想不做起来都难。我只是提供前期帮助，后面做大做强还得看他自己。林天的商业嗅觉和能力都继承了大姐，我倒是没什么担心的。说着，若雪露出欣慰的笑容，美眸闪过一丝暖意。冷峻严厉、强势逼人的创世总裁，每次提到林天都会变得和蔼可亲。新公司的名字定了吗？叫天宇。林天自己的想法。若雨回道：创世集团的商业版图囊括房地产、医药、服装、化妆品、家电、汽车等，如今又在 AI 领域开疆扩土。以若雪的野心，不可能满足于只做江南地区的龙头。天宇的成立，正是为了向华北和东北地区扩张。天宇涉猎的领域广泛，需要大量供应商和企业合作，可现在他们都终止了与天宇的合作，是我考虑不周。若雪苦笑，他们大多是看在华兴的面子上才跟我们合作，现在华兴的公子哥不乐意了，继续跟我们合作，就是跟华兴对着干，没人愿意为了外来企业得罪本地财团。若雨的声音透出深深的无力感，有责备和埋怨。提到陆晨，姐妹二人默契地从对方脸上移开目光。若雪俏脸泛红，5天的疯狂历历在目，心中有恨，又无法否认她对陆晨存在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暧昧因素。若雨则垂下眼帘，心口一阵刺痛。母胎单身的她第一次爱上男人，本想演一出戏，结果入戏太深，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如今落得这般境地，满心懊悔。现在只能我们自己找供应商。天宇想步入正轨，至少要半年后。至于创世分部那个空壳，我打算宣布破产了，
这是规避风险的最好决策。这个你自己决定就好，起因在我，姐姐会加倍补偿你的损失。若雪现在才明白，当初的决定有多愚蠢，以为能在幕后掌控一切，却高估了自己，让姐妹二人身陷囹圄，妹妹失去爱情，自己被卷入荒唐的征服游戏。算了，都是我一手造成的，算是自食其果。若愚眼底的哀伤、失落与不甘清晰可见。你先休息几天，天宇和林天离不开你，这段时间辛苦你了。若雪柔声道。若愚点点头，没再多说，只是拿起筷子，小口扒着米饭。我吃饱了，只吃了小半碗，便起身离开餐桌，走进书房。若雪的大部分心思一直都在那通未接电话上，见书房房门紧闭，她立刻起身，悄悄跑到2楼，美腿并拢站在露天阳台，回拨了刚才的未接来电。电话响了几十秒都没人接，若雪心跳加快，害怕陆晨会因为她挂电话而发怒，那种被远程掌控的不安感再次席卷而来。终于电话被接听，那头传来沉稳的男性嗓音。听到熟悉的声音，若雪内心平复下来，压低声音解释：刚才在做饭，没听见，无聊，我没骗你，还在，你不要太过分。若雪抿住粉唇，贴近手机听筒。做梦，我只答应了你这一次，今晚我一定会扔掉。挂了，现在不方便跟你聊。若雪小脸通红，匆匆说了句再见。挂断电话，她总算松了口气，却没发现若雨早已从书房出来，站在阳台下方，一字不漏地听了整个通话过程。晚上，若雪摆脱控制，如释重负地躺在床上，交叠摆放的修长美腿终于得到放松，纤纤玉指轻轻按压太阳穴，长呼出一口浊气。不多时，若雨裹着浴巾从浴室出来，姐姐，你去洗吧，浴缸里我给你放好水了。若雪起身走向浴室，丰腴娇躯走起路来，腰臀曲线愈发玲珑，似乎比以前更加丰满。若雨从背后望着她，忍不住羡慕那逆天的腰臀比例。趁着若雪洗澡的功夫，若雨拉开床头柜，看见角落里放着精致的小礼盒，里面是个小巧的粉红色饰品。若雨吐槽，原来这就是姐姐口中所谓的扔掉。她把礼盒放回原位，开始翻找 U 盘。这次回魔都，目的就是找到助理口中的 U 盘。翻找半天，终于在若雪的包包里找到了一个黑色的小 U 盘，还有一份合同。翻开一看，居然是金矿的自愿赠与书。若雨第一次知道姐姐还有金矿，怪不得每过一段时间就往非洲跑，这么重要的资产直接白送陆晨。她甚至怀疑姐姐是不是已经完全认主，短短几天时间，真的能让一个骄傲的女王彻底臣服。答案或许在 U 盘里。她朝浴室大喊一声：姐姐，我去书房处理点工作，你洗完澡先睡吧。随即走进书房，拿出自己的笔记本，插上 U 盘，点开文件夹。若雨怀着紧张复杂的心情，戴上耳机，点开了视频。第一天晚上还算正常，只是男女间正常的亲密。到了第二天，男人越来越过分，若雪却全程没有反抗，顺着男人说往东就往东，说往西就往西。若雨看着屏幕，心中发寒，他家的狗都没这么听话。随着视频推进，画面已经不能再称为探讨生命起源，完全是陆晨的单方面掌控。可姐姐非但没有痛苦，反而乐在其中，从未想过一向高傲的姐姐会变得如此卑微。若雨的三观被彻底震碎，五指蜷缩在掌心，止不住颤抖。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第5天在飞机上的画面，若雪面对男人的言语诋毁，一点不反抗，甚至一副讨好的模样。姐姐被欺负，若雨心中却一阵痛快，觉得见女人就该被这样对待。她花了整整半个小时跳着看完视频，脸色苍白地关掉电脑。回到卧室，发现若雪还没洗完。姐姐，她喊了几声才听到里面的回应。没事，新买的按摩浴缸挺舒服的，我想再泡会儿，我出去一下。若雨拿起车钥匙离开别墅。魔都的夜色比帝都多了几分绚烂，却少了份庄严。玛莎拉蒂穿行在车流中，漫无目的，不知道自己该去往何处。若雨把车停在大桥边，明媚星眸略显复杂地盯着江边闪烁的霓虹。姐姐的沉沦，陆晨的残酷，还有自己那份无法割舍的爱恋，都让她深陷迷茫。若雪在浴缸里泡了1个小时，关于陆晨和姐妹2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她想了很多，最终得出结论，想让生活重回正轨，必须解决掉陆晨这个贼子。生性狡诈，在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前，她只能忍辱负重，继续出卖身体。若雪从浴室出去，第一时间检查了包里的 U 盘，又打开抽屉看礼盒有没有被动过。打开礼盒，让她又爱又恨的小东西正安静地躺在里面。帝都江宁月的卧室，年轻男女依偎在床上，各自看着手机。陆晨的手机屏幕上弹出提示，产品已启动，正在被使用。老公，林天给我发消息了。江宁月推了推他的胳膊。前段时间他得到陆晨的允许，通过了林天的好友申请，他的微信头像经过模糊处理，看不出是2人的合照。他说什么？陆晨放下手机，想约你老婆吃饭，生气不？江宁月把手机凑到他面前，从上到下翻着聊天记录。小月，听说你入职了万丰总行，再叫小月把你拉黑。这几天林天发了不少消息，江宁月回复的很是敷衍，或是干脆不回。林天好几次暗示想让他当商业间谍，今天发消息也是为了这件事。我的意思已经够明确了，江大校花明天赏脸吃个饭，你放心，只是单纯讨论合作，我能给你的比万丰只多不少。
鱼儿上钩了，怎么办，老公？江宁月笑盈盈地看着陆晨，跟他见面，你这个小心眼，不会吃醋？江宁月伸出手指，轻轻戳了戳他的头，你自己想个不让我吃醋的办法。陆晨抬手捏住他的下巴，江宁月嘤咛一声，嗔怪地在他手上咬了一口，很快灵机一动，给林天回复，我不跟你单独见面，要是能找个我们共同的同学或朋友，3个人一起吃，我可以考虑。这可谓万全之策，在帝都，2人共同的朋友只有陆晨，既能避免单独相处，还能让老公全程陪同。林天那边几乎是秒回，发来一条语音，我明天把陆晨带过去，这样行不行？江宁月给他发了个崩脑瓜的手势，表示 OK。 你老婆聪明吧？他扬起脑袋，把小脸送到陆晨嘴边，等待老公的亲亲。陆晨莫亲，而是张口咬了下去，在他柔嫩滑腻的小脸上留下2排牙印。江宁月疼得美眸泛起水花，委屈地撅起嘴，迅速翻过身，压在陆晨胸口，朝他脸上回敬了一口，留下2排小巧可爱的牙印。咬完又心疼地吹了吹，明天你向林天索要分行20%的股份，少1分都不能答应。才20？江宁月美眸瞪大，你想要多少？给老公的嫁妆当然是越多越好，我们明天演一出戏，争取拿下49。话音刚落，陆晨的手机响起，是林天打来的。什么事？陈哥在帝都没？有事直说。为了得到陆晨的帮助，林天把策反江宁月的详细计划说了一遍。趁着打电话，江宁月钻进被窝，探出脑袋，水润双眸与陆晨四目相对。陆晨掐住她的脸颊，稍稍用力，对电话里说道，没问题，你把时间地点发给我，正好我也好久没见江大校花，看看她现在啥样了。她把头像换成了男女合照，我还以为她有男朋友了，追问了几天，她才跟我说没找。林天庆幸道。江宁月抬起头，压低声音，没找男朋友，但找了老公。别插嘴。陆晨堵住她的嘴。江宁月琴手低垂，却抬眸盯着他，仿佛在说，你自己在干嘛？这几天没跟蓝雪玩，要是玩腻了，我再给你换新的。呵呵。电话那头的林天歪嘴一笑，蓝雪在卫生间，刚给那小妞开了几个亿工资。他第一次坚持3分钟，现在自信心暴涨，随即压低声音，陈哥要是打算安排别的，我肯定恭敬不如从命。行，等明天跟江宁月的合作谈妥，我带你去欧晶晶的传媒公司转转。2人又聊了10多分钟才挂断电话。见江宁月起身想去卫生间，陆晨把她拽回身边，不许去。江宁月嘟着嘴，只能发出呜呜声表示抗议，最终还是拗不过男人的强硬，只能乖乖照做。她微微仰头咽下口水，薄唇轻启，粉舌在痰口中打转一圈，问道，满意没？漱口去，说话一股孩子气，你好像有病。江宁月拉着他的胳膊撒娇，老公我要忙万丰的工作，又要处理华兴分部的财务报表，好累呀，你犒劳我呗，再不去漱口我抽你。不去。很快江宁月的小脸上多了条印子，委屈巴巴地瘪着嘴，转身走进卫生间。第2天晚上，帝都龙庭餐厅的豪华包厢内，陆晨和林天早已落座，等了半小时，包厢门才被今晚的主角推开。江宁月身上还穿着万丰银行的制服，黑色修身小西服，里面是简洁的白色 T 恤，纤长的身段玲珑有致，只是那双绝世美腿被藏在桌下，不免令人失望。她涂着唇膏的粉唇微微上扬，秋水美眸看向陆晨，语气带着疏离，陆少爷，好久不见，没想到还能再见到江大校花，气色这么好，毕业后找男人了？陆晨起身伸出手，江宁月自然地回握住他的手，没有，哪有时间找，保养得好而已。看到这一幕，林天心里很不是滋味。在一起2年，江宁月从没让他牵过手，握陆晨的手倒是一点都不犹豫。即便已经分手，看到曾经属于自己的女人跟别人亲近，任谁都不会痛快。宁月别说找男人了，连男人的手都没牵过，估计你是第一个摸到江大校花的人。林天酸溜溜地说道，那可真是我的荣幸。陆晨松开手，坐回座位。林天也想握手，却被江宁月冷淡避开。我把生活和工作分得很清，你要是想借工作名义做别的，那我们没必要合作了。林天尴尬地收回手，脸上有些挂不住。在一起的时候，江宁月就对他很冷，不会给任何笑脸，分手后更是连陌生人都不如。女人都喜欢嘴硬，林天就不信，2年的感情说没就没，只要把江宁月留在身边，总能日久生情。等到菜品上齐，服务员退出包厢，林天拿出一份协议，自信地推到江宁月面前，看似志在必得。我想让你把手中万丰的优质客户资源慢慢转移到龙桥区分行，事成后你跳槽到我这里，我给你副行长职位和10%的股权。江宁月摇头，风险和回报不成正比，为了这点利益，我不可能放弃稳定工作跟你冒险。那怎样才能打动你？副行长职位加49%的股权。林天愣了一下，随即觉得有些好笑，我把股权全给你，外加自己，你看这样行不行？林天，我没跟你开玩笑。江宁月神色沉了下来，声音中多了一丝无奈。我爸爸的公司破产，还有高额护理费，家里所有重担都落在我肩上，我可以给你20%，再加100万年薪，怎么样？可以，那就在原有条件上加上100万年薪。江宁月没有一点退让的意思。林天面露难色，心里开始权衡利弊。2人陷入僵持，陆晨趁机在一旁开口帮江宁月说话。男人要给足女人安全感，
江大校花现在的情况，你不拿出点诚意，怎么让人家放心跳槽？陈哥，你搞啥？林天不悦地瞪他，叫你过来是帮我说话，你咋还临时反水？陆晨压低声音，股权在你手上和在江宁月手上有区别吗？还是说你没信心？闻言，林天被一语敲醒。总行的客户资源是目的，江宁月更是他的执念。只要把人追回来，不仅能抱得美人归，股权还是他的，怎么想都是赚。那我们各退一步，我给你30%，49%。江宁月态度坚决，爸爸的护理费每个月就要大几10万，我现在非常缺钱，真缺钱，你就来华兴，林天不能给你的，我都能给你。陆晨再次插嘴，林天急忙按住他的胳膊，陈哥你别搞啊！女神急需用钱，兄弟在一旁虎视眈眈，他只能咬牙答应，把人留住，什么都好说。那就这么定了，我拿出49%的股权，你把总行的客户带过来，在分行任命副行长，年薪100万，这样如何？林天给江宁月和陆晨的酒杯满上白酒，既然如此，我可以跟你合作。江宁月推开酒杯，看了眼陆晨，喝酒就不必了，爸爸不让我喝酒。陆晨也推开酒杯，这东西我喝不惯，已经点了别的。三人的小饭局进行了1个多小时，兴许是见到心心念念的女神，林天喝了不少酒，有些上头，他红着脸，目光迟钝。宁月，其实约你出来，工作是次要，挺长时间没见，想你了，顺便跟你说声对不起。你没什么对不起我的。林天摇摇头，面色愈发真诚。你家里遇到困难，我却帮不了你，希望你不要恨我。江宁月冷着脸，不耐烦道：别提了，我不是来听你说这些的。林天又灌了一杯酒，声音苦涩：你当时不告而别，我心里有些埋怨，现在知道了你的难处，只恨我自己没能力帮你。他醉得厉害，口齿不清，眼神涣散。2年的单方面付出，林天无法对这段感情释然。既然江宁月的抛弃是迫不得已，他就必须想办法再续前缘。陆晨看不下去，给了他一巴掌。别说了，人家早走了，这里现在就我们2个大男人，你说这些净恶心你老子了。林天眯起眼睛，才发现对面的座位空无一人。他醉得快，醒得也快，2人离开饭店，林天钻进陆晨的副驾。陈哥，送我回去。去哪？陆晨启动车子，去蓝雪家，我把地址发给你。一路上，林天乐此不疲地说着他跟蓝雪在床上的破事，期间时不时把手伸向大腿。卧槽，怎么突然痒得不行？他抓挠的动作越来越频繁，到后面干脆把手直接伸进裤子里。你该不会有啥病吧？别脏了我的车。怎么可能？回国后我只跟蓝雪一个人玩过。陆晨把车停在蓝雪的小区门口，赶紧下去。你再这样，以后别坐我车。林天推门下车，靠在车窗，晃着脑袋吐出一口酒气。陈哥，我知道你是因为我当时没动江宁月，现在也别动他好不好？算我求你。看他卑微的样子，陆晨嗤笑一声，滚吧。我要是能玩到他，能轮得到你当他男朋友，那就说定了，不许跟我抢。林天讪讪一笑，转身摇摇晃晃走进小区。陆晨驱车离开，快到自家小区门口时，看到江宁月的车子停在路边，他下车坐进副驾，问道：怎么不进去？在等老公。江宁月立刻爬到他身上，双臂勾住他的脖子，身上的西装已经被褪去，小 T 恤难掩胸前的傲人轮廓，扣子随时有崩开的风险。你就不怕我变心？有什么好怕的？因为信任才让你做这件事。陆晨抚摸他的长发，继续说道：我花这么多资源栽培你，给你铺路，千万别让我失望。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老公，嘿嘿。江宁月甜甜一笑，身子下滑，故作娇羞地扶住陆晨的胳膊，目光狡黠地看着他，柔嫩肌肤贴上轮廓清晰的肌肉，只是1秒就让他内心震荡。江宁月再也忍不住，口干舌燥地问：老公，我们在这试试？我答应过林天不动你。陆晨开玩笑，他算什么东西？江宁月皱眉，故作不满：我不能食言，不能动。你不动，我自己来总行吧？因为是小区门口，即便是夜晚，也有不少车辆经过，灯光透过车窗照进车内，照亮他泛红的俏脸。陆晨靠在椅背，偏过头就能看见窗外偶尔来往的行人。车窗贴有隔热膜，外面看不到里面，倒不用担心被人撞见。他想把座椅放平，手腕却被江宁月抓住：别放下去，这样坐着我能离老公更近一点。江宁月喜欢这种狭窄的地方，因为能和陆晨贴得更近，做到严丝合缝。这时突然响起系统提示音，江宁月的心境发生变化，内心发誓绝不背叛宿主。宿主与目标获得羁绊技能爱的供养，爱的供养互动时双方更容易沉浸其中，事后依旧保持体力充沛，有概率随机提升属性。江宁月眼底泛起水光，一滴泪水顺着脸颊滑落，跟以往的泪水不同，这次掺杂了被珍视的感动。怎么哭了？都怪你，害我太开心了，老公，我好爱你。互动双方体质属性+1，当前体质综合提升。半小时后，江宁月坐在副驾，老公你好温柔，害得我都不习惯了。你是有什么怪癖？陆晨失笑，你最好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江宁月娇嗔着掐了他一下，陆晨帮他穿好小西装，系上安全带，自己则换到驾驶位。江宁月见他开的方向不对，疑惑道：回别墅吧，这里的房子什么都没有，东西都在别墅，那也得先把车洗了。陆晨瞥了眼副驾底下，弄成这样，明天还怎么开着去上班？江宁月脸颊爆红，把头扭向窗外，不敢再看他。第二天，江宁月起得很早，给陆晨做完爱心早餐，
留了张小纸条就匆匆去上班了。她想快点完成计划，然后嫁给陆晨。现在支撑她的所有动力都是那本名为结婚证的红本本。陆晨起床洗漱，吃着早餐，看了眼米忽悠和华兴的财报。回国后，他没在华兴参与工作，但是提供了不少策略，比如米忽悠的所有游戏只能在华兴的设备上运行，且只支持新款设备，老设备进游戏直接闪退。此决策一出，华兴旗下各种电子产品销量剧增，米忽悠用户虽有减少，流水却大幅提升。小伟哥称赞陆晨，说这是又一次对玩家的成功提纯。接下来几天，陆晨动用私人资金成立了一家深耕 AI 领域的互联网公司。目前国内用户数量最多的是数字跳动旗下的德包 AI， 渐渐有了一家独大的趋势，再不出手连汤都喝不到。他又花大价钱从雄鹰国挖回之前被挖走的 AI 领域顶尖人才，让他们留在国内为自己卖命。对陆晨来说，只要人才愿意留下来，薪资待遇从不是问题。魔都创世大厦顶楼办公室，秦总，应您的要求，我查到了陆晨的行程表。助理将平板放在若雪的办公桌，下周他将乘坐私人飞机前往雄鹰国，在联合国总部大会堂演讲。若雪美眸底下寒光一闪，真是天公作美，这么快就让他有机会杀掉那个畜生。我让你找的人呢？若雪看一眼平板，神态冷冽，已经在飞机上了，下午就能到。把秦家老宅的保镖都调过来，我要亲自验验他的实力。若雪吩咐道。助理恭敬点头，转身退出办公室。下午，创世投资的体育馆内，若雪一身黑色运动装，简洁利落，坐在擂台边的椅子上，面前站着一个短发女人，眼神锐利，身材高挑，小麦色皮肤，身上带着煞气，是战狼特战队的副队长。叫什么名字？若雪问。孤狼没有名字，代号冷风。女人回答。提到战狼特战队，业内无不闻风丧胆。这支战队曾完成过无数不可能的任务，深入敌营救人质，摧毁恐怖分子基地，立下赫赫战功。可惜在几个月前的一次任务中，队内出现卧底，队员全员牺牲，队长不知所踪，只剩副队长冷风幸存。让我看看你的实力。若雪抬手示意，冷风点点头，没多余动作。几十个保镖立刻围上去，对他拳脚相向。冷风身形灵活如豹，出手快准狠，一拳一个，不费吹灰之力就放倒了所有人，甚至没有喘口气。很好。若雪起身鼓掌，对冷风的表现极为满意。据他评估，陆晨的实力最多能打5个保镖，遇上冷风只有死路一条。下周去雄鹰国帮我杀个人，是个棘手的人物。谁？华兴集团的二公子陆晨。不认识。冷风面无表情。只要我不认识就不算棘手。保镖拎来2箱现金放在冷风面前，这是定金，等我见到他的尸体再给你1个亿。1个亿，干完这一票一辈子不愁。冷风眼眸忽闪，却依旧淡定。如果你跟他有深仇大恨，我可以活捉他，送到你面前让你亲自动手。不需要。若雪拒绝。你按我说的做就行，需要什么装备和协助尽管提。晚上助理回到家，立马拨通了若雨的电话。秦副总，您的姐姐要趁着陆晨出国演讲，派人杀掉他。什么？若雨惊叫一声，跟我详细说清楚。杀手是战狼特战队的副队长冷风，一个人打几10个保镖器都不带喘，一拳一个，根本不像人类。你把这个人的信息还有完整的行动计划立刻发给我。若雨挂掉电话，连夜飞回帝都。秦若雨下了飞机没歇脚，火速赶往月湖湾别墅区。抵达陆晨家门口时已是凌晨1点。从登机前到落地后，他一直打电话，陆晨却始终不接。此刻他一边敲门一边拨号，声音很是急切。陆晨，开门。夏夜的凌晨透着凉意，若雨穿的单薄短裙下的肌肤泛着冷意，让人忍不住缩肩膀。门铃快被按烂，他在门外站了10分钟，门才打开。陆晨出现在门口，身上只有一件短裤，眼神带着惺忪睡意。大半夜的，你有病啊？若雨眼眶泛红，神色憔悴，单薄的衣衫勾勒出玲珑曲线，发丝凌乱却不失美观，楚楚动人。有急事，先让我进去。他说着直接冲进客厅。陆晨关好门，把灯打开。什么事？姐姐雇佣了杀手要杀你。若雨口干舌燥，声音沙哑的厉害。什么时候？陆晨从冰箱拿出一瓶冰红茶扔给他。下周你去联合国演讲的时候。下周的事你急成这样？若雨一时语塞，听到姐姐要对陆晨动手，他脑子一热就赶了过来。给他的紧迫感像是陆晨今晚就会遇袭一样。若雪的反击来得比想象中要快。陆晨倒是淡定，本就没指望一次能教育好若雪，这场征服游戏定是要持续一段时间。说说具体细节。他在若雨对面坐下，若雨拧开瓶盖，第一次喝这种廉价饮料，竟觉得非常好喝，如同国窖。战狼特战队你知道吧？队员都是世界顶尖特工，姐姐找的是他们的副队长，代号冷风。说完，他把冷风的个人信息和大致计划发给陆晨。我只能弄到这些，详细计划冷风没透露。不帮亲姐姐，帮一个外人，我俩就睡了几次，至于这么上头，想多了。我们已经分手了。若雨别过脸，只是觉得杀了你对创世、华兴还有林天都没好处。你把这事说出来，就没想过你姐姐会很惨。若雨内心很纠结，既恨姐姐，又不愿看到姐姐沦为男人的玩具，更不想让陆晨死。
总之你做好准备，最好取消下周的行程，有劳你大半夜跑过来。别担心，我会活得好好的。谁担心你了？多情。若雨说着，俏脸上露出不符合年龄，如少女般的娇羞。她的目光落在陆晨身上，有些失神。上次在酒店时还不是这样，如今手臂和胸膛的肌肉线条愈发流畅紧实，充满力量感的同时又很性感，简直就是少妇杀手。脖子、锁骨和胸口上还留着醒目的红印。若雨不是小处女，知道这些痕迹是怎么来的。以前她也在陆晨身上留下过。此刻看着别的女人留下的痕迹，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本来也打算过2天找你，你自己来了，省了不少麻烦。说罢，陆晨起身走进书房。若雨扫一眼别墅的陈设，偌大的空间被布置得温馨雅致，有很多女性用品，处处给人透露出这栋房子已经有了女主人。若雨很后悔，要是当初没犯蠢，这里的女主人就是她，留下那些红印的人也会是她。很快，陆晨拿着一份合同走出来，扔在茶几上。你手上还有米忽悠20的股份，把转让协议签了，我不想我的资产在外人手上。外人？你就这么急着跟我撇清关系？若雨秀丽的五官微微扭曲，脑海里闪过曾经的一幕幕，想起自己在她耳边说过的情话，心里一阵酸涩。老公，你在跟谁说话？就在这时，别墅的女主人迈着雪白美腿从卧室走了出来，看到是若雨，惺忪的美眸一下子恢复精神。原来是秦总，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好让我和老公准备准备？这么快就同居，不怕林天知道？快吗？我跟老公在一起的第1天就同居了。江宁月趴在陆晨怀里，故意做出暧昧姿态，脸颊贴在他的胸膛。而且你不说，谁会知道？把合同签了。陆晨莫给若雨好脸色，低头看着怀中的美人，嘴角却勾起宠溺的微笑。别咬我，你是小狗啊！若雨的脸色比吃了屎还难看，翻开合同，看都没看就签下名字，起身就要走。老婆，签合同。陆晨把江宁月从身上扶起来。老婆。若雨瞳孔一缩，当初在酒店情到深处，他求了好久，陆晨都没叫过这2个字，凭什么江宁月能轻易得到？你要把股权给我。江宁月也没想到事情会如此发展，把资产转移到信得过的人名下比较放心。陆晨摸摸他的头，江宁月签下自己的名字，在陆晨脸上啄了一口。谢谢老公，你对我真好。转手就把曾经属于他的东西送给别的女人。若雨算是看出来了，这2人就是在故意恶心他。我先回去了，不打扰你们。秦总好不容易来一趟，留下来住1晚，明天再走啊。江宁月假惺惺的挽留。若雨刚要拒绝，陆晨开口了，明天再走吧，晚上你一个人不安全。不用，助理在外面等我。留下来。若雨低下头，抬眸看一眼陆晨，默默点了点头，心里有些期待。秦总住隔壁客房吧，阿姨昨天刚收拾过。江宁月说道。若雨应了句，走到门口瞥了眼隔壁卧室，看到地上有好几个用过的日用品，她瞄了眼陆晨，进屋后没锁门。老公，秦若雪真要对你动手。江宁月缠上陆晨的脖子，你都听到了？你可千万不能出事，我下半辈子的幸福还指望你呢。不用担心，做好你的事就行。陆晨横抱起江宁月走进卧室，正要关门，却被他阻止。老公，别关门，家里还有别人，我就是要给他听。老公，你卖点力。隔壁，若雨简单冲了个澡，刚从浴室出来，就听到江宁月的声音。老公，你温柔点，这小标志。若雨咬牙骂道，长得那么清纯，声音却媚得入骨，简直让人恶心。她躺在床上，用枕头捂住耳朵，可声音还是清晰传来。这会儿被陆晨弄得死去活来的本该是他，不知怎地，一滴又一滴的泪珠滚落在床垫上。若雨的泪水再也止不住，顺着俏脸簌簌滑落。她夹住被子，娇躯燥热难耐，明明很难过，可是这一丝道不明的感觉是怎么回事？若雨起身喝了口水，重新躺下，用被子裹紧身体，想让自己镇定些。半小时过去，声音还在持续，听着喜欢的男人跟别的女人互动，她竟莫名兴奋。等到隔壁安静下来，若雨从被窝伸出手，明明释放了压力，心跳却越来越快，满脑子想着等江宁月睡了，陆晨会不会过来？主卧里，江宁月锁好门，躺回床上，搂住陆晨，安然睡去。第二天一早，若雨眼带血丝，几乎一夜没睡，等了一整晚，陆晨都没来找她。陆晨和江宁月坐在餐桌旁，桌上只有2份早餐。老公，我喂你。江宁月咬了一口煎蛋，送到陆晨嘴边。若雨心里吐槽，怎么不嚼碎了喂到他嘴里？这个小绿茶，恶心人是真的有一手。陆晨，你吃完饭不能把我送回去？你助理呢？她男朋友出车祸，去医院照顾了。我老公要送我上班，我给你叫个网约车吧。秦总觉得怎么样？江宁月抢一步说道。陆晨莫说话，显然没打算送她。不用，我让公司派车来接。若雨瞪了眼江宁月，转身走出别墅，泪水再一次在眼眶打转，好像所有人都有人陪伴，只有她是孤身一人。她站在路边等了10分钟，陆晨的法拉利从车库驶出，从面前经过。副驾的江宁月摇下车窗，露出一抹奇怪的笑，像是炫耀，又像是嘲笑。江宁月，你个臭标致，给我等着！若雨攥紧粉拳，从小到大，秦家小公主什么时候输过？就算是姐姐若雪，也会让她3分，想要的就没有得不到的。既然能得到陆晨1次，就一定能有第2次。
宿主与江宁月的互动深深刺激到秦若雨，执念加深，打算对宿主展开猛烈追求。秦若雨忠诚度加5，当前忠诚度55，宿主获得5点属性点，当前累积70点。陆晨已经开始期待这个女人自己把忠诚度刷到100的那天。他把江宁月送到万丰总行，随后驱车前往苏清渊的公寓，按了2下门铃，里面的人用摄像头看清是老板，迅速把门打开。苏清渊晨练结束，刚洗完澡，乌黑的湿发披散在身后，穿着宽松居家服，领口敞开，露出精致锁骨，清纯的像个大学生，眼里满是惊喜。老板你怎么来了？新房子住的还习惯吗？习惯，这床睡起来超舒服，不像以前保安室的又窄又硬。陆晨进屋扫视一圈，房间还是刚住进来时的样子，没添任何东西，显得有些空旷。餐桌上摆着一盘咸菜，一碗小米粥和2个馒头。你早上就吃这个？我对吃的没什么追求，能填饱肚子就行。不止早餐，午饭和晚饭也大抵如此，只是会把粥换成汤。老板你吃了吗？我给你点外卖吧。不用，我吃过了。陆晨在餐桌旁坐下，苏清渊顿时变得不自在。平时他吃饭都是大口吞咽，如今老板坐在对面，硬是逼自己淑女起来。他的嘴巴本就不大，小口咬着馒头，在上面留下一个个小巧的牙印，看起来怪可爱。吃完收拾好碗筷，苏清渊走进卧室，说要换身衣服。陆晨起身直接跟了进去，一眼就看到床头放着的抽纸，还有下面的垃圾桶。清渊，你感冒了，用这么多纸？老板，你怎么进来了？苏清渊小脸一红，恨不得开窗跳下去。要是被老板知道真相，面子还往哪个？晚上睡觉老是容易出汗，他找了个还算说得过去的理由，不开空调，想给老板省点电费。苏清渊背对着陆晨打开衣柜，表情有些窘迫。衣柜里只有几件衣服，多半是深色训练服和运动装，只有2件浅色居家服，下面摆着折叠整齐的罩子，都是非常保守的款式。要是没有罩子，根本看不出是女孩子的衣柜。就这点衣服，我对穿的也没什么要求，能遮住身体，舒服点就行。苏清渊想起江宁月时尚靓丽的穿搭，不免有些自卑，跟人家比起来，自己简直像个土狗。老板会不会觉得他没女人味？饭不好好吃，衣服也不买，社交更是没有。你的钱都拿去干嘛了？存起来了。苏清渊小声回道。给未来老公存嫁妆啊？没有。苏清渊被说得脸红到耳根，心里暗道，未来老公肯定看不上他这3瓜俩枣。你都不知道打扮自己，怎么找老公？老板，我真要换衣服了，你能不能回避一下？苏清渊又羞又愤，根本不敢回头看他。打扮好看点，我带你去逛逛。陆晨走出卧室，顺手带上门。10分钟后，苏清渊换了件简单的白色 T 恤和牛仔裤，头发吹干后没扎起来，随意披在肩头。172的身高，腿长比之江大校花都不遑多让，站在那里亭亭玉立。怎么样？他满眼期待地问道。9.9分。老板，慧眼识珠，满分100。陆晨带他去商场，在服装店挑了件吊带裙，穿上看看。苏清渊有些犹豫，他从没穿过裙子，这种露肩露腿的款式让他很没安全感。不听老板的话，信不信我扣你工资？别啊，我穿还不行吗？苏清渊拿起裙子跑进试衣间，却没穿着出来，试完就换回了自己的衣服。怎么样？挺合身的。陆晨让店员包起来，结账时差点没把苏清渊吓晕，一条裙子居然花了好几万。他每次买衣服都要在拼夕夕上挑好久，几10块钱的衣服付款时都心疼。陆晨带着他逛了半天，大包小包装满了大具的后座和后备箱，前后花了近100万。苏清渊已经麻木了，对金钱失去了概念。老板花钱比他喝水都随便，又是给他买衣服，又是换手机，陆晨还是第一次这么陪他，事出反常必有妖。苏清渊不禁怀疑，难道老板是想追我？陆晨给公寓添了不少东西，地毯和落地灯之类的，让空旷的屋子有了些家的味道。苏清渊蹲在衣柜前，把新买的裙子一件件挂进去，各种材质的布料在灯光下泛着柔和光泽，与之前灰黑的训练服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抚摸着裙摆，嘴角忍不住上扬。这么多年，第一次拥有漂亮衣服，第一次被人当作女孩子对待，心中酸楚又感动。收拾完衣柜，苏清渊手指抠着卧室门框，琴手悄悄探出：“老板，衣服都收好了，要不要一起吃个饭？我下去买菜，很快就回来。”陆晨放下手机，抬眸看向他：“不用，你把那件吊带裙穿上，给我看看，我刚收回去，扣工资。”“别啊，我穿还不行吗？”苏清渊红着小脸，缩回脑袋，关上门，从衣柜翻出那件吊带裙，小心翼翼地换上。刚要对着镜子整理，视线却被左肩那条长长的疤痕刺痛，那是在边境执行任务时留下的。子弹擦过肩胛骨，缝了整整15针，愈合后留下一道蜿蜒如蜈蚣的印记，狰狞地爬在白皙的肌肤上。他用手捂住疤痕，按压着凹凸不平的皮肤，心里难免自卑。老板看到会不会嫌弃？这是他的第一个念头。以前在部队里，大家都是满身伤痕，谁会在意这些？如今穿着漂亮的裙子，疤痕就像一块丑陋的补丁，格外扎眼。磨蹭了半天，他还是咬着牙拉开了卧室门。听到动静，陆晨抬头望去，称赞一声：“还可以。”常年风吹日晒的皮肤出乎意料的白，肩膀和锁骨的形状很好看，裙摆刚到大腿中部，腿又细又直，
苏清渊微微佝偻着肩膀，右手按在左肩，像是在遮掩什么。过来，陆晨招了招手。苏清渊磨磨蹭蹭地走过去，头垂得更低，很难看，我还是换件长袖吧。陆晨从沙发上起身，绕到他身后，握住他按在肩上的手腕。老板，别！即便苏清渊慌忙劝阻，小手还是被强硬地挪开，让那道疤痕完整地暴露在视线中。他身体颤了下，羞耻地闭上眼睛，想起江凝月白如雪的滑腻肌肤，再对比自己肩上丑陋的疤痕，他用哭腔说道：“真的很难看。”预想中的嫌弃并没有到来，取而代之的是掌心的温热。这是专属于你勋章。陆晨从身后抱住他，声音低沉温柔：“这是你保护别人的证明，怎么会难看？”随即用指尖顺着疤痕的纹路轻轻划过，认真说明：“你以为的完美，不过是别人眼中的平平无奇，些微的瑕疵才是你与众不同的证明。”男人温热的鼻息打在脖颈，苏清渊猛地睁开美眸，瞬间红了眼眶。对于这道疤，曾经的队员们会拍着他的肩说够用，医生会叹息可惜了这么好的皮肤，只有老板会这样安慰他。他侧过头，对上陆晨漆黑的双眸，心跳得快要炸开。宿主精准击中苏清渊内心痛点，认可他的价值，打破他的心理防线。苏清渊忠诚度加10，当前忠诚度30，宿主获得10点属性点，当前累积80点。陆晨心中暗笑，从未见过如此单纯之人，忽悠起来比看着于姐保持柔软都简单。随即目光落在他泛红的眼角，俯身慢慢凑近。就在两人的唇即将相触时，陆晨忽然开口：“队长，你穿这条裙子真好看。”苏清渊脸上的羞怯消失，心眸锐利如刀，盯着眼前的男人。“老板，你在说什么？你的身份对我来说不算什么秘密。”陆晨抬手抓住他的下颚。战狼特战队的队长，最年轻的狙击手，20岁就凭一己之力端掉金三角的毒枭窝点，代号猎隼。我说的对吗？苏清渊下定决心告别过去，男人却让他再次回忆起不愿面对的过往。“老板，你想让我做什么？帮我杀个人？我已经退伍了，不会再参与任何争斗，更不可能杀人。”陆晨直视着他的眼睛：“你杀的人还少吗？”苏清渊立即反驳：“我杀的都是坏人，从没有滥杀无辜。那如果有人想杀我呢？”陆晨掏出手机，打开相册放到他面前：“这个人应该跟你挺熟吧？”苏清渊垂眸看向照片，惊讶出声：“冷风，是他？怎么会是他？你最信任的搭档，却在几个月前的利刃行动中，把你们战狼小队的位置暴露给敌人。”陆晨的话狠狠扎进他的心脏，害得你的队员全军覆没，战狼从此解散，冷风成了黑市上最顶尖的杀手，罪魁祸首逍遥法外。你在干嘛？靠在男人怀里脸红心跳，对得起你那些死去的队员吗？我……苏清渊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队员们临死前的嘶吼，爆炸现场的火光，一幕幕在脑海中回放，让他心痛万分。“老板，我可以保护你，拦住他，不让他伤害你。不，我要让你杀了他。可是这是命令。”陆晨的声音陡然变冷。以后苏清渊手上必定要沾染更多的血，让他杀掉冷风是驯化他的第一步。男人的威严让苏清渊浑身一震，像是回到了部队，面对上级命令时的条件反射，让他挺直了背脊。他深吸一口气，缓缓点头：“我听老板的，只要听老板的话，每次都有奖励。”陆晨满意的笑了，俯身再次凑近。苏清渊没有躲闪，闭上眼迎了上去。相处的瞬间，他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唇瓣上的柔软让他血液沸腾。他从来没有和男人这样亲密过，本能的想要推开陆晨，却被他牢牢锁住。就算用尽全力，也无法撼动男人分毫。平时看起来温文尔雅的老板，力气大的惊人，比部队里的任何人都要强悍。“老板！”苏清渊又羞又慌，身体软下来，顶着通红的俏脸靠在男人怀中。可算是明白，陆晨让他穿这条裙子根本不是为了看效果，而是早就打好了主意。老板也太会了吧！苏清渊差点哭出来。看第一班蛛网里的小说，总觉得女主的反应很夸张，现在才知道原来都是真的。苏清渊初次体会宿主给予的甜蜜，情感与身体双重沉沦，无法自拔。沉沦进度正10%，当前进度10%，宿主获得10点属性点，当前累积90点。“老板，这种奖励我不喜欢。”小美人哭着求放过，浑身肌肤泛起薄粉，男人的脸近在咫尺，水眸却只能看清大致轮廓。陆晨看着他情动的模样，也来了兴致，找到了当初刚征服江凝月时那种肆意掌控的感觉。他还是那样见不得纯情美好的事物，总想着去践踏，看着对方从青涩到沉沦。呵呵，以后会有更多。老板，你好过分！苏清渊感觉自己像是被关在烤箱里的雪人，正在快速融化。10分钟后，苏清渊长腿弯曲，靠着沙发屈膝坐在地上，长发垂落，遮挡住大半张脸，看不清表情，只露出一截泛红的脖颈。起来，地上有湿气。苏清渊尝试着撑起身子，可双腿根本不听使唤，稍稍一动就软得站不住，起不来，腿软。看他这副娇弱模样，陆晨忍不住调侃：“猎隼队长就这点能耐？”苏清渊尴尬地抬起头：“能不能别叫代号了？我现在又不是特种兵，这种中二代号当时以为很酷，现在听到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尤其是被老板说，就觉得更丢人。”陆晨弯腰横抱起他，身体很轻，
抱在怀里软乎乎的。被放到沙发上时，苏清渊下意识搂住他的脖子，美眸迷离的看着他。老板，就这样结束，你会不好受吧？陆晨饶有兴致的问。从哪知道的？书里看的。苏清渊脸红到耳根，急忙解释，不是你想的那种书，是部队图书世界的言情小说，里面写男主没得到满足会心情不好。哦，陆晨故意凑近，鼻尖碰在一起，咋的？你想？苏清渊咬着下唇，犹豫几秒，像是下定巨大决心般轻轻点头，声音细若文瑞。我动手能力很强的，部队里拆枪装枪都是最快的，肯定能做好。他说着，慢慢伸出手，有些笨拙地抚上陆晨的手臂。他的手确实粗糙，掌心和指腹都有常年握枪留下的厚茧，蹭过肌肤时带着摩擦感。苏清渊自己先慌了神，小手有些发抖。老板，我的手很粗糙，可能会弄疼你，要不还是算了吧。陆晨莫说话，只是对着他张开嘴，发出一声。苏清渊愣住了，眨巴着湿漉漉的眼睛。老板，什么意思？陆晨莫解释，把嘴张得更大些，又啊了一声。苏清渊虽单纯，却也不是傻子，犹豫一下，学着他的样子张开嘴，可下一秒他就后悔了。苏清渊美眸圆瞪，仰头看着他，颤抖的瞳孔像是在说，根本做不到。做不到吗？陆晨抚摸他的秀发，玩味地看着他泛红的眼眶和泪湿的脸颊。他起身，手臂撑在沙发靠背，自上而下俯视着苏清渊。你想杀冷风，虽然你的个斗术和枪法都略胜一筹，但他身后有大佬提供装备和援助，你一个人很难做到，对不对？但我可以帮你，给你他的行动路线、出手时机，还有限制他的装备。其他事也一样，做不到的时候先别喊停，换个角度试试。苏清鸳鸯躺在沙发上，看着陆晨深邃的眸子，心里只剩一个念头：老板简直是怪物。10分钟后，陆晨重新坐回沙发上，抽了张纸，轻轻擦掉苏清渊眼角的泪水，动作难得温柔。猎隼队长辛苦了。苏清渊抓住他的手臂，狼狈抬头时，眼神里满是委屈与控诉。这就受不了了。苏清渊扑进他怀里哭起来。老板，你太坏了，我虽然没有江小姐好看，好歹也是女孩子，就不能对我温柔点吗？正因你是女孩子，我总不能对男人这么做吧？苏清渊被噎得说不出话。陆晨笑着拍背安抚，这是在锻炼你，以后还有更难的情况，总不能每次都哭鼻子去把脸洗了。宿主首次在苏清渊身上留下专属印记，奖励无痕焕肤祛疤膏1盒，只需涂抹3天便可去掉任何疤痕，还能改善肤质、美白保湿。3日后将送到月湖湾别墅，请宿主及时签收。趁着苏清渊洗漱的功夫，陆晨拿起手机点了些吃的，外卖很快送到，把饭菜在茶几上摆好，喊他来吃。苏清渊却抱着膝盖坐在床边，眼睛红红的，鼻尖还泛着粉。怎么不吃？陆晨走过去摸他的头。苏清渊似乎想起了不好的回忆，往后缩了下，喉咙里发出沙哑的声音，嗓子难受，不想吃。3日后，月湖湾别墅门口，陆晨坐在大距后座，对着副驾的苏清渊说道：清渊，到后面来。苏清渊一脸生无可恋，直接从前排钻到后座。老板，我回家肯定又吃不下饭了。3天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能干不少事。苏清渊也是渐渐适应了，埋头不再言语。陆晨闭上眼，手指勾着他的发梢把玩。就在这时，突然听到有人敲车窗，咚咚咚，连敲3下，这几下差点没把清渊的魂给敲走。他以为被江宁月发现了，吓得不敢抬头。陆晨摇下车窗，看清来人，是秦若雨，一身白色连衣裙，妆容精致，精神饱满，比任何时候都明艳动人。你有病啊，来我家门口做什么？陆晨语气不耐，这是公共区域，我家就在隔壁，不能走这边。若雨挑眉，故意挑衅道。为了有更多机会接近陆晨，他干脆把隔壁的别墅买了下来，打算常住。他手中牵了条雪白萨摩耶，正在遛狗。那我得考虑搬家的事情了。闻言，若雨翻了个大大的白眼，视线扫过后座蜷缩的小美女。我记得你家也养狗吧？出来一起溜溜，保不准我俩还能做亲家。算了，秦若雪不在这。陆晨懒得跟他废话，说罢便要摇上车窗。车窗刚要合上，秦若雨纤细的手指突然伸进来，眼看手指要被夹住，陆晨皱眉停下动作，没有继续升窗。若雨识趣的抽回手，我已经知道了冷风的详细计划，你确定不听？陆晨重新降下车窗，你说。若雨娇躯前倾，领口微敞，露出大片雪肤，香水味随风飘进车内。他故意舔了舔下唇，粉唇划过饱满的唇瓣，带着赤裸裸的诱惑。晚上来我家吃饭，我边吃边说。可以。陆晨吐出2个字。若雨笑靥如花，转身时故意挺腰，裙摆下的长腿步伐摇曳，扭得非常带派。苏清渊从怀里抬起脑袋，湿润的薄唇在阳光下泛着水光。老板，他不是想吃饭，而是想吃你。白皙娇嫩的江宁月，温婉优雅的杨新兰，本就让他压力山大，如今又冒出来个妩媚妖娆的秦若雨，让他压力比山大。吃醋了？陆晨掐了把他的脸颊，这才几天，小犬就开始护食了。没有。苏清渊撅起嘴，狠狠在他头上亲了一口，清澈的美眸充满占有欲，仿佛要把他一口吞掉。陆晨扶住他的小脑袋，你得往好处想，他吃的是你吃剩下的。老板，你身边那么多大美女，为什么还要跟我这样？清渊的薄唇一张一合，声音有些含糊。因为你听话，只要听话就能被喜欢，
陆晨刻意给他灌输这样的认知。几分钟后，苏清渊抬头张开粉唇，琴手上下左右轻轻摆动，像是在给陆晨检查口腔。做得不错。得到老板的认可，他甜甜一笑，梨窝现在脸颊，心里暗暗盘算，为了每次都让老板满意，平时得多看第一班蛛网学习。陆晨把他进别墅，拆开放在玄关的快递盒，拿出一支药膏递给他，洗完澡涂在身上，这个祛疤效果很不错。苏清渊手里捏着药膏，眼眶泛红。老板记得他的疤痕，记得他的自卑，照顾情绪，维护自尊，这种被人放在心上的感觉让他从心底感动。苏清渊忠诚度加10，当前忠诚度40，宿主获得10点属性点，当前累积100点，关系获得阶段性突破，目标把宿主视为恋人，需要舍命保护的对象。陆晨揉了揉他的头，你不用想那么多，他们只是保养的比你好，你的底子不比他们差，这个应该很贵吧？清渊将药膏捧在掌心，小声问，专门给你定制的，市面上花多少钱都买不到。老板，你对我这么好，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苏清渊声音哽咽，陆晨在他最落魄的时候出手相助，从房车衣服到药膏，处处给予温暖。这个男人弥补了他前20年人生里缺少的所有宠爱，唯有把下半辈子交给他，才能对得起这份恩情。苏清渊猛地上前抱住陆晨，老板，你还记得刚开始说的让我以身相许吗？你说暂时不行。陆晨记得清楚。清渊抬起头，美眸含着动情的水光，呼吸急促颤抖，现在可以了，老板，让我做你的人吧，你确定现在就要？闻言，他突然愣住，像是想起了什么，犹豫道，老板，你可以等等我吗？等我解决冷风，等皮肤保养好，我想把最好的自己送给老板。刚说完，他就双脚离地，被男人扛在肩上走向卧室。清渊被扔到床上，惊呼出声，老板，不是说等我准备好吗？2种样子的你我都要。陆晨拉上窗帘，厚重的帘子隔绝阳光，屋内顿时陷入一片黑暗。他又随手打开床头的暖灯，昏黄光线洒在小美人纤瘦的娇躯。清渊赶紧用被子捂住自己，小声恳求，把灯关了吧，除了肩膀，我身上还有很多小疤痕，不好看。见男人一点点靠近，他闭上眼，准备迎接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然而等待的痛楚没有到来，一阵天旋地转，身体再次浮空，睁开眼，发现自己已经站在卧室角落里的落地镜前。苏清渊被迫抬头看向镜子，镜中的女孩身形不算丰满，却挺拔有型，细腰不堪一握，双腿笔挺纤细，线条流畅，把皮肤保养好也是能跟江大校花做一桌的大美女。呜，老板你太坏了，你说什么？陆晨厉声问道。他最近沉迷美式打法，因此没给出场禁果的小美女太多温柔。你太坏了，但是我好喜欢。苏清渊沉沦进度正10%，当前进度20%，宿主获得20点属性点，当前累积120点。两人中午进的卧室，直到太阳西斜，厚重的帘子才被再次拉开。苏清渊身穿一件粉色睡裙，侧躺在床上，夕阳落在红扑扑的俏脸，睫羽投下淡淡阴影。一下午全程美式打法，直接把他这个小兵王弄虚脱了，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猎隼队长就这点能耐，才一下午就瘫了。陆晨套上衣服问道，这2件事能一样吗？苏清渊有气无力的反驳，遇到发狠的男人，再厉害的格斗术也没了用武之地。老板你要去哪？他看陆晨走出卧室，急忙问道。跟秦若雨打探冷风的计划。你在这睡一觉，醒来我就回来了。江小姐不会回来吗？老板你给我穿的是她的睡衣吧？偷了别人的男人又偷穿别人的睡衣，第一次打破道德枷锁。苏清渊觉得意外的刺激。他今晚不回来，睡衣是新的，你明天直接拿回家。陆晨毫不在意，衣帽间里将宁月的衣服堆成山，大半都是没拆掉牌的。少件睡裙他根本发现不了。刚走出大门，就看见隔壁别墅门口，在朦胧黄昏中立着一道窈窕倩影。若雨打扮得十分性感，卷发盘在脑后，妆容精致，气质妩媚妖娆，玲珑娇躯凹凸有致，上身是件黑色钩花镂空针织衫，蕾丝内搭若隐若现，下面搭配一条超短裙，堪堪掩盖令人惊心动魄的曼妙风景。修长美腿裹着肉色丝袜，雪足踩着性感细高跟，魅惑之意让人屏息。意图明显，就是要勾引陆晨。陆总来了。若雨上前挽住他的胳膊，身前的酥软故意蹭上他的手臂。别墅里只有玄关处亮着灯，餐桌上点了几根蜡烛，2个高脚杯里倒好了红酒。若雨根据陆晨的喜好，亲自炒了几盘菜。他举起酒杯，纤纤手腕轻轻旋转，杯中的液体随之晃动。这个时间段来找别的女人，不怕你家那位生气？他今晚不回来。陆晨端起酒杯，抿了一口。若雨缩了下筷子，然后才给他夹菜。心真大，就不怕他在外面做些出格的事情？他不会也不敢。别把所有人想的都跟你一样。若雨脸上的笑容淡了下去，放下筷子，语气难得认真。那件事是我不对，我给你道歉，当初不该帮着若雪算计你，更不该在你面前装无辜。我不是来听你忏悔的。陆晨打断他，跟我说说冷风的计划。他夹了一筷子菜放进嘴里，味道出奇的好。秦家的雨雪姐妹花各种手艺都不错。刚抬眼，对面的若雨居然不见了踪影，低头才发现消失的家人正蹲坐在一旁，抬眸望着他。这就是你说的边吃边说？若雨没说话，只是笑了笑，
眸中带着失而复得的复杂情愫。女人是个善变的生物，2个月前在纽扣室，她对此事百般不愿，满心抗拒，现在却主动贴上来，放低姿态取悦男人。俩人吃着各自的晚饭，开始了对话。冷风跟姐姐要了把狙击枪，这玩意出其不意，保不准什么时候子弹就射在你脑袋上，最好多注意些。我以为当时的自己已经有了征服女人的资本，但事实并非如此。陆晨放下筷子，似有所指。后面我悟了，只要我足够威风强悍，女人就会甘愿臣服，永远不会背叛。若雨听明白了言外之意，这件事我会慢慢补偿你，我什么都不缺，钱只是数字，美女招手就来，权力唾手可得。但是你缺我。若雨突然抬头，眼底闪着狡黠的光。以前陆晨为了撩拨她，说过不少土味情话，她也是深得精髓。别废话，继续说冷风的事情。陆晨，你讨厌我吗？你真的对我一点感觉都没了吗？若雨突然起身，一双藕臂搂住陆晨的脖子，将温热的鼻息打在他的耳垂上。你到底想做什么？若雨细声哀求，我想和你重新在一起，我不奢求太多，能给你做情人都好。他清楚自己的处境，现在没资格强势的逼迫陆晨让他当正宫，只能慢慢诱导，将表白的节奏掌控在自己手中。我知道，以你的身份地位，身边不可能只有一个女人。若雨继续说道，当初我爸爸也是，外边养着好几个情人，我妈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他们的婚姻很幸福。你要明白，一次不忠，终身不用。陆晨抬手将他按回去。若雨倒在地上，疼的不是膝盖，而是心。他不死心，继续纠缠。在酒店不是好好的吗？我俩再相处一段时间，没准你就喜欢上我了。若雨自我感觉良好，以为陆晨根本没有拒绝的理由。像他这样身材外貌顶级，万亿集团的副总裁，放下身段主动表白，甚至卑微到当情人，哪个男人会拒绝？你再不说正事，我走了。陆晨做事要起身。别走！若雨急忙按住他的大腿，目光灼灼地看着他。冷风还让姐姐办了个纽扣机场的工作证，应该是打算装作工作人员靠近你。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陆晨这次是直接起身，该知道的都知道了，没理由再待下去。若雨伸出小手拉住他的衣角，急切挽留。我给你当情人，随便你折腾好不好？我拒绝。陆晨的回答干脆果断，说完却龇牙出声。这女人为了留住他，是无所不用其极。我给你5分钟。陆晨只能坐回去，要是强行挣脱，那未来就没了。好，5分钟。若雨拿出手机，打开秒表，时间走到4分50秒时，若雨露出得逞的笑意。我很厉害，是不是？简直就是完美情人。说完，他就俯身把水润唇瓣送了过来，结果被陆晨偏头躲过。虎毒不食子。若雨媚笑一声，葱白玉指捏住他的下巴。以前又不是没有过，你躲什么？闹够了没有？若雨用手撑在男人身上，俏脸跟他近在咫尺，两人的呼吸交织在一起。我知道你对我还有感觉。发现男人 understand 了，他眼底的笑意更浓。男人的正常反应不只是对你这样，再给我5分钟好不好？若雨声音娇媚，带着致命诱惑，容不得拒绝。5分钟后，陆晨是不难受了，但他难受啊。喜欢的男人就这样看着他，什么都不做，让他浑身痒痒的，像是有无数蚂蚁在爬。他牵起陆晨的手就往卧室走，委屈道：我难受，难受就去超市买2斤胡萝卜。陆晨抽回手，都做到这份上了，还是被拒绝。若雨停下脚步，转身质问：我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但幕后主使是秦若雪，她犯了错，你还跟她滚到一起，换我就不行。你是喜欢上她了，我是喜欢上她，但喜欢上她跟喜欢上她是两码事。陆晨摊开双手解释道：那你能不能喜欢上我？若雨用手指勾住衣领，针织衫滑落肩头，内搭的蕾丝边角暴露在视野。说实话，她有些嫉妒若雪，姐妹2人都是顶尖美女，容貌7分相似，凭什么姐姐能被男人力挺，她却不可以？你也想得到跟你姐姐一样的待遇？陆晨凑过去问。不等他点头，手腕就被男人粗鲁地拽过去。陆晨从他身后一把抱住，这意料之外的甜蜜互动让若雨身体僵硬。他羞涩地别过头，其实我准备了很多款式的睡衣，我可以一件件穿给你看。不急，以后有的是机会。正当他情绪高涨时，男人却突然松开手，将他往后一推。哎呦，你干嘛？若雨踉跄几下，后背撞在卧室门上才稳住身子，细高跟差点害他崴脚。他嫌碍事，干脆一脚踹掉，血足直接踩在地板上，抬手握住男人的大手。你咋突然把我推开？若雨面露不满，男人精准掐住时机，让他不上不下的悬着。累了，休息会儿。陆晨靠在门框，漫不经心地问：忘了剪指甲，你不会介意吧？若雨用红润的脸颊蹭着他的手背，发出酥软的声音：不会，只要跟你在一起，怎样我多开心。等他脸上的红晕散得差不多了，陆晨才慢悠悠开口：再抱抱你。不过这次能不能别推开？若雨兴奋的眼眸发亮，心里又有几分忐忑。他已经1个月没跟心爱的男人接触，心中积攒的思念不吐不快。自己动手虽能丰衣足食，却少了那份跟男人在一起的悸动与真实。不出所料，陆晨又一次推开了他。若雨急了，用哭腔喊：你怎么又这样？第2次比第1次更难受，接二连三的戏弄让他本就躁动的心灵愈发不能平静。下次一定。陆晨勾起唇角，玩味一笑，手指轻佻地
划过他泛红的脸颊。你别这样，我们进卧室作画。若雨已经不满足于现状，想得到更多，但陆晨怎么可能如他所愿，强行把他拉回身边，故技重施，被反复耍弄。若雨气到眼眶通红，你是想用这种方式惩罚我，是吗？不是，单纯觉得这样好玩而已。陆晨回答。我告诉你冷锋的计划，你却这样对我，这不公平。怎样才算公平？陆晨看了眼躺在沙发旁的萨摩耶，转头说，我给小狗准备了礼物，我把东西拿过来。听到声音，萨摩耶以为是在说他，立刻摇着尾巴跑了过来。你对条狗那么上心干嘛？若雨话没说完，陆晨已经转身走出别墅。他以为猎物跑了，气得狠狠踹了萨摩耶一脚。都怪你这条臭狗！没过多久，陆晨就折返回来，手里多了个黑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条狗绳。若雨伸手摸了摸，材质非常柔软，有心了。我现在用的有点硌手，正好换这个。萨摩耶凑过来，兴奋地摇起尾巴，围着两人转圈。小狗很喜欢？陆晨问。若雨点点头，看着蹦跶的萨摩耶无奈道，看他激动的样子，恨不得现在就套上出门遛弯。试试看。陆晨拿出绳子，他的下一步动作让若雨惊愕地睁大眼睛，娇躯僵在原地不敢动弹。陆晨，你什么意思？萨摩耶蹲在一旁，用看同类的眼神看着他。原来高高在上的主人在别人手里也跟他一样，是被当宠物的命。陆晨带着若雨走向卧室里的梳妆台，声音轻柔，狗狗要是不乖，可以找个地方拴起来，这个绳子很结实，不怕狗狗乱动乱跑。若雨明艳的五官失去光彩，因沉着脸跟在身后。他知道陆晨的掌控欲有多变态，可他太爱这个男人了，只能为爱低头。为了让心爱的男人能开心，自己就受点委屈吧。陆晨把绳子一端绑在梳妆台桌角，转头看着他。若雨，你第一次养狗吧？这狗犯错就得教育，你要是纵容，只会让它越来越嚣张，保不准哪天就骑在主人头上拉屎。若雨垂下眼睫，眼底闪过一丝委屈。你这样玩有意思吗？看着我难受，你心里就那么痛快？若雨终于撑不住了，一行热泪如琉璃般从脸颊滑落，每一次的喘息都压抑着呜咽，格外引人怜惜。秦若雨沉沦进度正10%，当前进度60%，宿主获得10点属性点，当前累积110点。宿主令目标欲求不满，这副躯体对宿主的渴望已达顶峰，未来这副躯体会将与宿主结合，作为奋斗目标。好好想想我说的那些话。陆晨起身牵起凑过来的萨摩耶，忘了告诉你，这个绳子还有一个功能，只要狗狗挣脱绳子，或是带着绳子到处乱跑，都会给主人的手机上报警。他关上灯，出去时留下一条门缝，声音从门外传来。这萨摩耶是个乖孩子，不像我家那2条畜生，大的总想着耍小聪明害我，被我带到教育了一顿还不死心，整天想着怎样才能让我摔跟头。小的差点给我闯下大祸，我晾了他一段时间，他好像知道错了，现在天天摇着尾巴跟在我身后。若雨，你说我到底该不该原谅他？陆晨顿了顿，再次开口时声音冷了几分。我会一直看着手机，若雨，你可别再让我失望。砰的一声，门彻底关上，最后一丝光亮也随之消失。若雨单薄的身躯在黑暗中瑟瑟发抖，他这才真切感受到陆晨的可怕。这个男人不仅要掌控他的身体，还想一步步操控他的思想。他攥紧拳头，狠狠砸在地面，白皙小手磕出醒目的红印，都是因为秦若雪这个贱人。要不是因为他，我和陆晨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第二天一早，杨新兰遵照陆晨的吩咐，领来一个男人，年龄跟陆晨相仿，身高也是185。来之前，杨新兰特意叫托尼给他做了陆晨同款发型。最关键的是，他的身材跟陆晨极其相似，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要是只看背影，两人被放到消消乐里，很可能被连起来消掉。看着坐在对面的男人，陆晨甚是满意，不愧是万能的杨管家，能在10几亿人中找到合适的人选。辛苦了。他掐了下杨新兰的小脸，老公，你跟他谈，我去处理点工作。杨新兰不顾外人在场，踮起脚尖抱住陆晨的脖颈，在他脸上啄了一口，随后冲了杯咖啡走进书房。招远对吧？坐吧。陆晨给男人倒了杯茶，因为昨晚看过新兰提供的资料，所以知道对方的名字。100万已经打到你父母的账户，剩下的900万事成之后立马到账。招远苦涩一笑，神色憔悴，到时候我怎么确定钱真的能到我父母账上？他现在一无所有，父母是他唯一的牵挂。陆晨早有预料，掏出一张卡放在桌上，这里面是剩下的900万，你亲自送给你父母，这样能放心。招远拿起卡揣进兜里，你就不怕我卷款跑路？我相信你的人品。陆晨靠在沙发上，双腿交叠，眼神笃定。招远的妻子出轨公司老板，他发现后将2人扔进江里喂了鱼，目前正在被追捕，反正都是一死。在杨新兰的诱导下，决定跟陆晨合作，临死前给父母赚养老金。招远自嘲地笑出声，能对结婚3年的妻子下手，我能有什么人品？他声音颤抖，至今不敢相信那个曾经说爱他如命的女人会背叛他。既然背叛，就要受到惩罚，只是你的做法过于极端。陆晨端起茶杯在手中把玩，语气平淡，不过比起那些忍气吞声的懦夫，我倒觉得你有几分血性。招远不愿再纠缠这个话题，锁着眉头问，我现在被通缉，根本进不了机场，怎么去雄鹰国？你放心，我会给你安排今晚的飞机，你先去雄鹰国等我，
那边会有人接待你。陆晨放下茶杯，双手交握放在身前，眼神沉凝如潭，没有多余的表情。最后问你一遍，你下定决心了吗？这可是单程票，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因为工作，我一直没能好好陪父母，这1000万就算是我最后的弥补。招远低下头，声音沙哑，我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能给他们留份保障，值了。你的父母已经被我接到酒店去见最后一面罢。陆晨把一个写着房间号码的便签推给他，又补充道，当然等你登上新闻头条，你父母才能安全回家。招远浑身一僵，才明白自己还是把陆晨想得太善良，能提出这种交易的人怎么可能是善茬。他没再多说，攥紧便签起身走出别墅，坐进了门外专门接送的 SUV。 等招远走后，杨新兰从书房出来，陆晨抬眸看他，你是怎么找到他的？找人容易，但找愿意合作的人很难，所以我用了点小手段。你让人家妻子出轨的？陆晨问。杨新兰没回答，而是走到他身边，声音软下来，老公，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坏女人？我不看你做了什么，只看你为谁做。陆晨把他拉进怀里，喂了口进口茶水当做奖励。杨新兰嘤咛一声，话锋一转，再次化为醋坛子。卧室里睡的是江宁月，是苏清渊，宁月今晚才回来，特种兵出身，跟您在一起的时候体能应该很好吧？杨新兰撇撇嘴，双手抱胸，故意别过脸，说话带着点酸溜溜的腔调。不行，但是比你好很多。老公呐，你陪我锻炼锻炼呗。我先去看看秦若雨。陆晨推开他起身，你把苏清渊叫醒，带他出去逛逛，下午你再回来，老公好好陪你练练。他刚起身就被杨新兰从身后抱住。咋了？想吓我？新兰红着脸点了点头。10分钟后，陆晨整理好衣服，走到隔壁别墅大门，在密码锁上输入自己的生日。滴的一声，门开了，萨摩耶躺在沙发上打盹，卧室门紧闭着。陆晨推开门，窗帘遮住阳光，屋内一片灰暗，只能勉强看清地上的人影。他按亮壁灯，光线洒下，若雨蜷缩在地上，长发凌乱，脸上带着未干的泪痕。直到陆晨走到身边，他才察觉到来人，缓缓睁开美眸，空洞的眼神在看到男人时绽射亮光，随即暗淡下去，凄美一笑。地上没铺地毯，寒气透过单薄的衣料渗进体内。若雨躺了一晚上，又冷又虚。陆晨抱起虚弱的美人，放回床上，柔软的被子加上男人温暖的怀抱，若雨很快恢复了精神。一晚上时间，他反复挣扎，比起冰冷坚硬的地板，男人在心里种下烙印的过程更为痛苦。这都不算什么，主要是昨天下午喝了太多水，一晚上憋得非常难受。你能不能送我去卫生间？自己去，我没力气，走不动，你抱着我去吗？若雨不想放过任何一个与陆晨增进感情的机会。陆晨无奈把他放到卫生间门口，里面很快传出水流声，紧接着是若雨的声音。陆晨，你不是问我该不该原谅那条狗吗？原谅他吧好不好？他知错就改，肯定不会再犯错了。秦若雨忠诚度加5，当前忠诚度60，宿主获得5点属性点，当前累积115。宿主与目标的关系获得阶段性突破，目标将获得宿主的原谅当作核心追求。你得明白，一次的乖顺并不能抵消曾经的错误。陆晨说完，躺回床上。若雨冲了个热水澡，裹着浴巾从卫生间出来，他躺上床缠住陆晨，嘴唇凑到耳边，下午陪我好不好？老公。陆晨今天的态度温和了不少，若雨以为得到了原谅，开始得寸进尺，可下一秒，陆晨猛地捏住他的下巴，力道大的让他蹙眉。你没资格说这2个字，那我该喊你什么？若雨忍着疼，反而凑得更近，在他耳边糯糯地喊了句主营。不对。陆晨摇头，那2个字太拗口了，还是这样叫比较顺口。你之前不是很喜欢我这么叫你吗？说罢，若雨又提出教导培训的事情，现在可不可以？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些，搞得人心惶惶。等我从雄鹰国回来再考虑，我不想你出意外，能不能别去？我必须去。陆晨目光坚定，不去怎么让秦若雪上套？准备了好几天的计划可不能白费。再说了，这次演讲关乎到世界和平，就算有生命危险，他也要一往无前，一定要回来。若雨扑进他怀里，像送别即将奔赴前线作战的丈夫，双手死死抱住他的腰。几天后，帝都国际机场，一个身穿淡蓝碎花裙的苗条倩影，怀里抱着2个鼓囊囊的零食袋子，朝着 VIP 候机区一路小跑过来。俏皮的马尾辫随着脚步左右晃动，俏脸上不施粉黛，看着十分清丽干练。买这么多，吃得完吗？陆晨靠在沙发上，看着他把袋子往茶几上一放，各种口味的薯片、巧克力、果干滚了出来。对哦，看到没吃过的就想买，完全没想过能不能吃完。苏清渊吐了吐舌头，漂亮的眸子如闪烁的星辰，皮肤透着健康的白皙光泽。这段时间在陆晨的引导下，只吃馒头咸菜的小兵王消费观念悄然改变，开始尝试那些曾经接触不到的零食。每次去超市都会买一大堆，公寓里2个大冰箱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老板，你身后那个大箱子是什么？苏清渊指着陆晨身后半人高的黑色铁箱，眼里满是好奇。给冷风准备的礼物，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陆晨招了招手，让工作人员把箱子运上私人飞机。这次去雄鹰国，他只带了苏清渊一个人，江宁月和杨新兰留在国内忙自己的工作。与此同时，
魔都创世大厦顶层总裁办公室，秦若雪秀眉微蹙，正对着电脑处理文件，桌上的手机突然响起，他的心思全在海外项目的亏损报表上，扫了一眼备注，没看号码就接了起来。喂，爸爸，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这次咋这么乖？一接电话就喊好听的。电话里传出的并不是情妇和蔼宽厚的嗓音，而是年轻男人低沉戏谑的声音。若雪握着鼠标的小手一顿，愣了2秒才反应过来。小陈，有事快说，我在忙工作，没时间跟你闲聊。我要去联合国演讲，你应该也听说了，跟我出去玩几天。我现在去摩都机场接你，没空，你自己去。若雪烦躁地揉了揉太阳穴，电脑上的亏损数字格外刺眼。创世在海外的几个项目接连遭遇狙击，让他忙得不可开交，只有每晚睡前半小时能得到放松。你有啥忙的？不就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在合同上签字就行了。陆晨轻佻的语气让若雪愈发烦躁。陆晨，你真的很烦，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能坐享其成，别拿你的标准去衡量别人。若雪，一段时间没被教育，你这小嘴说话又分不清轻重了。陆晨的声音冷下来，若雪小心脏猛地一跳，想起在非洲的经历，那种窒息又心悸的感觉涌上心头。没事就挂了。他慌忙想结束通话。我说过，要在你办公室给创世所有员工的头上浇水，让他们知道你这个深受爱戴的总裁到底是什么货色。若雪嗤笑一声，美眸如冰。好啊，你要是能进创世大楼，我随便你玩。说罢，直接挂断电话。他点开通讯录，把备注改回陆晨，想了想，又干脆删掉了这个号码。把一个将死之人的号码留在手机里，实在不吉利。老吴，飞机上，苏清渊刚想抬头说话，就被一只大手按了回去。秦若雪这比洋的，陆晨收起手机，长呼出一口气。一通电话搞得他火气很大。等气消得差不多了，苏清渊去卫生间洗了把脸。陆晨让左巴扬启动了飞机。昨晚跟江宁月熬到太晚，他闭上眼小憩了一会儿，等睁开眼，飞机已经在高空平稳飞行。苏清渊前面的桌子上放着平板、可乐、薯片，正在看动画片，脸蛋红扑扑，时不时伸出舌头呼气，或是抬手在脸边扇风。清渊，过来哦。陆晨招手。等等老板，我把这集看完，马上就来。5分钟后，随着最后一点薯片碎渣下肚，平板屏幕上也播放起片尾曲。就这个没了，比小说断章还让人难受。苏清渊不满地撅撅嘴，把手指上的薯片调味粉舔干净，跑到陆晨面前。相处这么多次，他也习惯了，没有任何拘谨和羞耻。不过还是感叹老板的经历简直比小说男主还离谱，根本用不完。他翘起粉唇，在陆晨的头上轻轻一点，一股灼烧感从头顶蔓延开来，又带着点发麻的刺痛。陆晨忍不住皱眉。清渊，你吃的啥？麻辣味的薯片。苏清渊意识到自己闯了祸，缩了缩脖子，赶紧小声道歉。对不起老板，吃完我忘记漱口了。你没事吧？你看我这样子像没事吗？陆晨的头顶又麻又辣，有种多看一眼就会爆炸的感觉。老板，你等一下，我这就给你降温。苏清渊美眸一亮，起身在零食袋里翻找，很快找出一包薄荷糖，撕开包装往嘴里扔了好几颗，又跑回来在他的头上亲了一口。老板，现在感觉怎么样？陆晨翻了个白眼，头顶先是一阵冰凉，紧接着又泛起灼热的余韵，两种极端感觉在皮肤上交织，简直是冰火两重天。如此美妙的感觉不能一人独享，必须让罪魁祸首也尝尝。见老板脸上的笑容愈发邪恶，苏清渊撒腿就跑，可惜机舱就这么大，没跑2步就被抓住。1个小时后，浴室内水汽升腾，陆晨靠在浴缸里闭目养神，苏清渊站在镜子前看着镜中的自己，阴唇红肿，唇角还挂着泪痕，他鼻尖酸涩，差点再次落泪。老板真是越来越坏了，换着花样欺负他，最可恶的是期间还让他吃了不少加料薯片。但是老板越坏，他就越喜欢，是怎么回事？老板，你就不怕影响明天的行动吗？我背包里有药膏，你涂在嘴上，睡一觉就好。陆晨睁开眼，那是专门从私人医生那弄来的，效果非常好。波音787进入雄鹰国空域，为避开冷风，陆晨让左巴扬把飞机降落在华盛顿国际机场，然后驱车前往纽扣。第2天，联合国大会堂，陆晨站在演讲台上整理着西装领带，耳机里传来苏清渊压低的声音：老板，已确定冷风的位置，出口3点钟方向的楼顶，他是打算等你演讲结束出大楼再行动。完毕。陆晨微微颔首，目光扫过台下密密麻麻的人群，台下坐着的每一位都是在全球政治经济领域翻云覆雨的人物。此外，这场演讲会在全球直播，在资本的运作下，这场直播的热度被推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保守估计有10几亿人通过屏幕关注这里。陆晨清了清嗓子，轻微俯身靠近话筒，正要发动谈判专家，系统提示弹了出来，宿主可消耗50点属性点，升级谈判专家，升级后效果可对屏幕前的观众生效。升级，陆晨在心中默念，升级成功，宿主消耗50点属性点，当前剩余65点。技能发动的瞬间，台下散漫的众人将全部心神聚焦到演讲台，屏幕前的观众眼睛一眨不眨盯着屏幕，想要关掉或划走的也随着技能发动放弃了这个念头。在全球10几亿人的注视下，陆晨缓缓开口：首先，
我想谈谈大家热议的米忽悠游戏仅限华星设备运行一事。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么做本质是想为玩家带来更好的体验？有人说华星设备发热，这并非我们技术不足，而是为了照顾那些手脚冰凉的玩家。话音刚落，台下的大人物们纷纷点头，有人鼓掌称赞华星是良心企业，直播间弹幕也是满天飞，有人忏悔，有人赞扬。原来是我误会陆总了，明天就把米果手机砸了换华星。华星神了，居然想到了这一步，遥遥领先。陆晨用手机看了眼弹幕，见效果不错，继续道：此外，华星在全球各地设立了慈善基金会，每年将利润的30%用于帮扶困难群体，剩余70%全部投入新技术研发，从未想过垄断牟利。华星伟大，陆总牛逼！类似的弹幕瞬间霸屏，观众们自发转发直播链接，把亲朋好友都拉来看良心企业家的演讲，在线人数节节攀升，很快突破了20亿。同时，我们也经历了很多艰难的时刻，我们听到了很多声音，有的声音特别的尖锐，把我们华星和华星项目组贬得一无是处。说到这里，陆晨突然顿住，肩膀微微颤抖，抬手揉了揉泛红的眼眶，装作渲然欲泣的模样。台下众人纷纷起身，齐声呐喊鼓励：陆总别哭，陆总别哭！屏幕上更是一片心疼的弹幕，无数人留言要永远支持华星。陆晨擦掉挤出的眼泪，哽咽着说：我始终觉得用华星设备玩米忽悠的玩家都是最可爱的人。这场演讲持续了10分钟，所有人都是站着听完的。关于和平一字没提，却让全球观众达成共识：用华星手机，开华星汽车，玩米忽悠游戏，就是在捍卫世界和平。恭喜宿主为世界和平做出杰出贡献，奖励1000人精英武装部队，随时随地听候宿主差遣，且只听命于宿主。陆晨走下讲台，没有按原定路线离开，而是转身返回休息室。招远已坐在那里，化妆师刚为他补完妆，他穿着与陆晨同款的西装，脸上戴着仿真面具，已经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该你上场了。陆晨脱掉西装，换上便衣。事成之后，还请陆总遵守承诺，放我爸妈回家。招远穿上外套，走出休息室。联合国大楼外，远处的楼顶，冷风架起装有消音器的狙击枪，准心锁定大楼出口。不多时，陆晨在记者的簇拥下走出大楼。冷风确认目标，快速计算风速与弹道偏差，手指扣动扳机，一声轻响，子弹精准命中陆晨的头部。前一秒还笑容满面的人，已经躺在地上，成了一具无头尸体。现场记者先是愣住，随即爆发出惊恐的尖叫，人群四散奔逃，相机快门声与哭喊声交织在一起，场面陷入一片混乱。冷风确认目标死亡，迅速拆卸狙击枪，装进背包，准备撤离。刚站起身，身后就传来熟悉的声音：冷风，总算找到你了。他猛地回头，看到苏清渊站在楼顶入口处，白净的皮肤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队长！冷风先是一惊，随即眼底闪过一丝兴奋，两人同时伸手摸向腰间，手枪咔嗒上膛，枪口精准对准对方的脑袋。才几个月不见就保养得这么好，队长这是被包养了？我只是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他图你什么？图你长得好看？别跟我废话。苏清渊扣紧扳机，冷风突然扔掉手枪，活动了一下手腕，在部队里我就从没赢过你，今天正好做个了断。苏清渊将手枪别回腰间，摆出格斗姿势，要不是老板要求活捉，他绝对会立马开枪崩了冷风。冷风率先发难，一记侧踢直逼苏清渊的腰腹，苏清渊侧身躲闪，反手抓住他的脚踝，用力一拧，冷风吃痛弯腰，肘部狠狠砸向苏清渊的胸口，两人瞬间缠斗在一起。为什么要背叛出生入死的队友？你知道利刃行动的失败害死了多少无辜的人吗？苏清渊一拳砸在冷风的肩膀上，将他逼退2步。他们的生死与我何干？日复一日的训练，每次执行任务都是在死亡边缘徘徊，我已经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冷风抹掉嘴角的血迹，双眼通红，近乎陷入疯狂。你忘了入伍时的誓言吗？苏清渊厉声质问，再次发起攻击。誓言能当饭吃吗？冷风狼狈地躲过攻击，声音颤抖，舍命保护那些人，我得到了什么？一句赞美，你不觉得可笑吗？什么都不做的人，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我在一线拼死拼活，最后只落下一身伤。可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历史不会遗忘我们。苏清渊抓住机会，锁住冷风的脖颈。劣损，你还是这么天真！冷风猛地用后脑勺撞向苏清渊的额头，挣脱束缚，随即俯身迅速从靴子里掏出一把迷你手枪，对准苏清渊的胸口。就在他扣动扳机的瞬间，一枚麻醉弹精准射中他的手臂。冷风浑身一软，手枪掉在地上，身体瘫倒在地。劣损，你暗算我！昏迷前的最后一刻，他看到陆晨从苏清渊身后走出，面带微笑，神态从容。他怎么会在这里？自己刚才不是已经杀了他吗？这个念头刚闪过，冷风便彻底失去了意识。招元倒地后不到半小时，在杨新兰的操作下，陆晨遭暗杀的新闻迅速霸占全球热搜榜首，标题为华星集团二公子陆晨在联合国演讲被杀手爆头狙杀，经多方证实是本人无疑。江宁月看着手机屏幕弹出的新闻推送，心脏缩紧。虽然早就知道陆晨的假死计划，可看到标题和模糊的现场图片，身躯还是控制不住地发抖。她立刻拨通视频电话，反复确认老公没事，
才依依不舍地挂断。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把心思投入到工作中。陆晨玩得太大，要是出了意外，他也不想活了。毕竟他现在活着就是为了嫁给陆晨。另一边，自从陆晨登上飞机，秦若雨心中就惴惴不安。手机推送弹出的那一刻，他正端着咖啡杯往窗边走，看到标题的一瞬，咖啡杯摔在地上，滚烫的液体溅了一脚，他却毫无知觉。他不敢看新闻内容，只见一张打码的图片，双腿一软跪在地上，手抖得几乎握不住手机，心脏像被挖空了一块，疼得他无法呼吸。他手指颤抖着拨出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铃声响了一遍又一遍，始终无人接听。喂，陆晨，你接电话啊？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听到冰冷的提示音，若雨的眼泪瞬间决堤。刚刚才得到他一丝原谅的苗头，两人的关系才有了转机，他怎么能就这么死了？陆晨，若雨抱着手机，整个人蜷成一团，哭得撕心裂肺，直到哭得没力气，才颤颤巍巍起身，衣服都没换，穿着睡衣跑进车库，发动车子往魔都赶。他要去找罪魁祸首秦若雪，是他雇的杀手，是他害死了陆晨。同一时间，创世集团顶层总裁办公室，秦若雪盯着手机屏幕看了整整5分钟，脸色一点点由白转青再转红。屏幕上是高清无码的现场画面，陆晨的脑袋像西瓜一样炸开，鲜血喷了记者满脸。解脱了，这场征服游戏是他赢了，这是若雪的第一个念头。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嘴角慢慢勾起一个近乎释然的笑。死了好，这种把女人当作玩物的畜生，死了才好。从此再没人能把他按在墙上肆无忌惮的玩弄，再没人敢让他跪在地上摆出讨好的模样。可为什么胸口却闷得像堵了块巨石？毕竟是自己的第一个男人，在非洲那几晚忘我的纠缠，或许只是身体产生的短暂依恋。商人要懂得及时止损。他很快用理智说服自己，陆晨死了，他依旧是高傲的创世女王，江南地区不折不扣的商界主宰，没人能再威胁他。这时冷风发来消息，附带一个海外收款账户。若雪想都没想，就让助理把1亿尾款转了过去，随后回复不准向任何人透露我的信息。发完消息，他把手机扔到桌上，起身走到落地窗前，望着魔都夜景，突然觉得空荡荡的。他想起非洲那晚他在身上留下的灼热温度，想起他说你这辈子都是我的下划线时的眼神。畜生！他低声骂了一句，声音却软得不像话。是你先招惹我的，这是你自食恶果。他原本打算这辈子不找男人，可陆晨强行插入他的生活，击碎了他坚守33年的防线，让他体会到被男人从女王宝座上拽下来踩在脚下的极致反差与失控感。那种感觉他并不讨厌。为了彻底斩断这份不该有的牵绊，既然他是自己的第一个男人，那就让他成为最后一个吧。冷风醒来时，发现自己被绑在一把铁椅上，四肢动不了，嘴被胶带封死。昏黄的灯光下，陆晨坐在对面的沙发上，悠闲把玩着遥控器。苏清渊站在他身后，旁边还放着一个被黑布盖着的东西。看到陆晨的一瞬，冷风瞳孔中的锐利转变为惊恐。苏清渊走上前，撕掉他嘴上的胶带。你不是已经死了？不对，那是你找的替身。你为什么知道我的计划？冷风慌乱问道。说，谁派你来的？冷风歪嘴，露出一抹桀骜的笑。我不可能告诉你任何事情。陆晨莫再多说，按下了手中的遥控器。下一秒，强烈的电流席卷冷风全身，他的身体猛地绷紧，头发直立，发出凄厉的惨叫。啊呀呀！电流持续了足足半分钟，他浑身抽搐，无力地垂下头，大口喘着粗气。说不说？陆晨再次问道。冷风抿着嘴，咬着牙关，一言不发。不愧是战狼特战队的副队长，骨头倒是挺硬。陆晨夸赞一句：我跳过楼，你跳过吗？我让坦克砸过你砸过吗？我差点死过你死过吗？冷风抬起头，依旧是那富桀傲样。不等他说完，陆晨再次按下遥控器。去你妈的！啊呀呀呀！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嘶吼。冷风的身体剧烈颤抖，没过多久就晕了过去。清渊，把他叫醒。苏清渊听命，提起放在角落里的水桶，不解地问：老板，你明明知道幕后主使是秦若雪，为什么还要这么折磨冷风？一枪崩了他，能解你心头之恨？陆晨反问。苏清渊攥紧拳头，咬牙切齿道：这种背叛队友的人就该千刀万剐。他说着，将桶里带着冰渣的冷水狠狠泼在冷风脸上。反正暗杀都失败了，何必藏着掖着？你这么能藏，利刃行动为什么不把队友的位置藏好？冷风被浇醒，梗着脖子，少拿这个恶心我。还是那句话，我不可能告诉你任何事情。很好。陆晨拍拍手，起身走到那个被黑布覆盖的东西前。既然你硬的不吃，只能上更硬的了。他伸手扯下黑布，露出一台造型狰狞的机器，金属外壳泛着冷光，前端是精密的机械结构，犹如狰狞的龙头，透着令人胆寒的压迫感。陆晨推着机器走到冷风面前，将前端对准。冷风瞳孔骤缩，这是什么东西？陆晨按下侧面的开关，机器发出低沉的嗡鸣声，只要再按一次，就能彻底激活这头嗜血的野兽。专门为你准备的礼物，能让你3秒失声，3分钟崩溃，3小时求死。闻言，冷风的脸色瞬间惨白。身为特种兵，他什么样的黑暗场面没见过？这种机器也是屡见不鲜，
只是眼前这个比起以往见到的更加恐怖，一看就是经过特殊改造。陆晨按下开关，转身离开，出门前淡淡扔下一句：“好好享受，希望你明天还能这么傲气。”苏清渊看了冷风一眼，迅速跟上陆晨的脚步。3秒后，房间里只剩下冷风绝望的尖叫。从地下室出来，苏清渊跟在陆晨身后汇报道：“老板，秦若雪已经把1个亿打到你提供的匿名账户上了，你留着吧，就当提前给你发工资。”陆晨补充：“当然，月薪还是按1万算，这1个亿花完钱，你必须给我好好干。”苏清渊小脸一红，从后面抱住他，羞赧地说道：“知道了，老板，我会一直跟在你身边，这辈子只给你干。”苏清渊忠诚度加10，当前忠诚度50，宿主获得10点属性点，当前累积75点。秦若雪在办公室待到深夜，自从陆晨遇袭的消息传开，麻烦就接连不断。海外3个核心 AI 项目同时被合作方单方面撕毁合同，就连国内魔都各大家族都虎视眈眈，纷纷蠢蠢欲动。创世多名高管递交辞职申请，人心惶惶。若雪想集中精力处理这些烂摊子，可心里烦躁，好像陆晨死后，他的世界也跟着塌了一角。正当他头疼之际，手机铃声把他吓了一跳，看清备注是小妹，他才松了口气，按下接听键：“姐姐，陆晨死了。”刚接通就传来若雨沙哑破碎的声音：“我知道，新闻我也看到了。”若雪故作平静的回复。对面沉默2秒，突然尖叫：“我知道是你干的，是你雇人杀了他！”不等若雪开口解释，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推开，一身睡衣的若雨顶着乱糟糟的头发冲进来，二话不说，抬手就是一巴掌，啪，清脆响亮。若雪被打得偏过头，半边脸迅速红肿，她回过头捂着脸，嘴角却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带着自嘲的笑：“若雨，你听我解释。”啪，话还没说完，另一边脸颊又挨了一掌，力道比刚才还重。“秦若雪，你天疯了！”若雨指着他的鼻子嘶吼道：“他死了，你很高兴是不是？你是不是忘了在非洲，你在他怀里哭成什么样子了？那时候跟条狗一样，乖乖跟在他身后，一回来就害他。你咋这么贱呢？”若雪的嘴角被打破，渗出一丝血迹。他妈了把嘴角的血，眼神变得疯狂：“是，我是贱，他想把我们姐妹2人驯化成他的奴隶，我为什么不杀他？若雨，你醒醒吧，你被他洗脑了，能给我洗脑，那也是他有本事。”若雨红着眼，声音突然软下来：“姐姐，我们是女人，再高傲再要强，总有一个男人会闯进我们的生活，住进我们的内心，占领我们的身体。这样的男人好不容易出现，你却把他杀了。”他一步步逼近，眼泪砸在地板上：“你敢说你不喜欢他？U 盘里的那些视频你删了吗？他给你送的视频你扔了？你非但没扔，还天天带着对吧？若雨，你给我闭嘴！”若雪再也忍不住，抬手狠狠扇了妹妹一耳光，这一掌更像是秘密被戳穿后的无能狂怒。若雨被打得踉跄一步，脸颊浮起的五指山格外醒目。“若雨，你先回去。”若雪烦躁到了极点：“这里有一堆事等着我处理，你不帮我就算了，还给我添乱。”自家小妹对陆晨的痴迷比他想象中还要深，这让他很反感。姐妹2人在办公室大吵一架，若雨从衣柜里找了件风衣披在身上，摔门而去。办公室里一片狼藉，文件散落满地，水杯摔碎在地上，水渍蔓延。若雪瘫坐在椅子上，头发凌乱，女王形象荡然无存。她低声喃喃：“若雨，你迟早有一天会明白，姐姐这么做都是为了你。”自从陆晨插入她们姐妹2人的生活，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第2天，海湾别墅，陆晨带着苏清渊进入地下室，冷风垂着头，发丝凌乱地贴在满是汗水的脸上，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已经昏死过去好几次。苏清渊走上前，提起水桶，将冷水泼在他头上。冷风猛地惊醒，喉咙发出嘶哑的哀嚎。陆晨走上前问：“感觉如何？”冷风没有回答，而是用猩红的双眸看向苏清渊：“你跟着他，迟早有一天也会变成这样。就算你只犯一个小错误，他也会把你绑在这上面。老板要是惩罚我，那一定是我做错了，再重的惩罚我也认。”苏清渊看着陆晨，眸光柔和。陆晨关掉机器，噪音戛然而止，说：“谁派你来的？”冷风依旧咬紧牙关，闭口不谈，不愿把秦若雪供出来。“不说是吧？那给你尝尝这个。”陆晨蹲下身，快速摆弄机下，将机器改装成威力加强版。开关按下的前1秒，冷风终于崩溃，急喊出声：“不要！我说，你别开机！是魔都创世集团的总裁秦若雪雇佣的我，1亿，他用1亿买你的命，所有计划都是他主导的，我只是听命行事，就这些。”陆晨的手指依旧贴在开关上：“真的就这些？”冷风急忙点头。秦若雪是罪魁祸首，她长得那么漂亮，身材又好，比苏清渊还勾人，你要报仇就找她去，把她抢过来玩啊，别再折磨我了，早说出来，你也不用受苦。陆晨说完，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开关。你！冷风发出凄厉惨叫，五官剧烈扭曲，朝着苏清渊哭喊：“队长，给我一个痛快吧，让我去给队员们赔罪，求你了！”泪水狂流，却不是因为忏悔，而是因为极致的痛苦。陆晨扔给苏清渊一把手枪，剩下的交给你处理。苏清渊举起枪，枪口贴在冷风满是汗渍的额头，直接扣动了扳机。砰一声响，他闭上眼，面无表情，
只是在心里默念队员们的名字。我给你们报仇了。随即转过身，老板，要不要我帮你收拾秦若雪？不用。陆晨收回摆在角落里的相机，低头看了一眼，那女人什么都不怕，就怕我的。办公室里，秦若雪穿着一身保守的职业装，却无法遮盖凹凸有致的身段，细腰如柳，身姿曼妙，柔顺的乌黑秀发被丝带挽在脑后，抹了淡妆，也难掩俏脸上的疲惫与憔悴。即便如此，那精致无瑕的完美容颜依旧美艳动人。陆晨遇袭已经过去1周，这段时间他基本每天只睡4个小时，不是不想睡，是睡不着。闭上眼就满是项目崩盘、股价暴跌的画面。国外的狙击还在继续，且频率越来越高。中东的能源项目，欧洲的科技合作，接连被不明势力针对，几个海外分部已经有了崩盘的趋势。他挤破脑袋都想不到，在外面得罪了谁会被这样针对。国内的局面更不容乐观。秦家本就人心涣散，男人不知进取只图享乐，女人贪恋浮华攀比成性，外部群狼环伺，几大家族都盯着创世这块肥肉。仅仅1周，创世的股价就跌了10%。如此局面，若雪只能孤身面对。妹妹若雨返回帝都，整日把自己关在别墅与世隔绝，指望那些旁系子弟更是痴人说梦。只靠他一人苦苦支撑，秦家和创世迟早分崩离析。解决完资金周转报告，若雪闭眼靠在椅背，身躯疲软，心力憔悴。她轻柔胀痛的脑门，第一次渴望能有个依靠的肩膀，可脑海中浮现的居然是那个被自己害死的男人。她猛地睁眼，用力摇头，试图驱散这荒谬的想法。这时敲门声响起，不等她回应，一名身材纤细、20出头的女孩推门而入，是新招的助理。旧的那位已经被安排到会所，日日夜夜没完没了的接待男人。若雪调查发现，若雨能知道她的秘密，全靠那个神人助理在中间泄密。一想到这里，她对眼前这个新助理也没了好脸色。谁让你进来的？若雪皱紧眉头，面色如霜。没有我的允许，不准擅自进办公室。小助理被吓了一跳，缩了缩肩膀，委屈道：秦总，您昨天才说过，敲完门直接进来就行。我说过的话多了，你都要一一照做。若雪抬高声音质问。这几天她的精神状态非常差，易怒健忘。小助理咬着下唇，把手中的文件夹递过去。秦总，这是海外项目组刚改完的方案，您过目。若雪扫了2眼，越看越烦躁，甩手把方案扔回去。回去重做，再做不好就让项目组所有人收拾东西滚蛋。都已经改了11次了，后面还有好多工作。助理小声说了句。闻言，若雪拍案而起，指着他的鼻子怒斥：我花钱请你们来，结果连一份方案都做不好，要你们有什么用？可是还敢顶嘴！若雪抡起细嫩的胳膊，狠狠甩在助理脸上。你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眼高手低，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我给你们提供工作岗位，你们还挑三拣四，敷衍了事，给你开那么高的工资，不是让你来指责我的。小助理白嫩的脸蛋被打得通红，满脸的委屈，却有口难言，楚楚动人的站在一旁，泪眼婆娑，甚是可怜。若雪骂爽了，胸中的郁气散了些，回去告诉他们，今天下午必须改完。这7天遭遇的烦心事比前半辈子加起来都多。他发现自从陆晨死后，一切都变坏了。夕阳下，一辆保时捷停在创世大楼对面路口。苏清渊擦干净嘴角，抹着唇膏开口：老板，他要是没注意到我们，或者认出你怎么办？陆晨坐在副驾，打理着新发型，有阳光反射，他看不清，而且他换了发型，身上的衣服也是不常穿的款式，形象跟之前判若两人。此时劳累了一天的若雪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大楼，看似很忙，实则什么事都没解决，心思根本不在工作上。司机已经在门口等候，他坐上迈巴赫后座，车子启动路过拐角时，停在路对面的保时捷突然闯入视线，他心脏猛地一跳。坐在副驾的男人侧脸轮廓和陆晨一模一样，他赶紧命令司机掉头。迈巴赫刚掉头，保时捷就启动汇入车流，正值下班高峰，道路拥堵，中间插入了好几辆车，跟上那辆保时捷。若雪催促司机提速在车流中穿行，保时捷像是知道了身后有人在追，跟迈巴赫一同提高了车速。再快点！若雪命令。司机脸色为难，油门不敢继续往下踩。秦总，再加就超速了，而且这个点车太多，太危险了。他不仅要听命于总裁，更要保证总裁的人身安全。危险！我让你加速追上他，你听不懂人话吗？若雪长红着脸，声音狠厉逼人。司机没办法，只能深踩油门，可惜还是在十字路口跟丢了目标。若雪气得破口大骂：废物，都是废物！关键时候一点用都没有，连辆车都追不上，我养你有什么用？司机红着眼：秦总，我是您的司机，不是出气筒。他跟了若雪10年，平时都是以姐妹相称，不知道这几天是怎么了，若雪就没给过他好脸色，现在还骂得这么难听。你说什么？若雪推开车门，一把将司机拽下来扔在路边。明天开始你不用来了。说完坐进驾驶座，猛踩油门扬长而去。他沿着保时捷消失的方向，把附近的停车场找了个遍，转了3个小时，连个影子都没见到。好在他记住了车牌号，可以让人去查。结果车主是魔都当地的一个富二代，手机上发来的照片并不是心里想的那个人。凌晨1点，若雪才疲惫地回到别墅。雇佣的阿姨见到他，
立马把温在保温箱里的饭菜端出来。秦总，快趁热吃点。若雪一点胃口都没有，径直回到卧室，衣服都没换，直接倒在床上。雇佣的侦探发来消息，跟他汇报，陆家已经给陆晨举办葬礼，陆家大少也从国外回来，准备继承家业，肯定是最近没休息好，下午看走眼了。若雪安慰自己。这时手机突然响起，看清屏幕上的号码，若雪浑身血液逆流，胸闷到差点喘不过气。死去的男人半夜打来了电话，剧烈颤抖的手几乎握不住手机，犹豫许久，他才按下接听键。喂，电话那头一片死寂，什么声音都没有。陆晨，是你吗？你给我说话！若雪对着听筒嘶吼，心脏狂跳，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嘟嘟嘟，下一秒电话被挂断，一定是现场的记者偷藏他的手机，故意来搞恶作剧。若雪瘫倒在床，大口喘气，只能用这种牵强的理由安慰自己。这一夜彻底无眠。天刚亮，他用冷水洗了把脸，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别墅。司机没来，只能自己开车去公司，一路上心神不宁，接连闯了3个红灯。以往员工们总会热情地上前打招呼，现在却避之不及，连前台小姑娘都低下头不敢看他。曾经深受爱戴的美女总裁，如今成了所有人都唾弃的疯婆子。若雪冲了杯咖啡，苦涩的味道顺着喉咙滑下，却压不住太阳穴突突的跳动。她盯着手机屏幕，昨晚那通诡异的来电还在脑海里盘旋，点开通话记录却没有来电痕迹。难道昨晚那是假的？她死也不会想到，是万能的杨管家入侵她的手机，删除了通话记录。葱白玉指在屏幕上快速敲击，输入了烂熟于心的号码，却不敢按下拨号键，居然想着给死人打电话。他觉得自己疯了，嘴角不受控制的向下撇，扯出一个瘆人的笑。打开电脑，邮箱里又多出了几10封邮件，他懒得回复，直接关掉了电脑。小助理过来敲门，得到允许后进来放下一个快递盒，转身迅速离去。若雪皱起眉，最近他没网购，合作方也不会用这种匿名快递。拆开快递盒，里面躺着一台崭新的平板，没有设置密码，划开就能进入桌面。屏幕上只有一个视频文件。若雪深吸一口气，强压心中的不安，点开视频。画面中，一名小麦色皮肤的短发女人被绑在椅子上，身前摆着一台造型狰狞的机器，前端的构造看得她头皮发麻。这种东西，所有女人都会打心底里感到恐惧。画面跳转，机器启动，冷风失声尖叫，直到昏迷，机器还在继续。昏迷醒来，昏迷醒来，反反复复，令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若雪的呼吸越来越急促，抓着平板的食指蜷缩颤抖。难道暗杀行动失败了？还是说冷风被陆家抓到，被盘问出幕后主使是他？最后画面定格在冷风被爆头的瞬间，飞溅的血花让若雪皱了皱眉，却没让他感到恐惧。比起死人，还是那台机器更有威慑力。他反复拉回进度条，试图从视频里找出拍摄者的蛛丝马迹，可惜什么都没找到。接下来的1周，若雪每次睡觉都会做噩梦，每天凌晨都会被惊醒，醒来一身冷汗，床单湿得不成样子。梦里那具无头尸体反复出现，有时场景又会切换到非洲的酒店房间。陆晨掐着他的脖子嘶吼：“秦若雪，你要是想让我死，就把吞下去的东西都给我吐出来。”凌晨5点，他吞下安眠药和褪黑素，好不容易入睡，不到半个小时再次被惊醒。这次的梦更恐怖，没了脑袋的陆晨把他抱起来，按在椅子上，启动了那台机器。他撕心裂肺的呐喊，直到晕死过去，机器都没停止。陆晨。每次醒来，若雪都会喊他的名字，他害怕自己疯掉，于是找了心理医生。可无论医生怎么疏导，噩梦都挥之不去。陆晨的影子像复古之居，死死缠着他，真的快要撑不下去了。晚上从浴缸里出来，抬头看向镜子，他被镜中的人吓了一跳，眼下青黑，美眸空洞涣散，毫无神采。这哪还是叱咤商界的创世女王，分明就是个被榨干的弃妇。连续半个月的睡眠不足，作息紊乱，加上精神压力，他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很快，安眠药和褪黑素也失去了作用，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到天亮成了常态。一天夜里，若雪拨通了死人的电话。魔都市中心某酒店总统套房，房间被精心布置，气球挂在天花板，墙上贴着生日快乐，桌上摆着插满蜡烛的蛋糕。今天是杨新兰的生日，按目前的形势，创世在海外的部署撑不过1个月就会全面崩盘。不过苹果为了狙击创世，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新兰给陆晨切了一块蛋糕，陆晨毫不在意，挖起一勺奶油送到他嘴边。苹果亏损的，华兴都能挣回来。联合国演讲加上遇袭事件，华兴在全世界畅销，不到半个月就到了一机难求的地步。几千块钱的手机被炒到几万，国内更是掀起了全民华兴的热潮，人手一部华兴手机，人均米忽悠玩家，大街上跑的一半都是华兴汽车。华兴半个月的利润就超过了去年一整年，股价一路攀升，已经挤进全球企业前10，登顶只是时间问题。陆晨也被联合国授予世界和平大使称号，已在总部门口为他立了雕像，用作纪念。有时候死人比活人更有价值。杨新兰感叹，等过段时间您复活，让媒体好好运作一番，华兴的热度还能再上一个台阶。桌子上，陆晨的手机震动，新兰看到狗头表情包备注，
直接挂断了电话，随即起身贴在陆晨胸口，娇俏的神态变得严肃万分。您打算怎么对付他？陆晨不语，望向魔兜夜景，漆黑眸子绽射出狠辣的邪恶光芒。秦若雪这种女人，直接弄死，太便宜她了。陆家老宅缺2个看门狗，雨雪姐妹是不错的人选。就在这时，系统声音响起，自宿主遇害，秦若雪整日心神不宁，已对加害宿主之事心生悔意。秦若雪忠诚度加10，当前忠诚度30，宿主获得10点属性点，当前累积85点。陆晨抱起杨新兰柔软的娇躯，走向卧室，这才回答：懒得管他，我看现在该对付的是你。新兰知道这是哄他的玩笑话，却还是心头一暖，自家主子再冷酷，对他永远留着温柔。他搂住陆晨的脖颈，在耳边轻语：老公，在我身上可能少了征服的乐趣，但我相信您会在我身上体会到其他女人那里体会不到的温柔。杨新兰沉沦进度正20%，当前进度50%，宿主获得20点属性点，当前累积105点。完事后，陆晨给隔壁房间的苏清渊发了条消息：明天上午10点把我送到创世大厦。第二天上午，陆晨不顾保安的阻拦，走进创世大厦，也不理会前台小姐姐，如入无人之境，径直走向总裁专用电梯，上到顶层。办公室的大门虚掩着，若雪站在书柜前，正在翻找文件。半个月不见，她瘦了不少，像是一株枯萎的雪莲。女王的威严不复往日，却有种任何男人看了都想去呵护的病态美感，美得让人心疼，也美得让人想毁掉。陆晨抬手敲门，里面传来不耐烦的声音：进来。门被推开，陆晨倚在门框，没进去。有事快说。若雪转身用凶恶的眼神瞪过来，看到陆晨的瞬间，瞳孔骤缩，手中的文件掉落，膝盖一软，差点跪下去。虽然戴着墨镜和口罩，在如此近的距离下，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和自己深度连接过的男人。他抓住书柜边缘，声音发颤：陆晨，若雪，别来无恙啊。陆晨摘下眼镜和口罩，露出帅脸，一步步走进去。每进一步，若雪就后退一步，最终后腰抵上办公桌，退无可退。他呼吸乱了，却强撑着冷静，一字一句：冷风是你抓的，平板是你记的，那天保时捷里的人是你，半夜电话也是你，我早就该猜到。暗杀开始前，他就落入圈套，更是一步步把自己逼到了现在的处境。陆沉默接话，直接绕过去，坐进那张象征权力巅峰的转椅，双腿交叠，手指轻敲扶手。男人明明是坐着，却带着居高临下的威严。若雪面无表情地跟他对视，长腿弯曲，鬼使神差地坐在地上。经过在非洲那几天的洗礼，在面对陆晨时，让他失去了反抗的资格。他仰起脸，目光被迫与坐在椅子上的男人对视，视角从俯视变成仰望。都不知道今天能不能从办公室走出去，这种小事就随着他吧，又不是第一次，没什么大不了的。见证了无数辉煌的创世大厦，女王的宫殿，如今却被贼子侵占。男人坐在象征着权力之巅的宝座，真正的女王坠入凡尘，匍匐在地。陆晨俯视他，嗤笑一声：要是没有若雨，我还真有可能被冷风干掉。看来相处30年的姐姐，在他心里还没一个交流几次的男人重要。若雪咬着牙瞪了眼男人，下一秒却偏过头。陆晨抓住她的俏脸，把她掰回来。秦若雪，这一点你还真不如你妹妹，她知错就改。你呢？既然你喜欢若雨，那就去找她，别来创世。若雪脸颊被掐得生疼，粉唇被迫翘起，只能发出含糊的声音。怎么像是吃醋了？陆晨被这女人奇怪的逻辑给气笑了，用手背拍着她，语气嘲弄：我没死，你好像挺开心，被欺负上瘾了。你别太过分。若雪抬起双手，用力抓住他的胳膊，声色清寒，却带着一丝颤抖。别骂了，咋了？听不得实话。陆晨低笑，俯身贴近他耳廓，还是会没有。话虽如此，脸上悄然浮现的一抹红晕却出卖了若雪。其他女人听话的心理是后天养成的，这女人完全就是天生自带。你对她越狠，她就越爱你。陆晨直起身，靠回椅背，做错事是不是该教育？若雪还没回答，就被拦腰抱起，跟办公桌来了个亲密接触。就算是小狗不听话，也该被教育，更何况是你。陆晨的手臂高高抬起，毫不留情地落下去，差点让美人落泪。被赏了30掌，若雪只能哭哭啼啼的小声抱怨，根本大声反抗。一个30多岁的人，跟个3岁小孩一样被教育。若雪琴手埋在臂弯左右摇晃，脸又烫又红，根本不敢抬头。去落地窗那边罚站。第二个惩罚降下，若雪慢吞吞起身，走到落地窗前，背对男人站好。阳光透过玻璃落下，勾勒出连女人都羡慕的曼妙身形。陆晨声音从身后传来：上次站了几个小时，还不常记性。若雪咬着下唇，身子贴在被阳光炙烤的玻璃上。陆晨走过去，手放在她纤细的腰肢上。你现在太听话了，我还是喜欢以前那个面对什么都风轻云淡的秦若雪。风轻云淡的被你戏弄。若雪低着头，身体感受到男人手心的温度，心跳莫名加快。男人低笑，俯身贴近：你最近压力很大，要不要我帮你缓解，让你重新焕发女王的光彩？不，我不需要。若雪偏了偏琴手，不想跟他近距离暧昧对视，声音也变得弱不可闻。女人说不要就是要的意思，你确定？陆晨问道。久违的心动在体内升腾，若雪也是无奈，
闭上眼不敢再睁开，有心服软，可那种话让他怎么说出口？好在男人没有过多为难，让他稍微松了口气。若雪了解陆晨的喜好，这个男人一向喜欢让女人乖乖听话，来满足掌控欲，尤其是她这种清冷如冰、优雅高贵的大美女。她眼帘半睁，俏脸上带着动人的婉约红晕，美眸中似春水悠悠荡漾，心跳得很快，却又一阵悲凉。她不知道陆晨的回归意味着解脱，还是进一步的沉沦。老天爷给的绝色容貌，并不是什么恩赐，而是给他带来不幸的镣铐。就连关系最好的小妹，都把他亲手推入了深渊。秦若雪碧着眼瘫倒在沙发上，娇躯随着呼吸上下起伏。为啥男人都喜欢你这种自带寒气的女人，知道吗？陆晨坐在她身侧，若雪无力地掀开眼皮，因为一旦被征服，高冷的女人就会像融化的冰块一样，对吗？一个30多岁的成熟御姐，说话带着孩子气。秦总，海外项目的应急方案做好了，麻烦您过目一下。助理甜美的声音在门外响起。若雪猛地起身，抓过茶几上的水杯就要往卫生间跑。我去趟卫生间。陆晨长臂一伸，攥住她的手腕，将人拉回怀里。跑什么？让她直接进来。若雪又气又羞，却不敢违逆，只能对着门外哑声道：进来吧。助理推门进来，视线扫过沙发上的男人时，夏德手里的文件夹差点掉在地上。这人不是死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慌忙低下头，用余光打量办公室，乱得不成样子，谁撒的到处都是。更让他困惑的是，早上秦总明明穿了肉色丝袜，此刻却光着腿，到底干什么了？有几个关键数据需要跟您汇报。助理硬着头皮上前，打开文件开始讲解。若雪紧抿唇瓣，强迫自己集中精神。这次的方案条理清晰，意外的不错，做得不错，以后就保持这个水准。他忍不住夸赞。两人挨得很近，若雪一开口，助理就皱了下眉。他放下文件，正准备跑路，却被陆晨叫住，通知创世总部所有员工，下午2点在阶梯会议室集合，不准迟到。秦总，您要开全员大会。助理看向若雪，等待他的指令。开什么会？没这安排，赶紧出去。若雪慌忙摆手，还敢忤逆我，是受到的惩罚不够吗？陆晨捏住他的下巴威胁道，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拉到1楼大堂，让所有人看看他们的高冷总裁的真面目。无缘无故开什么会？不开。若雪尽量表现得强硬，但声音温婉柔媚，更像是在请求。秦总。助理站在原地进退两难。陆晨眼中的狠厉终是让若雪妥协，按他说的通知下去。助理一走，他就瘫回沙发。你到底想做什么？让你在创世所有员工面前演讲？不可能。若雪心生警惕，这个男人肯定是要让他在大众面前出丑。我忘了告诉你，你的使用记录都记录在我手机上。陆晨掏出手机，上面详细记录着使用日期。若雪怎么可能承认这玩意比安眠药还管用？不用，根本睡不着。我猜就在你的包里。陆晨打开放在办公桌上的爱马仕包包，从里面翻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是他在飞机上送的礼物。那又如何？若雪声音发紧，别过脸，不敢直视他那双似笑非笑的眼睛。私下我可以听你的，但是开会的时候不可能。其实若雪的内心是羞愧的，当陆晨翻开包包的时候，她竟然产生了一丝期待，对于陆晨的胁迫，甚至有一丝不愿抵抗的情绪，只是被压抑得很深。下午，创世大厦2楼的阶梯会议室被挤得水泄不通，几千名员工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瞄向台上那道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身影。若雪换了件低胸短裙，更显气质优雅，整个人性感到极点。比起昨日的憔悴，今日的气色明显好了不少，只是姣好的脸庞上带了一丝哀怨。员工们现在是又怕他，又舍不得移开目光，青年才俊们更是看得眼睛发直。也不知道一向高冷保守的总裁，今天怎会穿得如此性感？难道冰山美人终于春心荡漾，想找个男人了？若雪接过助理递来的演讲稿，嘴里的话说到一半，却突然顿住，接稿子的手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秦总，您身体不舒服吗？助理关切地问道。若雪没敢看助理，微微躬身靠在前方的讲桌，两条美腿并拢在一起，站姿有些怪异，缓了好一会儿才开口，也是，你去把话筒打开，会议开始。助理见他红润的脸颊，总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就算有什么不对也不敢多问，只能快步跑到荧幕后方，按下话筒开关。话筒发出滋一声轻响，若雪朝台下第一排望去，对上陆晨的目光，眼神瞬间软下来，盛满了哀求。见陆晨戏谑地看着他，只能硬着头皮开口。若雪的口才本就出众，即便心乱如麻，念起稿子依旧条理清晰，声音清亮动听，偶尔抬眼扫过稿件，绝美的容颜配上优雅的姿态，一副完美总裁的模样。陆晨坐在下方，手里转动着手机，这个再平常不过的动作，在若雪眼里却像是催命的符咒。创世能走到今天，靠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决策，而是每一位同事的坚守与付出。他顿了顿，即便海外市场遭遇暂时的挫折，只要我们拧成一股绳，就没有跨不过的难关。短短一句话，卡了4、5次才完整读出来。垂眸时，正好与台下的陆晨四目相对。陆晨勾起唇角，那是计谋得逞的笑意。会议室人多闷热，空调早已形同虚设。不过片刻，若雪精致绝伦的俏脸便布满细小的汗珠，雪白肌肤晕染开一层粉霞。台下的陆晨对着他无声比出口型，继续说，不然我弄死你。创世能渡过难关，
全靠大家。刚说到关键处，若雪突然卡壳，舌头像是打2结。大家的支持，声音越来越小，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上来，顺着脸颊滑落。梨花带雨的模样被清晰放在身后的大屏幕上，颤抖的睫毛，泛红的眼角都看得一清二楚。那副柔弱无助的样子被在场所有员工尽收眼底。若雪放下话筒，对着陆晨的方向哽咽道：“别闹了，好不好？”即便话筒被拿开，若雪的声音还是被完整放大，扩散到会议室的每个角落。台下瞬间炸开了锅。凌厉严肃的冰山总裁突然柔声哀求，极致的反差带来无与伦比的震撼。只是听声音，就让台下的那些人再也无法保持理智。行家已经意识到自家的美女总裁是被控制了，就算美人再可怜，再怎么求饶，陆晨都没有半点心软。不堪的一面被暴露在公众视野，在极度的羞耻之下，若雪双腿一软跪坐在地，手中的话筒顺势脱落，恰好滚到大腿旁边。下一秒，寂静的会议室里只剩墙上的大喇叭发出的嗡嗡声。若雪垂下头，泪珠落在胸口，圆润肩膀随着压抑的哭声上下起伏，精致的发髻散下，湿发贴在汗湿的俏脸，裙摆皱巴巴地堆在腿边，露出的膝盖上有醒目的红印。曾经高高在上的女王，此刻像个被遗弃的孩子，狼狈的让人心疼。助理慌忙关掉屏幕，跑上台捡起话筒大喊：“秦总身体不舒服，会议到此为止，大家赶紧离开。”但是没人动，这么大的瓜，谁都舍不得走，目光一刻都不愿离开讲台，灼热的目光快要把台上的冰美人融化成水。陆晨这时才缓缓起身走上台，从助理手里抢过话筒，冷冷吐出一个字：“滚！”摄人的威压笼罩全场，众人像是接收到了至高无上的指令，灰溜溜的往门外挤。不到3分钟，偌大的会议室就空无一人。你也回去。陆晨把话筒塞给助理：“秦总我来照顾。”只剩2人时，若雪才敢抬头，美眸哭得红肿，睫宇挂着泪珠，像只受伤的兔子。她的内心是崩溃的。经过多年的努力，树立在大众面前的形象，今天算是被彻底毁了。你私下怎么对我都可以，能不能在外面给我留点面子？我是创世的总裁啊！陆晨蹲下身，拇指拂过他通红的眼帘，带去上面的泪水。还没完，晚上会议改线上，让个地区分部的人都参加。放过我吧，我知道错了，对不起。若雪抓住他的裤腿，哭得更凶。对不起就完了。陆晨揪起他的头发，说话语速又快又冲。秦若雪，你可是要了老子的命！一句对不起就能抵消你雇凶杀人的账。美人的琴手向后弯曲成90度，被拽得头皮发麻，看着男人眼底翻涌的怨气，心底升起彻骨的恐惧。泪水模糊视线，若雪哆嗦的粉唇一张一合，发出委屈的颤音。是你说的要玩征服游戏，你要把我的一切夺走，难道我不能反抗吗？你得想清楚，反抗之后的代价是不是你能承受的？陆晨松开手，用平淡的语气摧毁他最后的倔强。很显然你承受不了。若雪吸了口气，抹掉脸上的泪痕，骄傲的女王还是不肯认输。我要是没反抗，你能保证不会做出这些事？你早就计划好了，就算我乖乖听话，总有一天你还是会这么对我。答对了。陆晨故意凑近他，轻佻一笑。畜生！若雪咬牙闭上眼，挺起微驼的脊背，试图让自己平静。现在不是硬碰硬的时候，谈判才是唯一的出路。他深吸一口气，在睁眼时情绪淡了大半。小陈，我是林天的长辈，你是他的兄弟，你忘了以前怎么叫我的吗？我可以陪你，但年龄差在这摆着。私下我可以像谈恋爱那样，做一个对你百依百顺的小女人，但是在外面，能不能给我留最后一点尊严？你还敢跟我谈条件？陆晨上前一步，手掌落在她绯红的俏脸。若雪抿紧嘴唇，侧头避开。虽然员工都离开了，但在空旷的会议室，总感觉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她。不是条件，是为你考虑。我们都是公众人物，这种不清不楚的关系传出去，对你的声誉损害更大。面对咄咄逼人的陆晨，若雪实在无可奈何。小陈，你是刚入商界的年轻人，该有野心和欲望，想了要适度。你把精力投入到我身上，纯属浪费大好年华，不如多放在华兴的业务上，别被眼前的浮华迷了双眼。刚刚还一脸崩溃的喊老公，这会儿又充当前辈教育起来了。陆晨听得不耐烦，直接用掌心堵住他的嘴。若雪不愿再面对这个男人，索性直接闭上眼睛。可下一秒，男人冰冷的声音就砸了下来：“谁让你闭眼的？我没教过你要看着我吗？”若雪在心里重重叹了口气，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是别端着那点可怜的矜持和自尊了。再说了，在这个男人面前，他还有什么尊严可言？不如顺着他的意，没准还能换取一丝怜悯。想到这里，若雪睁开眼帘，抬眸望向陆晨，眼底的倔强被一层温顺的水光覆盖，长长的睫毛如蝶一般轻颤。他能做的只有安抚好失控的陆晨，并祈祷会议室不会有人进来。陆晨拿起讲桌上的遥控器，按了2下，身后的投影幕布随即亮起。紧接着，他调整挂在天花板的摄像头，对准若雪的脸颊，来了个面部特写。转过去，看着屏幕，陆晨扳过他的肩膀：“给我好好看清楚，你在我面前是什么样子？”屏幕上的女人妆容花乱，模样羞耻怯懦，就算是会所里最下贱的女人，都不会被这样对待。若雪自问，她在陆晨心里到底算什么？若雪，你比若雨更会照顾男人，跟你在一起让我很舒服。陆晨摸着她的秀发，
突然夸了句。若雪娇躯一震，心里竟莫名泛起一丝窃喜，荒唐的喜悦压过羞耻。她用力张开唇瓣，用含糊不清的声音问道：“那你能不能对我好一点？”“不可能。”男人声音冰冷，对得她再也没了开口的机会。晚上，陆晨在办公室点了外卖，白天耗光了精力，因此吃得津津有味。若雪下午吃得太饱，扒了2口米饭就跑到浴室。陆晨擦完嘴，顺手拿起他放在桌上的手机，给助理发去线上会议通知。浴室里水声渐停，若雪裹着浴巾走出来，秀发未干，贴在雪白浴巾上，一缕缕泾渭分明。办公室里修浴室，知道我要来，为办公室铺 A 准备的，别自恋。修浴室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屁孩。若雪坐在沙发上，肌肤滑腻水嫩，白中透粉，空气中飘着淡淡清香。说是沐浴露的味道，不如说是她的体香。陆晨翻出一双华伦天奴扔给她，穿上这个去把落地窗擦了，上午都被你哭花了，全是印子。若雪轻揉酸涩的眼睛，声音发糯：“小陈，让我睡会儿呗，连续半个月没睡好觉，眼皮都快睁不开了。”自从陆晨回来，那些日夜折磨他的焦虑和易怒统统消失，此刻只剩一身的疲惫。换上，以后无论什么事都别让我说第二次。陆晨还是一副大男子主义的样子。若雪撇撇嘴，弯腰捡起高跟鞋，细细打量。这种细高跟是若雨的偏爱，端庄典雅的创世女王从不尝试这种性感暴露的款式。她扶着沙发扶手，先将左脚伸进去，纤细的脚踝微微用力，再小心翼翼套上右脚，脚趾圆润饱满，踩在精致的鞋面上，衬得腿型愈发修长。她扯下浴巾，拿起抹布走向窗户，刚走2步，高跟鞋没踩稳，脚踝扭了一下，差点没让女王出洋相。玻璃映出身影，看着自己完美到不像话的胴体，若雪顿感双颊一阵火热。鞋跟细长，这让她不得不弯下腰去擦玻璃。好在经常练习瑜伽，能轻松摆出各种高难动作。她时不时通过倒影观察沙发上的男人，看他是否在看自己。几分钟后，身后传来脚步声，陆晨果然走了过来，总算舍得过来了。若雪根本不信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会单纯看他擦玻璃。我可没说让你穿个高跟鞋就过来，还是说你在期待什么？陆晨在他身后停住脚步。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没什么期待不期待的。若雪强装镇定，手中的抹布漫不经心地掠过玻璃，说正事，你把创世的股份分布情况跟我说一下。陆晨直入主题。若雪浑身一僵，我持股40%，若雨持股30%，其余30%分散在秦家旁系手中，你就没想过把股份从他们手中拿回来？若雪轻哼一声，摇摇头。创世股价大跌，海外分部又接连暴雷，这种危急时刻把股份拿回来，只会加剧内部矛盾。若雪，把股权拿回来，创世就该让你这位女王只手遮天。男人的意思很明确，要让若雪把股份收回来，再献给他。若雪怎么可能把倾覆一生的心血交给一个外人？征服了创世的2位总裁，还想把创世股权占为己有，野心真大，步子迈得太大可不好，容易扯着蛋。他出言暗讽：“我让你把股权收回来，你在跟我说什么？”男人声音凌厉，收回了本就少得可怜的温柔。若雪把抹布丢掉，双手放在玻璃上，凉意透过掌心传来，让他稍微清醒。晚上的玻璃能清晰映出2人的身影。不可能！他咬着牙，创世是我爸一生的心血。又不听话。小陈，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不是我想拿就能拿回来。那些亲戚靠着若雪每年给的分红开豪车住豪宅，一旦收回股份，绝对会闹个没完。这点事都做不好，我要你有何用？说话你不是挺会说吗？怎么不说了？若雪被对得哑口无言。创世国内国外的情况都不容乐观，若雨也甩手不管，就剩我一个人硬撑。声音透着一丝无助。要强的女王第一次在男人面前露出柔弱的样子。陆晨从身后抱住她，声音低沉温柔：“若雪，你只管去做，我会在你背后力挺你。”若雪小声应了句，扭头泪眼汪汪的看着身后的男人。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只有这个男人站了出来。就算男人的目的不纯，还是让她忍不住心动。秦若雪忠诚度加10，当前忠诚度40，宿主获得10点属性点，当前累积115点。宿主和目标的关系有了阶段性突破，宿主在目标心中从纨绔少爷变成可靠的男人。秦若雪这种容易动情的女人，一旦跟男人在一起，大脑会完全失去思考能力。陆晨要是发狠，现在就可以让他签下股权转让书。若雪眸中含情，带着江南女子特有的温婉，轻声喊：“老公。”陆晨却给了她当头一棒：“你还不配说这2个字，最好认清你的身份。”若雪非但不生气，反而笑得更柔，凑得更近，声音愈发酥软，又喊了一声：“老公。”陆晨皱眉问道：“发烧了？好像是有点。”若雪把粉唇凑过来：“小陈，你有什么方法可以帮我退烧吗？”陆晨偏头躲开，让他扑了个空。你。若雪鼓起脸颊，做出不符年龄的可爱表情。2人擦了1个小时玻璃，没擦干净，反倒留下2个手印。陆晨回到沙发上，打开一瓶冰镇冰红茶。他不抽烟，所以每次都得来一瓶。若雪从浴室出来，换上干净的睡裙，脸色绯红。下次别这样了，我暂时还没有要宝宝的打算。你不是23，是33，早过了黄金年龄，再不要就来不及了。闻言，
若雪的脑海里不受控制地浮现出她和陆晨有了宝宝的画面，小小的婴儿皱着眉头，像极了陆晨的模样。他抱着孩子，陆晨抱着他们母子二人。若雪敲了下额头，赶紧把这羞人的念头甩到脑后。陆晨打开电脑，登录线上会议软件，去衣柜找件保守的上衣穿上，过来坐，5分钟后开会。若雪唇瓣张开，愣在原地，她还没想好该如何面对那些员工。再不过来，信不信我把你下午的视频投屏放上去？若雪不敢耽搁，从衣柜里找了件衬衫套上，随即坐在陆晨身边。摄像头在这。陆晨指着电脑顶端，你坐在那边是想让我出镜？若雪明知会发生什么，还是起身挪移2步，找准摄像头，才让风于郊区端坐下去。创世几万名员工已在等候。打开摄像头，得到命令，他调整了一下坐姿，确保陆晨不会进入镜头，点击了开启按钮。若雪清冷的绝世容颜出现在屏幕上，镜头里的她抿着嘴唇，雪白的香肩微微起伏，像一朵风中的白莲。说话呀，那么多人等着你呢。陆晨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恶劣的笑意。若雪清了清嗓子，因为我的身体原因，今天的会议到此为止。说完，他抬手就要去关电脑。陆晨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他2只细嫩的藕臂，只用1只手就轻松锁死。若雪羞愤的挣扎，可那点力气在男人面前跟撒娇一样。会议室几万员工疑惑总裁今日的不同寻常，这一刻总算察觉到不对劲，开始在留言区询问情况。秦总没事吧？是，在干嘛？看似好心的询问，实则满屏恶意，但也有不少心疼的舔狗。若雪慌忙咳嗽2声掩饰过去，耳根红的滴血。啊，都给我退出房间！3秒钟后，谁还在？谁明天就收拾东西滚蛋！一句气急败坏的威胁，嗓音绵软无力，俏脸红得凌乱，没有半点冷艳总裁的样子。结果适得其反，房间人数不降反升，从3万8飙到4万9，快把人家的小房间给挤爆了。所有人都想亲眼见识一下高冷秦总与身后的小男人究竟是什么关系。下一秒，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突然从后面伸出，精准捂住了若雪那张涂着唇膏的小嘴。这下留言区彻底沸腾，心存侥幸的舔狗们集体破防，留言要整死这个男人。陆晨低笑一声，秦总，那些人看到自己的女神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会是什么感觉？你个畜生！若雪心中暗骂，关不了电脑，跑总行了吧？可是身体像是被一根钉子钉在沙发上，就算娇躯如何挪动挣扎，都逃不开摄像头的范围。男人的手很大，嘴被堵得严严实实，小巧的琼鼻也被顺带堵住。若雪白嫩的俏脸长得通红，眼尾泛起泪花。许久，陆晨才松开手。若雪像溺水的人终于浮出水面，贪婪的大口呼吸，泪珠在眼眶里打转。小陈，你再乱来，我真生气了。那点威胁像小猫哈气，毫无威慑力。陆晨置之不理，该乱来还是乱来。若雪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一怒之下怒了一下。但唐万亿集团的总裁可不是什么病猫，忍耐是有限度的，忍无可忍，无需再忍。若雪隐忍到了极限，直接哭了出来。你个畜生为什么没死在雄鹰国？他哭得可怜极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往下滚，鼻尖通红，肩膀一抖一抖。陆晨依旧笑得贱兮兮。若雪，这只是开胃菜。他起身抓住鼠标关掉摄像头。若雪软软倾倒，膝盖磕到地板，脸砸在笔记本键盘上。会议还在继续，麦克风开着，如此近的距离，就算是细微的声音都会被无限放大，传到每一个员工耳机里。陆晨在他后背低声呢喃：“秦总，麦克风还开着呢。”若雪吓得连滚键盘，疯狂摇头，碎发乱飞。他抬眸看到留言区快速滚动的文字，心中愈发冰凉。呀，咩洛，你个混蛋，快放开秦总，拜托，住手吧，我跪下了，连最喜欢的女神都守护不了。果然，我已经失去作为男人的资格了吧？有人绝望，有人幸灾乐祸，看起来很痛苦，实际都飘到天上去了吧？高冷女总裁，喝也不过如此。陆晨换出系统，瞥了眼属性面板，发现肾脏居然只有81点。他对自己的肾脏一向慷慨，直接加了50点，宿主消耗50点，剩余65点。肾脏81131，比成年男人强悍13倍。又开启健身狂人，体能、力量、耐久来到新高度。他现在就是超人。可怜的秦总，看样子男人是不打算放过他，反正已经出丑，倒不如彻底放下脸面，好让这场耻辱尽早结束。于是若雪喊了一声老公，声音又软又黏。不常记性，你没资格喊老公。老公，我忘记了，你别生气。这个男人是要一步步摧毁他的尊严，让他在几万员工面前丢尽脸面，从而只能依赖他一个人。这个男人心机太深了，知道冷锋的暗杀计划，他还是选择去联合国，甚至将计就计。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能做出来的事情。这个男人的能力太大了，员工们彻底崩溃。什么冰山女神总裁，也不过是别人手中的玩具。他们的信仰彻底崩塌，就算是世界上最纯洁的高岭之花，也会被男人肆意亵渎。他们感到不公，为什么这个男人不能是他们？下流人乐此不疲地做着上流梦，上流人却鞠躬尽瘁地做着下流事。女人的尊严如镜花水月，
男人的欲望至死方休。沉沦进度正1%，沉沦进度正1%，沉沦进度正1%。2个半小时后，陆晨关掉电脑，长腿一迈，从冰箱拿了瓶冰红茶，往嘴里灌了半瓶，爽得眯眼。若雪的沉沦进度猛增20，又一次突破阈值。秦若雪当前沉沦进度60%，宿主说服目标，沉沦进度再次突破阈值，宿主获得20点属性点，当前累积85点。若雪靠在茶几上，脸上全是键盘印子，过了好久才回过神。两人要是正常夫妻，他都不敢想夜生活的有多幸福。然而这个男人却让他在几万名员工面前彻底社死。若雪望着落地窗外，真的有种想从顶楼跳下去的冲动，可又不敢。陆晨拿着冰红茶走过来，蹲下身捏住他的下巴，喝点。若雪下意识点头。陆晨很贴心，给他喝了半瓶进口冰红茶，凉茶下肚，补充了糖分和水分。若雪的思绪和体力快速恢复，随着大脑恢复清明，心中的羞耻越发强烈，对男人的恨意也达到顶峰。他抬起布满泪痕的俏脸，满意了，我彻底被你毁了。陆晨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这才哪到哪。若雪颤抖着问，你怎样才肯放过我？陆晨俯身，滚烫的呼吸喷在他的耳垂，声音低哑，一命换一命，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就放过你。若雪的眼泪再次决堤，顺着键盘印子滑进嘴角。他相信这个疯子绝对说到做到，不然他也不会沦落为俘虏。把你从窗户扔出去，再让媒体宣传你不幸坠落，我全身而退，你看如何？不要，不要！若雪拼命摇头，长发凌乱地扫过脸颊。越是站在金字塔顶端手握财富的人，就越怕死。那张平日里谈论上亿项目冷冽高贵的红唇，此刻只能颤抖着吐出最卑微的哀求。陆晨低头看着他，眸色暗得吓人。若雪，他故意拖长语调，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若雪呜咽着摇头，连抬头看他的勇气都没有。像会所里那些女人。陆晨笑得恶劣，拇指用力擦过他沾着泪水的唇。不，比他们还不堪。那些人好歹收钱，你连钱都不收，就陪了我这么多次。若雪被辱得浑身颤抖。你不是说要征服我吗？我认了，我是你的女人。因为说到一半，他哽住了，半天才续上。因为我对你有好感，对你愧疚，才愿意陪你。你却这样羞辱我，你到底还是不是男人？他激动的胸口起伏。再说了，哪个男人会让自己的女人当众出丑？我什么时候说过让你当我的女人？陆晨嗤笑一声，你都33了，老牛吃嫩草占了便宜，还装成受害者，要不要脸？这句话彻底击溃了若雪的防线。本来跟陆晨接触，因为年龄差，他一直心虚又敏感，可他保养得极好，仿佛有天生的抗衰老基因，眼角连一丝细纹都没有，肌肤紧致光滑，活脱脱像20岁出头的少女，哪能看出来已经33？可惜这份隐秘的骄傲，此刻被陆晨撕得粉碎。陆晨从包里翻出一个刻着英文的盒子，打开后，里面躺着一条项链，工艺精湛，上面镶嵌着碎钻，在灯光下璀璨夺目，专门为你定制的，喜欢吗？陆晨拿起项链就要往他颈间戴，若雪猛地偏头躲开。这条项链不是礼物，是枷锁，一旦戴上，就意味着这场征服游戏，他再也没了翻盘的希望。陆晨眉心一沉，脸色阴鸷，怎么敢拒绝我？他随手把项链扔到茶几上，发出一声脆响。若雪见他真的不高兴了，吓得心脏一缩，恐惧压过抗拒，赶紧把项链拿起来，细看才发现内侧刻着一行极小的字 LC 的 Snow， 是不是给若雨也准备了一个？他脑子里浮现出妹妹那条上面刻着 LC 的 Ring 的项链。陆晨笑得意味深长，还没有，这个目前是独属于你的待遇。若雪却笑不出来，男人的偏爱此刻成了沉重的负担，这分明意味着在他心里，他是最容易掌控、地位最低的那个。就算再抵触，这个男人也有1万种方法让项链出现在他脖子上。若雪叹了口气，抬手将头发拨到身后，微微仰头，露出纤细白皙的脖颈，将项链扣上。冰凉的金属贴着皮肤，像烙下一个永恒的印记，意味着他放弃了全部，完全依附于这个男人。陆晨看着项链终于落在他锁骨中央，满意地点头。我在项链里装了定位和感应芯片，用手机就能看到你戴没戴，所以必须一直戴着，别辜负我的心意，知道吗？若雪只觉得荒谬又绝望，简直疯了！这么醒目的项链，怎么戴在公共场合？怎么面对那些股东和媒体？不愿意。陆晨忽然凑近，笑得鬼魅，看得若雪浑身起鸡皮疙瘩。我听你的，行了吧？陆晨瞬间变脸，装作温柔地揉了揉他的发顶。你身为江南商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免不了经常出镜，所以我可以网开一面。什么意思？若雪的眼里闪过一丝希冀。你可以拿创世1%的股份，换一天的自由，上百亿，就为了一天不用戴这个破项链。明明可以抢，却用这种方式羞辱他，还让他以为自己占了便宜，得感恩戴德，可笑。然而自由都被剥夺了，他哪还有拒绝的权利？若雪眼底的光彻底暗淡。小陈，我都听你的。他爬上沙发，琴手无力地枕在陆晨肩上，像只被驯服的猫。秦若雪自愿接受宿主的控制，忠诚度加10，当前忠诚度50，宿主获得10点属性点，当前累积95点。陆晨像撸猫一样顺着他的长发
手指划过光滑的脊背。热血舒服地眯起眼睛，小陈，我真的好累，让我睡会儿吧，醒来再陪你。说完就直接睡了过去，呼吸均匀绵长，睡得极沉，像个没有意识的精致玩偶。陆晨拍了拍他的脸，没任何反应。热血的办公室自带休息室，陆晨找了条毛巾给他简单擦掉身上的汗，随后把人塞进被窝。话说回来，刚才又没装配消音器，算了，明天让他吃点药得了。正准备自己也睡会儿，手机突然震动，是江宁月打来的视频通话。陆晨接通，镜头里江宁月穿着吊带睡裙，脸上贴了几片黄瓜，头发挽在头顶，慵懒可爱。老公，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想死你了。他嘟着嘴撒娇，明天回去，脸上贴黄瓜没用，等老公回去给你弄点效果好的。江宁月脸一红，拍掉脸上的黄瓜片，娇嗔道：讨厌，这半个月你欠我的都得给我补回来。他忽然想起什么，坐起身。对了，老公，你有没有看到我那件粉色睡裙？我记得在别墅衣帽间，今天找了好久都没找到。你那么多衣服，估计记错了，可能没买过粉色的。陆晨面不改色的说谎，那件睡裙现在正挂在苏清渊的衣柜里。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他转移话题。闻言，江宁月瞬间来了精神，差点忘了说正事。今天我已经把转移到别的分行的客户都转到了龙桥区分行，等明天林国栋发现我得跑路了，他该不会报复我吧？老公，你可要保护好你老婆。他装作害怕的抱住自己，美眸却闪闪发亮。放心，有我在，没人敢动你。两人又腻歪了半小时，陆晨才挂掉电话。通话一结束，江宁月盯着黑掉的屏幕，闷闷不乐地把手机扔到床上。才半小时就挂了，是嫌他烦了？而且他刚刚在背景里看到一抹雪白的肩膀，家有娇妻，心思却总在别的女人身上，必须得快点领证才行，不然保不准哪天就被狐狸精上位了。江宁月心里想着，等老公回来罚他3天不准上床。还是算了，他自己忍不住。秦若雪一睡就是整整2天半，醒来时办公室里早已没了陆晨的踪影。充足的睡眠驱散了多日的疲惫，加上男人的滋养，她的肌肤透着健康的粉润光泽，眼波流转间媚态天成，气色比半个月前好了不止一个档次。这种30岁左右的女人本就处于韵味最浓的阶段，男人的滋补更让她容光焕发，身上还残留着男人的余温。若雪先去浴室冲了个澡，出来才发现床头放着一盒药，拿起一看是紧急避孕药。她对这方面不太懂，有男人也是近1个月的事情，赶紧用手机 AI 查询，结果让人心头一沉，这是药效最强却对身体损伤最严重的一类。畜生，这畜生折腾得很就算了，还拿这种东西毁人家的身体。若雪气得发抖，抬手就想扔进垃圾桶，小手悬在半空又顿住，真有了，对谁都是麻烦。她咬咬牙，拆开包装吞了一粒，心想下次必须提前吃短效的，无副作用还安全。那个男人只顾自己痛快，根本没把她的感受放在心上。脖子上的项链也是最好的证据。若雪试着去摘掉，却发现扣子锁死，怎么都打不开。找了把办公用的小钳子用力前扯，依旧纹丝不动，夹不断，掰不开。就在这时，手机震动，陆晨发来微信：若雪，你不乖啊，手机上已经警报好几次了，你要是再敢动摘项链的心思，我保证你会很惨。若雪偏不信邪，一个破项链还能翻天？于是又用力拽了几下，下一秒刺痛从颈侧炸开，若雪浑身颤栗，倒在床上，发丝根根竖起。陆晨第2条消息紧跟着弹出：刺激吗？你要是听话，我可以让你比世界上任何女人都舒服，反之我也能让你生不如死。若雪手麻的连点击手机屏幕都没有知觉，只能看着又一条消息弹出：项链有锁，只有我手里的钥匙能打开，你要是敢锯开，里面电池蕴含的能量能直接送你上路。想摘，提前1天找我，陪我玩够再谈。为了1天的自由，不仅要割让创世股份，还要陪他玩1天。强盗逻辑真是又贱又狠，几百句骂人的话汇聚在脑海，手指落在屏幕上，只打出3个字：你在哪？帝都。若雪把手机摔到床上，心底空荡荡的，做好了被折腾1周的准备，结果他只玩了1天就走。若雪找了件高领衬衫穿上，随即打开电脑查看股市，屏幕上的曲线让他愣住。创世的股价不仅止跌回涨，就连海外那些濒临崩盘的分部也奇迹般的稳住了。这算什么？拿尊严挽救了创世？难道这一切都是陆晨做的？若雪冒出这个念头，又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人真能有这么大的能量？就像那些小说里拥有系统的主角一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工作时，若雪的脑海里不受控制的浮现陆晨高大的身影，不是他想了，而是这具身体在渴望，他想要更多。另一边，陆晨回到帝都的第2天就开启了全球同步直播，专门解释此前的玉玺乌龙。直播间人数呈爆炸式增长，海外平台在线人数突破15亿，国内平台也有5亿观众同时在线。他的死而复生直接让华兴股价暴涨，市值一跃升至世界第3。趁此热度，又向全世界推出了名下互联网公司研发的 AI 智能助手，取名只因 AI， 并当众承诺未来2年半内所有功能完全免费开放。等直播间人数达到峰值，陆晨激活谈判专家，发出尖锐的声音，将市面上其他 AI 贬得一文不值。国内用户纷纷卸载嘚包 AI，短短1个小时内，
只因 AI 的海内外下载量就突破20亿次，一场直播让陆晨成为世界第一网红企业家，粉丝数刷新全球纪录。直播结束，摄影棚休息室，江宁月担忧地拽住他的袖子：“老公，你这样搞会不会得罪人？尤其是数字跳动，他们的嘚包 AI 用户基数那么大。”陆晨毫不在意道：“早晚的事，万丰之后就是数字跳动。待会儿，陆晨要亲自担任华星新款手机的代言人，拍摄宣传广告。拍摄还有多久开始？半小时后。老公。”陆晨换出系统，这段时间又积累了不少属性点。身为华星的门面，必须以最好的姿态出镜。他将所有属性点都投入魅力栏，逐项强化。宿主消耗属性点60点，剩余35点。属性面板更新：魅力、五官345，皮肤345，脑细胞345，气质345，几乎是肉眼可见地。陆晨的轮廓更凌厉，皮肤亮了1度。江宁月愣了半秒，呼吸又乱了。他立刻贴上去，膝盖顶在陆晨的大腿上，弯腰扯住他的领带。老公，还有半小时，能干很多事哦。身穿纯白衬衫的江宁月迷人到了极致，职场的历练褪去了校园时代的青涩，身上那种优雅自信、清扬婉约的气质更加成熟动人。两人从昨晚缠绵到今早，他居然还没满足，都不敢想等到了30岁，就算强化过的身体都不一定能经得住江大校花的摧残。不知何时，江宁月衬衫最上面的2颗扣子已经崩开，他抬眸看着陆晨，声音又甜又嗲：“老公你好帅。”陆晨赞叹一声：“你真会假。”顿了顿，眯起双眼：“我说的是你的声音。”10分钟后，江宁月用拇指划过嘴角，舌尖暧昧的扫过唇瓣，对着陆晨妩媚一笑：“多亏老公帮忙，感觉皮肤都变好了呢。”陆晨拍完广告，亲自开车把江宁月送到龙桥区分行。今天是他正式升任副行长的日子，胸牌上江宁月3个字在阳光下闪得刺眼。陆晨在他办公室坐了会儿，就回了月湖湾。刚下车就看见隔壁别墅门口蹲着个窈窕倩影，秦若雨坐在藤椅上，心眸哭得红肿，正一脸幽怨地望着这边。自从看完陆晨的全球直播，确认他平安无事后，就守在门口等他回家。陆晨一出现，若雨小跑过来，一头扎进怀里，哭得撕心裂肺：“你明明没事，为什么不早点打电话告诉我？你知不知道我这半个月是怎么过的？”他哽咽着，拳头捶打在胸口，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你这又是在报复我吗？故意让我担心？”陆晨的短暂消失让他彻底认清，这辈子他不能没有这个男人。陆晨不说话，只是看着他哭，等哭声渐弱，才淡淡开口，已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一句话把若雨所有的委屈全堵了回去，只能装作不在意他的冷淡，牵起他的手就往自己家里拽。陆晨跟着走到门口，甩开若雨，靠在门框上，从包里掏出一个黑盒子：“若雨，我这次去雄鹰国给你带了礼物。”“真的？”若雨惊喜地接过盒子，小心翼翼地打开，看清里面的东西时，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不过很快调整表情，盛开出更加明媚的笑容：“谢谢，我晚上带给你看好不好？只有我们2个人的时候，现在就带上。”若雨笑容微顿，转动吊坠，看到内侧刻着 LC 的 Rain， 他心底一沉，脑海里立刻浮现另一条 LC 的 Snow。“你给姐姐也准备了一模一样的，对吗？”“还没有，这个目前是独属于你的待遇。”陆晨回答。闻言，若雨眼底闪过一丝小欢喜：“那我带上这个，你能原谅我吗？”紧接着往前一凑，整个人几乎贴在他身上，香气扑鼻。“看你表现。”陆晨皱眉，这女人本性难改，总想着用那点单薄的美色。若雨立即拿起项链，利落地扣在颈间，扣好后转了一圈，裙摆飞扬。“好看吗？”若雨确实很美，一点不输姐姐。一袭红色连衣裙，身材曲线优雅修长，嫩肤亮洁，娇美的脸庞洋溢着甜蜜微笑。可陆晨天天跟顶级美女玩，能想到的花样试了个遍。现在他想站起来就站起来，想躺下就躺下，能做到收放自如，才是一个真正的 man。若雨，这是我精心准备的，你可要一直带在身上。若雨脸上的笑容淡了些，带着为难开口：“在外面可以不带吗？太显眼了，回家后我立马带上，好不好？”“也不是不可以。”陆晨掏出手机：“咱俩玩个游戏，你拿创世1%的股份，就能换取1天的自由。”若雨手握创世30%的股权，若陆晨真原谅他，别说1%、10%，他都不心疼。然而他也清楚，这个男人并非单纯想要股权，而是要看到他一步步堕落的过程。在我面前不许犹豫，现在告诉我玩不玩？若雨咬牙，眼泪汪汪：“啊，只要你高兴，什么游戏我都陪你玩。”他清楚光靠美色赢不回男人的心，只有更听话，变成他想要的样子，才有可能得到一丝锤炼。见时机成熟，陆晨发动绝对诱惑，让下一次提升的忠诚度翻倍。秦若雨接受宿主的游戏，忠诚度加10×2，当前忠诚度80，宿主获得20点属性点，当前累积55点。宿主与目标的关系获得阶段性突破，目标将得到宿主的原谅，当作人生的终极目标。为达成此目标，可付出一切。要征服雨雪姐妹，就是要刺激姐姐的妹妹，刺激妹妹的姐姐。若雨心中凄凉，却不怪陆晨，只觉得自己活该。他拉着陆晨的胳膊撒娇：“你进来呗，外面太阳这么大。”陆晨不动，就站在门口，不进不出，卡在最难受的位置。若雨最烦的就是这个男人在外面磨蹭，咬了咬牙：“你是不是要我求你？
求我求求你进来吧，好不好？若雨拉住他的手腕，终于如愿以偿的把人拽进屋。陆晨进去，却在沙发上坐了半小时，什么都没做，差点没把若雨折磨死。晚上，盛华会所顶级包厢里，陆晨和林天相对而坐，点上几个菜，开了瓶陈年红酒。林天红着脸，一口一个哥们，你演的这出好戏，差点没把我吓死。你要是真没了，我可怎么办啊？陆晨用天眼扫过去，忠诚度0，敌意20，提示目标认为没有宿主，他照样能靠若雪若雨夺回万丰，是宿主为挽回江宁月的最大障碍，巴不得你真死在雄鹰国，不差我一个，有你2个姨在，万丰迟早是你的囊中之物。说实话，秦若雪那种成熟稳重的最适合做老婆，秦若雨那种热情似火的适合当情人。林天闷了一大口酒，眼神闪烁，只可惜关系摆在这，我跟这2个大美女无缘了。这话不是开玩笑，是真想上，真畜生，那我就勉为其难替你收了。陆晨随口说了句，别做梦了。林天嗤笑，他俩眼光高招呢，不是根本打击你，就算你追个5年10年，他们都不可能对你有那种想法。在他看来，陆晨要是得到秦家姐妹，比杀了他还难受。陆晨笑而不语，看一眼手机，屏幕上轮番弹出雨雪姐妹花的消息。林天酒量差，又菜又爱喝，几杯红酒下肚，眼神就开始迷离。我给宁月安排了我隔壁办公室，这娘们最近越来越冷，我求了好久，她都不让我进去坐坐。她嘿嘿笑着，酒气熏天。不过把她追回来只是时间问题，到时候别说进办公室了。呵呵，那你加油。陆晨鼓励了一句，心里已经盘算着回家后又得把人家的女神倒我。他放下酒杯，话锋一转，打算什么时候从万丰独立出去。从林天嘴里套话，再结合江宁月的汇报，林天的所有安排与后续计划基本都能知道，准备的差不多了，下周就自立门户。林天一拍桌子，志得意满的笑道，林国栋现在肯定气得牙痒痒，有爷爷在他也不敢动我，等我拿下江南板块，再杀个回马枪，让林国栋滚出万丰，他能留在林家，还拿到万丰一家分行的控制权，全靠林家老爷子撑腰。到时候哥们给你送的大礼跟蓝雪一个档次，而且是……陆晨话说到一半，伸出2根手指，蓝雪可是极品中的极品，虽比不上江宁月这样的女神，但完全能胜任圣杯的角色。林天的眼睛忽然亮起来，给陆晨满上酒，陈哥够意思，又敬了一杯，脸上的笑愈发猥琐。既然下定决心追回宁月，我不能再跟别的女人厮混，但我也不能辜负陈哥的心意。说着，手就伸到桌子底下，挠了挠大腿，要挠小啾啾，去卫生间挠，没看见老子在吃饭。陆晨皱眉，一脸嫌弃，就咱俩人，有啥好介意的？再说我就从外面挠2下。林天满不在乎地说，没去看医生，哼，小毛病不严重。林天摆摆手，平时没啥感觉，就偶尔痒，洗个澡就好了。陆晨暗自腹诽，蓝雪也不行啊，欧晶晶这小子做事真不靠谱。等饭局结束，就给欧晶晶打了电话，电话秒接通，欧晶晶谄媚又小声的声音传了过来，怎么了少爷，你干嘛呢？说话大点声。不行啊少爷，我身边有个女主播在直播，我声音太大被发现，榜一大哥跑了损失就大了。欧晶晶的声音压得更低，少爷你找我啥事？为什么林天这么久了还没事？蓝雪到底是不是母体？太长时间没用大头思考，我都忘了跟你说，蓝雪找到接盘侠要结婚了，这段时间除了林天没陪过其他人，那就帮你天哥再找2个，还是跟蓝雪一样的。对，林天不要紧的。陆晨刚要挂电话，欧晶晶急忙喊住，少爷你先别挂，有事儿跟你说。他絮叨了一大堆，女主播的呼吸声里夹杂着歌声和说话声，还有隐约的碰撞声，亏陆晨听力好才勉强听清。原来欧晶晶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名叫欧芒果，最近才被欧父找回来。很快一张照片发了过来，姑娘眉眼硬朗，长得比欧晶晶还阳刚，说有格调都有人信。陆晨嘴角一弯，这种人间角色自然要让给好兄弟林天。半个月后，龙桥区分行正式从万丰独立，改名天盛银行，林天任行长，江宁月与秦若雨同为副行长。林天野心勃勃，已筹备在各地开设分行，第一步就瞄准了魔都，毕竟创世集团是天盛最大的客户。他大刀阔斧的改革，清理了林国栋的残党，招了一批新人，新员工几乎全是年轻女性，相貌个个无可挑剔，还专门设计了新的工作服，低领收腰的白色衬衫搭配黑色包臀短裙，裙摆到大腿中部，配上性感肉丝和小高跟，能把客户迷得神魂颠倒。不得不说，林天的商业嗅觉确实敏锐，这波改革让天盛声名鹊起，不少 LSP 专门跑过来办业务，客流量肉眼可见的增长。陆晨给华兴拍完汽车广告，顺路去天盛看看江宁月，一进大厅就被一名女职员当成了客户。您好先生，请问您要办理什么业务？陆晨抬眼望去，女孩穿着天盛制服，肌肤胜雪，包臀裙勾勒出柔美曲线，身材比例非常完美，1.7米左右，纤腰丰臀。低头时，胸前的沟壑若隐若现，胸牌上写着温冉2个字。这时系统提示框在他头顶弹出，姓名温冉，年龄25岁，身高170厘米，身份天盛银行普通职员，忠诚度0，沉沦进度0%。温冉，原著里登场的最后一位女主，
没想到这么快就出现了。您是陆晨？温冉抬头，星眸亮起，有些惊喜地问道。如今的陆晨，凭借全球直播已经是家喻户晓的男神。是我来找你们副行长，他们正在开会。陆先生，您可能得等一会儿。温冉很快恢复镇定，引着陆晨往贵宾休息室走。您先在这边休息，我去给您倒杯茶。冲茶的动作优雅娴熟，每一个细节都透着大家闺秀的气质。温冉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重点中学校长，母亲是大学老师，自己则是帝都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便来了天盛。他性格开朗，待人温文尔雅，相处起来让人格外舒服。陆先生，您在这休息片刻，我先去工作了。温冉放下茶杯，礼貌的颔首。陆晨叫住他，等等，给我讲解一下天盛的业务，说不定我会有合作的意愿。倒不是见色起意，若不是知道她是原文女主，根本懒得搭理。身为新人，温冉想尽快做出成绩，于是立刻拿出平板，坐到陆晨身边，详细讲解起来。半小时后，到了下班时间，林天、秦若雨、江宁月带着几位经理从楼上走下来，陆晨和温冉走出休息室，正好撞见。林天直接忽略陆晨，快步走到温冉面前，笑得一脸温和。温冉，这几天你工作辛苦，秦副行长说想带你出去放松一下。温冉面露难色，悄悄看向秦若雨。他来天盛才几天，几乎每天都会被林天骚扰，好在对方还算绅士，没让他反感。是啊，温冉。若雨立刻接话，脸上挂着亲和的笑。今天天气不错，正好下班了，一起去烧烤怎么样？林天早跟他说了要追求温冉，他自然要帮忙撮合。说完，若雨转头看向陆晨，试探道：陆晨，要不要一起？他今天没带那条项链，用创世1%的股份换了1天自由，正好借此机会跟陆晨缓和关系。好啊，陆晨爽快答应。不远处的江宁月脸色沉下来，瞪了眼陆晨，转身就往门外走。高跟鞋踩在地板上，发出清脆响声，像在说生气了，哄不好的那种。陆晨莫管他，就算再闹耍再大的脾气，回家给他玩几把，气就消了。当然，说的是游戏。坐我的车去吧。若雨掏出车钥匙，为了今天，他专门开了辆宽敞的 SUV。领导盛情邀请，温冉不好拒绝，点头答应。我去换身衣服，马上就来。5分钟后，温冉从更衣室出来，换了一身浅粉色的连衣裙，裙摆很长，只露出半截白皙耀眼小腿，看上去清雅如兰，清丽脱俗，又带着纤柔妩媚，比穿制服时更加温婉动人。林天赶紧把手揣进兜里，调整了一下。温冉，你穿便装比穿制服还好看，简直是仙女下凡。温冉微微低头，脸颊泛起一抹淡淡的红晕，眼神羞涩地从3人身上扫过。林天看得口干舌燥，只因眼前的姑娘实在是太美。4人买了新鲜食材和饮料，找了一处相对僻静的露营场地，青山环绕，溪水潺潺，静谧惬意。俊男们架起烧烤架，美女们则围在一旁处理食材。温冉手脚麻利，认真地给肉串刷油撒料，动作温柔娴熟。若雨则显得随性许多，翻烤着鱼肉，时不时跟陆晨搭话。温冉弯腰天探时，裙摆勾勒出夸张的臀部曲线，像饱满的蜜桃般诱人，即便被布料遮掩，也让人忍不住浮想联翩。陆晨和林天坐在帐篷边的折叠椅上，林天脸色不大好看，心中不解，这位小姨为何要带上陆晨？而且他看陆晨的眼神过于奇怪，像是看自己深爱的恋人，又带着小猫对主人的顺从。放弃将大校花，打算潜规则自己的员工。陆晨率先打破沉默，嘘寒问暖舔了半个月，我越舔他越冷淡。林天懊恼地灌了口啤酒，你说这女人是不是贱？是不是得像对待牲口一样对待她，她才开心？他算是想明白了，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我感觉温冉对我也有好感，稍微上点心就能吃上。至于宁月，也不可能放弃。法律规定只能娶一个，但没规定只能有一个女人。若雨突然开口，你俩在那里嘀咕什么呢？鱼烤好了，快出来吃。这里空气清新，景色优美，再加上2位身姿窈窕、秀色可餐的美女作伴，让人身心愉悦，食欲大增。俩兄弟开怀畅饮。若雨因为要当司机，所以没喝，却频频给陆晨倒酒。温冉小口喝着橙汁，家教森严的她，即便同学聚会也滴酒不沾。此刻正小口咬着烤蔬菜，姿态端庄。没一会儿，林天就醉了。陆晨喝的最多，却面色如常。他起身给了若雨一个眼色，你们先吃，我去趟卫生间。若雨紧跟着起身，你俩慢慢吃，我也去一趟。温冉其实已经憋了很久，一直不好意思开口，见状连忙跟着起身，我也去一趟卫生间。林行长你先吃，确实需要方便，再者他也不好意思跟林天独处。卫生间离帐篷有几百米，需要走几分钟小路。温冉从卫生间出来，浑身轻松地往回走，晚风拂过脸颊，带着丝丝凉意。路过一片茂密的灌木时，他突然瞥见2个鬼鬼祟祟的人影，仔细一看，居然是陆晨和秦副行长。温冉赶紧躲到树后面，探出脑袋，打算看看这2人究竟要干嘛。10分钟后，陆晨侧头看向那棵大树，正好与躲在后面的温冉四目相对。偷窥被发现，温冉慌乱低下头，转身再次跑进卫生间。回到帐篷时，陆晨和若雨已经坐在那里继续吃烧烤，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温冉尴尬地走到自己的位置坐下，看一眼陆晨，却发现他正盯着自己，
吓得他赶紧别过头，不敢再看。若雨一点没矜持，大口吃着烤鱼，温冉的目光落在他张开的樱桃小嘴上，心里感叹，他的嘴巴这么小，却能吞下那么大的鱼。此刻沾着油光和调料的唇瓣，与刚才在灌木丛后看到的水润粉唇重叠在一起，让温冉心跳加快，呼吸急促。若雨察觉到他的目光，拿起一串烤玉米递给他，在想什么呢？快吃呀！没什么。温冉摇摇头，目光始终无法从若雨的唇瓣上挪开。陆晨倒了杯乳白色豆汁，递到他面前，尝尝这个，好喝的。温冉拿起杯子，脑海里又浮现出刚才看到的画面，下意识一口吞下去，喉咙滚动的动作像是在模仿若雨。陆晨朝他露出一抹诡异的笑，还想喝吗？温冉根本不敢跟他对视，只是一粒一粒的吃着烤玉米。陆晨和若雨的行为，对于认知还停留在男女亲嘴就会怀孕的温冉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可越是回想，心里就越激动，像是触碰了某种禁忌，羞耻又忍不住好奇。这时，陆晨递过来一根淀粉肠，谢谢。温冉不自觉接过，红着脸小口吃起来。好吃吗？声音在头顶响起，不知何时陆晨已经站在他身侧。温冉轻手低垂，轻轻点头。家里的长辈没告诉过你，吃东西的时候要看着别人吗？啊？温冉愣了一下，满心疑惑，还有这种说法？他突然想起若雨吃东西时的样子，于是模仿着抬起头，美眸无措地看向陆晨。刚刚他们三人离开没多久，林天不胜酒力，趴桌子上睡了过去。等他迷迷糊糊睁开眼，酒意瞬间醒了大半。陆晨那只大手正搭在温冉的头上，温冉微微仰着脸，水润心眸半睁半闭，红润的唇瓣张开着，小口吃着手中的淀粉肠。林天脑子里嗡的一下，细看才看清楚，原来是淀粉肠啊！他还以为是淀粉肠呢，把他吓一跳。你干嘛？怎么还上手了？陆晨收回手，嘴角勾起一点笑。头发上有虫子，我帮他拿掉，对吧？温冉被突然提到，嘴里食物还没咽下去，含糊地点头，对，我和秦行长不敢动，只能让陆先生帮忙。说罢，他赶紧把淀粉肠咬断，耳根通红，低头猛喝果汁。太丢人了，这种羞耻的画面居然被林天看到了。林天半信半疑，但看温冉那副乖巧模样，只能干笑两声。行吧，我还以为四人玩到天色彻底黑下来。若雨先把温冉送回家，再一脚油门把林天扔回天盛大楼门口。林天现在发达了，也没急着购置豪宅，资金全投入到各地区建设分行的计划上，就连车子都是几万块的代步车。林天醉醺醺地趴在车窗上挥手，我办公室有床够住，你俩可别背着我去开房。人醉了什么话都说，赶紧滚回去睡觉。若雨黑着脸关上车门，侧头看向副驾的陆晨。男人靠在座椅，酒喝了那么多，却跟没事人一样。什么打算？去酒店对付一晚？若雨故意把声音压得又软又糯。回月湖湾。陆晨打破他的幻想。若雨皱着眉，舌尖抵住后槽牙，已是怕我吃了你。陆晨侧过脸，没吃够。若雨被他这一句撩得心口一颤，踩油门的脚都中了几分，失笑一次哪够。不过很快严肃起来，你对温冉有想法？第一天认识，能有什么想法？若雨冷笑，要是我和林天不在场，你还会给他吃淀粉肠？恐怕早换别的了吧？你这算什么？护食？陆晨反问。陆晨，你身边的女人还少吗？江宁月，你的司机、管家，还有我和姐姐，5个大美围着你转，还不满足？陆晨莫说话，只是表情明摆着不满足。若雨咬牙，声音沉下去，你都从林天手里抢一个了，再抢就不礼貌了。陆晨终于正眼看他，女人这种事各凭本事，我会帮林天，你别怪我，这是你的自由。陆晨声音淡漠。接下来的时间一路无话。不多时，车子停在月湖湾别墅门口，陆晨推门下车，背影挺拔，月色给他镀了一层冷光。若雨望着那道背影，有些失落，觉得自己又惹他不开心了。可在卑微讨好，也不能给自己心爱的男人送别的女人吧。每周四，江宁月都会回月湖湾过夜，理由是疯狂星期四，要跟老公疯狂一晚上。进屋时，江宁月坐在沙发上，银行制服还没换，黑色短裙包裹着翘臀，腰线收得死紧，衬衫上面2颗扣子崩开。陆晨刚靠近，江宁月头也不回地走进卧室，几分钟后重新出现在客厅，身上换了件领口低到能露出肚脐的睡裙，赤着玉足在屋里到处晃悠，就是缠着你，不给你吃，再不过来我抽你了啊！陆晨掏出皮带，江宁月走过来，板着脸坐在一旁。陆晨一把将她捞进怀里。别墅后花园的草都长那么高了，多久没修剪了？陆晨很喜欢月湖湾的这套别墅，尤其是后花园，地面松软没有异味，而且排水系统特别好，就算大雨天也不会积水。唯一的缺点就是草长得特别快，要经常修剪，不然都找不到中间的小道。江宁月紧绷的娇躯一下子酥软下来，娇嗔着捶他胸口。差不多1个月就长这么高，最近你就光顾着浇水，都没修剪，能不高吗？江宁月埋怨道。他窝在陆晨怀里，神色担忧。老公，最近林天的心思转移到温冉身上了，我怕会影响我们的计划。温冉确实是个阻碍。陆晨点点头，不用担心，我会解决。江宁月突然翻身，坏笑着媚声问道：啊，什么解决？陆晨闻到空气中的醋味，抓住他乱动的小手，先解决你。江宁月却灵活一扭，
像条泥鳅一样滑开。陆晨莫再管他，而是起身往楼梯走。老公你去哪？江宁月偶臂撑起身子，快速跟上。老公你慢点，我快跟不上了。陆晨走得很快，他快要跟不上步伐，4区居然跑不过2区。陆晨把他带到露天阳台，放在护栏上，下面是泳池，就算掉下去也没事，这里会被人看见，你那狼狈样就该给人看。陆晨咬牙装得很厉，老公别这样，会掉下去。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缠着陆晨不放，甚至主动缩减2人之间的距离。老公，这样就不会掉下去了。月色下，江宁月眉眼弯弯，眸中水光潋滟。这栋别墅坐落在月湖湾最角落，前面是月牙湖，也只有隔壁的若雨能注意到阳台上的动静。半小时后，还敢不敢吃醋了？江宁月妆都花了，不敢再嘴硬，不敢了，再也不敢吃醋了。隔壁若雨的卧室没开灯，窗帘开着，月光像一层薄纱附在她身上，勾勒出性感的过分的曲线。她抬眸望着对面别墅，月光下2个模糊的身影交叠，似乎下一秒就要融为一体。若雨咬着下唇，指甲掐进臂弯，羡慕、嫉妒，还有一丝丝恨。她从床下摸出一个盒子，里面居然是小陈的1:1真人手办，做工非常精细，摸起来的手感无限接近真人，血管和毛发都做得纤毫毕现。若雨红着眼，低低地骂了一句：陆晨，你 TM 混蛋。接下来的几天，若雨都会叫上陆晨、温冉和林天4人小队，把能吃喝能玩的试了个遍，烤肉、火锅、鬼屋、剧本杀、K 歌。温冉很快就跟3人熟络起来。起初他还担心自己跟这些有钱人没有共同话题，相处后才发现他们都非常接地气，尤其是陆晨，居然跟他有相同爱好，都爱喝冰镇冰红茶，每次聚会必点2大瓶，这让温冉心里多了份莫名的亲近感。只不过陆晨和若雨每次发生口角都会被温冉撞见，他每次都是全程看完才红着脸灰溜溜逃走，只有当局者若雨对此一无所知。这天，若雨包下上次的露营地，烧烤到一半时突然叫住陆晨：我牙齿有点疼，你帮我看看呗。说着就往帐篷后面走，故意留下温冉和林天2人。温冉想跟上去，却被林天拦住：温冉，你等等，我有话想跟你说。说完带着他往不远处的秋千走去。时至傍晚，夕阳西下，霞光洒在温冉脸上，家人的俏颜静谧美好。温冉轻轻晃着秋千，画出柔和的弧线，裙摆也跟着轻轻飞扬。林天坐在旁边的石凳上，开始诉说提前备好的情话。温冉微微垂眸，脸上那抹绯红比晚霞还要明艳动人。林天侧头望着她精致的面庞，忍不住既激动。情到深处，他从身后拿出一捧红玫瑰，快步走到温冉面前：温冉，我喜欢你。声音颤抖却异常坚定：我知道我们认识时间不长，但我每天都在想你，想跟你分享所有趣事，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温冉脸颊烧得滚烫，眼神羞涩又认真，轻轻点了点头：可以啊。没有夸张的激动，只有少女出现爱恋的矜持与温柔。这段时间林天对她的好，温冉都看在眼里。相处的这几天，她也会把陆晨和林天放在一起比较。论颜值和气质，陆晨绝对碾压林天，但温冉并非只看重外表的肤浅女人。看了那么多次陆晨和若雨的互动，她大概摸清了陆晨的性子。这个男人眉宇间藏着一丝傲慢，喜欢将女人掌控在手中，好像除了长得帅没什么优点。林天就不一样了，虽然偶尔显得有些猥琐油腻，却胜在老实真诚，而且跟他有很多共同话题，从文学名著到小众电影，每天都能在微信上聊到半夜，且第一眼就有不错的印象，产生好感也不足为奇。就这样，只认识了半个月，互生好感的2位年轻人顺理成章成了一对恋人。对温冉来说，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她一直是爸妈眼中的乖乖女，事事听从安排。这一次，她想顺着自己的心意，任性一回。表白意想不到的顺利，让林天有些愣神。他盯着秋千上霞光满身、眉眼温柔的家人，激动得有些无措。于是快步上前抓住秋千的锁链，让他慢慢停下，手朝着温冉柔嫩白皙的小手伸去，眼中只有家人的2片水嫩阴唇。结果温冉猛地跳走，绕到秋千后面躲开袭击。他虽然情感经历为零，但心思缜密，把林天的小心思看得透彻，看到那尾锁镜就能猜出男人心里想的是什么。对不起啊温冉，我太激动了，你别往心里去。林天站在原地有些懊恼，自从经历了江宁月的失踪，他逐渐明白有些事要抓紧，料不准哪天一口肉没吃，鸟就飞了。见他有些失落，温冉出言安慰：我们虽然互有好感，但认识的时间太短，等我们一起走过的路变长了，自然会经历这些。我明白，我都听你的。林天赶紧表态：我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我会等到你完全信任我的那天。他的尊重让温冉心里一暖，相处起来也更轻松了。结果温冉又想起了陆晨，眼前的男人要是换作陆晨，肯定已经把他摁在秋千上。既然我答应了你，从此以后我的心就属于你一个人。他顿了一下，小声道：当然还有我的一切，等我们确定要长相厮守，步入婚姻的殿堂，我会主动牵起你的手，把我的初吻还有我最宝贵的东西都献给你。林天听得口干舌燥，喉结滚动不停。温冉居然是个厨，果然他看女人的眼光很准，不管是温冉
还是江宁月，都是洁身自好、自尊自爱的好女孩。温冉，你以前从没交过男朋友？温冉的俏脸依旧绯红，攥紧手中的玫瑰，轻轻点头。你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如果可以，我也希望是最后一个。他出生在极其传统的家庭，父母对他的教育非常严苛，几乎是达到了控制的地步。但他从不叛逆，遵循父母的意志到今天。直到毕业，除了正事，几乎不跟男人接触，一直坚守底线，将清白之身保留到现在。从小到大，他的追求者众多，不乏二代和帅哥，但从未有人能在他心底泛起一丝涟漪。天色渐凉，晚风带着草木清香吹过，林天脱下外套，打算披在美人的肩上，显出绅士风采的同时借机亲近。温冉突然想起什么，不仅没让外套落在身上，还把怀里的玫瑰还给林天，有些急促道：林天，你先回帐篷，我去一趟卫生间。我陪你去，这边有点黑。不用不用，你跟着我，我会害羞的。温冉摆手转身离开。林天站在原地，老脸一红，自家女友也太可爱了。他美滋滋地捧着玫瑰往回走，为捡到宝而沾沾自喜。另一边，卫生间不远处的灌木丛，秦若雨，你没完了是吧？别急嘛。若雨狡黠一笑。林天这会儿在跟温冉告白，必须拖住陆晨，绝不能让他坏了好事。陆晨侧头时，正好瞥见大树后面探出的小脑袋。果然，温冉又准时出现，像个固定刷新的 NPC。10分钟后，若雨总算把人放开。陆晨开口：你先回去。你要干嘛？若雨挑眉：方便，还能干嘛？若雨没多想，转身就往帐篷方向走。陆晨走到卫生间门口，靠在门框上，像个等待猎物的捕兽家，静静等着那只小白兔自投罗网。温冉洗完手出来，一抬头就看到堵在门口的男人，吓得差点叫出声。他想跑，却被堵在墙角，退无可退。偷窥我这么多次，你什么意思？陆晨的目光带着强烈的侵略性，从上到下扫过他的全身。温冉被看得浑身不自在，结结巴巴的解释：没有，我只是路过，不小心看到的。每次都是不小心，一看就从头看到尾是吧？陆晨抬手，掌心贴在他的脸颊，大拇指摩挲着他柔软的阴唇。是想跟前辈学技术，还是你也想试试？温冉脑子一猛，下意识咬住唇瓣上的手指。这么主动？陆晨眸光忽闪，指尖传来的触感让他心头一动。我没有。温冉快速松口，用力摇头。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出这种反应。5分钟后，陆晨洗完手转头发现温冉已经小跑着离开，像只受惊的小白兔。回到帐篷，直到烧烤结束，温冉都不敢与陆晨对视，偶尔忍不住偷偷瞥一眼，被发现后又会慌忙扭过头，装作在看别处。林天坐在他身边，把他伺候得像个小公主，递烤串、倒饮料，纸巾都提前叠好放在他手边，嘴里还不停说着甜言蜜语。温冉却一个字都听不进去，明明已经是林天的女朋友，还在想别的男人，这让他对林天充满了愧疚。可转念一想，他和陆晨也没做什么过分的事，不过是不小心咬了一会儿手指，又不是接吻，应该不算对不起林天吧。温冉强行给自己找着借口，却挥之不去嘴里残留的味道。陆晨手指上带着一丝的甜，还混着淡淡的咸，好像还有一种能让人脸红心跳的特殊味道。这并不奇怪，因为陆晨摸完头没洗手。夜里，温冉回到家，翻来覆去睡不着。林天发来的消息他也没心思回，脑子里全是陆晨把他堵在墙角的画面，一遍遍在脑海里回放。他不停质问自己，明明已经有男朋友了，为什么还会想别的男人？但他确信只是把陆晨当作普通朋友，喜欢的依旧是林天。第二天醒来，温冉刚一动就察觉到身下床单的触感不对劲，冰冰凉凉。掀起毯子一看，床单中间的颜色比周围深了很多。这种情况以前从未有过，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因为昨晚的梦？温冉确实做了个羞耻的梦，梦里重现灌木丛的场景，只是女主角从若雨换成了她自己。陆晨的眼神比现实中更灼热，动作也更具侵略性。天啊，她居然刚交男朋友不到1天就出轨了，哪怕只是在梦里。温冉红着脸起床，抓起床单扔进洗衣机，动作快得像在做什么亏心事。幸好她现在独居，这种尴尬的事情不会被任何人知道。她对着镜子看着通红的脸颊和慌乱的眼神，懊恼地拍拍额头，自己怎么能做这种梦？这和那些沉浸在欲望里的浪荡女人有什么区别？殊不知，不久的将来，有个男人会让她每天早上都换床单。收拾好残局，温冉开始做早餐。平时她只是煮2个鸡蛋，今天却额外煎了根烤肠。看着烤肠滋滋冒油的样子，小脸又红了。刚到银行上班，温冉就被江宁月的助理叫到办公室。她一头雾水地走进去，只见江宁月坐在办公桌后，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长到过分的美腿交叠在桌下，身上的制服跟他们这些普通职员不同，用料更高级且更性感。虽然江宁月比她小2岁，却透着远超她的成熟与气场。江副行长，您找我有什么事？温冉恭敬地问道。等我处理完这份文件。江宁月头都没抬，语气冷淡，也没示意温冉坐在一旁的沙发上等候。温冉只能站在原地，双手交握在身前，维持着礼貌的姿态。这一站就是半个小时，温冉腿都麻了。江宁月才慢悠悠抬头，目光落在她身上。最近跟秦若雨他们玩得挺开心。温冉愣了一下，刚想开口就被打断。你一个刚毕业的新人，不把心思投入到工作上，
反而整天跟着别人吃喝玩乐，这就是你对工作的态度。江宁月气场本就强大，此刻冷着脸更让人感到压迫。温冉挺直脊背，小声反驳：没影响到工作，而且我都是利用下班时间，我不听借口。江宁月又打断他，扔过来一沓厚厚的资料，你把这些客户资料重新整理，下午送到办公室。厚重的资料压在温冉纤细的胳膊上，几乎要将手臂压弯。他皱着眉，忍不住反驳：这些资料都已经整理归纳在电脑里了，您这是多此一举。而且我的工作是接待客户，整理资料不属于我的职责范围。怎么让你做点事还推三阻四？江宁月的声音愈发冰冷。在天盛，上级交代的任务没有不属于职责范围这一说，做不了就辞职，这里不养闲人。江宁月是天盛公认的高冷女神，平时除了工作几乎不与旁人多言，但是今天好大的敌意。温冉心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传闻江宁月和林天大学时是恋人，莫非是知道了他和林天在一起吃醋了？温冉性子柔和，但也不是任人欺负的料。江副行长，我没有因为谈恋爱耽误工作，而且跟谁谈恋爱是我的自由。江宁月拖着下巴忽然轻笑一声，回去吧，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只是欣赏你的能力，希望你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关紧要的男人身上。温冉没再多说，抱着资料转身离开。办公室门关上的瞬间，江宁月脸上的笑容消失，眼神冷得要杀人。陆晨不让他吃醋，那他只好亲自处理掉这个潜在威胁。接下来的日子，业务增多，天盛全体员工逐渐忙碌起来，加班成了常态。温冉更是被江宁月欺负得喘不过气。银行里还出现了江宁月和温冉因为林天争风吃醋的传闻。林天没帮念念不忘的前女友，也没维护受委屈的现任女友，他很享受被两个大美女争抢的感觉。为了让若雨帮忙说好话，林天还特意把温冉提拔成若雨的助理。温冉每天跟在这位万亿集团总裁身后工作学习，虽然忙，但很享受在忙碌中不断提升的充实感，身上也多了一丝职场女性的干练气质。等天盛彻底稳定下来，林天包下宴会厅，举办了一场庆祝晚宴，目的有二：一是陆晨承诺的大礼迟迟没有动静，想借机催促一下；二是想给温冉补一个隆重的表白仪式，想借着这个机会拿下温冉的初吻。晚宴当晚，宴会厅灯火辉煌，所有人的目光聚焦在天盛三大美人身上。若雨穿了一身性感的黑色露肩礼服，肤若凝脂，高贵优雅；温冉的礼服则保守许多，只有两条纤细白嫩的胳膊露在外面，秀发被盘在脑后，看上去十分清雅动人。江宁月反而成了异类，独坐在角落，身上依旧是天盛制服，裹着肉色丝袜的修长美腿随意交叠，浑身发寒。几个男人想上前搭讪，也都被冰冷的眼神吓退。二楼，林天、陆晨和欧晶晶靠着栏杆站在一起。林天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不好意思。陆晨哪能看不出他的小心思，于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房卡递过去，答应给你的大礼，人已经在酒店，宴会结束你直接过去。林天瞥了眼一楼的温冉，确认他没注意这边，迅速把房卡揣进西装口袋，嘴角都快咧到耳根。陈哥够意思，你俩先玩，我去招待一下别的客人。他这才心满意足地转身离去。昨天蓝雪结婚，他在婚礼酒店的化妆间和他来了最后一次，两人也算日久生情，心里难免怅然。但这张房卡瞬间冲散了所有低落。少爷你放心，那俩女的我让人试过，结果没几天就被送进医院了，这次一定没问题。欧晶晶凑过来，谄媚又得意。陆晨的目光越过人群，落在温冉身上，你看她怎么样？欧晶晶顺着他的视线看去，激动的差点掉下去。卧槽，这皮肤比秦若雨还白，根据我的经验，这小妞绝对没被男人碰过。少爷你想整，你有办法。少爷你是在瞧不起我，保证1周之内给你拿下。欧晶晶拍着胸脯，脸上露出淫荡的笑。陆晨自己也能搞定温冉，甚至不需要1周，但有欧晶晶帮忙自然是好的。这人总能想到点鬼点子，而且做事很有分寸。少爷，到时候你对她狠点，这种温文尔雅的乖乖女，越是粗鲁她就越喜欢你，顺从你。行了，下面美女不少，你自己找目标玩去，我去放个水。陆晨扔下欧晶晶，转身走向卫生间。角落里的江宁月自始至终都在盯着2楼，见他离开，立马起身跟了上去。陆晨走进男厕，身后就传来脚步声，一回头就见江宁月快步走进来。江小姐，你走错了，右边才是女厕。江宁月不管不顾，直接扑上来抱住，身体紧紧粘在他身上。别演了，我看了这里没人，你老婆在下面坐着呢，你却一直盯着别的女人看是几个意思？还不长记性？谁允许你吃醋的？陆晨捏住他故作凶狠的小脸，江宁月却不依，伸手扯住他的领带，把人拉进旁边的隔间。陆晨侧头，正好撞见站在门口的温冉。这女人跟个幽灵一样，从第一次露营开始，每次陆晨上卫生间，她都会准时刷新。江宁月没注意到门外的人，反手锁上隔间门，眼神变得柔和，还夹杂着几分委屈。老公，我没吃醋，就是想你了。他坐在马桶盖上，你刚才有没有吃东西？陆晨问。自从在飞机上被苏清渊坑过一次，他就养成了先确认的好习惯。吃了颗蜂蜜糖，老公尝尝。江宁月重新起身，手臂搭在他的肩膀。甜吗？嘴里的蜂蜜味清甜醇厚，带着淡淡的奶香，萦绕在两人鼻尖。除了江宁月，
温冉其实也一直在用余光偷瞄陆晨。见他走向卫生间，温冉像是触发了底层代码，身体先于理智行动，下意识就跟了上去。走到男厕门口，看到里面上演的一幕，僵在原地差点惊呼出声。江宁月居然和陆晨抱在一起，那亲密的姿态，浓烈的占有欲，说是夫妻也毫不为过。一个疑问悬在头顶，陆晨不是在跟秦行长谈恋爱吗？等两人走进隔间，温冉见四下无人，抬头看了眼头顶的男厕标志，放轻脚步走了进去，没发出一点声音。走到隔间门外，耳朵贴在挡板上，里面清晰传出男女互动的声音。温冉直接脑补出了画面，光听声音就知道江行长这方面的功夫比秦行长还要深厚。原来如此，温冉心里豁然开朗。江宁月对他的恶意根本不是因为林天，而是因为陆晨。10分钟后，隔间里的声音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两人的低语：老公你太坏了，弄得我的妆都花了，这里有纸，我帮你擦干净。哼，老公坏，这反差差点给温冉惊掉下巴。整天一副死鱼脸，说话像吐冰块的江行长，竟会在陆晨面前发出如此软糯的声音。老公别贪心，再不出去该被人发现了，晚上回去再收拾你。温冉吓得赶紧躲进隔壁的隔间，外面传来江宁月的高跟鞋声渐渐远去，紧接着是陆晨放水的声音，听得他面红耳赤。等了一会儿，确认陆晨也离开，温冉才推开隔间门，刚迈出去一步，就撞进一个坚实的胸膛。他抬头刚好对上陆晨的目光，如遭雷击，僵在原地。这是男厕，你在这鬼鬼祟祟做什么？陆晨居高临下的看着他，我喝了点酒，不小心看错了，你从不喝酒，别骗我。陆晨把温冉推进去，顺手关门，将两人困在狭小的空间。温冉心里一紧，上次的事情我还没跟你算账，你别得寸进尺，你乐在其中，算什么账？陆晨俯身逼近，掐住他白嫩光洁的下巴。陆晨，请自重，我是你好兄弟的女朋友。温冉伸手去推他的手臂，想挣脱束缚，结果反被陆晨抓住手腕，两只手被大手牢牢钳住，举过头顶，按在墙壁上。温冉小脸烧得滚烫，美眸频闪，你再这样，我喊人了。他的声音充满了无力的威胁，喊吧，外面可是有监控，一旦让林天知道是你主动闯进男厕，你猜他会怎么想？温冉俏脸煞白，陆晨的话像一把匕首，精准刺中他的软肋。是啊，从第一次偷窥到此刻躲在男厕，自始至终都是他一步步把自己送到陆晨手中。林天要是知道这一切，一定会觉得他是个不知廉耻、水性杨花的女人。你到底想干嘛？温冉鼓起勇气迎上男人的目光，你答应做林天的女朋友，心里却一直想着我，对不对？陆晨俯身靠近，说话时带着酒气与蜂蜜甜香。温冉别过头，连反驳的底气都没有。无法否认，就连梦中都是这个男人的身影。听说你当上若雨的助理了，应该从他身上学了不少吧？温冉羞愤地扭头躲避陆晨的调戏，男人的脸近在咫尺，能感受到打在脸上的温热鼻息。他的呼吸愈发急促，白皙的肌肤逐渐晕染一层潮红。陆晨索性抓住他，将这张属于林天小女友的娇嫩脸蛋肆意把玩欣赏。温冉最大的特点就是皮肤白，说是像牛奶一样也不为过。眼角下方极小的泪痣为秀美文雅的五官添了不少风情，若是换上一身古装，妥妥的古风美人。温冉这样的文静女孩，无论父母还是身边的亲戚朋友，都是非常有分寸的人。第一次遇到陆晨这种粗暴的异类，让他手足无措。你放开我！温冉的眼眶红了，泪水在里面打转，眼看着就要哭出来。可话刚说完，唇瓣就被温热的触感堵住，再也发不出一点声音，大脑瞬间宕机。温冉瞪大眼睛，满眼都是震惊。这是她的初吻，她一直小心翼翼守护着，准备留给未来丈夫的初吻，就这么被强行夺走了。她下意识与陆晨对视，男人的眼神带着侵略性，似乎要夺走她的一切。几秒后，她慌乱地闭上眼睛，睫宇剧烈颤抖。细看之下，温冉身上除了秀发，几乎没有明显的汗毛。这女人难不成是……一个猜想在陆晨心头浮现，当即就出手验证。温冉明知道给予她这份悸动的不是自己心爱的男友，却无法抑制身体的本能反应。几分钟后，陆晨才松开她，果然跟猜想的一样，宿主夺走温冉初吻，并触碰到从未有人触碰过的区域。沉沦进度正10%，当前进度10%，宿主获得10点属性点，当前累积65点。温冉喘着气，委屈道：“这是我的初吻，你都没经过我的同意，太过分了。”她越想越羞愤，小心脏扑通扑通狂跳。刚才在男人的温柔中思绪迷乱，这才多会儿功夫就沦陷了。看着男人眼底未退的欲望，温冉的眼神里藏着一丝连自己都没察觉的不满足。还不够？陆晨捕捉到她的眼神，笑着问。越是深入了解，越能在这个女人身上发现惊喜。看似纤瘦的身躯，却有惊人的曲线。细枝节硕果这个词用在温冉身上再合适不过。不知何时，小美人纤细的手臂竟主动缠上了男人的腰肢，甚至配合地踮起脚尖。陆晨察觉到她的回应，故意将她推开。温冉意犹未尽地抿着薄唇，还沉浸在刚才的温存中。坐下，大脑几乎是本能地接收指令。温冉顺从地坐在马桶盖上，要抬头看着我。陆晨的声音再次响起，
温冉缓缓抬头，眼神温顺羞怯，展现出被驯服的乖巧。陆晨身上还残留着蜂蜜甜香，他想起刚才听到的放水声，却没有一丝厌恶和嫌弃。其实他的内心很复杂，一边是对林天的愧疚，明明答应过会把自己献给他，却躲在这里讨好别的男人；一边又觉得刺激心动，这种冲破底线的感觉让他浑身都在发烫。天哪，我居然真的出轨了！温冉在心里尖叫，却控制不住地将温软的小手贴在陆晨的掌心，五指缓缓张开，最后与他十指相扣。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在他看来，男女之间的亲密要讲究顺序，牵手、拥抱、亲亲。陆晨省略了牵手这个步骤，温冉想亲手弥补这个遗憾。两人在隔间里待了半个小时，门才被陆晨推开。温冉依旧坐在马桶盖上，抓住他的手追问：“你会保守秘密的吧？不能让林天知道。”陆晨俯身在他耳边低语：“当然，而且未来我们之间还会有更多秘密。”他说完，转身先一步离开。陆晨走后，温冉内心的冲动逐渐散去，理智回笼。他看着自己与陆晨牵过的手，才惊觉自己做了多么愚蠢的事情，可还是忍不住舔舔嘴唇，回味蜂蜜甜香。陆晨从卫生间出来，温冉跟在他身后10多米远，走到转角，一道纤长倩影突然出现。江宁月双手抱胸靠在墙上，先是意味深长地看了眼陆晨，目光随即落在后面的温冉身上，眼神冰冷，毫不掩饰敌意，看来要摩擦出火花了。陆晨与他擦肩而过，根本不打算阻止。他对江宁月的态度是绝对掌控，但也有着宠溺和纵容，毕竟是自己的第一个女人，相较于其他人，总归多了几分不一样的分量。当然，他还有更深的算计。随着陆晨的身影消失在转角，空气仿佛凝结成冰。江宁月迈开长腿，高跟鞋踩在地面发出的声响，像是宣告主权的战鼓。他挡在温冉身前，手臂猛地一伸，温冉还在回味唇瓣上的余温，猝不及防被抵在墙上，后背撞上坚硬的砖石，传来一阵清晰的痛感。领导身份加上身高占优，江宁月微微俯身，居高临下的盯着温冉，冷冽的气场散发出浓厚的敌意。刚才在里面干什么？温冉的肩膀还在隐隐作痛，他抬眸瞪了眼江宁月，没什么，就是不小心走错了。江宁月轻蔑地看着他，温冉，你见不见？随即捏住温冉的下颌，有了男朋友还勾引别人的老公，在古代你这种女人可是要骑木驴。温冉被压得动弹不得，墙壁的凉意正透过礼服不断渗进来。这段时间，江宁月处处刁难他，加班、背锅、被抢功劳，可林天从没站出来为他说过一句话，委屈都憋在心里。此刻被江宁月羞辱，那团压抑的火气终于忍不住往上窜。江宁月，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温冉不再退缩，我和林天是正常恋爱，和陆晨只是普通朋友。江宁月俯身，鼻尖贴近温冉的唇瓣，他的嗅觉本就灵敏，很快分辨出温冉呼吸间散发出的气息，蜂蜜的甜。还有，他嗤笑着，力道手上加重，我老公不错吧？温冉疼得不行，实在想不到江宁月一个女人力气能大成这样。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想用力甩开江宁月的手，但娇弱的小美人根本做不到。你一直针对我，不就是因为陆晨吗？你自己留不住他的心，就来迁怒我，欺负我，你不觉得丢人吗？这句话戳中江宁月的痛处，她的眸光凌厉万分，抬手就要扇下去。温冉闭上眼，预想中的疼痛却没有落下。江宁月的手停在半空中，最终还是收了回去。她要的是以绝对的气势碾压这个第三者，而不是现在这样气急败坏。你就没想过他身上为什么会有蜂蜜味吗？温冉没说话，江宁月脸上的笑容像极了古装剧里争宠的妃子，让他不禁觉得好笑。因为你吃的都是我吃剩下的。说完，江宁月转身离去。既然陆晨纵容，他自然不用担心温冉会给林天告密。温冉一人靠在墙上，胸口剧烈起伏。那个女人不是单纯吃醋，眼里有种病态的占有欲。她鼻尖发酸，受了欺负，怎么可能把委屈藏在心里？她要报复江宁月，但要用什么手段？人在什么时候最难过、最崩溃？当然是最珍视、最在乎的东西被抢走的时候。江宁月最在乎的是陆晨，那他是不是？这个念头在脑海中一闪而过，温冉压下心头的波澜，朝着宴会厅走去。刚推开门，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得愣在原地。宴会厅被重新布置得格外浪漫，天花板上挂满了闪烁的串灯，四周摆放着大片大片的白玫瑰，中间的舞台铺上白色地毯，林天西装笔挺站在中央，手里捧着花，温柔地望着门口。显然，这一切都是为他准备的。温冉来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林天脸上露出惊喜的笑容，朝着他伸出手。温冉的心跳突然变得杂乱，脚步沉重地走上台。台下开始起哄，掌声和口哨声此起彼伏。他看到若雨站在台下，脸上挂着温和的笑意，而陆晨靠在不远处的柱子旁，神色淡然，看不出情绪。温冉，第一次露营的告白太仓促了，我想给你一个正式的仪式。林天的声音温柔而真挚，透过麦克风传遍整个宴会厅。这段时间和你相处，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你。你温柔、善良、努力，是我见过最好的女孩。说罢，将手中的玫瑰递过来。温冉接过，眼眶泛红，感动之余更多的是愧疚。林天从西装口袋拿出盒子，里面躺着一条钻石项链，
吊坠是一颗心形粉钻，在灯光下折射出耀眼光芒。这是他花300万在拍卖会上买的，据说是国外某个著名设计师的传世之作。这条项链叫做心之所属，我想告诉你，我的心永远属于你，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台下再次起哄，答应他，戴上去。温冉看着项链，又看了看林天真诚的眼神，快要被愧疚压垮。他想答应，可话到嘴边怎么也说不出来。林天拿起项链，绕到身后为他戴上，冰凉的钻石贴在颈间，沉甸甸的压在心头。亲一个，亲一个。台下的起哄声更加热烈。温冉的身体一僵，唇瓣上残留的味道像是在警告他，这张嘴已经被其他男人染指过，还怎么倾心爱的男友？更让他心慌的是，他发现自己竟然不想让林天的唇瓣碰到自己。林天缓缓俯身，越来越近，呵呵，果然是个标志。江宁月看着这一幕，倒希望林天能亲上去，那样陆晨肯定不会再要一个被别人碰过的女人。温冉的目光越过林天，看向陆晨，陆晨的嘴角噙着一抹骇人的弧度，眼神深邃，像是在看戏，又像是在掌控一切。那眼神带着某种魔力，让温冉的心跳漏了一拍。就在林天的唇即将碰到的瞬间，温冉猛地偏过头，让林天扑了个空。全场死寂，起哄声戛然而止，所有人都愣住了。林天僵在原地，脸上的笑容凝固，尴尬地停在半空。他能清晰地感受到温冉的躲闪，那不是羞涩，而是刻意的抗拒。温冉，你……温冉低着头，不敢看他的眼睛，也不敢看台下的同事，心里乱成一团。他知道自己伤了林天的心，可他真的做不到。林天，对不起。在台下的议论声中，林天缓缓直起身，强压下心头的失落，勉强笑了笑。可能是温冉太害羞了，没关系，我等你准备好。台上的林天突然举起双手，边转圈边喊道 ：“OK， 兄弟们！”全体目光向我看齐。我宣布个事，作者今天不更新，大家可以散了。什么？听到这里，众人面露愠怒之色。这么多人在等着呢，你说不更就不更了，对得起我们吗？让作者赶紧滚出来！大家别生气，有什么事就冲我来，作者是我爹，你们的怒火由我一人承担。去考了个试，整个人身心俱疲，赶路、熬夜、睡眠不足，频繁起飞，导致又累又困。好吧，这都是借口，就是单纯想休息一天。虽说今天不更了，各位读者们看不到新剧情，但这是好事啊！一本书1个月只有1次请假机会，作者本月第1天就把唯一的请假机会用掉了，意味着后面至少要连续更新30天。本书剧情过半了，按照计划差不多50万字完结，当然这是在不被拿下的情况下。女主们也全部登场，后面不会再有其他女主。江宁月、杨欣兰、秦若雨、秦若雪、苏清渊、温冉，6位女主，不多不少。这本书能写到今天，我是没想到的。10万字之前进了3次黑屋，当时差点就放弃了。让人崩溃的是9万字，马上要10万字开始推荐的时候，3天内进了2次，真就追着我举报呗。What can I say？ 大家可以放心，就算哪天真出了意外，我还是会努力把这本书救出来，尽量写一个并非仓促的结局。因为前面3本都太贱了，所以我想把这本写到完结，对每天追读的读者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统计一下各位女主目前的进度：1. 江宁月，忠诚度100，沉沦进度100%，绝对忠诚，跟主角结婚已经成了生命中唯一的追求。第一个完全沉沦的女主，为了维持高冷人设长期禁欲，后面本性被主角挖掘出来，一发不可收拾，现在只要1天不清静就浑身难受。2. 杨欣兰，忠诚度100，沉沦进度50%，第一个满忠诚度的女主，万能的杨管家，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都能让人100%满意。清静不单纯是为了满足自身，而是想让心爱的男人感受到自己的爱意。3. 秦若雨，忠诚度80，沉沦进度60%，得到男主原谅成了人生的终极目标。姐姐几乎每天都能尝到男主，但是妹妹快3个月没尝到肉了，要是没作死，至少稳定每周吃1次，因此每天晚上后回到山自己只能拿陆小晨的手办表达思念。4. 秦若雪，忠诚度50，沉沦进度60%，60的进度足以媲美别人100的进度。5. 苏清渊，忠诚度50，沉沦进度20%，战力天花板，一拳就能锤死林天，身体素质顶尖，但就是不耐，只有20进度，还得继续伺候。50忠诚度，但是男主在他心中有白月光属性，因此实际会比这个高。6. 温冉，忠诚度0，沉沦进度10%，厕所战神，固定刷新 NPC， 看似乖乖女，实则渴望叛逆，看似喜欢老实人，实则喜欢黄毛。江宁月绿了林天1次就分手了，温冉的出现会弥补林天被绿的不够的遗憾。翻看前文统计的，应该无误吧？记忆力越来越差，都会计不清前面写的啥了。如果你看到这里，那么恭喜，浪费了2分钟时间。一句抱歉还是有必要的，毕竟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宝贵的。同时也感谢读到这里的每一位读者，给各位鞠个躬。图请自行脑补，还有不许站在我后面。最后问一下各位，比较喜欢哪位女主？目标因宿主的隐性影响，拒绝与其他男性亲密。温冉忠诚度+5，当前忠诚度5，宿主获得5点属性点，当前累积70点。陆晨饶有兴致地看着台上
期待这场闹剧该如何收场。本该浪漫温馨的告白仪式被温冉的躲闪搅成僵局，不仅林天尴尬，他自己也下不了台。最后还是秦若雨上台，拿起话筒笑着打圆场。看来我们温冉还是太害羞了，年轻人的感情就是要这样慢慢来才珍贵。来，我们先鼓掌祝福他们，让工作人员把蛋糕推上来，大家尝尝我们特意定制的大蛋糕。他说着，不动声色地将温冉拉到后台，才算化解了尴尬。温冉实在受不了那些人的目光，晚宴还没结束，就以身体不舒服为由离开了宴会厅。林天更糟，比吃了九转答辩还难受，花300万想换来美人倾心，结果连个吻都没得到。好在口袋里的房卡还能慰藉他受伤的心灵。宴会一结束，他就马不停蹄地赶往酒店。推开门，2个穿着性感吊带的美女立刻缠上来，身上散发出浓郁撩人的香水味。天哥，你怎么才来啊？人家都等你好久了。左边的美女踮起脚尖，在他耳边呵气如兰，声音酥麻入骨。先去洗澡。美女相伴，林天心中的郁结顿时顺畅，左拥右抱，带着2人走进浴室。就在气氛即将升温到顶点时，他突然顿住动作。这2个女人一看就不是善茬，还是小心点比较好。见此，美女的脸色瞬间阴沉。天哥，你怎么了？这是还是觉得我们2个有问题？他们低下头，肩膀颤抖，那委屈的样子仿佛受了天大的冤屈。欧晶晶吩咐过，3天之后林天要是没事，他们就别想拿到剩下的报酬，甚至还要赔偿天价违约金。林天现在头铁，但心还是软的。他最受不了女人哭，再想想自己身体不错，应该没什么问题，便摆摆手，别哭，是我想太多，冤枉了你们。10分钟后，林天满头大汗地坐在床头，把对温冉的不满全部发泄在2个无辜的女人身上。一个美女从背后抱住他，柔软的身体贴上来，另一个拿过纸巾给林天擦汗，夹着声音说：天哥，你好 man 啊，比我之前遇到的男人都厉害多了。说着，他又装出担心的样子。天哥，你出了这么多汗，不要紧吧？会不会累着啊？看着2位面色红润的美女，林天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说出违心的话：没事，我不要紧的。另一边，温冉回到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摘下脖子上的粉钻项链，小心翼翼地捏着吊坠，用布包裹好。做完这一切，他拿出手机，用指音 AI 查了一下项链的信息，看到300万的拍卖价格以及林天为赠之爱高价拍下项链的新闻时，温冉的心脏猛地一揪，感动和愧疚到达了顶峰。林天对他如此用心，可他却背着他和陆晨发生了那样的事。温冉在心里发誓，以后一定要做一个合格的女朋友，再也不做对不起林天的事情，好好和他走下去。躺在床上，温冉习惯性的打开小红书 app， 一上来就是华兴的广告。屏幕上的陆晨穿着蓝色衬衫，挽起袖子，眼神深邃，笑容迷人，每一个镜头都帅得让人心跳加速。温冉夹紧被子，脑子里不受控制的浮现出卫生间里的画面，那只温热的大手，还有霸道的吻。他放下手机，用被子紧紧裹住娇躯，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探索。沉沦进度正1%，沉沦进度正1%。温冉因回味与宿主的亲密接触，沉沦进度提升，当前进度15%。宿主获得5点属性点，当前累积75点。系统提示音在耳边戛然而止。浴室里的水流声还在继续，透过磨砂玻璃，能看到江宁月沐浴在水流下的曼妙轮廓。他擅作主张把市中心的精装房重新装修了一遍，新的装修风格更适合私密相处，灯光暧昧，地上铺满柔软的地毯，阳台窗户也换成单向玻璃。就在这时，手机响了，是秦若雪打来的。小陈，3天后我要去帝都给林天庆祝生日，能不能帮我把项链摘下来，拿你的股份来换？电话那头沉默几秒，随即传来若雪咬牙的声音：好，我愿意交换，提前1天来帝都，晚上8点到月湖湾找我。陆晨顿了顿，又问：创世的股权收回来了吗？还没有。若雪的声音弱下去，我一直在忙海外项目，根本没心思管那些亲戚。都过去多久了？你怎么连这点事都办不好？陆晨毫不客气地责怪。小陈，你再给我一点时间，等海外项目稳定下来，好不好？给你半个月时间，半个月后还收不回来，冷风的视频你看了吧？后果你清楚。电话那头的声音在颤抖。半个月太短了，那些人好多都不在国内，联系起来很麻烦，你没资格跟我讨价还价。说罢，陆晨直接挂断电话。刚放下手机，秦若雨的电话就打了进来。林天生日那天，不等他说完，陆晨就一口答应，没问题，你拿着股权赠于书，前1天晚上8点到别墅找我。若雨的声音很平淡。目前他已经把创世5%的股份转给了陆晨，对他来说，钱不算什么。除了创世，名下还有好几家5星级酒店，以及不少投资项目。就算把创世全给陆晨，他也有几辈子花不完的钱。我还想给林天送套房子，他一直住办公室也不是办法。你觉得怎么样？若雨试探着问道。这种事有必要问我？没有，我只是怕你，怕我不高兴。林天是你的亲外甥，你疼他是应该的。陆晨说完，又挂断了电话。